上集说到，云云历尽千辛万苦击杀了元灵族噬灵皇，而萧炎也从大千世界顺利返回斗气大陆，两人终于在洛神剑相见。萧炎再次恳求云云跟他一起走，这一次云云没有再拒绝萧炎，而他也没有理由拒绝萧炎。为了能和萧炎在一起，他不惜舍弃斗尊实力，修炼九转逆脉诀，如今终于得偿所愿，和他心爱的男人一起前往大千世界重新开始。而萧炎也没有再辜负这一位他心心念念的女人，回到大千世界的两人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婚礼，而无尽火域也迎来了第三位主母云云。第二年，云云也为萧炎诞下一女，名为萧云心。女儿出生的那天，云云也终于学会了将原本的斗气转化为灵力，但是每想到大千世界强者灵力群雄荟萃，位面的灵力还会吞噬自身的斗气，稍有不慎就境界全无，很是心疼萧炎。也不知道萧炎当时是如何排除万难，在这一方未知的大千世界成为火域之主。云云看向抱着女儿满脸洋溢着幸福的萧炎，心有所想。萧炎，你可以给我讲讲当年你带着薰儿他们穿越位面来到这里发生的事情吗？本来逗弄着怀里婴儿的萧炎，在听到云云的话后，便走到云云身旁，转头用溺爱的眼神看着云云，随后淡淡的话语响起：你真的想听吗？当年我来到这里，确实也遇到了很多危机和机缘。萧炎说完，眼神始终没有离开他前面的母女俩。我真的想听，你来给我和女儿说说，这些年你都经历了什么？云云喃喃，同时伸手接回女儿，嘴巴嘟嘟的逗弄着怀里的婴儿，随后饶有兴致的看向萧炎。萧炎笑了笑，伸出手柔柔的摸了摸云云怀里的婴儿，再看了看云云，便站起身走到窗前，背挎着双手，似是在回忆着他来到这里的一切。随后淡淡的声音响起：当年我带着薰儿与彩铃在位面通道中穿梭了很久，虽然我已经感觉到那个未知世界中的另一种能量变得越来越浓郁，但是依旧没有看到通道的尽头所在处。后来我们终于降落在大千世界的西天大陆，也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小西天界洛神族。萧炎说罢顿了顿，思绪再次涌上心头。当时他在穿越位面裂缝的时候与薰儿他们走散，从位面裂缝出来的时候，就已经看到洛神族的族长洛天神。洛天神率领数百名身披银甲的战士，带着杀伐之气等候着自己。看来斗气大陆上的那些远古时期的斗帝强者并没有死亡，而是全都来到了这个更为强大的大千世界。果然是天外有天，斗帝已经不是修炼界的最高境界。看着这些充满杀意的洛神族人，虽然身为斗帝的他毫不畏惧，但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毕竟他刚到这个世界，还有很多东西没有弄清楚。因为就在刚刚降落的那一瞬，萧炎就感觉到有什么东西在侵蚀着自己的斗气境界。还好他强硬使用异火进行抵御，方才抵消了这些侵蚀。不过他依然感觉到这股侵蚀力量在不断攀升，面对异族的警惕，萧炎只能暂避锋芒。在下萧炎，来自斗气大陆，穿梭位面裂缝后，无意间降临贵地，并无恶意。听到萧炎和善的话，这些洛神族人也顿时放下了警惕。只是斗气大陆，似乎在大千世界中从未听说过，这家伙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原来是萧炎小友，老夫乃是洛神族族长洛天神。萧炎小友若是不介意的话，可以下来一叙。想必此刻你心中也是有着诸多疑惑。洛天神面庞上也浮现一抹和善的笑意，深知这些来自下位面修炼者的天赋异常强大，所以有意想要结交一番。毕竟他们刚刚来到大千世界，诸多事物都不了解，此刻若是给他们一些帮助，倒是能够落得他们的一个人情。那就麻烦洛族长了。萧炎心头一喜，洛天神这话算是说到他心里去了。他刚涉足这个全新的大世界，的确有着诸多疑惑，而且这位洛神族的族长洛天神也算是通情达理之人，萧炎倒是乐意结识。萧炎小友，这边请吧。洛天神微笑着捋了捋胡须，随即大手一挥，后方的银铠军团顿时从中间如同黑色潮水般向两侧分开，而后洛天神率先朝着后方的洛神殿掠去。洛神殿的大殿气势恢宏，檀香萦绕，大气之中又透着一股清新之感。在听完洛天神说了一番大千世界的各种介绍之后，萧炎才知道原来这里是大千世界。大千世界由无数片大陆构成，浩瀚无尽，万族林立。更让萧炎感到震惊万分的是，他自己所处的斗气大陆仅仅是一个下位面，这的确深深震撼到了萧炎的认知。原来外面的天地竟是这般的广阔无尽。请问洛族长，这大千世界的修炼等级是如何划分的？自从我来到大千世界之后，斗帝不再是这片大千世界的最强，不知我现在处于大千世界的什么等级境界？我刚刚观察了你的气息，应该无限接近于至尊境。那我现在就说说至尊境之后的境界吧。至尊境乃是进入大千世界强者的门槛。大千世界有句话，至尊之下皆为蝼蚁。听着洛天神所说的话，萧炎心头顿时震惊万分，想不到斗气大陆修炼的最高斗帝境界方才处于这个至尊境的层次。
而这个至尊境才是进入大千世界强者之列的最低门槛。那如此说来，至尊之上的强者又该是何等的恐怖如斯？真不愧是无数大陆组成的大千世界。洛天神接着说道：至尊境之中又划分1品至9品，9品至尊之上乃是地至尊，地至尊之中又划分下位地至尊、上位的至尊、大圆满的至尊。而我也只是在不久前方才踏入上位的至尊。至于地至尊之上，那便是天至尊，大千世界上最强的超级强者。天至尊是大千世界里最强的超级强者。萧炎的心头震撼不已，那必然是一个极为恐怖的层次，而他距离那个恐怖的层次现在太过遥远了。在了解了大千世界的修炼等级境界后，原来斗帝之上还有2个大境界，那就是地至尊强者和天至尊的超级强者。骆族长，不知这大千世界可存在着异火？萧炎有些好奇地问道。既然斗气大陆最高修炼等级都不是终点，那么天阶功法也定然不是最强的。也就是说，他体内的焚诀功法还可以再度提高进化的可能，毋庸置疑。一旦焚诀功法进化，他的实力定会有着大幅度的提升。而要进化焚诀，就必须吞噬异火，所以萧炎必须要搞清楚大千世界之中是否有异火的存在。旋即，萧炎的心念一动，一股无比炽热的气息在霎时间席卷整个银客大殿。一团由22种颜色凝聚而成的火焰顿时浮现在萧炎手掌之上，熊熊的火焰令得大殿内的空间都开始变得有些扭曲起来。当年在斗气大陆，萧炎晋级斗帝，可以掌控斗气大陆上所有的异火，而这团多种颜色凝聚的火焰便是由22种异火凝聚而成的最强火焰，也就是所谓的异火榜排名第1的异火，名为地炎。这莫非是一种圣火？在大千世界之中，虽然没有异火，但是有圣火的存在，而且圣火榜上似乎没有记载这种形态的圣火。洛天神望着地焰，有些惊讶道：圣火榜？大千世界里管这种火焰叫做圣火吗？萧炎眉间一挑，旋即将手中的地炎收了起来，疑惑地问道：照这样看来，这大千世界虽然不存在着异火，不过存在着比异火更为强大的圣火。圣火是大千世界天地灵力所孕育的火焰，而且大千世界有着圣火榜。圣火榜上记载了20种恐怖强大的火焰，每一种火焰都拥有着毁天灭地的威力。这圣火极为的强大，就连至尊境的强者见了都为之变色。曾经有个传闻，一位天至尊的超级强者用一道圣火，竟将一片大陆轰碎。洛天神抿抿嘴唇，继续说道：这20道圣火分布在大千世界的各处，其中火灵族就拥有2道圣火，其余18道圣火有的在一些古老种族的超级势力手中，有的还未被收服，飘荡在大千世界当中。萧炎闻言，心头也是微微一惊，没想到这大千世界圣火的威力竟然如此的恐怖与强大，看样子与自己异火榜排名第1的地炎都是相差不大，甚至更强也说不定。洛天神此时食指中指并屈，一道光芒射入萧炎的眉间处，大千世界关于圣火榜的信息便是出现在萧炎的脑海之中。片刻之后，萧炎的双目缓缓睁开，知晓了20道圣火榜的信息之后，足以令得萧炎再度震惊无比。不过，你这火焰虽然不是圣火，但是其散发的恐怖力量足以与圣火榜上的圣火相媲美了。想不到下位面的大陆居然还存在着这般恐怖的火焰。洛天神点点头说道，对于萧炎的地炎也是感到十分的惊讶。这大千世界中竟然有20种圣火，有意思。此时萧炎的眼中倒是掠上一丝火热之色，看来他的焚诀功法又有着提升进化的机会了。萧炎也是有些好奇，自己的地炎与大千世界的奇物圣火相比，究竟孰强孰弱？毕竟这地炎可是融合了22种异火的最强异火。萧炎小友身怀这等堪比圣火的火焰，莫非是一名炼药师？洛天神旋即又问道。因为在大千世界中能够随心所欲地掌控火焰，一般只有一些炼药师，所以洛天神有几分好奇。闻言，萧炎笑着点点头，没有想到这大千世界里也有炼药师。那么这大千世界的炼药师又是达到什么样的恐怖等级呢？洛天神眼中倒是掠过一丝惊讶之色，像这种双修的修炼者，即便在大千世界也不多见。而且看样子萧炎在这2方面的修炼都是不简单，本身的实力在大千世界的年轻一辈中便都是翘楚，加之身怀一种不弱于圣火的火焰，想必炼药术的水平也不会差到哪里去。冒昧问一句，萧炎小友的灵魂力量在什么境界？洛天神目光微闪，好奇问道。因为灵魂境界越高，那么炼药师的品阶等级就会越高。萧炎笑了笑，倒是没有隐瞒，想必他现在的灵魂境界在大千世界可能会有些不够看，紧接着说道，按照我之前的斗气大陆等级划分是地境灵魂，
不知道大千世界的灵魂境界又是如何划分的。地境灵魂。闻言，洛天神瞳孔微微一缩，然后洛天神开口说道：我们大千世界的灵魂境界与下位面的那些大陆是紧接着的，地境灵魂在大千世界也存在，地境之上便是圣境、主境，还有传说中的神境。看来萧炎小友的炼药的天赋非同一般，地境灵魂的炼药师在大千世界算是一位炼药宗师级别了，炼制出的丹药，即便是至尊境的强者都能为之心动。炼药宗师吗？萧炎的目光闪烁起来。自从晋升斗帝之后，萧炎也有炼制过几枚地品除丹，如此看来，地品除丹已经不能算是最高等级的丹药了。来到大千世界后，萧炎的炼药术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旋即问道：那炼药宗师级别之上是什么？炼药宗师之上的便是炼药大宗师，能够炼制出的品级丹药足以令地至尊强者都为之心动。至于炼药大宗师之上，便是传说中的药圣，这个级别在大千世界可谓凤毛麟角般的存在，因为药圣炼制的丹药都能让大千世界最强的天至尊超级强者都会为之疯狂。洛天神话到最后，语气都是凝重了一分。一旦炼药术达到了一个极为恐怖的层次，那么炼药师就具有难以想象的号召力，即便是天至尊的超级强者也甘愿为其打手。大千世界真是越来越有意思了。萧炎心中暗叹道，他感觉自己打开了一扇全新的修炼大门，同时这个浩瀚无尽的大千世界也颇为令他向往。既然如今突破了位面桎梏来到这里，那么萧炎自然要好好领略一番这大千世界的繁华与宏大。对了，洛族长，既然灵魂等级都有划分更高的境界，那大千世界功法斗技的等级又是如何划分呢？萧炎又好奇地问道。大千世界的功法斗技的等级也与下位面的大陆是紧接着的，天阶功法在大千世界同样也存在，只不过天阶功法在大千世界属于最低的等级。天阶功法之上便是仙阶、冥阶，冥阶之上乃是连天至尊都为之心动的太古阶。放眼整个大千世界，拥有太古阶功法的，恐怕只有大千世界之中的那些巅峰超级势力才拥有。洛天神耐心为萧炎讲解。闻言，萧炎忍不住咂舌，内心更是一阵无奈。斗气大陆上最强的天阶功法，竟然在大千世界仅仅是最低等级。大千世界的巅峰超级势力，那样的存在，恐怕有很多天至尊的超级强者坐镇吧。萧炎小友，我们大千世界一直流传这样的一句话：西天之巅，百战之皇，战威无可敌；北荒之丘，万木之地，不死之主镇天地。战皇无可敌，不死之主镇天地。萧炎仅仅只是听着这些称谓，就已经感觉到这肯定是大千世界里天至尊的超级强者。这两大势力乃是大千世界巅峰的超级势力。除了这两大超级势力之外，大千世界之中还有很多超级势力以及古老的种族，他们的底蕴也是极其的强大无比。天至尊，有朝一日，我萧炎定会踏入天至尊的位列。萧炎发自内心的兴奋，他要变强，只有变强了，无论在哪里都有实力保护自己身边的重要之人。太古阶功法斗技的最高等级，还有灵魂境界的最高层次神境。萧炎的目光变得越来越坚毅起来，体内的地炎也是发出了轰鸣之声，仿佛是在说他自己也可以变得更强。当然也并不是说功法斗技的等级越强越好，自身的实力方才是最为重要的。洛天神似乎看穿了萧炎心中所想，旋即微笑地说道：多谢洛族长告知这些，初来乍到，萧炎受益良多。萧炎随即抱拳谢道。听完洛天神这一番耐心的介绍之后，他对大千世界也算是有了大概的了解。总而言之，大千世界是所有修炼者极为令人向往的大世界。洛天神捋了捋胡须，笑着摆了摆手。萧炎小友客气了，不知萧炎小友日后有什么打算？我打算去寻找我的2位妻子，在穿越位面的裂缝时，我们走散了。萧炎说道。一想到薰儿和彩铃2人，他心中着实有些担心。毕竟他不能保证薰儿、彩铃他们也能像他一样遇到像洛天神这般好说话的人。而且刚刚从洛天神口中得知，这大千世界的强者比起下位面的那些大陆又多又强，同样非常的危险。闻言，洛天神倒是无奈的笑了笑。他原本还打算将萧炎留在洛神族，看来是不可能的了。不过也许外面的世界更适合这位来自下位面的这位青年。旋即洛天神说道：大千世界鱼龙混杂，强者如云。虽说至尊境的强者是一方强者，可是对面外面的世界时候，至尊之上还有地至尊、天至尊这等恐怖的强大存在。萧炎小友今后在外可要多加小心了。多谢洛族长的提醒，萧炎谨记。萧炎笑了笑说道：不过倒是并未惧怕外面的世界，
他一路走到今天，所经历的可不见得比洛天神少。瞧得萧炎坚毅面庞上风轻云淡般的笑意，洛天神也是笑了笑，他似乎小看眼前这个小家伙了。不过在你离开之前，你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要做。闻言，萧炎眉间轻轻挑了挑，有些好奇地问道：“哦，还请洛族长请示。”灵力转化，你们下位面的斗气大陆修炼的是斗气，而这上位面的大千世界修炼的则是更为高级的灵力。所以想要在大千世界修炼提升实力，必须要将原本的斗气转化为灵力，否则你日后根本无法吸收大千世界的天地灵力，带得你体内的斗气耗尽，恐怕会有性命之忧。闻言，萧炎的瞳孔微微一缩，有些惊讶，难怪他降临大千世界之后，就隐隐感觉自己体内的斗气在不停流逝，却得不到对应的答案。刚刚听洛天神这么一说，原来是这么一回事，若不是洛天神提醒，恐怕他日后真的有性命之忧。此时萧炎又想到了薰儿和彩铃，也不知他们两个能否顺利将斗气转化成灵力，这让的萧炎更是担忧了起来。那这灵力转化恐怕还得要麻烦洛族长了。萧炎又将目光看向洛天神，无奈地笑道：“他初来大千世界，自然不知道该如何将斗帝转化成更高级的灵力。这问题不大，我也想看看萧炎小友灵力转化之后，实力到底会处于什么层次。毕竟萧炎此刻体内流动的是斗气，因此光凭气息，他也无法很准确地判断出萧炎的实力境界。可若是将斗气转化灵力后，那萧炎的实力就显而易见了。对于这个来自下位面的年轻人，洛天神也是有着几分的好感，倒是乐意帮他一把。那便多谢洛族长了，今日恩情，我萧炎日后定当报答。”萧炎拱手郑重地谢道：“他恩怨分明，向来人敬我1尺，我敬人1丈。”洛天神不仅耐心替他讲述大千世界的信息，而且此时还愿意出手帮他体内的斗气转化成灵力。这份恩情虽说对于一个大千世界的人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但是对于刚来到大千世界的萧炎来说，可谓算是巨大的帮助。所以若是日后有机会，萧炎定然要回报洛天神这份恩情。将斗气转化成灵力，必须找一处天地灵力充沛的地方。萧炎小友，跟我来吧。洛天神笑道间，话音一落，他的大手轻轻一挥，一处空间漩涡顿时浮现在大殿之中，而后他袖袍再次一挥，带着萧炎化为一道红光，冲进了这处空间漩涡之中。另一边，洛神山的顶峰上有着空间的一阵波动，旋即一个空间的漩涡缓缓浮现，2道流光从中掠出，最后落在那山峰的顶部，便是洛天神与萧炎2人。萧炎落地之后，微微地摇了摇脑袋，那种空间穿梭产生的晕眩感也随之消失而去。萧炎也没有想到，这大千世界的空间竟然如此的恐怖。他在斗气大陆穿梭空间的时候，可不会有什么晕眩之感。想到此处，心中又是一阵震撼，不愧是无数下位面以及无数大陆连接组成的高级大千世界啊！萧炎的视线便开始扫视四周，洛天神带他来到了一座山峰之巅，站在这里，可以俯视下方的一切，甚至整个洛神族内的建筑皆可尽收眼底。惊叹了一番这雄伟的洛神族之后，萧炎也是收回自己的视线，目光又停留在了这座洛神山周围。在他递进灵魂的感知下，此处的地点竟然汇聚了极为庞大的天地能量，这应该就是比斗气更为高级的灵力。好浓郁的天地灵力！感受到四周那扑面而来的灵力，萧炎忍不住暗自咂舌赞叹道：“这座洛神山自远古时期便是一直存在至今，因此这里汇聚了大千世界的灵力，不仅庞大，而且极为的精纯。萧炎小友，事不宜迟，我们现在就开始吧。”萧炎点了点头，盘腿而坐。一定要稳住心神，等下我会出手帮你将体内的斗气尽数抽出，这个过程万万不可抵抗，否则前功尽弃，你也会有性命之忧。”洛天神郑重地说道。闻言，萧炎也是认真地点了点头。洛天神既然愿意出手帮助自己，那么萧炎自然是信得过洛天神。另外，等下在我将你的斗气完全抽离的刹那，你必须立即运转起功法，吸纳大千世界的灵力。洛天神再次提醒了一句，因为这是非常关键的一步。洛天神最后一字落下，萧炎也是双目缓缓闭上，让自己心神保持平静状态。洛天神会心一凝，不再犹豫，身形一闪，出现在萧炎的身后。而后洛天神的手掌微微抬起，对着萧炎天灵盖伸去，在距离萧炎天灵盖不过数尺的距离，洛天神的右掌猛然弯曲，呈鹰爪之姿，那爪心迅速浮现一个黑洞。与此同时，一股极为恐怖的吸力陡然从那黑洞中爆发出来。随着洛天神手掌心那股恐怖的吸力爆发之后，萧炎体内的斗气顿时疯狂地颤抖起来，滔天斗气开始瞬间奔腾。霎时间，那气海内浩瀚的斗气便如同滚滚洪流般疯狂地朝着自己的天灵盖奔涌而出。萧炎当即心头都是感到一阵骇然，这斗气乃是他修炼的根本，这般被疯狂抽离而出，着实极为的恐怖。
萧炎心神一凝，谨记洛天神刚刚说的话，加上萧炎的定力本就高于常人，也是很快的迅速稳住心神，而后任凭那浓郁无比的斗气涌出自己的气海之中。见到萧炎稳若泰山，洛天神心中同样也是惊讶了一番，前者的定力在年轻一辈中着实少见。随后洛天神也不再多想，双手抬起，如先前那般强大的吸力顿时间达到了一个极为恐怖的地步，萧炎体内的斗气如同洪流般疯狂地席卷而出。虽然说洛天神双掌中爆发出了非常恐怖的吸力，但是他还是小看了萧炎气海内所汇聚的斗气，那斗气如同滔滔江水一般，似乎永不停止地奔腾而出。这般庞大的斗气，莫非这萧炎小友的实力难道已经达到至尊境了？洛天神心头暗自惊讶，若要是真的已经达到至尊境，那萧炎小友的天赋实在是极为的恐怖，这般年轻的至尊强者，即便是在大千世界也都是极为的少见啊！直接是震惊了洛天神的内心，萧炎真的已经达到至尊境了。随后洛天神不再多想，待得灵力转化之后，一切自会见分晓。萧炎体内的斗气已经庞大到了一个非常恐怖的地步，但是在庞大的斗气也有枯竭的时候，在持续了大半日之后，那庞大的斗气终于有了枯竭的迹象了。此时洛天神面色一凝，随即那双掌之上的吸力再度暴涨。吸力暴涨间，萧炎气海内的最后一股斗气也顿时猛地一震，而后化为一股洪流尽数的涌出，而那气海此刻则显得极为空荡，没有任何的斗气波动。在这最后一股斗气自萧炎的气海涌出之时，洛天神面色也是微微一凝，当即沉声道：“就是现在。”洛天神的话音刚起，洛神山周围的天地灵力瞬间猛然的呼啸而起，那磅礴的灵力似乎被什么牵引了一般，这一刻如同火山爆发一般，疯狂的从四面八方奔涌而来，那奔涌的方向便是萧炎所在之处。看来萧炎小友修炼的功法有些不凡，看着调动天地灵力的程度，恐怕是上品功法了。望着山峰四周浩瀚天地灵力的奔涌，洛天神暗自的惊讶道：“磅礴无比的天地灵力疯狂地涌入萧炎的气海之中，刚才斗气散尽后的虚弱之感瞬间荡然无存，一股极为舒畅的感觉开始在萧炎全身的经脉之中荡漾开来。这灵力似乎比斗气的品质更高级、更精纯。随着一股接一股的天地灵力的涌入，萧炎感觉自己的血肉骨骼中都充满了无穷的力量，这种畅快至极的感觉可谓是前所未有。萧炎运转着体内的焚诀功法，疯狂地在吸纳天地灵力之时，萧炎体内的地炎也悄然涌出，一股无比炽热的恐怖气息顿时在洛神山上弥漫开来。地炎缠绕在萧炎的周身，22种颜色的火焰流转，绚丽之中却透着足以令人致命的强大气息。地炎是融合异火榜上的22种异火所形成的最强火焰，其中包括排名第2的虚无吞炎以及排名第3的净莲妖火。虚无吞炎具有极强的吞噬之力，而净莲妖火则具备极强的净化之力，因此这两种火焰的特性，地炎自然是全都具备的。所以地炎一出，萧炎体内的吸力也顿时暴涨了数倍，浩瀚的灵力不断向他涌来，进入气海之中，而且净莲妖火还在不断的净化，涌入萧炎体内的天地灵力也是愈发的精纯无比。这萧炎小友的火焰可当真是恐怖至极，就算是对面圣火也是惶恐不让。望着那缠绕在萧炎周身的地炎，洛天神这位地至尊强者都忍不住的咂舌赞叹。面对地炎的时候，即便是他都有一丝心悸的感觉。萧炎疯狂的吸纳天地灵力足足持续了3天时间，在这3天时间里，天地灵力一直疯狂涌进萧炎的体内，从未停歇过。如此这般，不知不觉又过去了3天时间，转眼间又1天的过去了。当第8日的阳光撕破云层，照射进整个洛神族的时候，陡然间，整座洛神山居然开始剧烈的颤动起来，天地间的灵力在此时几乎是呈现了一种暴动的状态。洛神族中无数人的目光第一时间便投向了洛神山顶，他们面带震撼之色的望着那山顶之上。洛神山之巅，此时那里一道瘦削身影猛然起身，开始凌空而立，他双手伸展而开，犹如凌驾于天地间。在萧炎的身后，空间开始不断的扭曲起来，甚至有着一些破裂的迹象。而在那空间扭曲处，隐隐的似乎是能够见到一片浩瀚无尽的海洋，那里的海洋显得格外的耀眼，其中充斥着圣光般的灵力，那股浩瀚之态犹如是能够碾压山岳一般。一股莫名而来的压迫之感从那一片仿佛虚幻般的海洋中散发出来，正是这种压迫感让得无数洛神族人都为之变色，一个个眼中都是露出了惊骇之色，因为这种熟悉的威压是属于只有踏入至尊境的强者才会拥有，那是至尊海。众人望着那在破碎空间中若隐若现的海洋，忍不住地倒吸了一口凉气，不敢置信地出声道：真正的至尊强者拥有着2个特殊的标志，一个是至尊法身，而另外一个便是至尊海。因为一旦修炼达到那个层次，并且成功晋升至尊境的话，人体之内的气海
就会随之破碎，而取而代之的便是至尊海。碎气海化至尊海。众所周知，气海乃是人体内灵力汇聚的地方。如果排除掉外在的诸多手段的话，谁的气海内存在的灵力雄浑强大，那么显然他的实力也将会是毋庸置疑的强大。当踏入至尊境之后，体内的气海却是会破碎，从而被至尊海取而代之。因为至尊海是一种比起气海更为强大的完美之物。气海存在于体内，虽说重要无比，但从某种角度来说，也是最为脆弱的。一旦气海被毁，那么修炼之路就有可能就此终止，多年的苦修也将会化为乌有。而至尊海极为的玄妙，它并非单纯的存在于人体之内，而是在人体中开辟了一个玄奥的小天地。这个小天地隐藏在体内，比起气海更为的隐秘，而且也更为的浩瀚与强大。那种坚固程度远不是所谓的气海能够相提并论。所以至尊海与至尊法身是所有至尊强者最为明显的标志，一个能够用以保命，一个能够增加可怕的战斗力。而这也是为什么所有人都对这个境界无比垂涎的原因。而眼下出现在萧炎身后有些虚幻般的海洋，正是真正至尊境强者的标志——至尊海。萧炎凝练出了至尊海，岂不是说他已经踏入了那令无数人都梦寐以求的至尊之境？洛神族之中，无数人面面相觑，都是悄悄地咽了一口水，眼中满是震撼与吃惊。无数道惊骇的目光望着那天际一片浩瀚无尽的海洋，脸庞上也是布满了浓浓的震惊之色。这般年轻的至尊强者，简直让人不敢想象。即便是放在整个大千世界中，这般年纪就踏足至尊之境的强者，也是凤毛麟角的存在。而这些人物早已经是大千世界中称霸一方的超级强者，这萧炎日后的潜力简直是恐怖至极。这般年纪便是迈入至尊境的门槛，天赋真是可怕，难怪能够打破位面的桎梏，降临到大千世界。山峰上的洛天神望着那脚踏虚空的萧炎，眼中也是带着惊艳之色。这般年纪锐气正盛，乃是修炼的最佳黄金时段，而现在便能够踏入至尊境，足以说明萧炎的潜力是极为的恐怖至极。当那无数道带着震惊与艳羡的目光看向那天际之时，那脚踏虚空数日未曾睁眼的萧炎，此刻双目终于是微微一颤，然后那紧闭数日的双目缓缓地睁开，漆黑色的眸子之中金光涌动，竟是令得前方空间都扭曲起来。萧炎的脚步向前一踏，双手缓缓地摊开，陡然仰天长啸，笑声宛如惊雷炸响，天地在此刻都为之颤动。一道数千丈庞大的灵力光柱从萧炎的体内爆冲而起，那道光柱仿佛是连接了天地之间，一种无形的恐怖威压笼罩了开来。整个洛神族内，无数族人面带震撼地望着那巨大无比的光柱，从那光柱内，他们感觉到了那种极为熟悉的威压，这种威压正是来自至尊强者。这一刻，萧炎在洛天神的帮助之下，斗气成功转化成灵力，使得萧炎不再受大千世界的压制，实力与力量再度恢复到了巅峰时期。这就是来自炎帝萧炎的真正力量。虽然萧炎的实力恢复到了斗帝层次，但是来到大千世界之后，斗帝对应的境界便是至尊境。此时萧炎成功地踏入了至尊境，这是大千世界迈入强者之列的门槛。至尊之下，皆为蝼蚁。萧炎望着洛神族内那无数人的视线，也是微微一笑，他舒坦地吐出一口气，紧接着手掌轻轻地握拢。他能够感觉到自己体内犹如火山般奔涌的可怕灵力在呼啸，这种灵力的强大程度远不是斗气能够比得上。现在的萧炎恐怕只要一翻手就能灭掉魂天地，根本不用燃烧斗帝之身的代价来封印魂天地至千秋万载。想到这里，萧炎心中震惊连连，这大千世界的灵力当真是极为的恐怖至极，真是让人着迷的力量。片刻后，萧炎回过神来，这至尊境的力量便如此恐怖，那凌驾于至尊之上的地至尊和天至尊又是何等的恐怖呢？萧炎简直不敢想象，不过这也让他体内的斗志再度燃烧起来。正当萧炎豪情满怀，体内的热血沸腾之时，在他的前方一处空间荡漾，而后洛天神的身影浮现。萧炎小友，恭喜了，这般年纪就踏入至尊境，而且竟然还达到了2品至尊。即便是1品至尊，在整个大千世界都是凤毛麟角般的存在，你却是达到了2品至尊，下位面的天子骄子果然不比大千世界的差。洛天神脸庞上浮现一抹笑意，对于这位青年，他倒是越看越对眼了。不过可惜这般天骄不是出自他们洛神族，但他也知道，一个洛神族还不足以让这位青年大显身手，恐怕只有外面那浩瀚的大千世界方才是这位青年的舞台。这次多谢洛族长了。萧炎顿时回过神来，压下心头的喜悦，旋即双手抱拳，笑着感谢道：此番若不是洛天神仗义出手相助，恐怕非但不能晋级至尊境，而且还会有性命之忧。所以对于这位洛神族的族长，萧炎心中甚是感激之情。洛族长，今日的恩情，晚辈日后定当报答，现下担忧2位妻子的安危，所以就此别过了。
旋即萧炎又说道：“他已经与薰儿、彩铃他们失散几日，心中颇为的担忧。毕竟这大千世界可不比斗气大陆，这里的强者如云，同样也危机四伏。薰儿和彩铃皆是倾国倾城之资，难免有人心怀不轨。这如何让萧炎不担心？既然萧炎小友心念妻子安危，那我也就不再多留了。”见到萧炎要走，洛天神旋即屈指一弹，2道流光顿时飞向萧炎，紧接着说道：“萧炎小友，这是一幅西天大陆的完整地图，以及10万至尊灵液，你日后用得着。”见状，萧炎目光微微闪动，倒是没想到洛天神会赠送自己如此贵重之物。至尊灵液，前几日萧炎听洛天神说起过，极为的珍贵，唯有至尊强者才有能力凝练至尊灵液。1品至尊消耗1个月苦修才可能凝练出1滴至尊灵液，而2品至尊需要消耗20日才能凝练出1滴至尊灵液，可以修炼。由此可见至尊灵液有多么珍贵。而洛天神一下子就赠送他10万至尊灵液，这对于初来大千世界的萧炎而言，已经是一笔巨大的财富了。在大千世界中不乏一些至尊强者，为获得足够的至尊灵液，从而委身强大势力，成为供奉者或长老。总之，至尊灵液是至尊强者修炼必不可缺的资源，同样至尊灵液也是大千世界最为通用的货币。萧炎刚来大千世界，至尊灵液对他而言自然是极为的重要。这至尊灵液不仅可以让自己进一步提升修为，同时也相当于货币。来到新世界，没有钱寸步难行的道理，萧炎还是懂得。萧炎怔了怔后，倒是没有拒绝洛天神的好意，他现在的确极为需要，今日这份恩情暂且记下，日后再还也不迟。旋即萧炎手一挥，将地图和一个精致的玉瓶收进纳戒之中。萧炎小友，随我来吧，我送你出洛神族。见到萧炎也不骄作，洛天神笑了笑，而后就带着萧炎离开。话音一落，洛天神袖袍一挥，一股磅礴的灵力瞬间将萧炎与包裹下，化为一道红光，直奔洛神族之外的方位飞去。很快，2道身影便是落在了一处平原之上。好了，洛族长，不用再送了，咱们后会有期。在洛神族外的一处辽阔的平原上，萧炎回头对着洛天神抱拳微笑道：“萧炎小友，后会有期。日后若是寻得妻子，可以随时来我洛神族，我洛神族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洛天神同样也微笑着说道，对于这位青年，他心中充满着好感。一定，洛族长的大恩，我萧炎铭记于心，告辞了。萧炎洒然一笑，再度对着洛天神抱了一拳后，便不再拖沓，身形一闪，径直朝着辽阔平原的前方暴掠而去。与此同时，3000雷动也悄然运转开来。虽然这是地阶高级功法，但是其速度不亚于一些天阶功法。在磅礴灵力的催动下，痴痴的雷鸣之声顿时间在辽阔的平原上方响彻，不绝于耳。不过数息，萧炎的身影便已经消失在那苍茫的天地一线间。不知再见这小家伙，他会是强大到何种程度？不过以他的天赋，日后比我这老头子的成就定然要高吧。望着萧炎消失的身影，洛天神捋了捋胡须，嘴中呢喃道：“或许洛天神认为日后的萧炎不会简单，但是他万万想不到，今日让他随意出手相助的这位青年，在多年以后所取得的成就，足以震烁古今，足以令得这浩瀚大千世界无数的天之骄子望其项背，只能仰望。因为在不久的将来，这位青年的光彩与成就将盖过大千世界无数的天骄，以至于轰动整个大千世界。作为大千世界的后起之秀，萧炎的潜力直逼远古时期大千世界的第一强者不朽大帝。这位不朽大帝是令得整个大千世界的无数至尊强者，包括地至尊强者，甚至是天至尊的超级强者，都只能仰望。这位大千世界最强第一强者，能够与之媲美的，整个浩瀚无尽的大千世界也不过寥寥几人，而那几人已然是叱咤一方的巨擘。多年以后，一个早已经尘封的名字将会再次唤醒洛天神沉睡的记忆，因为那个名字实在是太过耀眼，耀眼的足以响彻浩瀚无尽大千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炎帝，萧炎。再度看了眼萧炎消失的位置后，洛天神一声轻叹，旋即身形也缓缓地消失在了原地。经过洛天神给的西天大陆的地图，萧炎准备前往一处名叫西天圣城的地方来寻找薰儿和彩铃2人的消息。接下来就全力赶往西天圣城，不能再耽搁了。将地图收入纳戒之中，萧炎的心也平复了一丝下来，眼中有着一丝担忧之色掠过。薰儿和彩铃没有找到，他的心就难以放下。萧炎不再多想，目光在四周微微扫视了一眼，辨别西天圣城的方位后，便化为一道流光，径直朝着天边掠去。阵阵急促的尖锐破风声响不断在天际响彻，花了将近1天的时间，萧炎方才完全离开小西天界的范围。经过途中的一些小城市，萧炎也并未选择停留，而是马不停蹄地直奔西天圣城。虽然西天圣城坐落在小西天界之外，但是距离同样颇为的遥远，中间还要经过几次传送阵的辗转方才能够抵达。
而使用这些传送阵自然是需要花费一定量的至尊灵液。所幸萧炎如今也是有些家底的人，所以这些费用还是负担得起。之前洛天神对萧炎讲述了一番这大千世界，加之这几日一路上的所见所闻，萧炎对于这大千世界的认识无疑又深刻了几分。当然，在认识深刻的同时，萧炎对于这大千世界也是愈发的适应。经过几次的传送之后，距离那西天圣城也是愈发的近了一点。再经过一次传送阵，萧炎便能够抵达西天圣城。传送阵，顾名思义，有着传送的功能。不过这传送阵可不是斗气大陆上的空间虫洞所能相比的，这传送阵的稳固性更高。当然，更重要的是它的传送时间更短，万里之途，数日便可抵达，极为的方便省时，是大千世界中颇为火热的赶路方式。如果是自己飞行的话，和传送阵比起来，至少慢了数倍。此时，在一处城市广场的一座高台，高台之上有着一个数十丈庞大的空间漩涡，漩涡之上缠绕着极为复杂的符文，符文缓缓旋转，一股极强的空间之力从其中播散出来，毋庸置疑，这便是传送阵。此刻正值清晨，广场上人流涌动很多，颇为热闹。一波波人流井然有序地登上广场中央的高台，而后掠进那庞大的传送阵中。最后一站了，终于快到西天圣城了。在那人声鼎沸的广场上，萧炎望着那高台上的传送阵，嘴中喃喃道：赫然是一连几日，马不停蹄赶往西天圣城的萧炎，想着即将要抵达西天圣城，萧炎心头不觉莫名的紧张起来。要是在西天圣城还打听不到薰儿和彩铃的消息，那该怎么办？毕竟萧炎也不能保证薰儿和彩铃也降临在西天大陆上，何况大千世界浩瀚无尽，寻人简直如同大海捞针一般。现在萧炎唯一能做的就是默默祈祷，自己能够在西天圣城打听到薰儿和彩铃的消息。萧炎顺着人流行去，数分钟后便来到了高台之上，交纳了100滴至尊灵液的传送费用后，萧炎便不再迟疑，身形一闪，化为一道流光，径直掠进了传送阵之中。时间如同手指间沙般流走，传送通道中2日的时间转眼流逝。而经过2日的赶路，传送通道已然也到了尽头。当那传送通道的尽头银色光圈浮现，那银色光圈便是传送通道的出口。萧炎知道，在那银色光圈之后，便是自己这几日要抵达的目的地西天圣城。要到了，萧炎望着那波散出空间之力的银色光圈，嘴中喃喃一声，待得即将接近那银色光圈之时，萧炎心神一动，而后如同流星一般，霎时间飞快地穿过了那银色光圈，消失在传送通道之中。西天圣城，我萧炎来了。这里是一座巨大的圆形高台，支撑起这方高台的是旗下的一根数丈粗壮的圆柱。远远看去，圆柱犹如擎天柱般，它矗立在那里，显得极为巍峨壮观，令人叹为观止。最为引人注目，则是那圆形高台的上方，那里方圆数十丈的空间呈现一片扭曲之感，如同一片空间湖泊一般，看起来极为诡异。而在这片扭曲空间的表层，又缠绕着无数复杂的符文，符文闪掠，散发出玄妙的能量，将那恐怖的空间乱流尽数抵御。这竟然是一座巨大的传送阵。扭曲的空间中，又是一道银芒闪掠，而后一道瘦削的身影从中掠过，最后落在这方高台之上。这道被吐出的身影，自然便是萧炎。落地之后，萧炎的目光也是开始好奇扫视四周，特别是见到这座庞大而高耸的高台后，眼中也是浮现一抹惊讶之色。不愧是西天大陆底蕴足以排进前5的城市，连传送阵都这般大气。萧炎的目光又在周围的人影身上扫了一眼，忍不住咂舌。在这高台上，至尊强者有着不下数十位，相当于有着数十位斗帝。10位斗帝如果在斗气大陆，那么是想都不敢想。然而在这西天圣城中，至尊强者都达到了一个极为恐怖的数量。最新消息，3日后欢月宗举行一场拍卖大会，拍卖的是一只足以与至尊强者抗衡的远古魔兽七彩吞天蟒。各位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快来看一看啊！正当萧炎的心中惊讶不已之时，那高台下方的广场上突然响起一道响亮的吆喝声：七彩吞天蟒！听到熟悉的名字，萧炎的瞳孔顿时猛地一缩，心头不觉得一紧，目光向下方看去，只见那下方的广场上，一个身材肥胖的男子正拿着一叠纸，然后把纸贴在广场周围的石柱上。此刻这肥胖男子身旁正围着不少看热闹的人，显然对于这七彩吞天蟒颇为的感兴趣。萧炎面色有些阴沉，旋即身形一闪，径直掠到了那正贴纸的男子身旁，目光落在那张纸上。那纸上的一条用黑白线条勾勒出来的巨大蛇身映入萧炎的眼帘时，顿时脸色沉了下来。这赫然便是彩铃的本体形态。这位小爷想必是刚来西天圣城吧？这七彩吞天蟒可是难得一见的远古魔兽，若是能将其收服，日后可是相当于多了一个至尊境级别的打手。胖子顿时凑了过来，自然一眼便看出这黑袍青年实力非同一般，然后微笑道。再度看了眼墙壁上的图像后，萧炎压下自己心头的情绪，目光看向这肥胖男子，
语气淡淡的说道：“幻月宗是从哪里找到这七彩吞天蟒的？”说话之时，萧炎手轻轻一挥，数百滴至尊灵液飞向到肥胖男子的手中。见状的肥胖男子欣然大喜，连忙探出玉瓶收起至尊灵液，脸上的笑意更甚。这位爷，您可算是问对人了。据说这条七彩吞天蟒是来自下位面，穿梭位面裂缝之后，刚好落在幻月宗的领域。幻月宗哪里会放过这等远古魔兽，所以双方便爆发了大战。虽说这七彩吞天蟒非常的厉害，但是所谓寡不敌众，而且幻月宗直接是派出了3位至尊境的强者，将这七彩吞天蟒打成重伤，最后成功擒拿了七彩吞天蟒，准备将其3日后拍卖。重伤？一听到彩铃身受重伤，萧炎的面色上便是立马布满了一层冰寒之色。他最担心的情况还是发生了。这幻月宗的实力如何？萧炎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后，稍微让自己冷静了下来，问道。萧炎自然要先了解这幻月宗的真正实力，如果盲目的跑去救人，显然不是什么明智之举。更何况这是在大千世界的势力，或许随随便便一个势力都有着数位甚至更多的斗帝强者。幻月宗在这西天圣城之中，只能算作一方小势力。宗内的至尊强者共有5位，最强的便是宗主幻无月，拥有着5品至尊的实力。5品至尊，这不是相当于5星斗帝的力量吗？萧炎心中一顿暗想。不过最可怕的还不是幻月宗，而是幻月宗背后的血天宗，那可算得上是西天大陆上一方赫赫有名的大势力，是仅次于小西天界4大神族的强大存在。正是因为有血天宗这座大靠山，幻月宗在西天圣城方才有一席之地。不然，仅凭幻月宗的5位至尊强者坐镇，恐怕很难在西天圣城待下去。肥胖男子老实的回答道：“对于这幻月宗，他也是了解的极为清楚。”萧炎点了点头，眸子之中有一股寒芒涌动。问了幻月宗的位置后，萧炎便转身朝着广场之外的方向走去。幻月宗，萧炎的面色阴沉至极，漆黑的眸子中充满着杀意。幻月宗此举无疑是彻底激怒了萧炎的逆鳞。这幻月宗只有5位至尊境强者坐镇，最强的是5品至尊。虽说萧炎如今只是2品至尊，但若是萧炎施展出所有手段，也未必不能够抗衡。越阶作战在别人看来也许不可能，但是对于萧炎来说却是家常便饭。在斗气大陆，他哪一次战斗不是在这样过来的？所以即便是5品至尊，萧炎也没有丝毫没有一点惧怕。辨别了幻月宗的方位后，萧炎便对着西北方向暴掠而去，那里自然就是幻月宗所在的方位。如果全速赶路，以萧炎2品至尊的速度，半日便可抵达。萧炎并没有打算等到3日后行动，因为一旦拍卖行会开始，无疑会引来西天大陆的众多至尊强者，到时候再想救人，那定然是难上加难。而且幻月宗的背后还有着血天宗这座大势力，也从那位肥胖男子打听到，这血天宗的实力是仅次于小西天界4大神族的存在。洛神族便是4大神族之一，其底蕴需要已经见识过，自然也可以想象出这血天宗的强大。拍卖会那日保不准会有血天宗的强者赶到，萧炎也是不想惊动这血天宗，所以救人之事绝不能拖延。今夜需要便打算动手救自己的爱妻彩铃。幻月宗，你们伤了我的女人，准备付出惨痛的代价吧。耳边风声呼啸，萧炎目光阴冷地望着西北天际，漆黑的眸子中涌动着实质化的杀意，而他的速度则是快若闪电，几个呼吸间便已经掠到100丈之外距离。今夜的幻月宗注定血雨腥风。虽说这西北地域不像西天圣城中央区域那般繁华，但是这里毕竟还是属于西天圣城的范围之内。西天圣城区域极为的庞大，城中大大小小的城市势力数不胜数，因此能够管辖这一方西北地域，掌控的资源自然也是极为的丰富。之所以幻月宗能够在这强者林立的西天圣城中占据一席之地，就是因为幻月宗的背后还有血天宗这等强大的大势力。要知道，血天宗即便放在整个西天大陆上都是赫赫有名，少有势力敢去招惹这样强大的血天宗，因此谁人敢动幻月宗，自然得要掂量掂量其背后的这座大靠山。山峡两侧的山势极为陡峭，陡峭山峰高耸，如同利剑直插云霄，入口非常狭小。想要进去幻月宗，这里则是唯一通道，因此地理位置可谓得天独厚。就在黑影即将掠进峡口之时，那镇守峡口的2列手持长枪的卫士警惕的目光顿时射来，2把长枪斜挡，拦住峡口，瞬间火花四溅，发出刺耳的金属声响。你什么人，竟胆敢擅闯幻月宗？当先的那位身材剽悍的大汉一脸冷峻之色，借助着周边火把的光芒，他目光冷冷盯着前方的一位黑袍身影。虽说看不大清那黑袍身影的脸，但是直觉告诉他，这位肯定来者不善，顿时怒喝道。这位大汉的喝声响起后，其身后的数名卫士都是开始警惕起来，他们身体上的灵力缠绕，竟然都是神魄境的好手。而刚刚那名大汉的实力竟然达到了3天之境的融天境，应该是这群卫士当中最强的一位了。七彩吞天蟒被关押在幻月宗何处？
在这些卫士目光警惕地盯着那道黑袍身影时，一道淡淡的声音顿时从那黑袍之下传了出来：“敢打七彩吞天蟒的主意，简直找死！兄弟们，给我拿下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闻言，那领头的大汉当即怒喝道：“幻月宗内早已下令，这几日要加强守备，尤其是防备那些打七彩吞天蟒主意的人。而这黑袍身影一来便提起七彩吞天蟒，这领头的大汉自然是选择直接动手。”是。彪形大汉后方的数名卫士顿时齐声应道，体内的灵力瞬间暴涌出来，提起手中的长枪就对着黑袍身影刺去。不过，这些发起进攻的卫士们还没碰到黑袍身影，下一刻，两道诡异的噗噗声陡然在黑暗中响起。此时，彪形大汉当即顺着声音看去，当他回头看到身后突然化为灰烬的2名卫士后，瞳孔顿时忍不住猛地一缩，而另外几位卫士也是一脸惊骇之色。就在刚才，2位同伴居然在他们眼皮子底下瞬间诡异的化为灰烬，这等诡异的死亡实在太恐怖了。场中瞬间陷入死寂，阴冷的风从峡谷中呼啸而出，令得彪形大汉这位通天境实力都是感到忌惮。这位黑袍身影究竟是谁？为何时如此强大？而且也不知使用了什么诡异的招数。我再问一遍，七彩吞天蟒被关押在幻月宗何处？淡淡的声音再度自黑袍下响起，打破了那令人窒息的死寂气氛。那彪形大汉等人的目光也顿时再次看向了前方不远处的黑袍身影。不过此刻他们没有了刚刚那股自信，眼中明显都带着忌惮之色。显然之前那诡异的死亡手段与这突然出现的黑袍身影脱不了干系。敢问先生是何人？要是前来幻月宗竞拍七彩吞天蟒的话，我们宗主说了，请3日后再来。彪形大汉目光闪烁，不敢再得罪这黑袍身影，旋即用非常恭敬的语气说道，还将他们宗主给搬了出来，看能不能压制住眼前的这位黑袍身影，因为他们的宗主可是货真价实的5品至尊，想必这黑袍身影也不敢乱来。又是2道诡异的噗噗声响陡然在他耳边响起，听得这诡异声响，彪形大汉身子也是忍不住颤了颤，小心的回头看了眼，果然又有2名卫士瞬间化为灰烬。快去通知宗主，有人夜闯幻月宗，想抢七彩吞天蟒。彪形大汉也是经验丰富之辈，知道这黑袍身影8成是冲着七彩吞天蟒来的，而且此人的实力非常之恐怖，凭他们几人完全不是黑袍身影的对手，当即对着身后仅剩的3名卫士暴喝道。不过下一刻又是恐怖的噗噗噗的3声响，在他那布满惊骇之色的目光中，那3名卫士的身体悄然也都化为灰烬。见状，彪形大汉瞳孔紧缩，浑身发颤，忍不住狠狠吞了一口唾沫，而后缓缓转身，恐惧地望着那道黑暗中黑袍身影。不要让我再问第3遍，依旧是那般淡淡的声音，不过这次的声音中却是蕴含着一丝冰冷杀意，令得那彪形大汉顿时嗅到了一股死亡的味道。他知道，若是他再多说一句不相关的废话，他也会被眼前的黑袍身影用诡异的手法将其击杀。大人饶命！我说，那七彩吞天蟒此时被关在幻月大殿之中，由3长老和4长老2位至尊强者昼夜看守。彪形大汉顿时老实说道，声音都带着颤抖。那2位至尊处于什么层次？萧炎目光中泛着冷芒，声音出奇的冷静。3长老是2品至尊，4长老是1品至尊。察觉到萧炎眼中射出的冷芒，彪形大汉顿时脱口而出，生怕说迟了将会被击杀。1品至尊和2品至尊？萧炎的眼神虚眯，嘴角顿时掀起一抹冰冷的杀意。既然如此，那就先拿这2人开刀吧。带我去幻月殿，你若敢耍什么花样，应该清楚自己等下是什么下场。萧炎发出冰冷的声音道：“走！”随即萧炎也不再浪费时间，右手直接提起彪形大汉，身影便是一闪，顿时朝着峡谷中的狭小入口爆射而去。幻月殿，这是幻月宗内一座极为庞大的殿堂，即便在黑夜中，那庞大的黑影依旧散发出一股磅礴之气，恢宏的气势并没有因为黑暗而减丝毫。此时，在那宏伟大殿的正中央，有着一座数10丈庞大的囚笼，囚笼由数百根玄冰巨柱编制而成，其上铭刻着复杂的符文，不断散发出渗入骨髓的寒冰之气，那寒气足以瞬间冰封一位化天境的高手。而化天境便是3天之境中的第2境，其力量比融天境更强。不过最引人注意的则是那玄冰囚笼之中，那里盘缩着一条巨大的蟒蛇，身形呈现七彩之色，看起来极为的妖娆，一看便是彩灵。此刻的它气息极为虚弱，蛇身上的七彩光芒也显得无比的暗淡，而且蛇身上还布满着数道伤痕，有的伤痕已经深入血肉，鲜血淋漓。巨大的蛇身只是静静地趴在囚笼之中，那一对七彩蛇瞳一眨一眨的，其中流动着几分凄凉之色。可以看到，在玄冰囚笼的一旁，有着2位中年男子的身形盘坐，左边那男子身材显得高大，右边那男子身材则显得矮小。2人身体上都隐隐释放出一股极强的灵力波动，
那是属于至尊强者的波动。这两人便是刚刚彪形大汉所说三长老和四长老。三哥，你说这娘们怎么不幻化成人形？这等角色美人玩起来肯定欲仙欲死。这时，那位身材矮小的男子看了眼裘龙，一脸淫笑。当日他可是见过彩铃的容貌，那真是太过妖艳了，是个男人都会控制不住体内的那股热气。一旁那位身材高大的男子也看了裘龙，叹了一声说道：将如此美人拍卖，实在有些可惜。这七彩吞天蟒也不知因何原因，就是不肯放下贞操，不然也不会落到如此的下场。这位高大男子的声音刚一落下，那囚笼中的巨大蛇身顿时蠕动起来，而后七彩光芒一掌，巨大的蛇身不断缩小，最后竟然化为一道足以令天地失色的妖艳娇躯。不过化为人形的彩铃俏脸苍白，娇躯上处处是伤痕，鲜血淋漓。她缓缓从地上爬起，狭长的睫毛轻轻颤抖，妖艳的美眸紧紧盯着幻月殿之外。因为她嗅到一股熟悉的气息，她的眼中居然有着泪花在打转。萧炎，是你吗？一旁的三长老和四长老见状，眼中顿时涌上浓浓的惊艳之色。这等美人实在太过妖艳了，足以让一切女子都黯然失色。三哥，快打开囚笼，把她放出来玩一玩。那身材矮小的男子眼中邪火大涨，搓了搓手，有些迫不及待了。哈哈，好。那名身材高大的男子也是大笑一声，眼中有着掩饰不住的火热之色。如今彩铃重伤，他也根本不担心彩铃会跑，旋即大手一招，那数十丈庞大的囚笼顿时化为一道流光，回到他的手上。这囚笼显然是一件灵器。见到囚笼撤去，那矮小男子顿时感觉心头如同猫爪一般躁动不已，眼中被邪火充斥。而后其手掌对着彩铃隔空一握，一只无形的空间大手顿时在彩铃身前凝聚，想将其一把抓过来。见到眼前的那只无形空间大手，彩铃俏脸一脸平静，没有丝毫畏惧。她那妖艳的眸子只是紧紧盯地幻月殿之外，她相信一定是他来了。不过当那只空间大手近在咫尺之时，一股无比炽热的气息陡然扑面而来，旋即一团22种颜色的火焰猛然自虚空中涌出，而后将他的娇躯包裹而下，周身被封锁的空间也尽数焚烧成虚无。见到这诡异的一幕，那三长老和四长老的瞳孔猛然一缩，目光死死盯着彩铃的前方。在那里，空间一阵波动，旋即一道瘦削的黑袍身影缓缓浮现，一道充斥无比冰冷杀意的声音在这一刻响彻开来，感动他一丝一毫。你们该死！冰冷的声音在大殿中久久地回荡着，气氛陡然变得极为压抑，仿佛有些死亡的气息弥漫至整座大殿。萧炎，果然是你吗？望着身前浮现的那道早已深入内心的熟悉身影，彩铃的娇躯忍不住颤了颤，她的美眸紧紧盯着眼前的这道身影，眼中的泪花开始闪动起阿里。抱歉，我来晚了。萧炎顿时转过身来，依旧是那般熟悉的刚毅脸庞。萧炎望着彩铃，一道充满着歉意的声音自他喉咙间传出。听到这充满歉意的声音，再看着黑袍青年那熟悉的脸庞，彩铃眼中的泪水再也控制不住，竟然哗哗流了下来，一头扑进了黑袍青年的怀中。这般梨花带雨的娇弱姿态，在高傲的他身上实属少见。放心，有我在，没事了。萧炎轻拍着彩铃的香肩，柔声着说道。彩铃那高傲的性子，萧炎最为清楚不过，他能够露出这般柔弱姿态，此次定然吃了不少苦。再望着彩铃娇躯上的众多伤痕，萧炎心头也是感到一阵心疼，同时一股杀意也是自他的心头涌出。你是何人？胆敢闯我幻月宗，是想找死不成？此时幻月宗的三长老和四长老顿时回过神来，大声地对着萧炎怒喝道。尤其是见到那绝世美人扑倒在这黑袍青年怀中的时候，让他们有种出于男人本能的嫉妒感升起。你先疗伤，这里交给我来，把你伤成这样，幻月宗的人我一个不会放过。萧炎的目光微微瞥了一眼这两人，旋即从纳戒之中取出一枚丹药给彩铃服下，而这枚丹药的品阶都是超越了9品丹药，达到了9品之上的地品。萧炎还将3000焰炎火给分离了出来，让其缠绕在彩铃的周身，借助着那修复之力缩短疗伤的时间。做完这些之后，萧炎方才转身看向这幻月宗的三长老和四长老，眼中的杀意滔天。这幻月宗居然这般对待他的女人，今日若不是血洗这幻月宗，那他就不是萧炎了。萧炎阴冷的目光扫视了一眼后，嘴角掀起一抹冰冷的杀意，旋即身形顿时化为道道残影，暴掠向三长老和四长老两人。找死！见到萧炎一言不合就先动手，那三长老当即怒不可遏，率先脚步向前一踏，周身的灵力瞬间呼啸起来，磅礴的灵力缠绕着拳头之上，对着那暴掠而来的萧炎怒砸而去。在他的感知下，这小子竟然也达到了2品至尊，这着实让三长老有些吃惊。而且这小子年纪轻轻就达到这般高度，在西天大陆的年轻一辈中都不会出现这样的至尊强者，然而今天却让自己遇上了。
黄泉天怒。见到那三长老气势汹汹的模样，萧炎顿时手印一变，然后陡然仰天长啸，一股无比强悍的音波之声顿时间如同潮水一般席卷而出。这音波中蕴含的力量相当的恐怖，音波虽说是无形，但是却足以洞穿对方的灵魂。黄泉天怒，天阶高级音波斗技，黄泉怒碎人魂，对于灵魂有着极强的杀伤力。无形的强大音波直冲三长老的灵海，根本令他防不胜防。他甚至根本没有想到萧炎会有这般恐怖的攻击，而且这攻击是直击灵魂。当即三长老想防御也无从下手，因此面对这恐怖的音波斗技的攻击，三长老的身形瞬间一滞，双手快速地捂着耳朵。此刻他感觉到自己头疼欲裂，脑海也仿佛要爆炸一般。高手过招，一息之间足以定生死，而这三长老此时出现如此大的破绽，萧炎定然不会放过。地炎熊熊燃烧，绚丽的火焰瞬间浮现在三长老的跟前。三长老面色惊恐地望着身前浮现的绚丽火焰，心中感觉到一种危险。而后还不待他逃跑，一只炽热的火焰手掌早已洞穿了他的心脏。三长老的瞳孔急速地收缩，眼中的惊恐之色还未散去，生机便已经消失了。而这一切的变化只在电光火石之间。一旁身材矮小的四长老见状，顿时大吃一惊，三长老竟然被这黑袍青年一击杀死，而且连反抗不就连逃跑的机会都没有。现在的四长老见到这黑袍青年如此可怕，哪里敢与其硬碰，他的身形直接对着幻月殿之外爆射而去。不过就在四长老即将逃出幻月殿的时候，一只无形的灵魂大手一把将其死死地抓住，无论四长老如何挣扎，也都是无法将其挣脱出来。下一刻，无形灵魂的大手轻轻一握，四长老所处的那片空间开始崩塌，漫天空间的碎片洒落，而四长老那矮小的身躯则是瞬间被灵魂大手捏成粉碎。这才是萧炎真正的实力。虽然是二品至尊，就算是在大千世界，萧炎要越级战斗依旧是易如反掌。就在这两招之间，轻松击杀了同等境界的至尊强者。如果对别人来说，或许遇到同等境界的对手会付出一番力气，可是对于萧炎就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因为萧炎有着焚诀这种恐怖的功法，不仅可以融合多种火焰快速提升自己的实力，而且面对同境界的对手时，体内的灵力也是更加的霸道无比。见到萧炎翻手之间便解决了这幻月宗的两位长老，彩铃也是微微松了一口气。这样看来，萧炎已经将斗气转化成灵力了，并且已经适应了大千世界的战斗。彩铃望着瘦削的黑袍身影，美眸之中悄然涌现一抹异彩。看来即便在这大千世界，萧炎依旧是一如往昔那般惊艳绝伦，而她也感到很幸运，因为这个男子是她的丈夫。来者何人？竟然敢在我幻月宗杀人！此时一道如同闷雷般的暴喝声陡然从大殿之外传来，并且伴随着无数道破风之声自殿外响起。显然刚才萧炎的黄泉天怒的灵魂斗技惊动了整个幻月宗。哼，来得正好。萧炎那地境灵魂的力量蔓延而出，大殿之外的幻月宗之人如同潮水般涌向这幻月殿。察觉到大殿之外的变化，萧炎倒是没有丝毫的畏惧之色，眼中的杀意更甚。他已经决定要让这幻月宗付出惨痛的代价，因为他们动了不该动的人。萧炎掠到彩铃的身边，心疼地看着彩铃娇躯上的伤痕。虽说有着3000焰炎火的修复，但是有的伤痕早已深入血肉，短时间内根本无法复原。你小心点。来自萧炎的关心，彩铃苍白的俏脸上不觉浮现一抹动人的笑意，心中也是一阵甜蜜涌上心头。萧炎点了点头，拉着彩铃的手一起向大殿之外走去。今日我萧炎要血洗幻月宗。很快幻月殿外，幻月宗的人如同潮水般开始涌动，不过瞬息间铺天盖地的黑影便将这座大殿围得水泄不通。最为引人注意的是悬浮于大殿上空的3道男子身影，中间一人当先。这男子面色冷峻，身上透着强大的灵力威压。幻月宗的众弟子见到这男子，脸庞上皆是带着恭敬之色。除了幻月宗宗主幻无月之外，还有何人？幻无月身后的2位男子便是幻月宗中的大长老和二长老，两人分别是2品至尊和3品至尊的实力。此刻幻无月负手而立，锐利的目光死死望着幻月殿的大门处。在那里，2道身影缓缓走出，一男一女。尤其是见到那女子身影时，幻无月的面色都是不觉一沉。看了一眼彩铃后，幻无月的目光便看向了身边那一位黑袍青年身上，他的目光开始有些闪烁，甚至有些惊讶之色。因为幻无月一眼看出萧炎的实力只是1品至尊的实力，是如何救出七彩吞天蟒？那里可是有着2位至尊级别的强者看守着，而现在这黑袍青年能将其救出，就那说明那2位长老恐怕已经遭遇不测了。幻月宗倒是挺大的阵仗啊。萧炎扫了四周一眼，而后目光落在幻无月的身上，淡淡的声音透着一股寒意。此人实力最强，萧炎已经猜出此人应该就是幻月宗的宗主幻无月。小子有胆，竟敢夜闯我幻月宗抢人！幻无月身旁的二长老目光阴冷地盯着萧炎，一声怒喝：“我可不是来抢人的，
闻言，萧炎摇了摇头，旋即声音变得极为冷厉起来：“我是来杀人的。”话音落下，滔天的杀意自萧炎体内暴涌而出，磅礴的灵力风暴开始席卷开来，令得地面都寸寸破裂。小子，你找死！待我将你擒住，看你是不是还敢这般口出狂言。二长老听得顿时大怒，他本身脾气暴躁，萧炎这般猖狂之举无疑是将他激怒。接着不再废话，二长老三品至尊的实力便爆发出来，眼中杀意涌动，身形一闪，瞬间出现在萧炎面前，一只灵力缠绕的大手顿时快若闪电般的朝着萧炎的脖子抓去。不过半息间，二长老的手爪便紧紧地抓住了萧炎的脖子，脸庞浮现一抹得意的笑容，大手猛然一握，想要直接捏死萧炎，但是抓了个空。好快的速度！二长老有些吃惊，想不到这小子速度如此之快，连他刚刚都没有察觉。黄泉直。就在这时，一道低喝陡然在二长老的耳边响起，一股无比炽热的灵力瞬息间铺天盖地的向二长老涌来，一根数十丈庞大的巨指划破虚空而下。幻月光盾。二长老显然是大吃一惊，连忙双手结印，调动灵力相抗，快速形成防御。一道相撞的声音升起，那根巨指轰然落下，狠狠砸在了那光盾之上，凶悍劲风席卷开来，将周围的建筑震成粉碎。没有丝毫的僵持，被恐怖地岩包裹住的巨指瞬间再度一点，二长老的灵力光盾如同寒冰遇上了炽热岩浆，瞬间被消融，最后寸寸碎裂。灵力光盾破碎，恐怖炽热的能量当即涌进二长老体内，将其身形震飞数十丈，鲜血狂吐，将那大殿撞得倒塌大半后才停下。不过二长老的气息已然萎靡下来。电光火石间，见到那被黑袍青年以雷霆手段击败的二长老，众多幻月宗的弟子皆是面带惊骇之色。二长老的实力他们很是清楚，那可是三品至尊强者，就算是同样对面三品至尊的对手，二长老也会占取上风的存在。可是这个黑袍青年也仅仅只有二品至尊的实力，居然随手就将其击败了。此时的幻无月和大长老见状，面色都是一变，尤其是大长老，就算是他要一招将二长老打成这样，他还真是做不到。这位朋友有话好说，我想我们之间可能是有什么误会吧。幻无月的目光闪烁不定，对着萧炎语气平和地说道，眼中带着一丝忌惮之色，显然被萧炎刚刚所施展的恐怖火焰给震撼到了。没有误会，也不必多说，今日我就是来灭你的幻月宗。萧炎的声音冷意，伤了我的女人还想谈？萧炎可没那耐心。放肆！听到萧炎的狂傲之气，那幻无月也是大怒，凭借这小子一人想灭他一宗。听了这话，他要还能够忍，那么他幻无月也就不用做这一宗之主了。话音落下，幻无月的眼中杀意涌动，五品至尊的气息霎时间彻底的爆发出来，一股强大无比的灵力威压顷刻间席卷四方。幻月宗的弟子听令，全都给我上，杀了这小子！幻无月的大手一挥，暴喝道。听得幻无月的声音，下方众多幻月宗弟子当即灵力暴起，挥动刀剑对着萧炎冲杀而去，一时间声势浩大，杀意滔天。看着这一幕，身后的彩铃都有些担心起来，不过萧炎依旧是没有惧意。仗着人多吗？见到那铺天盖地涌来的幻月宗弟子，萧炎嘴角忍不住的掀起一抹冷笑，手掌一张，一团绚丽的火焰顿时浮现在其掌心。随着地岩的浮现，那从四面八方冲杀而来的幻月宗弟子的身体顿时间诡异噗的一声，而后化为灰烬。起初没什么人在意，但是数息之后，当众人发现只要靠近萧炎的那道绚丽的火焰，那么就会瞬间被化为灰烬。又有数道声音持续响起，听得让幻月宗的其余弟子都忍不住的全身发抖。此刻他们也是停止了进攻，目光皆是盯着萧炎手中的那道火焰，皆是惊恐不已。这是什么火焰？为何拥有如此可怕的力量？众人心中一顿骇然。圣火，这是圣火！此时人群之中有一个幻月宗弟子滋滋语语的说道：什么？圣火？是大千世界的奇物圣火吗？这怎么可能？此时一片哗然之声在幻月殿中响起，不过萧炎的目光则是望着悬浮在上空的幻无月和大展老两人，眼眸之中冷芒闪动。你们两个出手吧，不要再来这些无谓的攻击了。既然你想死，那就成全你，就算你刚刚那道火焰真的是圣火，我也与你拼了。只因为你刚刚说了一人灭一宗的蠢话，随我一起出手斩杀这不识抬举的小子。幻无月沉声道，这小子的手段非常诡异，而且拥有类似圣火的可怕火焰，为了万无一失，幻无月也能选择和大展老一起出手，一名5品至尊和一名4品至尊，他就不信杀不了这只有2品至尊的狂傲小子。见到幻无月二人准备一起动手，萧炎的目光旋即一沉，脚步向前一踏，绚丽的地岩霎时间呼啸而出，22种颜色缠绕周身，其身形则是瞬间暴涨至万丈，赫然便是炎之地身。这是什么法身？为何从未在99道至尊法身榜中见过？
幻无月与大展老对视一眼，眼中皆是掠过惊讶之色。不过还不待他们惊讶，那万丈的炎之地身，一只巨手陡然接出一道复杂的印结，而后在众人惊骇欲绝的目光下，炎之地身的身旁居然又浮现出一道万丈身影，那模样与炎之地身一模一样。而且最为恐怖的是，其上散发出的恐怖威压，竟然与炎之地身别无二致。这怎么可能？无数道惊骇的目光望着那两尊矗立在天地间的万丈火焰身躯，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而一旁的彩铃倒是有些明白，另一道身躯恐怕便是萧炎的灵魂之体。萧炎的灵魂力量竟然已经强大到了一个极为恐怖的层次，甚至可以将灵魂力量变成实质化。彩铃想的没有错，另外一道身躯的确是萧炎的灵魂体，不过那灵魂体的实力却丝毫不弱于本体。从某种意义而言，灵魂体的炎之地身更加的恐怖，给人灵魂上的震撼。因为灵魂之体的攻击乃是灵魂，那是最为致命的攻击，灵魂攻击。该死，全力出手，将其斩杀。见状，幻无月立马回神，而后对着大展老沉声道：“这萧炎的手段的确已经出乎了他的意料。”大展老此时也是凝重的点了点头，二人对视一眼，庞大的至尊法身当即在身后若隐若现。想召唤至尊法身吗？萧炎嘴角掀起一抹冷笑，旋即那具万丈灵魂身躯顿时仰天长啸，霎时间恐怖的音波如同潮水般席卷天地，空间都忍不住的颤抖。这有由灵魂之体施展出的黄泉天怒，威力无疑是数倍增长。强大的灵魂音波席卷开来之后，下方的建筑尽数崩塌，那幻无月和大展老身后刚欲浮现的至尊法身顿时被震得粉碎。二人大惊失色，连忙调动灵力抵抗那股强大的灵魂音波，不过依旧毫无作用，因为那道攻击是直达灵魂。二人的嘴角鲜血不断流出，而且虽然他们两人的实力很强，可是在对面灵魂攻击的时候依旧是防不胜防，因为很少修炼者会将灵力修炼和灵魂修炼将两者都修炼到如此的高度，而且修炼灵魂力量更是难上加难。所以为什么会有很多人都不愿意修炼灵魂力量，而是选择灵力修炼的原因。一火横骨尺斩！看到破绽，萧炎哪里肯给二人一丝喘息的机会，数十丈的一火横骨尺握于手掌，而后直接以最野蛮的方式挥动着一火横骨尺，对着幻无月和大展老二人挥斩而去。绚丽的火芒自那尺间飞射而出，尺芒一出，顿时间风暴涨数十倍，如同一片火海对着二人席卷开去。幻无月与大展老忍着灵魂的剧痛，强行调动灵力对那只尺芒发起攻击，不过却是于事无补。而那尺芒的速度快若闪电般，不过数息间便在二人惊骇欲绝的目光下将他们席卷而尽。火浪呼啸天地，数分钟后方才缓缓散去。火浪散尽后，刚刚将幻无月和大展老二人吞噬的位置，现在却已经见不到两人的身影。下方所有的幻月宗弟子皆是一脸惊恐，太可怕了，他们的宗主和大展老居然就这样被杀了，这个黑袍青年怎么会如此恐怖？从今日起，西天圣城的幻月宗将不复存在，不想死的趁早离去。萧炎收回炎之地身和灵魂之体，悬浮在幻月宗的上空，目光扫视着下方的幻月宗弟子，淡漠的声音旋即传入在场的所有幻月宗弟子的耳朵中。这些幻月宗弟子哪里还敢反抗，当即吓得四下逃窜，生怕萧炎把他们给击杀了。毕竟这青年的实力他们是亲眼所见，简直恐怖至极，他们可招惹不起。这些幻月宗弟子万万没有想到，在短短的一夜之间，一个宗门竟然就被灭了，而且还仅仅是一人所为，简直太可怕了。一人灭宗，这等实力就算是六品至尊都是无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灭一个宗门，真是想想都让他们觉得不可置信。不过这确实是他们亲眼所见。慌忙之中，有些幻月宗弟子胆怯地看了眼那悬浮在虚空之上的黑袍青年，而后便是疯狂地逃离了此处。从今日起，这西天圣城的幻月宗便彻底的消失了。夜里有风，冷风在山峡中肆虐着，散发出一股冰冷的森寒之感。此时那偌大的幻月宗已是人去楼空，只在一夜，也只因一人。此时只有无尽的黑暗在诉说着往日的荣光。现在感觉好了些吗？萧炎从空中掠下，来到彩铃身旁，看着气色已稍微好转的后者，担忧地问道：有着地品丹药和3000焰炎火的修复，我现在已经感觉好很多了。彩铃苍白的俏脸上浮现一抹笑意，在劫后余生也让他暂时收起了往昔的冷傲。看着眼前的黑袍青年，不知为何他的心感到非常踏实，似乎这道瘦削身影能为他挡尽一切风雨，哪怕是这天地崩塌，只要有他在，他也不害怕。他很庆幸这道身影给他十足的安全感，因为是她的丈夫。我们还是先离开这里吧，恐怕这里的消息很快就会传开，到时候惊动血天宗的人就麻烦了。彩铃美眸微闪，旋即说道，同时也是有些担心血天宗，毕竟血天宗的这样的势力，即便放在整个西天大陆上都是极为恐怖的存在，就算是萧炎，恐怕如今都不具备能够挑战血天宗的实力。
因为传闻血天宗宗主的实力已经达到了至尊境巅峰，9品至尊，甚至的至尊也说不定。9品至尊距离那地至尊也只差一步之遥，但是这一步之遥却是比登天还难，很多9品至尊都卡在了这个层次上，很难突破到地至尊。9品至尊可是相当于9星斗帝，而9品至尊之上就是地至尊，也就是超越了9星斗帝的恐怖境界。地至尊是所有9品至尊强者都梦寐以求，无论付出什么代价都想要达到的境界。闻言，萧炎点了点头，确实以他现在的实力，自然不可能抗衡血天宗。那血天宗有着9品至尊或者是一位的至尊强者坐镇，萧炎也只能避其锋芒。不过在离去之前，还得先在这幻月宗取一物。萧炎目光顿时看向幻月宗的最深处，漆黑的眸子中有着绚丽的火芒跳跃起来。取一物？这里有你想要的东西？听得萧炎这莫名其妙冒出来的话，彩铃那柳眉一挑，有些不解。你先在这里休息片刻，我去就回。萧炎对着彩铃说了声后，身影便是一闪，径直朝着幻月宗深处掠去。幻月宗深处，也就是这座山峡的深处，这里常年被黑暗笼罩，黑暗吞噬了这里的一切，阴冷刺骨的风从山峡深处呼啸而出，仿佛能够瞬间将人撕裂。在那无尽的黑暗之中，似乎隐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在萧炎看来，或许就算是幻月宗也不知晓这深处的东西，但是从萧炎来到这里之后，自己体内的地炎便是有些异常起来，似乎是这里有什么东西有吸引着他，或者说有什么东西在影响着地炎。地炎乃是异火榜第1名的火焰，能够影响地炎的只有大千世界的圣火，所以萧炎才会来到此处。此时萧炎来到了最深处，体内的地炎更是反应剧烈，看来这里真的可能隐藏着一种异火，不对，应该说是圣火。圣火乃是大千世界的奇物，其恐怖的力量不比地炎差，两者皆是天地间的产物，其力量都是达到了极为强大的地步。不知道这里存在的火焰是在圣火榜排名第几的圣火？萧炎嘴中喃喃道，他的地炎足以与圣火媲美，因此凭借火焰之间的感应，察觉到这峡谷中存在着圣火。目光虚眯，萧炎不再犹豫，心念一动，地炎席卷而出，顿时将他身体包裹而下，身形一闪，快速掠进无尽的黑暗之中。这峡谷极深，越往深处，那阴冷的风便是愈发的强悍，这里的风极为的可怕，要是至尊之下的修炼者进来，恐怕瞬间被撕成碎片，即便是至尊强者也好不到哪里去。因为这阴冷的风并非纯粹的风，在这风之中还隐藏着一股火焰的力量，不过这火焰温度极低，低至可怕，常人根本不会想到这会是火焰。这阴冷无比的火焰比起古灵冷火更加的可怕，可以说两者之间根本不在同一个层次。萧炎向深处暴掠，眼中的兴趣之色愈发浓郁，对于这大千世界的圣火，萧炎非常好奇的很，身形快速向前，每当那阴冷的风靠近他时，都会被地炎给吞噬而下，因此阴冷的风根本伤不了萧炎丝毫。咦，就在这时，萧炎的眉间不觉一挑，在他的地境灵魂力量的感知下，在前方有着异样的波动，而萧炎体内的地炎传来了一股莫名的兴奋之感。见状，萧炎的速度再次暴涨起来，化为一道火芒在那黑暗中闪掠。如此约莫过了几分钟后，萧炎便是掠到了那异样波动之处。这时萧炎的眸子之中开始变得火热起来，在地炎的照耀下，只见在那前方有着一朵数丈庞大的莲花，莲花通体幽暗，诡异的色泽在那片片莲花花瓣上流转，看起来极为妖异。幽暗莲花不断在黑暗中旋转，而随着它的每一次旋转，都会有一阵恐怖的阴冷的风暴肆虐而出。萧炎自然无视这阴冷的风暴，身形一闪，随即便来到了那幽暗莲花旁边，其目光正火热地盯着那幽暗莲花的莲心处，在那里有着一朵深黑色火焰在诡异地跳动。太阴冷火，萧炎瞳孔不觉一缩，目光死死地盯着那团深黑色的火焰，有些惊讶，不过脸庞上便是浮现一抹狂喜之色，没想到居然碰到了这种圣火。太阴冷火，大千世界圣火榜排名第13，通体呈深黑色，诞生于幽暗森寒之地，其火极为恐怖，虽为火焰，但却极为阴冷，一动之间无尽阴风肆虐开来，顷刻间便能将至尊强者都给撕裂。没想到这么快就寻到了这等圣火，而且看样子其力量与地炎相差不多，得来全不费功夫。萧炎立马让自己冷静下来，看着太阴冷火的形态，恐怕是刚刚成型不久，还未形成意识，此时正是收服的最佳时机。随后萧炎的手掌抬起，一股吸力陡然自其掌心暴涌而出，那团黑色火焰摇摆了一瞬后，便被萧炎吸到掌中。可不料想那黑色火焰一落到萧炎的掌心，其身躯便陡然暴涨，化为一团庞大的黑幕，无尽的阴冷之风顿时席卷开四方，将萧炎层层包裹，想要吞噬我。见状，萧炎只是一笑，下一刻心念一动，体内的地炎暴涌而出，绚丽的火焰光芒万丈，地炎化成数条火龙，火龙仰天咆哮，
最后直接狠狠将那黑幕给撕碎开来。就算是与圣火相拼，帝炎依旧是如同火焰之中的帝王一般无比的霸道。太阴冷火此刻也是感觉到了一股危险气息，帝炎给了他极大的威胁。虽说他的自我意识并没有形成，但是这种危险感他还是感觉得到。被帝炎撕碎的黑色火焰当即汇聚在一起，而后化为一团深黑色火焰，径直地朝着峡谷之外飞快掠去。想逃？见状，萧炎一点都不慌忙，并且嘴角掀起一抹笑意。好不容易碰上这等圣火，怎么可能会轻易放过？手掌一挥，体内的帝炎再度暴涌而出，化为一张巨大绚丽的火网，快速地对着太阴冷火扑去。绚丽的火网铺天盖地而来，将那黑暗尽数驱散，退路瞬间被封锁起来。太阴冷火直接被困在其中，不过他还在拼命地撞击着绚丽的火网。萧炎目光一凝，手掌隔空一握，那庞大的绚丽火网当即快速收缩，不过瞬息间便收缩到不过数尺大小。在那绚丽的火网中央，则有着一团深黑色的火焰。见到那还在挣扎的太阴冷火，萧炎对其一指点下，一道绚丽的火焰印记当即飞进其中，深黑色的火焰猛地一颤，瞬间安静了下来。显然是萧炎将其封印起来。终于将太阴冷火给弄安静下来，萧炎又把它放回了那朵巨大的黑色莲心，手掌一招，那朵黑莲随即被收进纳戒之中。萧炎摸了摸纳戒，满意一笑后，不在此做过多停留，对着峡谷外暴射而去。出了峡谷深处后，萧炎便带着彩铃朝着西天圣城外的森林中掠去。那里有着众多高阶魔兽，人迹罕至，因此倒也十分安全。如今萧炎灭了幻月宗，消息恐怕就会传遍西天圣城，所以再去城中恐怕会有危险，何况彩铃还要养伤。而萧炎准备想要吞噬这太阴冷火，尽快的提升自己的实力，必须要找一处僻静之所。来到这大千世界，萧炎这2品至尊的实力可远远还不够看，因此萧炎急需增强实力，不然连自己心爱之人都无法保护。此次彩铃的这事发生一次就够了，绝不容许这样的事发生第2次。而且萧炎还要去寻找薰儿，一想到那道气质脱俗的倩影，萧炎的心中便是有些担心起来。这大千世界虽说精彩绝伦，但也处处存在着危险，尤其是经过了彩铃这事，让得萧炎愈发的担心薰儿。所以萧炎要尽快的增强自身的实力，只有自己实力强大起来，才能肆意游走在大千世界去寻他心爱之人。而能让萧炎快速提升实力的手段，自然便是圣火。若是吞噬圣火，他的实力无疑会有大幅的提升。此次的太阴冷火些许让得萧炎极为期待，不知道吞噬之后他的实力会暴涨到何种地步，毕竟这是大千世界的圣火。萧炎也感觉到太阴冷火虽然是成型不久，但是其力量就算是当年异火榜上排名第2的虚无吞焰都是有所不及。或许这就是大千世界的圣火与斗气大陆的异火最大的差别。西天圣城外森林深处，这是一片自远古就留存下来的密林，其中古木参天，遮天蔽日，一年四季林中都显得十分阴暗。这里弥漫着一股莽荒的气息，令人如同回到远古时期一般。但是同样，这里的魔兽纵横也是相当的危险。一处隐秘的山洞，飞掠了一夜之后，萧炎和彩铃方才来到了这片森林的深处。两人四处环视，找到了一处山洞。月光时分布其中，柔柔的光线倾洒，在山洞中摆放着一个木桶，木桶中有着药液荡漾。萧炎时不时向其中倾洒一些药粉，然后用手搅拌，显然他在调配药液。约莫数分钟后，望着木桶中散发着清香的药液，黑袍青年满意的点了点头，而后转过身看向了一旁一道娇艳的娇躯，笑道：好了，把衣服脱了，我配制的药液保证不会留下任何的疤痕。听得萧炎的话，彩铃俏脸上不觉泛起了一抹红晕，不过她并未多说什么，将自己的衣裙脱下，随着那衣裙的滑落，一道足以令任何男人为之疯狂的娇躯悄然浮现。此刻彩铃略显得羞涩，看了眼黑袍青年，美眸中透着妩媚之色，便是娇躯一闪，径直掠进了木桶中。彩色的药液缓缓将那娇躯遮掩，随着彩铃那娇躯进入木桶之中，那些彩色的药液开始波动起来，柔和的药力不断地冲刷着彩铃娇躯上一道道的伤口。过了数个时辰后，那木桶中的药液已经被稀释，彩色的水已经变得极为透明，由此可以极为清楚地看到水中那道完美的性感娇躯。水中的彩铃睫毛微颤，随后她缓缓睁开了双目，一张熟悉的脸庞出现在她眼中。感觉如何？见到彩铃睁开眼，萧炎微笑问道：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彩铃笑着说道。注意到木桶中显得极为清澈的水后，她的俏脸忍不住一红，看向萧炎的目光不觉有些羞涩的味道。彩铃红着脸，美眸瞪了眼这家伙后，娇躯便是从水中掠起，而后一件长裙从那戒中飞出，她娇躯几个旋转，长裙便已经穿好，那完美的娇躯顿时被包裹起来，不过那完美诱人的曲线却是勾勒得愈发迷人。彩铃，你还是一如既往惊艳动人啊。萧炎转过身看着彩铃，微笑着说道，
让得彩铃忍不住瞪了这家伙一眼，油嘴滑舌。如今彩铃的伤口经过恢复后，实力晋升到了至尊境的层次，也许因为彩铃是魔兽体质的缘故，所以她能够依靠自身特殊的体质将斗气进行转化成灵力，这倒是让萧炎放下心来。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彩铃美眸动了动问道，如今还有薰儿未曾找到，也不知道现在的情况如何。这几日我先闭关吞噬圣火，之后再启程寻找薰儿。萧炎此时收起笑容说道，心中对薰儿又是一阵担忧。彩铃点了点头，他也知道萧炎从幻月宗之中获得一种圣火，火焰对于萧炎来说有着非凡的意义。当年萧炎突破晋升斗帝，就是因为吞噬异火来提升自己的实力。如今来到大千世界，想要变强也必须拥有更强的火焰，而大千世界的圣火便是萧炎最佳提升实力的资源。虽然大千世界的灵力浓郁，但是提升的速度却没有吞噬火焰之后来得快。你安心闭关吧，我到洞外守着。彩铃笑了笑，对着洞外走去，有他守在洞外，就算是魔兽也不敢靠近，因为彩铃乃是远古魔兽七彩吞天蟒的血脉，一般魔兽见了都会逃之夭夭。萧炎也不再拖沓，在一处石台上盘膝而坐，手掌一招，一朵黑色的莲花出现，莲心处有着一朵深黑色的火焰，极为的诡异。而这黑色火焰一出现，整个洞内的温度骤然低至最低点，阴冷之风阵阵传出，如同冰刃划过，极为可怕。随后地炎也席卷而出，将萧炎全身包裹，旋即手掌一吸，那朵深黑色的火焰顿时掠到萧炎的面前，而后萧炎嘴巴一张，直接将其吞入体内，开始对圣火的吞噬。以如今萧炎的实力以及对火焰的操控能力，体内还有焚诀这种恐怖的功法，吞噬圣火倒是不会再像刚开始那般狼狈。萧炎稳住心神，悄然地运转焚诀，开始吞噬那圣火榜排名第13的太阴冷火。在萧炎吞噬圣火的同时，一则消息在西天圣城中疯传开来，一夜之间幻月宗被灭，而且听那些幻月弟子说还是被一人所灭。这般消息让得无数人都震惊万分，一人灭一宗，众人皆是有些难以置信。虽说幻月宗的实力并非很强，但是也有着数位至尊强者坐镇，怎么可能一夜之间被灭了呢？这简直匪夷所思。何况幻月宗乃是血天宗的附属宗门，谁有那么大的胆子，居然敢公然挑衅血天宗？要知道血天宗那可是在西天大陆之中都是属于一方大势力，是仅次于4大神族这些势力的强大存在。那些原本准备去参加幻月宗拍卖会的人也都在暗自庆幸，他们知道幻月宗之所以遭此灭门，8成与那远古魔兽七彩吞天蟒有关，还好他们未曾混这趟浑水，不然恐怕也会是幻月宗这般下场。据幻月宗逃出的弟子所说，灭幻月宗的是一位掌控绚丽火焰的黑袍青年，而这也更让众人更加震惊，这位黑袍青年的实力可真是可怕到极点。西天大陆上什么时候出现过这般天纵奇才了？短短几日，幻月宗被一位黑袍青年灭宗的消息便传遍了整座西天圣城，周围方圆万里，让得无数人震惊不已。洛神族，洛神殿内，洛天神坐于首位，听得下方一人的汇报，他那锐利的眸子不自觉眯了起来，眼眸深处也是有着一抹震惊之色。掌控绚丽的火焰，黑袍青年。洛天神嘴中喃喃道，脑海之中不觉地浮现出一道背负黑齿的年轻身影。父亲，此人应该是萧炎兄弟。洛天青眉间一挑，旋即说道。他的话音一落，大殿中之中一道道身影面面相觑，表情那是相当的精彩。血神族！大殿之中，血神族族长血灵子自然也听到了这一消息，脸庞上也是有着震惊之色。没想到西天大陆上出现了一人灭一宗的奇人，即便是他们血神族也不敢这么做。血天宗！一座恢宏的大殿之中，10几道散发着强悍气息的身影立于其中，在那大殿的首位正坐着一道男子的身影，男子气概非凡，周身散发着天地般的威压，极为恐怖。他那眉宇间此刻充斥着冷意，旋即他缓缓起身，威严的目光扫视下方第10几道身影，在男子的目光下，这10几道身影都感到了一股来自灵魂的颤抖，而他们都是至尊强者，而且至少都是7品至尊以上的实力，能让这些至尊强者都有这种感觉，可想而知，那首位的男子其实力恐怕是一位凌驾于至尊之上的地至尊强者。为首的男子便是血天宗的宗主血天极。可有那黑袍青年的去处？血天极的目光微微一冷，对着下方众人问道，不怒自威。启禀宗主，有人看到那黑袍青年带着七彩吞天蟒躲进了西天圣城之外的森林。下方有一位至尊强者非常恭敬地说道，这血天宗的消息网真是极其的可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找到了萧炎他们的位置。血天极目光不自觉眯起，眸子中有着冷意凝聚，淡淡的说道，血兵，你带人前去那片森林，将人给带回来。遵命。下方一位老者恭敬地说道，
这老者浑身散发出冰冷的气息，显然灵力有些古怪，而他也是10几位至尊之中的最强者，实力竟然达到了9品至尊。名为血冰的老者应了一声后，便对着大殿之外走去。血天极抬头望着大殿的上方，眼眸中掠过一丝冰冷杀意。敢动我血天宗的人，那就准备好承受我血天宗的怒火。对于外界的事情，萧炎一无所知，他依旧控制着太阴冷火，按照焚诀功法路线游走着。已经过去5日，山洞中的萧炎还是没有一丝动静，让得在洞外守护的彩铃也是有几分担忧起来。不知为何，他感觉这几日在这片森林中透着一股极为压抑之感，平日里的魔兽似乎都感应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居然全都躲了起来，整片森林都陷入了无比安静的恐怖气氛。在当第10日的来临时，山洞外盘膝而坐的彩铃美眸突然睁开，他缓缓起身，目光望向森林上方的天际，在他的感应下，有一大批强悍无比的气息正朝着他这涌来。察觉到变故，彩铃的柳眉不自觉地皱起，看了眼后方的山洞后，先手一招，一柄蛇形长剑出现在其手中，同时周身有着彩色的灵力在波动。在此时，一道无比冰冷的声音自天际传来，那声音足以令得天地为之冰封，冷意的刺骨。真是让老夫好找啊！杀我血天宗的人，今日就是你们陨落之日。冰冷的足以令灵魂战栗的声音久久不散，一股刺骨的寒意随着冰冷的声音悄然弥漫开来，空气在此刻都已经冻结。彩铃美眸望着上方处，面色微微一凝，手中的长剑悄然握紧了几分。只见那上方处一个黑点浮现，不过数息，那黑点便以肉眼难以察觉的速度不断放大，而后黑压压的一片黑影便将出现在了彩铃的上空，那是一大批人影。这批人影全都脚踏虚空，周身散发着强大的气息，竟然都是达到了斗帝的强者。不过最为恐怖的当属最前方的那3道身影，为首的是一位老者，在他周身萦绕着刺骨的冰冷寒气，若是仔细的观察，便是会发现他的周遭空气都已经被冻结，无数的细小冰珠在空气中凝聚，这一幕显得极为的可怕。而这为首的老者便是血天宗的大长老血冰，实力达到了9品至尊。在血冰左右也站着2道苍老的身影，应该是血天宗长老级别的人物，不过2人脚步明显落后于血冰，他们的实力皆是6品至尊，观其气息已经无限接近与7品至尊的层次。而在血冰3人后面站着10几来道身影，竟然都是3品至尊以下的强者，一位9品至尊，2位6品至尊，10几位1、2、3品至尊，一出手便是这般强大的阵容。这血天宗的底蕴真是强大，不愧是仅次于西天大陆4大神族的存在。至尊境的七彩吞天蟒，倒是真是少见啊！血冰透着寒芒的目光在彩铃郊区上扫了一眼，眼中也是掠过一丝惊讶之色。至尊境的七彩吞天蟒传闻可以激活远古魔兽的血脉，不过血冰也仅仅惊讶了一瞬，他冰冷的目光便是锁定彩铃身后的山洞，淡淡道：那小子应该在里面吧？彩铃没有说话，他玉手紧握长剑，眼眸死死地盯着血冰，俏脸一片凝重之色。在这血冰身上，他感受到了一股无比强大的威压，令得他呼吸都有些困难。这大千世界当真是强者如云，恐怕随便一人降临斗气大陆，都能够手头足尖斩杀万千生灵。而且此人的实力恐怕已经达到了斗帝的巅峰，9星斗帝的层次。这种层次的强者，如今彩铃是无法与之抗衡的。七彩吞天蟒，你可愿跟老夫回血天宗？血冰收回目光，再度看向彩铃说道：这等七彩吞天蟒不仅体质特殊，而且化形后容貌倾国倾城，若是献给宗主倒也不错。血冰心中这般打算着。血冰身后的10几道人影也全都将目光火热地盯着彩铃的郊区，这等美人着实难得一见，难怪大长老没有选择直接动手。彩铃的美眸一凝，玉手轻轻抬起，长剑陡然猛地一震，剑尖直指血冰等人。答案已然是不言而喻，他自然不可能回血天宗，就算不敌眼前的这些强者，彩铃也不曾惧怕。好，敬酒不吃罚酒。见到彩铃动作，血冰眸子顿时一冷，对着身后的众人挥了挥手，后面的一位2品至尊会意，当即脚步踏出，身形直接对着彩铃爆射而去。见到那位2品至尊掠来，彩铃倒是没什么惧色，虽说他是1品至尊，但是他是魔兽体质，自然可以越级战斗。他看了眼后方的山洞后，心头也是一紧，希望萧炎能够快点出来。现在的他只能尽量拖延一些时间了。所幸血冰等人碍于颜面，没有选择直接动手，不然他真的是连一丝反抗之力都没有。血冰可是斗帝巅峰的强大存在，星级间的差距都是巨大的鸿沟。旋即彩铃不再多想，体内的灵力暴涌而出，没有丝毫的保留。彩色的灵力化为条条彩色蛇形，缠绕在其周身。下一刻，美眸一冷，手中长剑一动，霎时间猛挥而出。彩色的剑芒自那剑尖飞射而出，而后宛如流星划破虚空，朝着那位2品至尊爆射而去。那位2品至尊男子
他贪婪的目光在彩铃诱人的娇躯上狠狠扫视了一眼，这等尤物可当真是他首次所见。他无视彩铃攻势过来的那道剑芒，体内的灵力涌出，直接一拳对着那剑芒轰去。大拳与那剑芒轰击，不过半息，大拳上释放出的恐怖力量便将剑芒轰成粉碎。见状，那男子脸庞上掀起一抹狞笑，脚掌在虚空猛地一踏，身形陡然消失。在出现时，已经在彩铃身前。男子身形浮现后，便是出掌对着彩铃的酥胸拍去。彩铃的反应自然也不慢，在那男子出手的刹那，他的娇躯便是向右一躲，手中的长剑猛然挑起，自下向上直刺那男子伸出的手掌。此时男子心头猛然一惊，旋即灵力一掌，立即变掌为爪，朝着下方的长剑抓去。男子手爪上覆盖了一层厚厚的灵力晶体，看起来无比的坚硬。手爪抓到长剑，那快速的碰撞当即惊起了一道刺耳的金属之声，连空间都泛起了一圈涟漪。男子右爪抓住长剑之时，彩铃体内的灵力顿时快速调至其左掌之上。七彩灵独掌，一声娇喝，其力量自左掌之上七彩灵光浮现，而后带着闪电般的速度朝着二品至尊男子的脑袋拍去。见到彩铃战斗意识居然这般强悍，那男子的目光也是一冷，体内灵力再度暴涨，左掌猛地朝着彩铃拍去。两掌对碰在一起，灵光闪现，强悍的劲风席卷开来，令得两人的身形皆是后退了几步。见到彩铃居然将自己震退，二品至尊的男子面色瞬间一沉，旋即准备再次朝着彩铃攻去。不过这时他的身形猛然一滞，体内的灵力居然有些不听使唤。你的掌上有毒。二品至尊男子看向自己发出七彩之色的左掌时，瞳孔猛然一缩，而后抬头一脸铁青地看着彩铃。他怎么也没有想到掌上居然有毒。去死吧！不过就在他身形停滞的那一瞬间，彩铃已然出手，一道七彩剑芒猛然刺向了男子的咽喉。男子的话音还未落下，鲜红的血液悄无声息地从其咽喉流出。一剑封喉！男子瞳孔急速紧缩，一脸难以置信地望着面前的那道完美娇躯，眼中透着不甘与愤怒。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居然会死在了一位一品至尊的手中。冷风拂过，男子倒下，血腥气息弥漫，二品至尊就此陨落。倒是小看你了。血冰淡漠眼神看了一眼那倒下的二品至尊，其目光再度看向下方的彩铃。他那淡淡的声音令得空气中悬浮的冰珠都瞬间破裂，显然他有些动怒了。察觉到血冰的样子，他左侧的那一位六品至尊脚步向前踏出。这位六品至尊脚步踏出之后，身形便是诡异的消失不见，在出现时已距离彩铃不过数丈。只是一条蟒蛇而已，也敢在此放肆！六品至尊的这位老者眸子泛冷，面色淡漠，手掌一握，彩铃周遭的空间瞬间被封锁起来。接着他手掌快速抬起，猛然拍下，一只无形的空间大手霎时间形成，朝着彩铃怒砸而去。这一掌拍下，彩铃必死无疑，因为此掌所蕴含的灵力波动极其的可怕，不是二品至尊可以比拟的。然而就在众人以为彩铃必死无疑的时候，那只即将落下的空间大手却是骤然一滞，竟然是被瞬间定在了空中。只见在那空间大手上，一团深黑色的火焰顷刻间席卷而出，将那空间大手冻结成寒冰，最后咔嚓一声直接崩裂而去。同时一道清朗却显得极为淡漠的声音自那山洞中内传出：一条老狗也敢放肆！闻言，自山洞中传出的声音后，众人瞳孔皆是忍不住的一缩，脸庞上带着一抹惊骇之色。因为随着这淡漠之音响起，一股无比寒冷的气息如同风暴般顷刻间席卷这片天地之间。一时间，刺骨的阴冷之风刮起，恐怖的低温笼罩整片天地，一层层寒冰诡异地冻结四面八方的空气。这一刻，天地皆为深黑色，刺痛灵魂的寒意弥漫天地之间，恐怖至极。望着顷刻间形成诡异的寒冰世界，众人的眼中皆是充斥着浓浓的惊骇与震惊之色。这等天地异象实在太可怕了，一般寒冰皆视为白色，而这次所出现的寒冰竟然是深黑色。而就在众人惊骇地望着周围深黑色的寒冰世界之时，一道震彻天地的轰响陡然自那山洞中响起，整个山洞在这一刻剧烈地颤动起来，如同火山爆发的一般。血冰和彩铃等人的目光此刻皆是第一时间看了过去，眼中带着好奇与惊讶之色。第一道巨响落下后，又一道比之前更加恐怖的轰响之声响起，这道轰响才是真正的大爆发。只见那山洞顶部的岩石仿佛要被什么恐怖的力量撕裂一般，手臂粗的裂缝急速蔓延，最后轰然爆裂炸开。这时一道深黑色的光柱霎时间冲天而起，一股浩瀚的灵力威压顿时笼罩开来于这片天地间。随着深黑色光柱冲天而起，方圆千里的虚空中都刮起了一股极为恐怖的寒冷风暴，寒冷风暴席卷天地。那道深黑色光柱如同一只搅动天地的大手，令得天地瞬间失色。这一幕看得人毛骨悚然，身上直冒冷汗。
深黑色的光柱大约持续了数分钟后才缓缓散去。随着深黑色光柱的消散，天地间那恐怖的寒冰风暴也随之停了下来。不过这片天地间那恐怖的低温却并没有消散，冷风吹过，如同刀刃划过脸颊，让人都不敢轻易的呼吸。众人的目光皆是齐刷刷地投向那山洞的上方，在那里凌空儿立着一道黑袍身影，他漆黑的眸子扫视着自己的双拳。与此同时，一股无比浩瀚的力量顿时如同洪荒巨兽般苏醒，恐怖的灵力风暴在其身后席卷，浩瀚的灵力威压自天际笼罩而下，令在场所有人的身子都不觉弯曲了一些。那道身影释放的威压如同这片天地凌驾于众人之上，所有人只有膜拜。即便是血天宗的那位九品至尊的血兵大长老，面对这道黑袍身影的青年男子，他都感到了一股极为可怕的危险之感。九品至尊巅峰。望着那道黑袍身影的男子，血兵一向冰冷淡漠的目光中第一次露出了惊骇之色。而听得他的话，一旁的众多血天宗之人也都是面露震惊之色。九品至尊巅峰，那岂不是说这黑袍青年比他们大长老还要恐怖？旋即他们的眼中布满了浓浓的骇然之色，忍不住咽了一口唾沫。萧炎微微沉醉了一番体内涌动的浩瀚力量之后，目光便是射向了彩铃身前的那位六品至尊老者。他目光淡漠，眼眸之中有着深黑色的火芒在跳动。萧炎缓步朝着那位六品至尊走来，看着他踏空而行，众人的瞳孔皆是一缩，倒不是因为萧炎能够凌空虚踏，而是因为萧炎脚步的每一次落下，脚下便会自动凝聚的一层寒冰，随着萧炎身形不断落下，散发着刺骨寒冰的阶梯诡异地浮现在天际之上。这一幕将萧炎的气势衬托着极为可怕强大。被萧炎那淡漠的深黑色瞳孔盯住，彩铃前方的那位六品至尊强者身子不情不自禁地颤了颤，刚才锐气尽消，脚步也是不断的后退，甚至眼中充满了浓浓的忌惮之色。欺软怕硬吗？血天宗的长老也不过如此。见到那身子不断颤抖的六品至尊老者，萧炎目光微眯，紧接着大手一挥，一团诡异的深黑色火焰呼啸而出。深黑色火焰一出，瞬间迎风暴涨，而后如同一张黑幕，快速地朝着那位六品至尊席卷而去。在那深黑色的火焰上，这位六品至尊感受到了一股极度危险之感，哪里还敢与之相抗？他的身形一闪，快速地向后暴退，道道残影惊现，速度非常之快。不过他身形刚退后不过100米，一道低沉的雷鸣之声悄然地在他身后响起。只见前方空间一阵荡漾，一道黑袍身影悄然浮现在其面前。见到无路可退，这位六品至尊当即一咬牙，体内的灵力呼啸而出，旋即抬起手掌，一掌猛拍而出，夹杂着恐怖的风雷之声。八极崩！萧炎目光一凝，没有丝毫的畏惧，浩瀚灵力奔涌而出，五指紧握成拳，诡异的深黑色火焰包裹在其拳头之上，形成了一层坚如钢铁的晶体。没有任何花哨的一拳猛然轰出，一拳势若奔雷，狠狠地与那六品至尊的手掌对轰在了一起，并且没有丝毫的对峙，只有摧枯拉朽般的姿态。在深黑色的拳头下，那位六品至尊强者的攻击瞬间被瓦解，八极崩恐怖的暗劲以及深黑色火焰顷刻间袭卷进其体内，一拳击溃六品至尊的所有防御。受到如此沉重的一击，这位六品至尊强者的身形当即如同断了线的风筝，急速坠落，在地面上砸出一个数丈大坑，嘴中的鲜血狂喷，当即直接没有了生机。萧炎这般摧枯拉朽般的攻击，也是让那一旁众多血天宗的人心头忍不住的狠狠颤了颤。六品至尊竟然这么不堪一击，想想都觉得极为的可怕。除了血兵之外，其余人的脚步皆是向后退去，眼中布满了惊惧之色。连六品至尊都不是这位黑袍青年的对手，他们这些三品至尊以下的实力哪还敢上去？好小子，老夫劝你趁早束手就擒，否则我血天宗会让你死无葬身之地。血兵脚步向前一步，九品至尊的气息顿时爆发出来，空间都在此刻剧烈的颤抖。他的目光冰冷地盯着萧炎，语气极其冰冷。虽然说萧炎这九品至尊巅峰的实力让他有所忌惮，但是他自己本身也是九品至尊的实力，真要是战斗起来，也不见得就怕萧炎。死无葬身之地，待会你若是还有命的话，再说这句话吧。闻言，萧炎的嘴角不自觉地掀起一抹冷笑。今日若不是他及时突破到了九品至尊巅峰，恐怕后果不堪设想。既然这血天宗已然不肯放过他，那他也就不用客气了。对于想杀他的人，萧炎从来不会心慈手软。话音一落，一股浩瀚的强大气息瞬间从萧炎的体内爆发出来，周围恐怖的灵力风暴席卷四周，那气势仿佛要气吞山河。萧炎心念一动，一条绚丽的火龙顿时从其体内咆哮而出，而后在其身前化为一把绚丽的火尺，正是一火横骨尺。只见萧炎的手掌又是一招，一团深黑色的火焰呼啸而出，随后迅速融入绚丽的一火横骨尺之中。黑色的火焰游走于横骨尺的边缘，仿佛给火尺镶嵌了一圈黑色的纹路，使得横骨尺看起来显得极为的妖异。
而且有了太阴冷火的包裹，原本无比炽热的横骨齿，此刻却显得极为的平常，仿佛一阴一阳，相互之间调和。不过这并非说横骨齿的威力减弱了，而是那股恐怖的能量变得更为内敛，如同是被压缩的弹簧，只是收住了劲，一旦爆发，那等力量恐怕是会强大无比。望着身前的横骨齿，萧炎的目光淡漠，此时手掌抬起，握住横骨齿，其目光从前方的血冰等人身上扫过，充斥着杀意的声音悄然在场中响起：既然来了，那今日你们就永远留在这里吧。冰冷的风呼啸，携卷着一股极为阴冷的气息。在场的众人除了血冰之外，在萧炎这恐怖的气势下，其他血天宗的人身子都在瑟瑟发抖，望着那道手握绚丽火齿的瘦削黑袍身影，他们的眼中充满了浓浓的惊惧之色。这黑袍青年太可怕了，不知道大长老能否将其战胜。年轻人还是不要太过狂妄，否则会玩火自焚。血冰的目光冷如冰刃，死死地锁定萧炎，那目光仿佛要将后者的灵魂洞穿一般。旋即右手一招，一柄由寒冰打造的大刀出现在其手上。大刀通体冰蓝，散发出逼人的寒气，刀身上铭刻着晦色的符文，其中荡漾着强大的力量。如今萧炎吞噬了太阴冷火之后，实力突破到9品至尊巅峰，虽说值得高兴，但这般暴涨的实力也容易造成极大的不适应，灵力也会虚浮。这种依靠吞噬圣火而使得实力提升的修炼之法，虽说看似极占优势，但实则不然。众所周知，无论什么修炼都必须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这方才是万古不变的修炼之道。所以实力暴涨也并非都是好事。萧炎直接从2品至尊提升到9品至尊巅峰，虽然很强，但是体内的灵力处于虚浮状态，没有稳固下来。现在对战与血冰，这同样是9品至尊实力的对手，对萧炎稳固灵力非常有帮助。所以萧炎太需要一场酣畅淋漓的战斗，来试图逐渐掌控这具不自在的身体，尤其是与这真正一步一步修炼到9品至尊的血冰作战，只有在战斗中，他才能了解9品至尊强者的作战感觉。废话少说，出手吧！萧炎眸子中掠过一丝锋利之色，体内赤灵力疯狂暴涌而出，目光锁定不远处的血冰，手中的横骨齿紧握，一道道强悍的灵力如同灵蛇一般缠绕其上，看起来无比的绚丽。小子真是嚣张！血冰眼神一冷，冰冷的灵力从体内爆发而出，手中的大刀猛然一震，刀身吭的一声颤动起来，散发出一股强悍的气息。而后血冰手起刀落，只见的一道寒冰刀芒霎时间自那刀尖划射而出，蓝色的刀芒一出，几个呼吸间便是迎风暴涨，万丈刀芒带着撕裂天地的恐怖气势，便朝着萧炎爆射而去。在万丈刀芒之下，萧炎显得极为渺小，冰冷的刀气席卷而来，如同利刃划过脸庞。刀芒的速度极快，转眼间便已经降临在了萧炎头顶。萧炎的衣袍滋滋作响，刀气纵横，刀芒虽未落下，但萧炎脚下的大地居然已经出现了一道庞大的裂缝。在场的众人望着仿佛要斩破一切的万丈刀芒，眼中皆是露出了震惊之色。这便是9品至尊强者的力量吗？简直太可怕了！这一刀之下，恐怕再多的5品至尊以下都会瞬间被斩成粉末。下方的彩铃望着那手握绚丽火齿的萧炎，美眸中也是掠过一丝担忧之色。不愧是9品至尊，这等力量当真是强大。感受到那撕裂天地而来的冰冷刀芒，萧炎的面色也是一凝，嘴中呢喃一声后，手中的横骨齿猛然挥动，绚丽的火焰闪耀天地之间，绚丽的齿影在其周身疯狂缠绕，数道齿影叠加，不过半息便汇聚成了一个圆形的火球防御。陆河游深齿，萧炎手中横骨齿疯狂的舞动，绚丽的齿影不断叠加，使得那火球防御愈发的坚不可摧。绚丽的火球之上有着诡异的深黑色的光芒流转，使得那火球如同来自太空落下的陨石一般。就在这时，那撕裂天地的万丈猛然轰的一声撞上绚丽的火球，一道震彻天地的金属撞击之声惊起。那声音已经不能用震耳欲聋来形容，那声音简直能够瞬间撕裂人的灵魂，让人的灵魂都在瑟瑟发抖。而且声波的速度犹如光速，顷刻间化成无形的力量，席卷着这整片的天地之间。恐怖声波的飞速播散，所过之处，彩铃以及那血天宗的众人皆是顿时一口鲜血喷出，脸色瞬间苍白如纸。旋即彩铃等人的身形立即向后爆射开去，退到数十丈开外之后，方才带着一脸惊骇之色望着前方那天际惊人的对碰处。只见萧炎和血冰所处的那片天际的空间已经扭曲到了一个极为恐怖的地步，尤其是那锋利而冰冷的万丈刀芒与那绚丽火球的对碰点，在那里周围的空间不断的扭曲，最后更是在众人惊骇欲绝的目光中尽数崩塌，空间碎片如同玻璃般从天际洒落。那一幕极为的绚丽，但是在绚丽之下却透着一股致命的危机，一旦被搅进其中，即便是至尊强者也定然是必死无疑。正在这时，那黑幕之中传出一道清脆的声响，似乎是什么物体即将要破裂。
彩铃等人的目光皆是第一时间投了过去。此时破碎的空间正在自动恢复，只见那天际上悬浮的绚丽火球上居然出现了一道道裂痕，裂痕如同蜘蛛网一般蔓延开来，最后竟然轰的一声完全的爆裂开来，一道黑袍身影从中倒射而出，往下方的参天密林之处狠狠砸去。黑袍身影狠狠地砸落在了地面之上，惊起一道沉闷的响声，整片密林一阵震动，不少参天大树都被拦腰震断。原来只是空有九品至尊巅峰的气势，对于九品至尊巅峰的实力根本没有丝毫的掌控可言。修炼意图讲究稳扎稳打，你这小子却剑走偏锋，强行提升境界，可谓是犯了修行的大忌，简直是愚不可及。一刀斩落萧炎，血冰目光冰冷地向下方的密林看去，嘴角忍不住地掀起一抹冷笑。经过刚才的对碰，以他老辣的眼力，自然是看出了一些门道。这萧炎只注重境界的提升，没有一步一步的稳扎稳打修炼，气息虽然很强，但只是虚浮罢了。而他则是一步步的走向九品至尊，无论是根基还是对力量的掌控，都远胜于此时的萧炎。所以即便萧炎实力是九品至尊巅峰，血冰依旧也能碾压前者。在血冰看来，萧炎的修炼之法日后成就也是有限，可能从此止步于九品至尊巅峰了。今日他就要让这狂妄无知的小子殒命于此。小子，下辈子投胎可要学会好好做人，不要太过自傲，记住了。话音一落，血冰眼中掠过一丝冰冷的杀意，脸庞上也是浮现一抹嗜血之色，旋即他手中的大刀抬起，又是一记可怕的寒冰刀芒自刀间划出，带着恐怖的气息对着下方的密林处爆射而去。那数十丈外的天际上，彩铃见到这一幕，美眸瞬间一缩，俏脸煞白起来。不过就在这时，那下方的密林之中惊起一道震天轰响，众人的目光第一时间便是投射过去。只见那密林之中滔天的火焰席卷四方，绚丽的火芒闪耀天地之间，刹那间那密林便是化为了一片绚丽的火海，血冰的那道刀芒也是瞬间被火海吞噬而下。见到这绚丽而壮阔的一幕，众人无不是瞠目结舌，目光全都死死地紧盯着那片火海之中。火海的中央，一道火红身影迅速拔地而起，不过分秒，在那里便多了一道万丈庞大的火红身躯，静静地矗立天地之间，散发着一股无比浩瀚而恐怖炽热威压。这一刻，万火焚苍穹，天地一片死寂，方圆千里的茂密森林瞬间被焚烧成一片虚无，视线在此时都变得极为的开阔。在那涛盛火海的中央，一道万丈庞大的火红身影静静矗立，犹如火神。当那道万丈火红身影清晰地浮现之时，所有人的瞳孔都是忍不住猛地一缩，那火红身躯上散发出的炽热气息，竟然令他们有一种窒息的感觉。远远看去，那就像一座万丈火焰山一般，极具视觉冲击，让人震撼不已。这是至尊法身。数万丈外的天际上，血天宗的众人目光惊骇地望着那道火红身躯，惊呼道，心中却是有些疑惑起来。大千世界有这样的至尊法身，这完全就是本尊强化版。不过若说这不是至尊法身，那为何释放出的气息丝毫不弱于大千世界中那99等的至尊法身？这些血天宗众人皆是疑惑不解，这等形态的至尊法身当真是他们第一次所见。这是什么古怪的至尊法身？在99等至尊法身之中根本就不存在的法身。天际的血冰目光也是一凝，有些惊讶地盯着这道矗立于天地的火红身影，以他的老辣眼力都未能看出这道火红身躯的来历。不过他并没有多想，大千世界浩瀚无尽，有一些奇异的至尊法身倒也不足为奇，大千世界中的99等法身自然不可能将所有的法身都囊括进去。不过血冰唯一可以肯定的是，这道万丈身躯绝对足以与大千世界那99等至尊法身抗衡，甚至即便放在99等至尊法身中，排名也不会低。颜之地身，矗立天地。萧炎那绚丽火芒流转的双目凝重地望着那血冰。经过刚才的交手，萧炎已经知道，要论对9品至尊力量的掌控，目前自己根本不能与血冰相比。血冰稳扎稳打走到9品至尊的层次，对于9品至尊力量的掌控更是得心应手，一念之间便能发挥出9品至尊应有的力量。而自己拥有9品至尊巅峰的实力，却明显落于下风，对于体内那浩瀚力量的调动显得极为生疏，仿佛那股力量根本就不是自己的力量一样，让得萧炎极为的无奈。这大千世界的灵力确实比斗气更高级更精纯，在斗气大陆，萧炎吞噬一火实力暴涨之后，可不会出现这般严重的生疏之感。不过萧炎很快便释然，因为这里毕竟是大千世界，而萧炎之前吞噬的火焰乃是比异火更为高级的圣火，这与斗气大陆的情况根本没有可比性，出现这种生疏之感倒也是正常。看来在短时间之内不能再吞噬圣火了，这暴涨的实力怕是得花一段时间去沉淀凝实。萧炎的心中暗自道，如今体内的灵力虚浮极为严重，自己明明是9品至尊巅峰，
可是现在真正爆发出来的实力根本与之不符。因此，面对血冰这种9品至尊级别的强者，即便是萧炎对付起来都是有些吃力。毕竟至尊强者之间每隔1品，那等实力的差距简直犹如鸿沟，更别说已经到了9品至尊的血冰。9品至尊在斗气大陆那可是斗帝巅峰的层次，9星斗帝那等强大巅峰的力量，要是完全爆发出来，可不容丝毫小觑。所以萧炎没打算再和血冰以本体去对抗，而是直接动用了他的最大战力炎之地身，也就是大千世界所谓的至尊法身。如今萧炎吞噬了圣火榜排名13的太阴冷火，炎之地身自然比之前更为的强大。只要萧炎不断的吞噬新的圣火，炎之地身便会不断的进化，日后定然是萧炎的一张极有力的强大底牌。老夫倒要看看你这法身究竟有何奇异之处。血冰微微打量了一番萧炎的炎之地身后，目光一冷，而后强悍的灵力从体内爆发而出，身形瞬间升至万丈虚空，最后站在与萧炎齐平之处。话音一落，血冰手中的大刀之上爆发出了无比恐怖的冰寒之气，空间尽数冻结，肉眼可见的冰寒之气缠绕在大刀之上，大刀举过头顶，最后一击落下。天地冰寒斩！血冰一声暴喝，只见大刀自头顶落下，一道比之前更加恐怖的寒冰刀芒划射而出，数百道刀芒降临在炎之地身之上，那万丈身躯已经全都被那锋利的寒冷刀芒笼罩。这一击惊天动地，萧炎目光之中透着炽热的战意，没有丝毫的畏惧。萧炎大手迅速结印，残影翻飞，玄妙的符文不停闪现。随着印结不断，只见5个1000丈庞大的手印瞬间在其身前凝聚而成。最后萧炎的手印一变，那5道1000丈手印居然自动融为一体，旋即1道万丈手印瞬间悬浮虚空，一股无比浩瀚的地威在天际荡漾开来，如同君临天下，那气势霸道绝伦。地印诀5印合一，萧炎目光一冷，大手猛然一挥，只见那万丈手印霎时间如同一台洪荒巨兽般，带着恐怖的气势，直直对着那锋利刀芒怒轰而去。散发着帝王威压的万丈手印瞬间与那刀芒轰在一起，当即灵光闪耀天地，恐怖的轰击声犹如翻江倒海，吞天噬地，能够瞬间撕裂至尊强者的冲击波成环形肆虐开来，那场面绚丽而又恐怖。萧炎回神过来，很快便发现前方有着众多身影悬浮天际之上，而且最前方的还有3人，同样也是地至尊层次的强者，想必那3位应该就是东都3大家主。不过萧炎眉间轻挑了挑，准备离开此处。如今已晋级的至尊，他该继续去大千世界闯荡了。但就在萧炎准备离去之时，那3大家主之一的赵家家主雄浑的声音响起：“这位小友，还请留步。”何事？萧炎也是顿了顿，目光望向中间的那位灰袍中年男子，感觉出这3人似乎对他有敌意。1年前，小友将9座灵池全部掠夺一空，如今晋级的至尊，就想轻易一走了之吗？赵家家主说道，语气之中带着有些冷意。哦，你们想如何呢？萧炎的目光在这3人身上微微扫过，淡淡的说道，并没有什么惧色之色。1亿滴至尊灵液，以作赔偿。那赵家家主淡淡的说道，让得一旁的东都众人皆是目瞪口呆。1亿滴至尊灵液，那简直就是天文数字。闻言，萧炎也是惊了一惊，1亿滴的至尊灵液，别说他没有，就是有，他也不会给。我没有，告辞了。旋即萧炎也是懒得理会这3人，直接掉头走人。若是这3人客气一点，他也许会赔偿一些高品级的地品除丹，但是既然如此狮子大开口，那他也没有必要搭理这群人了。放肆！3大家主见到萧炎如此无视他们，顿时大怒。他们可是3位帝至尊啊，一个刚刚晋级的至尊的小辈，可还没有资格在他们3人面前放肆。随后各自体内那浩瀚的灵力爆发而出，身形一闪，瞬间将萧炎包围起来。见到3人将自己围住，萧炎目光一冷，淡淡的说道：“别怪我没提醒你们，若是动手，待会可没后悔药。”听得萧炎那轻飘飘的话，3大家主的脸庞上顿时不觉浮现一抹讥讽之色。一个刚刚晋级的至尊的小子，竟然敢这般口出狂言，大言不惭！3大家主盯着萧炎冷冷笑道：“对付一个刚晋级的帝至尊，若是他们3人联手，完全可以做到碾压。既然如此，那就无需多言，3人一起上吧。我还正愁没处找至尊灵液。”萧炎漆黑的眸子从3人身上扫过，嘴角却是掀起莫名的弧度。此次为了突破的至尊，在最后的关头，可是连手头上的60多万至尊灵液也全都投了进去。如今这3人自己送上门来，那他萧炎自然就不用客气了。不过听得萧炎那最后的话，3大家主脸庞上的讥讽之意不觉更甚。这小子居然还打着他们至尊灵液的主意，真是更加找死了！动手！3大家主对视一眼，目光中皆是闪过一道如同刀般的冷芒，不再迟疑，心念一动，体内浩瀚的灵力呼啸而出，引得天地灵力风暴席卷开来。
而后只见三人的大手同时对着萧炎猛然挥去。随着三大家主的同时出手，只见在萧炎四周的空间猛地一阵荡漾，在众人惊骇的目光之下，滚滚的江河之水顿时疯狂奔涌而出。那磅礴的气势席卷天地，天地灵力为之沸腾，令人忍不住的暗自咂舌。真不愧是地至尊强者，挥手之间引动天地之象，当真是恐怖至极。滚滚江河之水呼啸天地，将方圆数十丈的空间尽数搅成碎片。不过数息间，便在萧的岩上方形成一个数十丈的透明大钟，大钟之上的符文缠绕着，散发出一股极为可怕的气息，仿佛一落下能够镇压天地万物一般。大钟凝聚而成后，三大家主手印陡然结印，而后那透明大钟上的符文顿时飞快闪掠，那大钟的体型霎时间暴涨至1000丈。透明的1000丈大钟悬浮于月光之下，其上闪耀着晶莹的光泽，充斥着一股令人心悸的压抑之感。一旁的众人见到这1000丈庞大的透明大钟，嘴角狠狠抽了一抽，皆是向后退了数十丈之远，生怕被波及。地至尊的对战，即便是9品至尊巅峰的强者卷进去，恐怕也得是一个下场，那就是粉身碎骨。在天际那一片巨大的黑幕中，1000丈大钟带着恐怖的威势自天际落下，所过之处，空间尽数碾成碎片，宛如流星般直朝着萧炎镇压而去。大钟释放出的恐怖气息，将萧炎周身1000丈范围死死地笼罩而下，令得他根本无处可逃。显然，三大家主想要一击将萧炎彻底镇压，这一击由他们3人一同联手，即便是上位的至尊也能将短暂的气困住，更别说萧炎这刚刚晋级的地至尊。抬头望着那在自己瞳孔中不断被放大的1000丈大钟，萧炎此时漆黑的眸子中有着无比绚丽的颜色在跳动，一股炽热的气息悄然地从他体内弥漫开来。想镇压我，未免也太过天真了。话音一落，萧炎那绚丽的眸子之中掠过一道凌厉之色，双手陡然结印，炽热的气息如同风暴席卷开来，令得周身的空间顿时如同水幕般涟漪波动，地岩焚万物。萧炎一声暴喝，在众人惊骇欲绝的目光中，只见后方的空间中一片无比绚丽的火海顷刻间弥漫而出，众人的脸庞瞬间为之色变。绚丽火海的涌出，万丈空间的温度上升到了一个极为可怕的地步，整片天地此刻呈现出一种极为诡异的颜色，让人如同身在火山之中。紧接着，萧炎袖袍一挥，身后的火海顿时掀起的滔天海浪，那是一片1000丈的火焰浪潮。浪潮拍打空间，一片片诡异的空间黑幕不断浮现，那恐怖的火焰似是能焚尽天地，恐怖至极。恐怖的火焰浪潮冲天而起，狠狠地拍打在了那自天际镇压而来的1000丈大钟。没有所谓的轰响，没有所谓的对峙，绚丽的火焰浪潮顷刻间便将那1000丈大钟给吞噬而下。大钟淹没在绚丽的浪潮中，悄无声息地被焚烧散去。不远处的众人皆是感到头皮发麻，一股极端的寒意不觉地从脚底涌出，令得他们的身子忍不住颤了颤。好可怕的火焰！三大夏魏帝至尊联手的一招，在这绚丽火焰面前，居然如此不堪一击，简直太过震撼了。若不是亲眼所见，实属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幕。这是生火！见到1000丈大钟被绚丽火焰吞噬，三大家主不觉一惊，以他们的眼力自然认出了这是一种极为可怕的火焰。而在大千世界里，只有圣火才能爆发出如此恐怖的能量。只不过这圣火的色泽让他们颇为疑惑，以至于他们无法辨别这究竟是排名第几的圣火。没想到这小子居然还掌控了圣火，莫非是一位高级炼药师？三大家主对视了一眼，暗中交流着，倒是没有急着对萧炎动手了。如果这小子真是一位高级炼药师，他们可不想轻易去得罪，毕竟炼药师的号召力可是相当的可怕，特别还是一些高级的炼药师。这位小友可是一位炼药师？赵家家主对着萧炎问道，此时语气稍微缓和了一些。当然，这所有的顾忌都是在萧炎有着地至尊实力的前提下，否则管你什么高级炼药师，他们直接就动手了。毕竟一位掌控圣火的地至尊可不是那般容易对付的，那等战斗力远胜于一般同等级的地至尊，即便是越级战斗也并非是难事。而且若真是炼药师的话，就更为可怕了，一旦今日让其逃走，恐怕日后会给东都带来灭顶之灾。所以一时间也让得三大家主心中有些发苦，有些不敢轻易的动手。闻言，萧炎暗自冷笑，这3个家伙倒是精明，动手之前居然还问一问自己是不是炼药师。地境巅峰灵魂，算是一位炼药宗师吧。既然他们知道，那就告诉他们也无妨。随即一股浩瀚无比的灵魂力量席卷而出，迅速地朝着三大家主笼罩而去。那恐怖的强大灵魂压迫感令的三大家主都有些压抑，眼中皆是露着震惊之色。在这1年的时间里，萧炎吸收了9座灵池的精纯灵力之后，在其中竟然还有一丝天地间所凝聚的灵魂本源，最终直接是突破到了地境巅峰灵魂。而灵魂的境界能够达到这种高度，已经是极为恐怖了。地境巅峰灵魂放眼整个大千世界，恐怕也为数不多。
小友的天赋当真恐怖至极，不管是灵力修为还是灵魂修为，居然都能够取得如此超高的成就，我等都佩服。至于刚才的事，也是个误会，还请小友不要见怪。三人对视一眼，眼中有着一丝忌惮之色。地至尊的实力，又是一位炼药宗师级别，这两个身份加于一身，即便是他们三位家主也得恭敬对待。见到三人的态度瞬间大转弯，萧炎眼中的冷笑无疑更甚，想动手便动手，想言和就言和，真当他萧炎这般好说话吗？萧炎敢肯定，若是自己不暴露自身的灵魂力量，这三个老家伙恐怕今日绝不会轻易罢手。只不过现在想言和，似乎有些迟了。萧炎嘴角掀起一抹戏谑之色，目光在其三人身上扫过，淡漠地开口道：“我之前便已经说过，既然动手就没有后悔药。不过你们既然想罢手也可以，我这人也很好说话。你们每一人拿出1亿至尊灵液，今日之事便作罢。”话音落下之后，顿时一片寂静，所有人都傻了眼。每一人随便拿出个1亿至尊灵液，加起来就有3亿至尊灵液。听得萧炎轻飘飘的话语，此刻三大家主嘴角狠狠地抽了抽，愣了半晌，方才回过神来，便无奈苦笑道：“小友说笑了，共3亿至尊灵液，就是我们三大家族全部加起来也拿不出来啊。”他们倒是说了句实话，他们三大家族每一年的收入也才刚过1000万至尊灵液，要他们每人拿出1亿至尊灵液，那他们恐怕得要倾家荡产了。闻言，萧炎眉间轻挑了挑，自然也看出了这三人没有说谎。1亿至尊灵液，恐怕唯有大千世界的那些超级势力方才能拿得出。这东都毕竟在苍兰大陆只能算作2流城市，其中的家族势力自然不会有过亿的至尊灵液。既然如此，那你们每人拿出100万至尊灵液，这应该不成问题吧？萧炎说道，也是不想将三人逼得太紧，不然恐怕这三人马上就得跟他翻脸。虽然不惧他们，但是那样又得出力一番了。三大家主对视了一眼，眸子中有些犹豫之色。100万至尊灵液，这数量也不小。不过这小子不仅是地至尊，而且还是一位炼药宗师，这两个身份让他们颇为忌惮。一旦将其得罪，说不定哪一天就召集了一帮的至尊前来东都找他们算账。若是萧炎没有地至尊实力的话，他们根本不会有丝毫犹豫，敢这般威胁他们，早就一巴掌拍死了。不过让他们郁闷的是，这家伙可是的至尊强者，同时还掌控圣火这等大千世界的奇物。即便他们三人联手，也不见得一时半会能够将其拿下。而一旦不能将其快速解决，那么凭借萧炎的炼药宗师的身份，恐怕他们将会面临灭顶之灾。炼药宗师，这级别的炼药师，无疑是在哪个顶级势力不吃香呢？他们三大家主可不敢轻易的去得罪这样的1号人物。三位，我赶时间，若是再不给答复，我就走了。不过到时候我就保不准会带几10个地至尊再来拜访三位。见到三大家主犹豫不决，萧炎提醒的说道：“小友，别100万至尊灵液，我们给。”听得萧炎的话，三大家主的脸色顿时大变，额头上冷汗直冒，带着几10个地至尊回来拜访他们。三大家主嘴角抽了抽，连忙上前拉住前者，而后各自快速拿出3个玉瓶，恭恭敬敬地递给了萧炎。对于萧炎的话，他们可丝毫不怀疑，一位炼药宗师若是想找人帮忙，恐怕会有一群的至尊强者甘愿当其打手。见到三大家主乖乖地拿出至尊灵液，萧炎暗笑，便满意的点了点头，毫不客气地将至尊灵液收入纳戒之中。那就多谢三位家主的慷慨了，那就告辞了。萧炎收好300万至尊灵液后，微微笑道，就欲离去。小友且慢。那位赵家主叫住萧炎说道：“还有什么事吗？”萧炎说道：“小友闭关了1年，可能还不知道圣罗大陆最近的大事。1个月后，超级大陆之一的圣罗大陆超级势力圣火天宫要举办圣火择主大会。”赵家主笑着说道：“萧炎乃是一位炼药宗师，他自然要想办法讨好一番。圣火对于炼药师而言，可是不小的诱惑，同时也是炼药师的重要之物。圣火择主大会。”闻言，萧炎的眉间挑了挑，似乎有了一丝兴趣。见到萧炎有了兴趣，赵家主便将圣火择主大会的相关信息便和萧炎说了一遍。圣火榜排名第9的圣灵之火，成功将其收服，还能成为圣火天宫的公主。听得赵家主说完，萧炎的眼中也是涌现了一抹火热之色。这对他来说的确是个好消息。这圣火择主大会说什么也要去一趟，排名第9的圣火，那可是好东西。因为前10的圣火与后10的圣火差距还是比较大的，前10的圣火就连天至尊都无法轻易的将其收服，可想而知前10的圣火究竟是多么的恐怖。多谢，告辞。旋即萧炎不再久留，了解了圣火天宫的方位后，萧炎的身形便是一闪，化为一道流光，径直的朝着天边掠去。见状，三大家主也是苦笑的摇摇头，果然还是年轻人啊，那圣火可不是好收服的啊，就连圣火天宫的天至尊都无法收服圣灵之火，何况是地至尊。三人再次对视一眼之后，便掠回城中，这片天际再次归于平静。
圣火天宫坐落于圣罗大陆中央地域，这片中央地域皆是各大顶尖势力汇聚之地，所以来到这片地域，即便是地至尊强者也得收敛一下傲气，毕竟在这超级势力当中，都是有着天至尊的超级强者坐镇，而且还不止一位。圣火天宫便位于这片中央地域，以圣火天宫为中心，方圆万里皆是圣火天宫的势力范围，无数大大小小的势力依附于圣火天宫这尊庞然大物的超级势力，可见这圣火天宫是何其的强大。而今日这圣火天宫之中则是热闹非凡，因为今日便是圣火择主大会的日子，许多年轻一辈皆是想来试试运气，若是能够收服这圣灵之火，便能够一步登天，执掌一方超级势力，那是何等的荣耀。离开苍蓝大陆之后，萧炎便马不停蹄地奔赴大千世界超级大陆之一的圣罗大陆，总算在今日及时赶到了圣火天宫。站在圣火天宫外，望着前方的一座庞大无比的绚丽宫殿，宫殿周围全是熊熊火焰包裹着，萧炎也是忍不住咂舌，那扑面而来的炽热气息令得体内的血液都在沸腾。这种感觉对于萧炎来说倒是没什么，毕竟他拥有着异火榜第一的地炎，这点炽热的温度对他而言可不足为惧。萧炎揉了揉脸庞之后，迈着步子朝着圣火天宫走去。对于圣火榜排名第9的圣灵之火，他可是极为期待，因为萧炎知晓这前世的圣火恐怕不是那般容易收服，而且此次还有这么多竞争之人。来者何人？宫殿大门的2个守卫见到萧炎前来，当即将其拦住，便沉声道：“2位大哥，我是来参加圣火择主大会的。”萧炎对着最前方的一位守卫男子微笑说道，还顺手递过去上千滴至尊灵液。来参加圣火择主大会，其门槛至少需要9品至尊巅峰的实力，小兄弟还是请回吧。那位守卫男子见到萧炎递过来的至尊灵液，语气稍微缓和了一点。不过萧炎这般年轻，他可不认为萧炎具备9品至尊的实力，所以还是劝他离去。9品至尊巅峰。闻言，萧炎也是一惊，想不到这圣火择主大会的参加条件这般苛刻，不仅要年轻1倍，还要实力达到9品至尊巅峰，光是这参加资格，恐怕有很多人都不具备吧。小兄弟，还是回去踏踏实实修炼吧，可别妄想一步登天。守卫男子见到萧炎一脸惊讶之色，摇了摇头，嘴中轻叹了一声口气，然后拍了拍萧炎的肩膀，语重心长地说道：“这样的年轻小伙子，他不知见了多少，都妄想收服圣火，试图一步登天，可世上哪有那么容易的事？”听得这位男子语重心长的话，萧炎忍不住的苦笑，也是懒得解释那么多，事实永远比语言显得有力。紧接着，萧炎脚步轻轻向前一踏，一股恐怖的气息霎时间如同火山爆发了一般，滔天威压席卷开来，令得一旁的2个守卫男子身子都不自觉地被压制，脸庞上带着浓浓的震惊之色。而后萧炎也不多留，迈着步子，在2位守卫目瞪口呆的表情下，径直地走进圣火天宫的大门。此刻无人敢挡。刚才那劝萧炎离去的守卫男子惊骇地看着那道黑袍身影，目光中透着一股难以置信之色，心中顿时翻起了惊涛骇浪。这威压竟然是地至尊！几个守卫皆是面面相觑，眼中还是带着震惊之色，想来还未从刚才那一幕中回过神来。在圣火天宫的深处，有一方数千丈广阔的火红色池，池中有着炽热的岩浆翻滚，散发出一股可怕的炽热气息。这一方火红岩浆池便是圣火天宫的圣池，因为在这其中有着一道圣灵之火，此火被圣火天宫传承至今，乃是圣火天宫众人心中的圣火。只有掌控圣灵之火，方才能够彻底号令整个圣火天宫，成为圣火天宫之主。在圣池的岸边汇聚了数千道身影，在人群最前方站着一位女子，气息极为的可怕。她只是静静站在那里，却令得众人都不敢吱声，那种压迫感让得众人皆是不敢出声。女子一袭红袍，青丝被随意竖起，一阵微风吹拂而过，红袍鼓动，青丝开始随风舞动着，曲线毕露的娇躯上透着一股英姿飒爽之气。只不过这女子的俏脸充斥着一股冷漠之色，似乎没有什么能够引起她的兴趣。此女子乃是圣云尊者，圣火天宫的副公主，掌控圣火天宫的事务。至于实力，毋庸置疑，定然是大千世界的超级强者天至尊。在圣云尊者后方还站着2位白袍老者，鹤发白须，颇有仙风道骨之感。而若是仔细观察，便会发现这2人居然也是天至尊，一现身便是3位天至尊。这圣火天宫的实力与底蕴可见非同一般。圣云尊者3位天至尊之后，则是站着数千名年轻人，赫然便是此次来参加圣火择主大会的年轻1辈，实力大多处于9品至尊巅峰，甚至地至尊也不下于10位，这让的萧炎都暗自咂舌。既然人已到齐，那么圣火择主大会马上开始。圣云尊者的美眸在数千名年轻身影上扫了一眼，开口说道。听得圣云尊者的话，萧炎等人的目光顿时火热起来。大会终于要开始了吗？圣云尊者与身旁的2位天至尊对视了一眼，身形掠上空中，3人手印变化，
而后3道强悍的光束瞬间射进了下方的圣池之中。请圣火！圣云尊者3人大声道，声音中包裹着强悍的灵力，震彻天地。紧接着，只见那圣池之中岩浆开始不断的激烈沸腾，最后数十丈的岩浆冲天而起，如同一根火红石柱般。那岩浆疯狂涌动的一幕，也是让的萧炎等人惊了一惊。在他们的感知下，那岩浆下边似乎有什么东西要出来，而且还是极为可怕的存在。感受着周遭天地温度的急剧上升，数千名年轻人一脸震惊，目光死死地盯着下方的圣池。此刻，萧炎的心脏都是在剧烈的跳动着，因为就连他体内的地岩居然都开始颤抖起来，似乎感受到了什么危险一般。这让的萧炎心头一紧，能让地岩都察觉到危险的东西，想必只有那圣火榜排名第9的圣灵之火。前10的圣火果然强大可怕，之前收服排名第13的太阴冷火之时，地岩也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红色的岩浆疯狂翻滚了数分钟后，悬浮在天际之上的圣云尊者3人手印陡然一变，一股无形的力量席卷开来。只见那圣池中央，岩浆波浪疯狂吞吐。下一刻，一道响彻云霄的尖锐鸣叫声顿时从圣池中传出，一股无形的炽热音波随之扩散。而后在萧炎等人惊骇的目光下，一道数十丈庞大的火红身影从圣池中冲天而起。望着那冲天而起的火红身影，众人无不为之惊恐，目光皆是死死地盯着天空。只见那山火红的天际之上，那里一道数十丈庞大的火影悬浮，是一朵火红色的火焰。远远看去，在其火焰两边还有着一双绚丽的翅膀，火红色火焰悬浮天际，时而舞动起那双绚丽羽翼，一股炽热散发至天地之间。这莫非就是圣灵之火？萧炎目光紧盯着火红色的火焰，眼中浮现一抹惊骇之色。单从圣灵之火散发的气息来看，想要收服就已经太难了，那股能量就算是天至尊都没有十足的把握，何况是地至尊。一旁的众多年轻人自然也猜出了这便是圣灵之火。望着那散发出恐怖气息的火焰，这些年轻人的脸皮狠狠抽了抽。如此强大的气焰，这谁能够收服的了呢？圣火，请择主吧。圣云尊者对着火红色的火焰恭敬行了一礼，而后说道，他的美眸在下方的这些年轻人身上扫了扫，不知道今年会不会有被圣火选中的年轻人。圣灵之火似乎听懂了圣云尊者说的话，那双绚丽的羽翼摆动起来，一股炽热的气息扑向下方的年轻人之中。炽热气息在其众多年轻人身上游荡着，似乎正在挑选合适之人。当下方那众多年轻人触及到圣灵之火的炽热气息下，忍不住的浑身有些发颤。火红色的火焰摆动着羽翼，似乎好像在审视着他们一般，只要看上一眼，体内的血液都在此刻燃烧起来。霎时间，一阵阵诡异的声音响起，这是爆体的声音。数名年轻人的身体在瞬间竟然化为灰烬。这一刻，所有的年轻人都变得惊恐起来，哪里还敢看一眼圣灵之火，纷纷的躲避那火红色的火焰，生怕下一个爆体陨落的就是自己。此刻，这些年轻人有些后悔来参加这所谓的圣火择主大会了，这恐怖的圣火可不是他们能够轻易染指的。噗噗噗！然而不管他们看不看向圣灵之火，那诡异的爆体声还在持续着。一时间，这群年轻一辈全都惶恐起来，甚至拼命地朝着外面逃掠而去。很明显，圣灵之火可不会让他们逃走。火红色的火焰开始暴涨起来，巨大绚丽的羽翼开始快速摆动，一道无比炽热的滔天火焰顿时席卷而出，如同火焰浪潮一般，顷刻间将那些逃离开去的年轻人焚烧成虚无。瞬息之间，来参加圣火择主大会的数千位年轻人皆是化为灰烬。不过那下方居然只剩下一道黑袍身影。圣云尊者等3位天至尊也是看向了这一道黑袍身影，3人眼中掠过一丝惊异之色。这位黑袍身影是否能够被圣火选中呢？数千名年轻人转眼间只剩下萧炎一人，这也足以说明圣灵之火的恐怖。在圣云尊者等3位天至尊看向萧炎之时，那圣灵之火煽动着绚丽羽翼，似乎也看向了萧炎方位一般。萧炎的喉咙狠狠地咽了一下，心头一颤，心中要说不怕那是假的，只不过是这么多年来自己生死一线的历练，恐怕他也和这些年轻人一样想着逃跑了。只散发出了圣火的气焰，竟然就秒杀了数十位的地至尊强者和数千位9品至尊巅峰强者，当真可怕至极。这等前10的圣火威力，萧炎简直不敢想象。他强行压住心头的惊恐，目光微微看向了圣灵之火。望向圣灵之火的瞬间，萧炎体内的地炎便开始躁动起来，竟然有种不受萧炎控制的感觉。这无疑是让的萧炎都大吃一惊，这圣灵之火居然试图抽出他体内的地炎。萧炎强行压制体内地炎的躁动，而在他压制地炎的时候，那圣灵之火绚丽的羽翼加快了煽动。就在这时，萧炎狂吐一口鲜血，面色有些苍白，他体内的地炎瞬间爆射而出。地炎一出，只见的一团团颜色各异的火焰纷纷从地炎中自动的分离出来，23团恐怖的火焰悬浮虚空，纷纷围绕在圣灵之火周身旋转，犹如朝圣一般。见到这一幕，
那天际上的圣云尊者等3位天至尊皆是面露惊骇之色，没想到这小子体内居然隐藏着这么多的恐怖火焰，真是不敢想象这家伙是怎么做到的。而且其中还有一种是圣火、太阴冷火。圣云尊者等3人对视了一眼，眼中带着惊讶之色。此刻的萧炎更是惊讶不已，这圣灵之火实在太可怕了，这莫说是将其收服，恐怕连与他动手的资格都没有。这还只是排名第9的圣火。不过在圣灵之火将地岩分离出23种火焰之后，倒是没有伤害萧炎的意思。圣灵之火此时缓慢的煽动绚丽的羽翼，似乎正在微微打量了一下那缠绕在周身的23团火焰之后，下一刻巨大的羽翼一震动，23团火焰顿时融为一体，最后又重新回到了萧炎的体内。跟我来！圣灵之火煽动着羽翼，突然一道苍老的声音自其火焰中传出，让得萧炎瞳孔猛地一缩，也不待萧炎震惊，那圣灵之火便是羽翼一震，庞大火红色的火焰顿时再次掠进了圣池之中。他被老祖意志认可了。天际之上的圣云尊者等3位天至尊全都一脸震惊，目光死死地盯着下方的那一道黑袍身影。你叫什么名字？圣云尊者美眸盯着萧炎，眼中掠过一丝好奇之色，问道：晚辈萧炎。闻言，萧炎随即恭敬地回答道：面对天至尊的超级强者，他也只能恭敬对待。萧炎。圣云尊者等3人嘴中喃喃一声，然后圣云尊者催促萧炎道：你快下去吧。闻言，萧炎点了点头，虽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不过看样子应该不是什么坏事。旋即地炎席卷而出，将其全身包裹而下，身形一闪，径直掠进了圣池之中。传令下去，封锁圣池，任何人不得靠近。见到萧炎进入圣池，圣云尊者的声音传荡天际，播散整个圣火天宫的每一个角落，让得不少圣火天宫的弟子们皆是好奇不已。难不成圣火认主了？萧炎，希望你能顺利接受老祖的传承吧，我圣火天宫已经等待太久太久了。望着那火红色的圣池，圣云尊者美眸微微闪烁，嘴中喃喃一声，随后3人的身影诡异地消失在天际之上。圣池，这里是独立的空间，表层看似是炽热的岩浆，内部却是别有洞天，高山瀑布，草原流水，这里随处可见，犹如人间仙境一般，真是别有洞天啊！身形悬浮天际，望着下方的景象，萧炎忍不住暗自咂舌。而且这里面的天地灵力似乎极为的浓郁，非常的奇妙。过来吧。这时，那道苍老的声音再度响起，萧炎顺着声音看去，只见前方的一座高大山峰之上，圣灵之火静静地收起了绚丽羽翼，而在他身前，此刻正站着一道苍老的身影。萧炎的心头一惊，便是快速地掠了过去。前辈，萧炎对着那位老者恭敬行礼道。这位老者一头火红色的头发，看起来极为飘逸。萧炎猜想，想必这便是万火老祖留下的一道影像。不必多礼，说起来，你这小辈与我也算有缘，居然修炼了焚诀。万火老祖随意摆了摆手，笑着说道：前辈知道焚诀？闻言，萧炎心头不觉猛地一颤，眼中满是惊骇之色。当初这套焚诀乃是药老给他的，最后就连驼舍古帝都不知创造焚诀的人是谁。来到大千世界后，更是没有人知晓焚诀这套恐怖的功法。但想不到这圣火天宫的万火老祖竟然知晓焚诀，想必应该也是知晓这焚诀的来历。望着一脸惊讶的萧炎，万火老祖似是知晓萧炎心中所想，不在意的笑了笑说道：焚诀我也并不知道究竟是哪位奇人所创，不过我也修炼过焚诀。万火老祖此话一出，萧炎的面色更是无比吃惊，这焚诀竟然还有被其他人修炼过。看到萧炎面色的变化，万火老祖继续说道：当初我也只是在某一处的遗迹中无意间得到的，待我取得焚诀之后，我便开始修炼其功法，可惜半路杀出了那老家伙，把我的焚诀夺了去。在前辈手中夺走焚诀，那得有多么强大的实力啊！萧炎直接是张大了嘴巴，难以置信，因为他知晓眼前的这位万火老祖乃是一位天至尊的超级强者，而天至尊在大千世界是最高的境界，在这样巅峰强者手里夺走焚诀，那么对方的实力也是恐怖的存在。万火老祖无奈一笑，似是想起当初抢夺自己手中焚诀之人，接着一笑道：那个在我手里夺走焚诀的人并非是人，而是圣火。圣火！萧炎闻言也是微微一惊，很快万火老祖接着说：此圣火乃是圣火榜排名第3的古帝之言，人称之为驼舍古帝。驼舍古帝4字一出，萧炎的神色更是有着明显的变化，因为他对这4个字再熟悉不过了。当年自己晋级斗帝层次，还是多亏驼舍古帝的传承，不然的话也不会有今日的萧炎。如此说来，驼舍前辈在万火老祖这夺得焚诀，便是来到了下位面大陆，融合了下位面的那些天地奇物异火。但是为何驼舍古帝如此强大强者会前往下位面那些大陆呢？前辈，这驼舍前辈之前在我下位面大陆
我就是靠着他的传承，方才成长到如今的成就。不知驼舍前辈现在在哪？萧炎对着万火老祖恭敬地说着。自从那次传承了驼舍古地的传承后，便再也没有遇见驼舍前辈了。听得萧炎这么一说，万火老祖的脸色也是微微一惊，没想到这小辈与驼舍古地认识。不过从萧炎的话语之中得知，驼舍古地似乎在那远古那一场大战之后，便消失在大千世界，可能前往了下位面大陆。那看来我们真是有缘分啊！既然你获得了古地那老家伙的传承，那么来接受我的传承也是应当。不过那老家伙恐怕现在实力被削弱了。据传闻，古地现在落入在大千世界里一个超级巅峰势力的种族之中。大千世界的超级巅峰势力种族是什么种族？萧炎打听到驼舍古地的消息，心中也是一顿惊喜。不过听得万火老祖的话，似乎驼舍古地现在被大千世界拥有超级强者的种族给擒住了。火灵族。万火老祖语气沉稳地道出了驼舍古地如今所在的一个超级势力种族的名字。这个火灵族的底蕴极其强大，丝毫不弱于圣火天宫，因为他们也是修炼火道的修炼者，族中有着2道圣火，一道是圣火榜排名第10的星辰之火，而另一道乃是圣火榜排名第3的古地之炎。古地之炎如今乃是火灵族的镇族之火，虽然古地之炎被削弱了，但是也不是一些天至尊能够将其收服的，最后只有请动火灵族的火灵老祖，最后才将其降服。听着万火老祖的话语，萧炎早已经是震惊无比。看来之前在斗气大陆的异火广场上遇见的驼舍古地，他的实力可不仅仅是斗的实力，而且看样子至少都是天至尊的实力。那么为什么在斗气大陆的时候，驼舍古地的实力仅仅只是斗帝层次？难道说想到这里，萧炎的脑海之中似乎知晓了什么？不过旋即就把这个想法暂时的收了起来。火灵族吗？日后我萧炎必定要去一趟，将古地之炎取回。如果是其他人说这样的话，或许觉得是在夸大其词，可是对于萧炎来说，或许萧炎真的能够办到。就算知晓火灵族的底蕴极强，待得日后萧炎实力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那未必也不是不可能。万火老祖看着萧炎那一抹坚毅的神情，也是微微的点点头。对于萧炎的天赋，万火老祖也是知晓，此子日后必定不凡。然后对着萧炎进入主题，开口说道：今日叫你前来，是为了将圣火天宫托付于你，你可愿意执掌圣火天宫？晚辈愿意。闻言，萧炎直言回答。对于圣火天宫这尊庞然大物的超级势力，他丝毫不掩饰自己的心思，因为只有自身变得强大了，才能在大千世界里守护自己想要守护的东西。万火老祖轻轻一笑，这青年的直性子倒是挺合他的胃口，然后又接着说道：不过在此之前，我要你答应我一件事。前辈请讲。萧炎拱手说道：你若执掌圣火天宫，我要你将圣火天宫的势力迁至大千世界极北之地的无尽大陆，而你也要镇守于此，以抵御域外邪族为己任。万火老祖此刻极为郑重地说道：极北之地，域外邪族。闻言，萧炎的眉间一挑，有些疑惑不解。域外邪族在之前半年的游历之中，他也略知一二，似乎是大千世界的最大宿敌。曾经域外邪族大举入侵大千世界，杀害了大千世界诸多强者与生灵，不过最后被击退出了大千世界。你可知远古时期的大千世界，我大千世界与域外邪族的那一场大战？万火老祖讲到域外邪族的时候，语气都变得低沉起来。略知一点，似乎最后是大千世界获胜了。萧炎将自己所知晓的信息一一道出，不过万火老祖则是摇了摇头，沉声道：你有所不知，那一场大战，我大千世界只是险胜，甚至还不能说是胜利。当年我大千世界为抵御域外邪族，无数强者皆是纷纷陨落，大千世界最强第一人不朽大帝付出了自己的生命，方才封印住域外邪族的位面毁灭者天邪神。而且大千世界有着一半都落入域外邪族之手，那域外邪族至今依旧在蠢蠢欲动，似乎想要吞并我整个大千世界。话音一落，万火老祖大手一挥，一片巨大的光幕出现在萧炎的眼前。在那巨大的光幕之中，滔天的魔气笼罩天地，一场场恐怖的战斗上演着，无数强者的战斗，那场面简直难以想象，极为血腥，极为残酷，尸山血海，大地残破，那里只有杀伐，每个人都杀红了眼。若不是亲眼所见，根本难以想象那是何等恐怖的战斗。强者挥手之间，一座座大陆都瞬间化为虚无，亿万生灵就在那顷刻间被抹杀，那都是大千世界的生灵啊！此刻看着眼前光幕里的景象，萧炎双拳紧紧握拢，眼眶微微泛红。那一幕幕实在太过惊心动魄，无数的生灵挣扎，但是却无能为力。那滔天的魔气过处，灵力都被污染，无数大陆毁灭，生灵抹杀，那血腥残酷的杀伐深深地刺痛了萧炎的心。大千世界的生灵却惨遭域外邪族屠杀，这让谁看了恐怕心中也会掀起一股莫名的热流。
愤怒、同情、无奈。萧炎他本是一个热血男儿，看到这么多的同族惨遭屠杀，他不可能无动于衷。此刻他的心中有股难以言说的情绪激荡，令他的心久久不能平静。若是有朝一日他有足够的实力，他定要斩尽这些域外邪族，不为别的，只因他是大千世界的一员。犯我大千者，必诛之。现在你明白我的话了吧？当年我圣火天宫以诛杀域外邪族为己任，我希望你能再次肩负这个使命，你是否做得到？万火老祖极为严肃地说道：前辈放心，若我执掌圣火天宫，我必将圣火天宫所有的势力牵制于极北之地的无尽大陆，以抵御域外邪族为己任。若有朝一日晚辈实力足够，我定当斩尽这些域外邪族，护我大千和平。萧炎的话语铿锵有力，然而热血尽显。在这一刻，他似乎找到了一个新的人生目标，他要以他所有之力守护这片浩瀚无尽的大千世界。当然，在这一刻，他的人生已经注定精彩绝伦。哈哈，小子有魄力。听得萧炎那坚定的话语，万火老祖感到极为的欣慰，然后大笑起来。大千世界若都有你这等热血男儿，何愁域外邪族不被灭之？既然如此，那我便放心将圣火天宫托付给你。不过在此之前，你必须掌控圣灵之火，只有掌控圣灵之火，你方才能成为圣火天宫之主。万火老祖郑重地说道。不过以晚辈目前地至尊的实力，恐怕还没有那能耐吞噬这排名第9的圣灵之火。看了眼万火老祖身后的那团火红色火焰，萧炎眉头微微一皱。这大千世界前10的圣火，就算是天至尊都无法将其收服，更何况以他现在地至尊的实力，恐怕还不足以驾驭如此恐怖强大的圣火。那倒确实，不过也并非没有办法。万火老祖笑了笑说道：你可听说过大千世界有套功法，这套功法的等级乃是太古阶。太古阶的功法。闻言，萧炎的瞳孔猛地一缩，之前听洛天神讲述，大千世界最为顶尖的功法便是太古阶。旋即萧炎的目光开始火热起来，看样子万火老祖打算传授他这种顶尖的功法。见到萧炎那火热的目光，万火老祖则是笑了笑说道：传授你的这部太古阶功法名为九转涅槃圣身。话音一落，一道信息顿时涌入萧炎的脑海之中。九转涅槃圣身，炼体的太古阶功法，历经9次肉身涅槃方为大成。大成之时，肉身可与圣品天至尊媲美，成就最完美的肉身。天至尊灵力修炼的最高境界，可拥有一方天地灵力加持己身，天尊灵体乃其标志，其中分3个品级：灵品天至尊、仙品天至尊、圣品天至尊。而圣品乃是大千世界最高的境界，有很多天至尊的超级强者都止步在仙品天至尊，永远无法踏足圣品。圣品之路，唯有那最勇猛不惧者才能冲刺，在失去锐气之后，基本是无缘圣品。此境界乃是大千世界的最高境界。九转涅槃，圣品肉身。感受到脑海中的信息，萧炎猛地睁开眼，脸庞上布满了浓浓的震惊之色。不愧是太古阶功法，实在太过恐怖了，居然能够练就最为完美的圣品肉身，这简直让人有些不敢想象。圣品代表着什么？一旦萧炎炼体成功，那么自身的实力直接是从下位地至尊晋升踏足天至尊的行列，而且还是圣品天至尊，成为大千世界的超级巅峰强者。圣品之下皆是蝼蚁。这段时间我会用圣灵之火帮你进行肉身涅槃，一来可以锻造肉身，二来也可以提前适应一下圣灵之火。那便劳烦前辈了。萧炎抱拳感谢，如此的话倒的确是一举两得。反正修炼这九转涅槃圣身需要极为恐怖的天地之物的淬炼，而圣火便是无疑是最好的选择。然后萧炎掠到一座山顶上盘膝而坐，迅速进入修炼状态，在脑海之中再度体会了一番九转涅槃圣身之后，方才动手开始修炼。九转涅槃圣身，一转铸根基，毁我肉体，立我真身。萧炎静静盘膝而坐，嘴中喃喃出一句句玄妙晦涩的口诀。随着口诀的响起，似乎有一股极为奇妙的力量在他的肉体之上开始流转。随着这股奇妙力量的流转，似乎他的肉身隐隐有着变强之感。去吧。就在这时，万火老祖目光一凝，大手一挥，一团炽热火红色的火焰当即从他的身后飞射而出，最后将萧炎的身子瞬间包裹，疯狂地燃烧，似乎想要将萧炎的身体焚烧成灰烬。随着圣灵之火的涌来，萧炎体内的地炎顿时席卷而出，似乎想要将其吞噬。毕竟萧炎体内还有强大恐怖的焚诀功法，随着焚诀的运行，此次圣灵之火也没有像开始一样与之对抗，而是顺从进入萧炎的体内，地炎也自然无惧圣灵之火。地炎扩散而开，融入圣灵之火之中，同时炽热的圣灵之火令得萧炎的面庞都扭曲起来。他在疯狂地抵御着火焰的炙口，不过他嘴中依旧在念着那玄妙的口诀，肉体之上依旧传来那种变强的感觉，似乎还在修复着他那被炙烤的肉身。一种毁灭之力，一种复生之力，两股力量在奇妙的对峙。这种对峙保持的微弱的平衡，令得萧炎的肉体可以再持续的变强。不过距离那一转，
焚尽肉身后再重塑，还差很远。这个过程非痛苦，没有人能够体会，因为涅槃过程中不能调用灵力抵抗，否则会对自身的肉体造成巨大的损伤。对于萧炎那因剧痛而脸庞变得扭曲的神情，万火老族只是眯着眼静静地看着。这一步没有任何人可以帮忙，因为想要成为真正的强者，这一步需要靠自己踏出。世人只知道功法的最高等级是太古阶，可谁又能知道修炼太古阶功法所需要付出的代价有多么的大呢？天下永远不会有免费的午餐，要想变强，就得承受变强所付出的代价。想要踏足圣品之路，唯有那最勇猛不惧者才能冲刺，一旦失去锐气之后，基本是无缘圣品。所以萧炎必须勇往直前，就算代价是粉身碎骨，也要冲刺圣品之路。在那座高大的山峰之上，一道黑袍身影静静盘坐，而在他的身体之上，则是缠绕着一团极为恐怖的火焰。若是仔细观察，便会发现那火焰翻滚间，其中有着一双绚丽羽翼在扇动，吞吐着炽热的高温，不断地焚烧着黑袍青年的身体。随着火焰温度达到了某一个极为恐怖的地步时，黑袍青年的肉身便会被火焰焚尽，只剩下一堆骨架。不过那骨架极为的奇妙，其上有着一股奇妙的力量在缠绕。随着时间的流逝，骨架之上便又缓缓地长出了新的血肉之躯。熊熊火焰，岁月流逝，那具肉身在进行着极为缓慢的9次涅槃。而一旦涅槃成功，必定是脱胎换骨，大千世界上就会多了一位圣品天至尊。而圣品天至尊在整个浩瀚无尽的大千世界里都是为数不多的存在，而这些存在的巅峰超级强者早已成为大千世界的一方巨擘，无人能够撼动。这小子的心性和天赋皆是上佳，日后绝非池中之物。看来此子定会成为比老夫更强的存在，甚至说不定还能达到大千世界那一位最强第一人不朽大帝的存在。万火老祖望着山顶的那道年轻身影，眼中掠过一丝欣慰之色，然后闭上眼睛，静静地等待着萧炎9次涅槃的蜕变。而这一等便是10年。弹指10年，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10年，大千世界的年轻一辈已经成长起来了，无数的天之骄子纷纷涌现。如今的大千世界可谓是人才济济，群雄荟萃。西天之巅，百战之皇，战威无可敌；东域大陆，青山剑圣，仗剑诛妖魔；北荒之丘，万木之地，不死之主震天地；浮屠古族，青眼镜，阵法灵力双修，天赋绝伦。无数的天之骄子开始在大千世界崭露头角，他们正在开创一个属于他们的时代。无数天之至尊正在追逐着那令人向往的主宰之路。如今的大千世界当真是年轻人的天下，而在这些竞相涌现的天之骄子中，最为耀眼的并非是这些大千世界的天骄，而是一位来自下位面的青年。五祖灵动，这位青年突破位面的桎梏，降临大千世界，随后更是展现出了惊人的修炼天赋，仅用数十年的时间修为便是已达圣品天至尊，而后在大千世界创立了一个顶尖的超级势力武境。大千世界面向虚空，所有的生灵都生活在同一片星空之下，无论在任何角落都能感受到明与暗的交替。在这个世界存在着一类极其稀有的特殊地域，这些地域是创造，是发现，是人类化大千灵力传承世界意志的体现。在濒临大陆以南，五祖灵洞以祖石造武境，武境宛如一块巨大的岩石耸立在云海之中，绿植峰顶，峭壁环绕。灵洞性格沉稳，轻易之下灵力并存，其所创武境更是霸绝整个大千世界。在下位面的天玄大陆之时，第2次天地大战中，灵洞和数位强者一起，为了保护天玄大陆的生灵，共同抵抗过域外邪族。这数位高手之中，便有他的爱人宾主殷欢欢。在这场战斗中，宾主燃烧轮回向助灵洞进入祖境，斩杀了一魔皇。至此，那个从大炎王朝青阳镇走出来的少年，被整个世界尊称为五祖。武境作为大千世界的一方顶尖的超级势力，五祖灵洞一直保护着武境不受外来势力的侵扰。五祖灵洞成为武境之主后，社长老团、执行弟子林青竹、殷欢欢、林静、林雕、林岩等等诸多超级强者均效忠武境上下。在这些超级强者的维护之下，武境武运昌隆，蓬勃发展，有序不断地扩张着自身强大气势。武境的百姓大多都是由天玄大陆迁移而来，他们久居海岛，民风淳朴，开拓着武境周边发达的渔牧业。武境之强，强于祖石，由于祖石可以不断生长。武境的祖灵石产量十分丰富，除了自用之外，大多数祖灵石都被分销到大千世界各地，这里的矿石贸易极其繁华。创立武境不久，武境的主城天都便成为大千世界第一矿石的交易市场。光是这番成就，就足以让大千世界无数的天之骄子黯然失色。然而，这位青年的成就并非只有这些，他创造了大千世界顶尖的超级势力武境之后，没有留在大千世界的核心区域，而是将武境迁至大千世界的极南之地，以抵御域外邪族为己任。此番高义之举，瞬间轰动了整个大千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令得无数人对这位武祖钦佩不已。诸多强者纷纷慕名而来，加入武境，
令得武境成为大千世界中难以撼动的超级霸主势力。而五祖灵动之名也是响彻整个大千世界。一位来自下位面的青年，竟然在大千世界闯下了如此的名声，让得大千世界里的无数天骄感到汗颜。面对这位白手起家的五祖，即便是他们这些天骄都是佩服的五体投地。而在数日前，这位五祖又做出了一件轰动大千世界的事，他只身一人，手持雷杖，独闯濒临大陆的濒临族，一人一杖，便将一个古老强大的种族搅得天翻地覆，最后更是惊动了濒临族的濒临老祖出手，可是依旧无法阻挡那个一人手持雷杖的青年。一人敌一族，最后这位濒临老祖无法奈何五祖，只能请来了大千世界货真价实的3位天至尊。第一位是与自己相交甚好的血魔老人，实力仙品天至尊；第二位是龙族的龙尊者，实力仙品天至尊；而这第3位则是名声炸响整个大千世界的西天之殿，战威无可敌，百战之皇。4位天至尊对战一位下位面的五祖，这一场大战很是激烈，不过最终那4位天至尊皆是败下阵来，而五祖成功的击败了4位天至尊，并将殷欢欢找了回来。五祖强势而来，濒临族举全族之力也未能阻挡他的步伐，而据说五祖独闯濒临族仅仅只是为了他的心爱之人。不管五祖所为何事，总之这一战让世人更加的清楚认识了五祖，认识了这位来自下位面的天之骄子。数日时间，五祖的名声再一次传遍整个大千世界，成为了大千世界亿万生灵的热议话题。无境之内，五祖之威震慑乾坤。圣火天宫圣池，在那独立空间的萧炎也终于缓缓睁开了眼眸，那双漆黑的眸子一睁开，金光爆射，仿佛能洞穿空间。萧炎缓缓起身，在他体内压抑了10年之久的灵力也霎时间爆发出来。所谓厚积薄发，此刻萧炎体内的灵力如同脱缰的野马一般疯狂咆哮，他的气息瞬间节节攀升。上位地至尊，大圆满地至尊，地至尊巅峰。萧炎伸出双手随意一握，下方的无数山岳瞬间崩塌而下，浩瀚的天地灵力疯狂的奔腾，那可怕的力量简直能够毁天灭地。不错，九转涅槃成功了，肉身已经达到了圣品，灵力修为则是地至尊巅峰。如果接下来将圣灵之火彻底的炼化，你的灵力修为就能突破，踏入天至尊。这时万火老祖掠了过来，对着萧炎笑着说道。闻言，萧炎也是对万火老祖投去了一个感谢眼神。10年之中，萧炎已经历经了9次涅槃，如今他的肉体足以与圣品的天至尊媲美了。这9转涅槃圣身当真不愧是太古阶的功法。圣池之外，那萧炎已经进去10年了，也不知现在如何。天际之上有着3道身影，其中一位白袍老者说道：既然是老祖认可的人，定然不会让我们失望，耐心等待。领先的是一位红衣女子，她望着下方的圣池，缓缓说道：赫然是圣云尊者。10年时间，没想到大千世界竟然涌现出如此多的天之骄子，真是一位新人换旧人呢。另一位白袍老者嘴中不觉轻叹了一声。是啊，尤其是那位来自下位面的五祖，竟然在大千世界掀起了这般风云，真是天赋惊人，即便是大千世界的天骄与之相比都会黯然失色。此子恐怕有着媲美当年大千世界第1人不朽大帝的潜力。之前那位白袍老者也是不觉轻叹说道：那2位长老说说，若是萧炎出关，能否与那五祖一争锋芒？听得2人长老的话，圣云尊者美眸闪烁起来。闻言，2位长老不觉摇头苦笑，虽说这萧炎是老祖选定之人，但是想要与五祖争锋，恐怕还是要稍弱一筹吧。2位长老恐怕还不知道吧，这萧炎同样也是来自于下位面。见到2位长老摇头苦笑，圣云尊者的嘴角浮现一抹浅笑。2位长老对视一眼，有些惊讶，没想到这萧炎竟然也是来自下位面的天子骄子，而这萧炎竟然还能够被老祖选中，这足以说明此子的不凡之处。我有一种感觉，若是这萧炎出关，恐怕真的能够与那五祖一争锋芒，届时这大千世界恐怕又是要为之轰动了。圣云尊者望着下方的圣池，美眸闪烁，饶有兴趣地说道。听得圣云尊者的话，2位长老又是一惊，想不到圣云尊者居然这般看好萧炎。随后他们的目光也是好奇地投向了下方的圣池。然而没过多久，原本万里无云的天空突然间乌云密布，厚重黑云涌动，最后疯狂地朝着圣火天宫涌来，准确地说是朝着圣池方向汇聚。这一幕顿时引发了圣火天宫无数人的注目，众人的目光全都汇聚在了圣池这边，不过却无人敢靠近，因为那里已经被封锁。只见那圣池的天际之上，厚重的乌云不停翻滚，最后黑云尽数压缩，形成一个数丈的黑色云球，其中涌动着极为可怕的雷霆之力。这是天劫。望着这一幕，圣云尊者等3位天至尊皆是忍不住一惊，当即纷纷退开。
这天劫乃是地至尊巅峰冲击天至尊的一道大劫，其能量极为的恐怖，即便是灵品天至尊也不敢轻易的去靠近。有许多地至尊巅峰的强者在晋升冲击天至尊的时候，都陨落于这道天劫，所以冲击天至尊需要无所畏惧的勇者，方才能够有机会踏足天至尊，成为大千世界的超级强者。这萧炎果然也不简单呢。那两位长老对视一眼，眼中皆是带着一丝震惊之色，一旁的圣云尊者欣喜的目光中又带着几分担忧之色。这一天，因为他已经等了很久很久了。霎时间，那黑色云层爆射出一道如同柱子般粗壮的雷霆，直击下方的圣池，雷霆破空而下，一道万丈庞大的空间裂缝顿时横亘天际。所有人都一脸惊骇，这一击若是落下，恐怕整个圣池都会被瞬间毁灭，太可怕了。然而还不待那恐怖的雷霆落下，圣池中便陡然飞射一道黑袍身影，他那漆黑的眸子中跳动着摄人心魄的金芒，望着那恐怖的雷霆，黑袍身影没有丝毫的畏惧之色。最后更是在圣火天宫所有人目瞪口呆的表情下，对着那恐怖雷霆爆射而去。黑袍身影周身没有丝毫灵力波动，他五指紧握成拳，而后直接一拳猛然轰出。只听得萧炎陡然一声暴喝，而后一拳便狠狠地与那恐怖雷霆轰击在一起，没有丝毫的僵持，那一拳直接以摧枯拉朽的气势落下，瞬间将那恐怖雷霆光柱轰得粉碎，最后化为漫天雷光散去。雷雨漫天，那绚丽而恐怖的一幕，令得圣火天宫所有人都不觉屏住了呼吸，尤其是圣云尊者等三位天至尊，他们深知圣品天劫的可怕，然而眼前这一幕直接让他们都惊呆了。一拳碎天劫，这一幕深深震撼到了他们，这一拳中涌动的力量实在太过可怕了，恐怕就算是一位仙品天至尊，在这一拳之下都得被瞬间轰成粉末。愣了愣半晌之后，圣火天宫的众人方才回过神来，而后纷纷将目光投向了圣池上方。萧炎负手而立，黑袍猎猎作响，透着一股君临天下的气势。萧炎的眸子中涌动绚丽之色，随即一道火红色的火焰在其背后浮现，将他的气势衬托得更为可怕，犹如火焰的帝王俯视众生。萧炎淡淡的目光从圣火天宫众人身上一一扫过，紧接着一道平淡却显得极具威严的声音顿时在整个圣火天宫的上空响彻开来。从今日起，我便是圣火天宫之主，记住我名，炎帝萧炎。极具威严的声音在天际响起，声音回荡扎在天地之间，平淡却显得霸道绝伦，令人心生畏惧。整个无比偌大的圣火天宫在此刻皆是陷入一片死寂，仿佛连空气都静止了下来。炎帝萧炎，这个简单而霸气的称号在圣火天宫数万人的耳边清晰无比地回响着，一股莫名的热流悄然地在众人心底涌起，似乎灵魂在此刻都在激动。与此同时，一股浩瀚无比的天地威压瞬间自那道黑袍身影上弥漫开来，无尽威压席卷天地，方圆万丈的空间都在剧烈的颤抖，压得众人简直无法呼吸，极为的压抑。圣火天宫的人皆是低下头来，莫敢仰视那道黑袍身影，因为黑袍身影高高在上，而他们却如同蝼蚁，似乎那黑袍身影只要一个眼神会意，他们便会灰飞烟灭。这是上位者对下位者的绝对压制。圣品天至尊，萧炎脚踏虚空，负手而立，望着下方沉浮的万千身影，目光闪烁，嘴中喃喃一声，心中却是有些恍惚。转眼便已经10年时间过去了，10年之内历经9次涅槃，每一次涅槃血肉一丝一丝消融重生，他都要经历剜心之痛，常人根本无法想象。人们往往羡慕他的成就，但却不知道这成就背后的代价。修炼一途，天赋固然重要，但是最为重要的是那一颗坚韧之心。10年涅槃，今朝终于踏足圣品之路。如今他萧炎终于有资格跻身于大千世界顶尖超级强者的行列。虽然目前只是肉身达到了圣品，但是他相信属于他的时代即将到来。薰儿、彩铃，我说过，再次见到你们时，我之名会响彻整个大千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这一天，我想快了，等着我。旋即萧炎抬头望向了天际，嘴中呢喃着，在那云层之中，似乎有2张倾国倾城的俏脸浮现，一张淡雅清新，一张妩媚动人，美得颠倒众生。属下参见公主。正在萧炎思绪飘飞之时，3道身影顿时掠了过来，而后当先对着萧炎恭敬行礼。免礼吧。萧炎看了圣火尊者3人一眼，轻笑道：10年之前，萧炎见他们3人还得恭恭敬敬，没想到短短10年，如今的位置却是已经彻底大转变。圣火尊者等3位天至尊看着萧炎，也是一脸苦笑，心中又何尝不是感慨万千，当真是世事无常，变化万千。不过圣火尊者3人还是极为欣喜，如今圣火天宫终于有了新的主人。属下参见公主。见到圣火尊者等3位天至尊都承认了萧炎，那些圣火天宫的普通弟子哪里还敢说什么？而且萧炎刚才表现出的实力足以令他们折服，圣火天宫的万千弟子齐齐跪地参拜新任公主，那场面甚是壮观，黑压压的一片身影跪倒在地，犹如朝拜帝王，看得人不禁热血沸腾。都起来吧。萧炎目光淡淡的向四周扫视了一番，大手一挥，
一股无形的天地灵力席卷四方，顿时将那万千弟子尽数扶起。那般风采，虽说风轻云淡，却有些难以掩饰王者的风范。谢公主！万千弟子被扶起后，目光火热地看向了天际洒然而立的黑袍身影。如此年纪便有这般气质与实力，的确有资格上任他们圣火天宫的公主。新公主当真是好风采，就是不知道究竟有没有这等资格与实力。就在这时，一道不和谐的女子声音突然在人群之中响起，而后3道流光快速掠上天际，浮现在萧炎面前。当先的是一位黑袍女子，美眸如同寒冰，女子模样为颇为貌美，只是那俏脸却带着一股盛气凌人之色，极为的高傲，似乎不把任何人放在眼中。黑袍女子名为冷霜，大家都称呼她为冷霜尊者，圣火天宫冷氏一脉的领头人，也是圣火天宫的副公主，与圣云尊者的盛世一脉共同暂时掌管着圣火天宫。可以说，圣火天宫有2位副公主，其实力都已经踏足仙品天至尊的存在。冷霜尊者，还不快向新公主行礼！见到来人，圣云尊者美眸顿时一冷，体内气势一涨，当即呵斥道。不过他的话似乎没有太大的作用，冷霜尊者与身后的2位天至尊长老皆是无动于衷。哼，你圣云尊者承认她是新任公主，可我冷霜尊者可没有承认她是，这小子可还没那资格执掌我圣火天宫，成为新公主。冷霜尊者对着圣云尊者冷哼一声，冰冷的目光射向萧炎，美眸之中带着浓浓的挑衅之色。放肆！老族早就有言在先，成功收服圣灵之火，便可成为圣火天宫之主。如今萧炎将圣灵之火收服，理应当可以成为新任公主。你冷霜尊者难道还敢违抗老祖的命令不成？圣云尊者脚步向前一步踏出，滔天灵力席卷而开，他美眸泛冷，目光如刀般盯着眼前的冷霜尊者。别给我扣上这么一大帽子，老祖的命令我自然会遵从，可你别忘了，老祖也说了，想要成为新公主，必须要让冷氏一脉和盛世一脉共同的认可，否则就算收服了圣灵之火，也是妄想成为新公主。冷霜尊者丝毫不惧圣云尊者，脚步同意一步踏出，恐怖的灵力迅速涌出，冷冷地盯着圣云尊者，双方与其针锋相对。闻言，圣云尊者的美眸之中也是有着火气在涌动，这冷霜尊者想来就是跟他过不去，想不到今日还敢出来捣乱。紧接着，圣云尊者准备开始动手，若不给他一点教训，恐怕还以为自己怕他一样。在一旁看了半天的萧炎也算是搞明白了一些状况，看来这圣火天宫内部并不怎么和谐，竟然分成了2大派系，而且隐隐针锋相对。不过这圣火天宫的底蕴倒是无话可说，有着6位天至尊坐镇，难怪能够成为圣罗大陆的超级势力之一。圣父公主，且慢！此时萧炎上前将准备动手的圣云尊者给拦住，他自然不可能会让2人动手，只是如今这圣火天宫该好好整顿一番了。他萧炎要的可不是一盘散沙的圣火天宫。见到萧炎拦住自己，圣云尊者美眸微闪，随后也是乖乖的退下。萧炎那漆黑的眸子开始看向冷霜尊者，不过对方看着自己的目光依旧带着一丝挑衅之色，这让的萧炎目光不觉虚眯起来，嘴角微微掀起一抹细微的弧度。你说我没资格做这圣火天宫之主？萧炎目光极为平淡地看着冷霜尊者问道。闻言，冷霜尊者双臂环在酥胸之前，美眸只是冷冷地盯着萧炎，并没有开口说话，只是眼中那挑衅之色愈发的浓郁。那答案不言而喻。那你说要何种资格方才能够做这圣火天宫之主？见到冷霜尊者冷笑不语，萧炎继续问道。强者为尊，若你能胜我，我便承认你是圣火天宫的新公主。冷霜尊者冷笑道，眼中隐隐有着冷芒在汇聚。闻言，萧炎嘴角也是忍不住掀起一抹冷笑，紧接着一道淡淡的声音缓缓飘出，一朝我若不能败你，这公主之位从此我只字不提。淡淡的声音在天际响起，在所有人的耳边轻轻回荡着，声音平淡无比，但却如同一记晴天霹雳，让得在场所有人皆是大惊失色。此刻圣火天宫所有人的目光皆是汇聚在了那语出惊人的萧炎身上，眼中带着浓浓的惊讶之色。一招打败冷霜尊者，众人回过神后皆是有些不相信，这怎么可能？虽说萧炎如今也是一位天至尊的超级强者，但也只是一位灵品天至尊而已。但是要知道，冷霜尊者也是一位天至尊的超级强者，更是踏入了仙品天至尊行列。虽然只是一字之差，可两者之间简直犹如云泥之别。如今这萧炎想要以灵品天至尊实力想要挑战仙品天至尊的冷霜尊者，而且还说只要用一招。可是谁也不曾知晓，如今的萧炎不仅突破天至尊，而且肉身力量却早已踏足圣品，算是一名天至尊之中的巅峰强者。对面眼前这位还只是仙品的天至尊，萧炎当然不放在眼里，就算萧炎是灵品的实力，都不会惧眼前的冷霜尊者。圣火天宫的众人眼中皆是充满着浓浓的质疑之色，即便是圣云尊者等3位天至尊都是惊了惊。若说他们3人联手一招打败冷霜尊者还有可能，但凭萧炎这刚刚踏足天至尊的实力，要做到这一步几乎根本没有可能。公主，
圣云尊者上前一步，叫了声萧炎，刚欲说什么，却被萧炎一把拦住。萧炎轻笑地摇了摇头，示意他不要插手。不知为何，见到这般风轻云淡的模样，圣云尊者心中竟有一丝放心。不过他的美眸中依旧有一丝担忧之色。萧炎已经把话放下，若是到时候一招不能打败冷霜尊者的话，那么他们圣火天宫的公主之位又要空缺了。这是圣云尊者最不想看到的。毕竟对于萧炎担任圣火天宫的公主，他是极为的满意。这位青年无论是哪方面都足以胜任这公主之位。可偏偏这冷霜尊者则是与他的想法截然不同。毕竟这冷霜尊者平时就是与自己针锋相对，实属无奈。不过萧炎性子极为稳重，却为何会放出这般狂言呢？难道他真的能够一招打败冷霜尊者？圣云尊者美眸闪烁，旋即退下。既然萧炎都这么说了，他也不便多说什么。他和另外2位天至尊长老对视了一眼，皆是苦笑。这新公主看似平和，实则也是一位狂人啊！以他们的眼力，如何看不出萧炎之所以这般做，是为了当众立威？只有以雷霆手段碾压冷霜尊者，他的公主之位方才能安居稳坐。这个世界终究还是靠实力说话，不自量力，可笑至极。闻言，冷霜尊者身后的2位天至尊长老顿时出声嘲讽道：“他们还未见过这般轻狂的年轻人，真是无知者无畏。恐怕这小子还不知道灵品天至尊与仙品天至尊之间的差距吧？如此狂徒也不配做我圣火天宫的公主之位。既然你都这样说了，那我便成全你。我也不想欺负你，你若是能够一招破我的防御，便算你胜。”冷霜尊者冷冷道，声音之中透着浓浓的讥讽之意。随你。闻言，萧炎淡淡说道。见到萧炎到这个时候还一脸淡定之色，冷霜尊者嘴角掀起的讥讽弧度无疑更甚。今日他便要让这小子知道灵品与仙品之间的差距。下一刻，冷霜尊者也是懒得与萧炎逞口舌之快，袖袍一挥，滔天的天地灵力从体内席卷而出。只见在其身后，一片无比浩瀚的至尊天海隐隐浮现。至尊天海乃是只有天至尊的超级强者才能拥有，而地至尊则是至尊地海，至尊境的则是至尊海。其至尊天海里面散发出极为可怕的威压，不是一些至尊地海和至尊海能够比拟的。至尊天海一出现，直接令得下方万千弟子的身子不觉瑟瑟发抖，那种压迫感似是要碾碎他们的身体一般。星河守护。冷霜尊者嘴中一声低喝，随即其身后的那片浩瀚灵力海洋不断压缩。不过数息，那浩瀚的灵力海洋便压缩成一条实质化的灵力星河，星河奔腾，其中浩瀚的灵力翻滚，似是能够撕裂天地，恐怖至极。最后，冷霜尊者先手一挥，那条灵力星河瞬间呼啸而起，最后缠绕在其周身，形成一个坚不可摧的防御。这星河由仙品天至尊的灵力所化，可想而知具有何等防御力。一般灵品天至尊莫说将其打破，恐怕光是稍微碰到这灵力星河就得被震得吐血。望着那汇聚在冷霜尊者周身的灵力星河，众人皆是一脸惊讶之色，同时也在心头为萧炎感到同情。这般恐怖的防御，萧炎怕是破不了。看来他们圣火天宫的公主之人又将空缺了。不过让得众人感到极为疑惑不解的是，那灵力星河浮现后，天际之上踏空而立的萧炎却依旧是一脸平静，丝毫不为之所动。这家伙莫非真的能够一招破之？不过再多的猜测也是无用，眼见为实，接下来还是拭目以待吧，看看萧炎如何一招破了一名仙品天至尊的最强防御。准备好了吗？看了眼那滚滚奔腾的星河之后，萧炎目光看向冷霜尊者，后者冷冷看了他一眼，根本懒得搭理。一招若是击败不了他，这萧炎就得乖乖滚出圣火天宫。见状，萧炎嘴角微微一掀，也是懒得废话，对付这种人还是得拿实力说话。旋即萧炎心念一动，体内的强大力量疯狂地咆哮着，那是纯粹的肉体力量，没有任何的灵力波动，磅礴的力量疯狂地从他体内的每一寸肌肉之中涌出，似乎连每一个细胞内都蕴藏着无尽的力量。最后，萧炎的右掌一旋，而后五指骤然紧握，浩瀚的肉体力量霎时间如同洪流般汇聚在了右拳之上。此刻右拳中有着滔天力量在涌动，这一拳若是下去，足以崩裂天地。10年时间，历经九转，虽然灵力修为只有灵品，但是萧炎的肉身却已经踏足圣品天至尊，可想而知，萧炎这一拳之中究竟蕴藏着多么可怕的力量。涅槃圣天手！下一刻，萧炎嘴中一声暴喝，右臂猛地一震，浩瀚的力量激荡开来，随即身形一闪，提起右拳，对着那条灵力星河便是猛轰而去。萧炎速度极快，眨眼之间，那看似不起眼的右拳便猛然怒砸在了那星河之上。霎时间，光芒闪耀天地，恐怖的能量冲击波席卷四方，在那股恐怖的能量冲击下，方圆万丈的空间瞬间破碎，万丈黑幕遮天，银光漫天倾洒，一拳崩天裂地。这一幕让的所有人皆是屏住了呼吸，眼中透着浓浓的惊骇之色，目光皆是死死地盯着萧炎的那一只拳头上。就在这时，在那天际之上，一道无比清脆的声音响起，众人的目光纷纷循声看去，只见那条实质化的星河之上，无数的裂缝如同蜘蛛网般蔓延，
不过数秒，那条星河便轰然散去，化为漫天恐怖的灵力，疯狂肆虐天地。与此同时，一道黑色倩影从中迅速飞射而出，如同断线的风筝从天际落下。这道黑色倩影落下后，又一道黑影爆射而下，最后一把将那道黑色倩影双手接住。望着那天际之上，萧炎将冷霜尊者抱在怀中。这一刻，所有人皆是傻了眼，目光全都死死地盯着天际，仿佛都忘了呼吸。天地一片寂静，持续了许久，方才被一道爽朗的轻笑声打破。你输了。下方的一众圣火天宫弟子皆是傻了眼，那恐怖的一拳给他们的震撼实在太大了，居然一拳就轰飞一名仙品天至尊，简直可怕至极。这一刻，这些圣火天宫弟子方才彻彻底底心服于萧炎。虽说之前萧炎渡天劫让他们惊骇，但是远远没有这一拳来的震撼，因为他们不知道天劫有多厉害，但却深知冷霜尊者实力的恐怖。萧炎能够一拳败他，足以说明有着对抗仙品天至尊的实力。让这等人物做自己的公主，他们自然心甘情愿。而且萧炎还这般年轻，日后的成就根本无可限量。赢了！圣云尊者等3位天至尊也是面面相觑，震惊不已。萧炎这般雷霆手段，着实让他们感到不敢相信，也难怪他会得到万火老祖的认可。在他们这些天至尊的超级强者来看，虽然刚刚萧炎没有使用灵力，但是肉体的力量足以媲美圣品天至尊。如此看来，萧炎难道已经突破至圣品天至尊了？想到这里，他们几位天至尊的心中更是涌起波涛骇浪，震惊万分。如此年轻就能突破至圣品天至尊，就算在浩瀚无尽的大千世界中都不会超出3个。而如今萧炎却是在这3个之中的一个。整个圣火天宫顿时响起一阵惊天的欢呼声，响彻天地，整座圣火天宫都在剧烈颤抖着，声音回荡天际，久久不散，场面之宏大，若没有亲身经历，根本无法体会那种震撼之感。此时此刻，萧炎方才真正得到圣火天宫众人的认可，他的威严无人再敢轻易挑衅。众人一片欢呼后，再次看向天际时，眼中不觉涌现一丝坏笑。在那里，萧炎的怀中正抱着一道诱人娇躯。这些圣火天宫的弟子心里皆是对着萧炎竖起了大拇指，居然能将这个冰美人降服。要知道，在这圣火天宫中，可是没有一个男子敢轻易靠近冷霜尊者，更别说这般将其抱在怀中。不愧是公主啊，年纪轻轻，实力非凡，连这冰美人也能随意碰，公主是我等学习的好榜样啊！圣火天宫的一些男弟子眼中皆是涌动着羡慕之色，这般美人在怀的感觉何其美妙啊！一些女弟子眼中也是异彩连连，公主可真的好厉害呢。你还要抱到什么时候？察觉到全圣火天宫的目光都汇聚过来，再看到他和萧炎这般暧昧的姿势，冷霜尊者俏脸不觉滚烫，美眸恶狠狠地瞪着萧炎，羞怒道。见到冷霜尊者一脸羞怒的样子，萧炎嘴角的笑意不觉更甚，还是这模样讨人喜欢，随即双手微微用力，将冷霜尊者再度抱紧了一些。公主真厉害，当众耍流氓也这般潇洒。下方的一位长得颇为肥胖的男弟子，双手叉着腰，目光有些猥琐地盯着天际，在那里发笑，顿时间引来不少女弟子鄙视的目光。哼，这猥琐的胖子也敢学公主？瞧得萧炎戏谑的目光，冷霜尊者如何不知道这家伙在打什么鬼主意？顿时狠狠地瞪了这家伙一眼。属下冷霜尊者参见公主。冷霜尊者冷哼一声，旋即气呼呼地说了声，便将脑袋偏开，不理会萧炎。我耳朵不行，没听见。萧炎继续戏谑地说道。闻言，冷霜尊者的双目简直快要喷火，他现在真的想狠狠地咬一口这无赖。他美眸恶狠狠地瞪着萧炎，脸颊鼓起，没打算再说第二遍。那气呼呼的模样倒也让得萧炎心中一乐。不过最后他还是妥协了，因为萧炎根本不为所动，依旧戏谑地盯着他，似乎在说叫不叫随你，反正我就这样抱着，你还能如何？属下冷霜尊者参见公主。冷霜尊者此时加大了音量，在萧炎耳边狠狠地大声道。听得这声，萧炎轻笑了笑，这才将冷霜尊者放开。一旁冷视一脉的2位天至尊也是快速掠来，对着萧炎恭敬行礼。萧炎刚刚展现的实力足以令他们信服。这时圣云尊者等3位天至尊也迅速掠到萧炎身旁，看了眼那俏脸上羞涩犹未散去的冷霜尊者，圣云尊者不觉掩嘴偷笑，真是难得看到的一幕。看来以后这冷霜尊者只有公主能够制服的了。你们6人跟我来吧，我有要事吩咐。萧炎的目光在圣云尊者等6位天至尊身上扫了一眼，淡淡说了声，然后身形一闪，径直朝着圣火天宫中那座最为宏伟的大殿掠去。见状，圣云尊者等人对视一眼，紧随其后，只是那冷霜尊者则是狠狠瞪了一眼萧炎，这混蛋倒是一点也不认生。冷霜尊者冷哼了一声后，也快地跟了上去，不知道这混蛋有什么要事吩咐。火灵殿，众人分席而坐，大殿首位上坐的自然便是萧炎。看着萧炎那从容姿态，圣云尊者等人皆是暗自称赞。只是那冷霜尊者瞥了一眼萧炎，虽说瞥了一眼，但是这混蛋的确有那么几分做公主的模样。大殿之中，只有圣云尊者等6位天至尊，皆是圣火天宫的高层，所以萧炎也没什么隐瞒。
直接把将圣火天宫迁至极北之地的仪式说了出来。此话一出，瞬间让的圣云尊者等人惊了惊，皆是一脸惊讶地看着萧炎。迁至极北之地，抵御域外邪族。在震惊的同时，一个最近响彻大千世界的名字不自觉地悄然在6人脑海之中浮现：五祖灵动。五祖创立了武境，成为了大千世界里的超级巅峰势力，乃是一方巨擘。而后便是将自己的势力迁至大千世界极南之地。而现在萧炎居然也要做这般高义之举，这如何不让他们吃惊？这般举动需要的不仅仅是实力，而是一种舍我其谁的担当大气魄。你们几人可有异议？萧炎看了眼下方一脸惊讶的6人，旋即问道：公主高义，我等誓死追随。圣云尊者等人郑重表态，就连冷霜尊者也都没有异议。域外邪族本就是他们大千世界的宿敌，而且一直蠢蠢欲动。如今萧炎能有如此担当的大气魄，他们自然愿意追随。见状，萧炎满意的点了点头，大千儿女骨子里都有着热血。公主此番高义之举，倒是能够与那五祖相媲美了。圣云尊者随即含笑说道：五祖。闻言，萧炎的眉间轻挑了一下，倒是没听说过。见到萧炎面露疑惑之色，圣云尊者便将那位五祖的事迹给一一说了出来。听完之后，萧炎也是忍不住心生钦佩之意。若是你刚刚没有描述错的话，这五祖我曾经见过一面。萧炎回想起数十年前自己在位面通道里遇到过的那位男子。闻言，圣云尊者等人有些疑惑不解，五祖是这10年之内的后起之秀，而萧炎则是在闭关，他怎么见过五祖？说来也巧，当年在位面通道中与他有过一面之缘，那时候便觉得此人不凡，没想到短短数十年的时间，竟已闯下此等名声，当真是天之骄子。萧炎此时笑着说道。这话倒是让的冷霜尊者心头一惊，想不到这萧炎居然也是来自于下位面。公主也不必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以公主的实力，想必定能与那五祖一争锋芒。圣云尊者微笑着说道，他可不认为萧炎弱于那位五祖。闻言，萧炎轻笑了笑，不置可否。不过若是有时间，他倒是真想去会会那位名震大千世界的五祖。迁宫的事情，你们还有什么建议？萧炎又问道，这迁宫可不是一件小事，必须得考虑周全。回公主，极北之地距圣罗大陆异常的遥远，若是赶路，恐怕花费时日颇多。我建议构建一座连通极北之地的空间传送阵。圣云尊者的美眸微微闪烁，旋即开口说道：不可，构建如此远距离的空间传送阵，至少所要付出的至尊灵液恐怕难以想象。冷霜尊者随即出声反对道。听得冷霜尊者的话，另外几位天至尊长老也是点了点头。那代价的确有些太大了，出手的代价你们倒是无需操心，我自有办法。萧炎说道，能构造空间传送阵自然最好，能够省去诸多麻烦，至于出手的代价，他倒是不在意，毕竟他可是一位炼药宗师，而且经过这10年的涅槃，萧炎的灵魂境界早已经突破地境，踏入圣境灵魂境界，如今算得上是名副其实的炼药大宗师，还是有着资本的。听得萧炎那轻描淡写的话，圣云尊者等人皆是大吃一惊，不过他们似乎明白了什么，公主掌控这么多的圣火，恐怕她还有另一个身份，那便是炼药师，旋即他们也是放下心来。至于接下来的事，就麻烦你们了。萧炎笑了笑，又问道，你们可知道大千世界哪里还能找到圣火榜排名前10的圣火？如今要迁宫至极北之地，萧炎自然是想进一步提升一下自己的实力，不然恐怕难以镇守极北那片的地域。听了萧炎的话，圣云尊者等人皆是面露沉吟之色，这圣火可不是那般好寻找的，何况还是排名前10的圣火。公主，属下倒是知道有2种排名前10的圣火在何处。这时冷霜尊者似乎想到了什么，便出声道：哦，哪2种圣火？萧炎立马回答道：星辰之火，圣火榜上排名第10。冷霜尊者喃喃地说道：星辰之火。闻言，萧炎眼中不觉浮现一抹火热之色，虽然比起圣灵之火靠后一名，但此火的很特殊，它们乃是大千世界与浩瀚的星辰所凝聚沉淀下来的火焰，此火100万年的岁月，天地间才会诞生一朵，威力极其的强大。那还有一种圣火呢？萧炎了解到排名第10的圣火信息后，眼中露出一道光芒。还有一种圣火名为古地之炎，此圣火排名第3。说到这里，冷霜尊者的面庞则是出现了一抹忌惮之色，能让一位仙品天至尊都出现忌惮的圣火，恐怕排名不低于前5。在很久以前，冷霜尊者便有幸见到过此火的威力，那等威力如今想起来，他都感觉浑身都在颤抖。古地之炎，圣火榜排名第3，拥有吞噬融合天地间火焰的力量，乃是火焰之中的帝王，所有的火焰见到古地之炎，如见火焰中的王。古地之炎，萧炎的呼吸也急促了几分，之前好像在万火老祖的口中得知过。冷霜尊者嘴角不觉掀起一抹莫名的笑意，而后说道：而这2种圣火都在火灵族。这2种圣火
都在火灵族。听得冷霜尊者的话，圣云尊者等5位天至尊对视了一眼。对于这古地之炎以及星辰之火，几人自然都听说过。一族有2火，在整个大千世界也只有火灵族了。之所以他们没提，是因为其中的古地之炎乃是火灵族的镇族之火，即便萧炎知道也是无用，总不可能说直接去火灵族盗取这排名第3的圣火吧。要知道那火灵族可是一方古族，其底蕴极为的雄厚强大，即便是他们圣火天宫也不敢轻易的去挑衅。公主，这古地之炎乃是火灵族的镇族之火，我们圣火天宫可惹不起这第3的圣火，您听听就好了。不过那星辰之火或许有机会，因为星辰之火现在在他们火灵族的一位炼药大宗师身上，所以比起那镇族之火的古地之炎会好夺取一些。这时冷霜尊者的美眸看向萧炎，嘴角浮现一抹莫名笑意。一旁的圣云尊者等人的目光也顿时看向这冷霜尊者，听这语气似乎是故意在激公主啊。不过他们倒是没说什么，因为他们同样期待公主接下来会如何做去做。他们可是看得出来萧炎对那排名第3的圣火极为感兴趣。看着那有些不怀好意的盯着自己的冷霜尊者，萧炎轻笑了一下，感情这是等着看自己吃瘪呢。火灵族的实力与那冰灵族相比，孰强孰弱？萧炎沉吟了一会儿，便开口问道。听得萧炎这话，圣云尊者等人瞳孔不觉的微微一缩，精神一振，似乎隐隐嗅到了一丝火药味。回公主，不相上下。冷霜尊者笑着说道，美眸之中掠过一丝古怪之色。不分上下们闻言，萧炎的目光虚眯起来，似乎在思索什么。公主，你不会是想要去火灵族盗火吧？见到萧炎这般行为，圣云尊者不觉好奇地问道。萧炎看了圣云尊者一眼，摇了摇头，旋即便笑着说道，是取火。闻言，圣云尊者等人皆是怔了怔。取火？公主，你想让我们圣火天宫跟火灵族开战吗？圣云尊者等人当即问道。萧炎要去取火，难不成是想与火灵族开战？不用，我一人去取便好。萧炎笑了笑，那5族都敢一人独闯冰灵族，那他萧炎自然也不甘落于人后。一人？闻言，圣云尊者等人瞳孔忍不住的一缩，有些吃惊，一人去火灵族取火，难不成公主这是想和那位5族一较高下？公主没有跟我们开玩笑吧？一人去火灵族取镇族之火？冷霜尊者看着萧炎，十分惊讶。他倒是没想到萧炎这般语出惊人，像5族那般的天子骄子出一个就够了，如果再出一个这样的风云人物，就也太打击人了。既然冷父公主不信，那就帮我带路吧，也让你看看，这大千世界敢只身闯古族的可不止5族一人。萧炎缓缓起身，漆黑的眸子中闪烁着金芒，语气之中透着一股浓浓的自信，让得冷霜尊者等人皆是为之动容。话音一落，萧炎便带着冷霜尊者朝着圣火天宫外爆射而去。在萧炎2人走后，圣火天宫便迅速放出消息，说圣火天宫已经有了新公主。这个消息一出，无疑一时间轰动了圣罗大陆，引得不少势力的目光纷纷投向圣火天宫。要知道，圣火天宫可是圣罗大陆上的一座超级势力，如今诞生了新公主，可谓是一件大事，他们自然要多多关注。经过一番的打听，众人又是不觉大吃一惊，这位圣火天宫的新公主居然是一位年轻人，好像自称炎帝，这让的众人皆是极为的好奇，圣罗大陆上什么时候又出了这么一个如此出色的年轻人？虽说未曾见过这位炎帝，但是用手指想都知道，这位年轻人的实力肯定极为的恐怖，不然怎么可能得到圣火天宫的认可？这也让的众人不觉感叹，10年之间，大千世界当真是英才辈出。尤其是那位来自夏位面的5族，真是惊艳绝伦。萧炎自然不知道自己在圣罗大陆上引发的轰动，现在他正全速的赶往火灵族。火灵族位于大千世界西北地域，那里有一座大陆，名为火灵大陆，而火灵族便是这座大陆的唯一的主宰者，能够占据一座大陆，光是这一点就足以说明火灵族实力底蕴是多么的强大。即便放眼整个大千世界之中，火灵族也算得上是一方超级势力，无人敢轻易的挑衅。火灵族是如此，那么冰灵大陆的冰灵族自然也是这般。火灵族与冰灵族皆是大千世界的古老种族，实力与底蕴旗鼓相当，所以5族一人独闯冰灵族，方才这般让大千世界为之轰动。5族之名响彻大千，有着冷霜尊者的带路，倒是省去了萧炎很多麻烦，辗转了几座大陆。半个月之后，萧炎2人终于抵达了火灵大陆。这片火灵大陆放眼望去，一片赤红，无论是建筑还是树木，皆是如此，火属性的能量极为的充沛。这里一切都是炽热的，呼啸而来的风都是火辣辣，走进这里，仿佛走进了一方火焰笼罩的世界。而且这里的火属性能量已经近乎实质化，空气都变得粘稠起来，所以若不是火属性的修炼者走进这里，会感觉极为的压抑，即便是天至尊也是如此。因为这里的天地灵力极难的被炼化。终于到了吗？火灵族。站在空中，萧炎俯视着这片赤红的大地，
心情大好。来到这里，无尽的火属性灵力在滋润着他的全身血肉，感觉全身极为的舒畅。你没事吧？这时，萧炎目光向身旁的一道郊区看去，眉头不觉一皱。此刻冷霜尊者浑身香汗淋漓，光洁的额头之上汗珠不停地滴落，而且呼吸都急促了几分，似乎极为不适应这里的环境。萧炎心念一动，调出一缕太阴冷火，缠绕在冷霜尊者的周身，那股极寒之力迅速释放，让得后者的脸色顿时好转了许多。不用谢，本公主向来懂得怜香惜玉。萧炎盯着冷霜尊者，嘴角掀起一丝戏谑笑意，让得冷霜尊者忍不住白了他一眼。这家伙真是够自恋的，谁说要谢了？火灵族就在前方那座火灵山之中，你确定你要一人独闯？冷霜尊者先手指着视线尽头那一座高大巍峨的火焰巨山，而后美眸看向萧炎，还是有些难以置信。你以为我跟你说笑不成？你就在这里等着吧，我去会会这所谓的火灵族。萧炎洒然一笑，而后身形一闪，化为一道流光，径直的朝着视线尽头的那座高大火焰巨山暴掠而去。看着萧炎那洒然而去的身影，冷霜尊者美眸微微闪烁，其中涌动着复杂之色。他会是下一个五祖吗？那座高大巍峨的火焰巨山看似极近，实则不然，以萧炎的速度都花费了半日时间。当萧炎抵达那座火焰大山时，一股极为炽热的气息笼罩在他周身，似是要将他焚尽。不过对此，萧炎自然不惧，那股炽热气息全都被他吸入体内。这座火焰巨山周围的温度极高，使得空间都有些扭曲起来，如同起了一层水幕般波动。以萧炎的圣境灵魂感知力，自然察觉到了这座火焰大山外有着一层很强大的结界，而火灵族的核心想必就隐匿于其中。萧炎不再浪费时间，手掌抬起，地炎缠绕在手上，而后手只对着那火焰巨山隔空一指，一道绚丽又恐怖的能量光束飞射而出。绚丽的光束射出之后，那层强大的结界顿时如同积雪遇上了炽热的岩浆一般，顿时破开一个数丈的大洞。萧炎轻笑了笑，身形一闪，化为一道流光，迅速冲进其中。当萧炎的身形再次浮现之时，眼前的景象已然大变，这里与外界那赤红的天地相比，简直大相径庭。萧炎踏空而立，放眼望去，视线根本难以触及到尽头，而其脚下则是一片无比辽阔的平原，一座座恢宏的大殿矗立在其上，透着一股极为磅礴的气势。这片辽阔的平原中央，则是矗立着一座高耸入云的火红巨塔，它犹如擎天柱，直插入大地。远远看去，那种强烈的视觉震撼力根本难以言语。这座火红巨塔似乎是火灵族的圣物一般，因为所有恢宏大殿皆是指向这座巨塔，犹如朝圣一般。这一幕看得萧炎都不觉得暗自咂舌，这火红巨塔似乎有些不简单。萧炎喃喃一声，身形一闪，朝着下方的一座巨大火红广场掠去。圣罗大陆，圣火天宫，炎帝萧炎前来贵族取一圣火。萧炎的身形降落在广场上，望着天际，陡然出声，雄浑灵力包裹的声音霎时间响彻天地，声音回荡在整个火灵族，久久不散。霎时间，犹如一记闷雷般在所有的火灵族族人耳边轰然炸响，令得他们皆是大吃一惊。取圣火！惊讶一瞬后，这些火灵族的众人皆是回过神来，居然有人胆敢擅闯入火灵族，而且还是冲着圣火而来。紧接着刺耳的警报之声惊起，随之而来的便是一阵铺天盖地的尖锐破风声响。只见在火灵族的各处，一道道身影不断掠出，最后直奔萧炎所在的庞大火红广场。不过瞬息间，那庞大的火红广场被黑压压的人流围得水泄不通，一道道警惕的目光纷纷地盯着广场中央那位黑袍青年，一股压抑的气氛悄然笼罩开来。在火红广场被众人围得水泄不通之后，又一阵破风声响起，只见10道流光从火灵族的深处爆射而出，而后迅速地降临在火红广场中央。10人目光皆是紧紧地盯着萧炎。10人之中，领先的是一位身材适中的中年男子，男子一身火红袍子，眉宇间充斥着凌厉之色，不怒自威。而且这位中年男子的气息极为的强悍，乃是10人之中的最强者。参见族长。见到这位火红袍子的中年男子现身，广场四周的众人皆是对其恭敬行礼，因为此人便是火灵族族长火灵王，实力先品天至尊还是巅峰，还差一步便能够踏足圣品。可是圣品之路可不是那么容易踏足的，在其身后的9人乃是火灵族的一众长老，皆是天至尊的实力修为。10位天至尊，可见这火灵族的底蕴何其的雄厚可怕。这等阵容足以碾压圣罗大陆上的所有超级势力了。圣火天宫如今也仅仅只有7位天至尊，而火灵族整整有10位天至尊的超级强者坐镇，其底蕴难以想象。之所以火灵族一听有人前来夺圣火，便出动这般恐怖的阵容，自然是托那位五祖的福。当日五祖便是一人闯入冰灵族，取走了一件圣物，因此搞得大千世界的一些古族皆是如同惊弓之鸟，一旦有人来袭，自然是要严阵以待，甚至是出动全族之力。火灵王对着周围的族人挥了挥手，锋利如刀的目光依旧死死地盯着广场中央的黑袍青年。圣火天宫，炎帝萧炎。
火灵王的目光虚眯，圣火天宫他自然听说过，可这炎帝萧炎他却未曾听闻。想必这位就是火灵族族长火灵王，晚辈萧炎拜见火灵族长。萧炎的目光微微打量了一番火灵王，后者的实力已达仙品天至尊巅峰，拱手抱拳的笑着说道：“那从容不迫的风度，倒是让得不少人咂舌。面对族长这等超级强者，一般年轻人可是难以在其面前保持镇定。”你是圣火天宫何人？火灵王沉声的问道。新上任的公主。萧炎笑着说道，话音一落，倒是让得众人一惊。这么年轻的公主，那圣火天宫虽说不如火灵族，好歹也是一方超级势力，怎么会让她做一宫之主？当真是英雄出少年，只是不知萧公主刚才所说的前来取我族圣火是何意？火灵王称赞了一句，自然察觉到了萧炎的修为实力已达天至尊。不过话到最后，他的声音陡然转冷，目光都变得凌厉起来。就是表面的意思，此次晚辈专为圣火榜排名第3的古帝之言而来，还望火灵族长成全。今日就当晚辈欠下贵族一个人情，日后定当加以报答。听得火灵王那略显冰冷的话，萧炎怡然不惧，直接开门见山道：“小子狂妄！你的人情算什么狗屁？居然妄想以此换我火灵族的圣火，给老子滚！”火灵王身后的一位脾气火爆的长老当即大怒，眼睛瞪着萧炎，居然拿人情就想来换圣火，而且还是古帝之言，当真是可笑至极。若不是念在萧炎是圣火天宫的公主，他早就想一巴掌将其拍死了。那火灵族长的意思？萧炎淡淡瞥了一眼那位破口大骂的长老，随后就将目光看向火灵王，语气之中也是有着丝丝的淡漠之意。萧公主若是现在离去，我可以当做什么也没发生，否则……火灵王的眼中有着一丝冷芒，话到最后，隐隐有着一股强大的气势释放而出，那威胁的意味不言而喻。闻言，萧炎反而洒然一笑，多说无益，没有强大实力的震慑，一切话语都是徒劳。那么既然如此，只能用实力告诉他们了。古帝之言，萧炎势在必得。当日巫族想必也是这般，何况萧炎心里倒是挺希望火灵族露出这般强势的态度，不然他怎么与那五族一争锋芒呢？所谓的名声都是用自身强大的实力打出来的，而这火灵族恰恰是萧炎扬名的垫脚石。萧炎心念一动，帝炎瞬间在其掌中化为一柄绚丽的火尺，手掌抬起，横骨尺直指火灵王，眼中的寒芒散发，淡漠的声音旋即在广场中传荡开来。既然如此，那么就打得让你们乖乖交出古帝之言。听着那淡漠的声音，再看着萧炎手中的横骨尺直指火灵王，场中的众人皆是目瞪口呆，脸庞上皆是带着浓浓的震惊之色。狂妄与嚣张在萧炎这里被体现得淋漓尽致，当然这也是他有这个资本。此时此刻，在众人的心中，似乎只有这2个词能够形容这黑色青年，实在太嚣张与狂妄了，居然敢在他们火灵族这大放厥词，而且还是在10位天至尊面前。这黑袍青年绝对是有史以来的第一人。一双双带着错愕与震惊的目光，皆是死死盯着那手持火尺、傲然而立的黑袍身影。他们不知道这位黑袍青年为何敢这般嚣张，是有什么倚仗，还是说是对于自己本身的实力过于自信？不光是这些一般的火灵族的众人感到错愕，就是火灵王等族中一干顶尖强者也顿时惊了一惊。显然萧炎这般翻脸的速度，让他们一时间难以置信。萧公主，你圣火天宫莫不是想跟我火灵族开战不成？看着萧炎的横骨尺直向自己，火灵王眉头微微一皱，沉声地问道，声音之中充斥着冰冷。你也可以这般理解，不过你们放心，战你们火灵族，我一人足矣。萧炎淡淡的话语之中带着难以掩饰的傲气与自信。今日他要一人战一族，而且还是大千世界古老的种族，其底蕴极其强大。10年磨剑，只待今朝，一世锋芒。同时他萧炎也要让整个大千世界的人看看，能一人敌一族的强者并非只有5族。这一战只为扬名而战，他要一战震大千，一人足矣。听得萧炎那丝毫不加掩饰的轻狂话语，这些火灵族之人又是忍不住大吃一惊。这位黑袍年轻人竟然要一人战一族，这是要与那位轰动整个大千世界的5族一样吗？无知的小子，简直找死！此刻火灵族的高层终于忍不住了，萧炎这般挑衅着实太过嚣张。之前那位大骂萧炎的白袍长老当即拂袖大怒，而后脚步向前一踏，滔天气势顿时如同火山爆发，恐怖的灵力激荡天地，让得一旁实力弱的族人皆是纷纷退后。天至尊的出手，那等威力可是极为的可怕。这位长老的脚步踏出之后，目光中冷芒闪烁，大手隔空一握，天地灵力霎时间如同风暴席卷，一只庞大的火狼顿时形成。火狼仰天长啸，吞吐着炽热的浪潮，最后身子一震，带着撕裂空间的气势朝着萧炎暴冲而去。见状，萧炎目光一凝，体内的灵力迅速涌出，将横骨尺紧握，最后脚尖轻点，身子顿时爆射而出，提着横骨尺直接对着那火狼怒斩而去。横骨尺呼啸而下，一道无比绚丽的尺芒当即爆射而出，最后狠狠地落在了那只火狼的头颅之上。接下来的一幕让得众人皆是大吃一惊，
只见那绚丽齿芒居然如同切豆腐一般，直接将那恐怖的火狼斩成2半，而那绚丽的齿芒之中的力量犹未散尽，竟然划破虚空，朝着那位白袍老者爆射而去。齿芒过处，划出一道巨大的空间裂缝，那深邃的黑暗让人感到头皮都发麻了起来。那位白袍老者瞳孔猛地一缩，迅速运转体内灵力，而后挥起拳头朝着那齿芒轰去。在其拳头之上有着一道庞大的火狼虚影，那火狼张着血盆大口，似是要将绚丽的齿芒给一口吞噬。霎时间，那火狼之拳便与那绚丽齿芒对轰，恐怖的能量当即肆虐开来。只见那撞击之处，空间寸寸崩塌，而且在对碰点为中心，不断向四周扩散。不过轰击并没有持续太久，那火狼拳影便被绚丽齿芒给生生撕碎，而后一股恐怖的能量猛然轰击在了那位白袍老者的胸膛之上。白袍老者狂吐一口鲜血，身子顿时向后倒飞数10丈，划出一道长长的血痕。见到连萧炎一击都挡不住的白袍老者，广场中的众人皆是大吃一惊，尤其是那些火灵族的年轻一辈，一招就将长老击败，那是何等的可怕强大，恐怕在火灵族只有族长能够做得到吧。而这他们眼前的黑袍青年居然有这么可怕的实力，简直太不可思议了。众人的目光看了半天那被打得晕厥过去的白袍老者之后，方才回过神来，此刻再次看向萧炎时，心中可不敢有丝毫的小觑。尤其是那些火灵族的众长老，他们与那白袍老者实力相差无几，萧炎能够一招打败白袍老者，自然也能够一招打败他们。大千世界什么时候又出了一个这么恐怖的年轻人？这些众长老面面相觑，相互用眼神交流，想来也是被萧炎刚才随意的一击给震慑到了。众长老一起出手，将此子擒拿，我火灵族可容不得一个外人这般嚣张。火灵王看了眼那地上的白袍老者后，面色极为的阴沉，然后对着身后的8位天至尊长老沉声道：“是。”闻言，那8位长老当即应了一声，身形快速闪掠而出，迅速将萧炎给围住。一旁的众多火灵族人见到这一幕，皆是惊讶不已，想不到仅一位年轻人，居然耀族中的8位天至尊超级强者一同出手，这简直匪夷所思。不过他们都知道，有了这8位天至尊的超级强者出手，恐怕这位名为萧炎的青年今日死定了。以1战8，这根本没有任何的胜算，因为他们乃是天至尊。虽然是灵品天至尊，但是天至尊乃是大千世界的最高境界，其力量足以毁灭一片大陆。以多欺少吗？不过也可以，一起上可以省掉我不少时间。见状，萧炎倒是轻笑了笑，将手中的横骨尺一收，心念一动，一道与萧炎一模一样的身影诡异的浮现。这自然是萧炎的灵魂体。如今萧炎的灵魂境界已达圣境，换句话说，他的灵魂足以与天至尊相抗衡，甚至这种灵品天至尊实力的超级强者都能够做到碾压的姿态。圣境灵魂，地境之上便是圣境，而圣境灵魂的力量可不是地境能够比拟的，两者之间的差距巨大。因为圣境灵魂的力量堪比天至尊，能够将灵魂修为修炼到圣境，整个大千世界也是凤毛麟角般的存在。这些长老的眼力自然高于常人，不觉惊呼道：如何看不出萧炎的这道分身乃是灵魂所化？只是这圣境灵魂却是让他们惊骇不已。这就是说，萧炎一人就相当于2位天至尊，而且灵魂体并不比本尊弱多少，甚至灵魂攻击更加恐怖。速战速决！一旁的火灵王目光一冷，大手一挥，便沉声道：想不到这萧炎的灵魂修为如此之高，居然已经达到了圣境。这般恐怖的造诣，令得火灵王都是有一丝吃惊，因为他自己也是圣境灵魂，不过踏入圣境可是花了他不少的代价与时间，而且非常的困难。而眼前的黑袍年轻人竟然同样有着圣境灵魂的修为，简直不敢相信。动手！听得火灵王的话，那8位天至尊默契的点了点头，8人分成2组，带着滔天的气势，分别对着萧炎与那灵魂体轰击而去。萧炎与灵魂体对视一眼，嘴角掀起一抹冷笑，而后身形一闪，朝着那攻过来的4人爆射而去。灵魂体迅速冲入了另一处战圈之中。见到那围过来的4位天至尊，萧炎倒是未曾有丝毫畏惧，他目光锁定正前方的天至尊，而后五指紧握成拳，体内浩瀚的肉体力量霎时间如同风暴般席卷而出，而后直接一拳毫无花哨的猛轰而出。一拳轰出，霎时间与那位正面杀过来的灵品天至尊的拳头硬汉在了一起。萧炎暴喝一声，恐怖的力量瞬间滚滚奔腾而出，而后那位天至尊的手臂疯狂涌进其体内。这位天至尊脸色瞬间煞白，瞬间身形被轰飞数10丈，鲜血狂吐不止，看得人目瞪口呆。这位灵品天至尊被萧炎轰飞之后，另外3位围杀而来的天至尊也是看准时机，3人的大手当即毫不留情地轰击在萧炎的身体之上，恐怖的劲道疯狂地涌出。不过让得3人惊骇的是，萧炎的身子居然纹丝不动，这猛烈的攻击似乎对萧炎完全无效。他们感觉萧炎的肉体犹如钢铁一般无坚不摧，这般恐怖的肉体也是让得3人顿时大惊失色。旋即3人准备退后，萧炎这般恐怖的肉体，他们哪里敢与其硬碰？然而就在3人准备退走之时，一股极端恐怖的劲道顿时从萧炎体内奔腾而出，最后顺着他们的手臂冲进他们的体内，
那股力量犹如脱缰野马，狂暴无比，瞬间将他们的身体给震飞出去。一瞬间，4位天至尊皆是落败，根本不费吹灰之力，这让一旁的火灵族众人皆是看傻了眼。此刻，另一边的战圈也已经进入尾声，萧炎的灵魂体师展出的黄泉天怒等一系列灵魂功法斗技，让的4位天至尊苦不堪言，丝毫无法抵抗。不过数息时间便落败下来，打败4人之后，灵魂体一闪，再次回到萧炎的体内。短短数息间，9位天至尊直接被萧炎一人全部击败。看着广场上躺在地上的9位天至尊，众人仿佛感觉自己在做梦一般，这还是自己认知中的天至尊吗？什么时候变得这般不堪一击了？不过当他们的目光望向那一脸平淡的黑袍青年后，便清醒过来了，不是天至尊太弱，而是这位黑袍青年的实力太强了，强大如天至尊这般的超级强者，竟然都不是他一人的对手。这黑袍青年究竟有多么的恐怖，难以想象。一旁的火灵王见到萧炎如此轻松碾压了9位天至尊，面色极度的阴沉下来。不知为何，此刻的他突然想起了冰灵族。在前不久，冰灵族便是举全族之力都无法阻挡那位五祖，而如今他们火灵族难不成也要步其后尘吗？这是火灵王绝对不愿意看到的。他的目光之中掠过一丝凶狠之色，而后厉声喝道：火灵族众人听令，劫护族大阵，击杀此子。火灵王的话音一落，众人皆是一怔，不过也是无人敢违抗，当即万千身影迅速闪掠，占据各自方位，严阵以待。火灵大阵起！见到众人就绪，火灵王目光一冷，而后浩瀚的灵力涌进虚空之中，只见一座万丈庞大的火红大阵从广场上方的空间之中浮现而出，其上玄妙的符文缠绕，释放着可怕的毁灭能量。火灵大阵浮现，火灵族众人也不再迟疑，体内的灵力当即席卷而出，疯狂地汇入上方的大阵之中。数息间，只见那火红的大阵之中，火浪滔天，炽热的高温弥漫天地，天地都被染成一片赤红之色，犹如末世一般。火灵灭光！火灵王嘴中一声暴喝，大手猛然一挥，只见那天际的火红大阵中顿时沸腾起来，火浪疯狂旋转，一个巨大的火焰黑洞浮现，最后那黑洞中陡然爆射出一道火红的光束，直射向下方的萧炎。那火红光束散发着毁灭的气息，所过之处，空间都被其吞噬，令人忍不住胆寒。若是被这火红光束射中，定是必死无疑。因为这火灵大阵乃是汇聚了全族之力，那等威力肯定是恐怖至极，无比的强大。见到那破空而下的火红光束，萧炎面色也是一凝，心念一动，体内的地炎涌出，最后更是迎风暴涨，在萧炎周身化为一片万丈绚丽的火海。萧炎站在火海的中央，漆黑的眸子之中闪动着无比绚丽的色彩，他的双手迅速结印，一股极端恐怖的气息在绚丽的火海之中酝酿而起。圣火遮天手！下一刻，萧炎目光骤然一凝，随着爆射声落下，只见一只万丈庞大的巨手自那绚丽火海之中迅速凝聚成型，大手遮天蔽日，其上流转着迷人的色彩，但是其中却涌动着毁天灭地的恐怖气息。去灭大阵！萧炎没有丝毫的拖沓，手印一变，遮天的万丈大手霎时间朝着那火红光束一把抓去。最后在无数道惊骇欲绝的目光下，万丈遮天大手猛然一把握住了那道火红光束。一道清脆声响突然惊起，众人心脏猛地一跳，而后一道道透着难以置信之色的目光死死地盯着那遮天大手处。在那里，火红的光束竟被紧紧地抓住，而后那大手陡然用力一握，光束瞬间被捏爆，化为漫天流光崩溃散去。捏爆光束之后，遮天大手扶摇直上，紧握成拳，而后在火灵族众人呆滞的目光下，一拳轰上了天际之色的火灵大阵。一拳落下，万丈空间开始崩塌，那大阵瞬间被轰得粉碎，最后悄然散去。大阵一破，火灵族中的众人瞬间脸色惨白十分，狂吐鲜血，就算是仙品巅峰的天至尊火灵王也同样一口鲜血喷出，而后身子一软倒在地面之上。与此同时，火灵族的众人目光皆是惊骇地看向了那广场中央傲然而立的黑袍身影，也包括那火灵族的族长火灵王，他们的脸庞上皆是布满了浓浓的震撼之色，久久未散。一人敌一族，居然有人凭借一己之力在顷刻之间败了他们一族之众，这实力实在是太过恐怖了，让人简直难以相信。萧炎的实力恐怕足以与那五祖相媲美了。前有五祖，后有炎帝，这大千世界涌现的天子骄子真是层出不穷，而在这些天子骄子的崛起之时，也需要一些垫脚石。可没想到的是，他们火灵族居然便是这位炎帝的垫脚石，他们见证了天子骄子的崛起，却同时遭到了最沉重的打击。炎帝，萧炎无数道目光皆是注视着那道黑袍身影，嘴中喃喃，似是要将这个名字永远记住。今日完全碾压的一战，他们恐怕是一生都难以忘怀。好小子，我火灵族举全族之力，竟然还奈何不了你！我火灵老祖今日便来看看你到底有多强。正在众人震惊之时，一道苍老的怒声从那一座高耸入云的火红色巨塔中传出，老祖居然被惊醒了。听着这突然响起的声音，火灵族众人先是一怔，
随后眼中便是露出狂喜之色，居然是他们火灵族中一直沉睡的火灵老祖，那可是传说中已经踏足圣品天至尊的超级强者呀！看来这一次他们火灵族又燃起了希望。萧炎的眉间轻挑了挑，也是感到了一股极为恐怖的气息正在苏醒，旋即只见一道火红身影顿时从那火红色的巨塔中飞射而出，瞬间降临在了广场的上空。那位老者一袭宽大的麻衣，看起来极为的普通，不过却让人根本难以窥探其修为，到了这种返璞归真的地步，可想而知这老者的实力是何等的恐怖。想不到大千世界中竟然还有此等后辈，当真是我大千之幸。火灵老祖在萧炎的身上扫了一眼，便开口说道，那份赞许之意不加丝毫的掩饰。不过你今日如此大闹我火灵族，这事自然不可能就这样算了。今日若你打败我，古帝之言便归你，我无话可说；若是败于我，你将被囚禁在我火灵族100年时间。火灵老祖话锋一转，沉声道，然后话音一落，火灵老祖袖袍一挥，一道空间大门悬浮天际，而后他率先掠进其中，自然是不想在火灵族动手，免得火灵族遭受灭顶之灾。见状，萧炎目光微微闪烁，想不到火灵族居然还有这等强者，不过如今已经将他惊动苏醒，不解决掉，恐怕萧炎也是走不了。随后身形一闪，迅速掠进了那空间的大门之中。见到火灵老祖与萧炎掠进那空间大门中，广场中的火灵族众人皆是面带喜色，今日这萧炎恐怕是走不了了。不过一个时辰后，当火灵老祖与萧炎再次出现后，火灵族的众人便是直接傻了眼。只见萧炎的手中此刻正拿着他们的圣火，古帝之炎，此火圣火榜排名第3，其颜色乃是金色，散发出极为恐怖的火焰气息。看到此火，如同见到了火焰之中的帝王。众人面面相觑，脸庞之上早已布满了难以言说的震撼之色。这说明什么？结果不言而喻，他们的火灵老祖也败了。但是他们的火灵老祖乃是圣品天至尊，早已踏入圣品之路，而是就算这等巅峰的超级强者，依旧不是黑袍青年的对手，直接是让火灵族上下所有的族人都震惊失色。这黑袍青年究竟是强大到了何种可怕的境界？多谢火灵老祖馈赠了，萧炎告辞。萧炎用帝炎将古帝之炎包裹着，对着火灵老祖抱拳说道，随后便是飘然而去。火灵族的所有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黑袍身影离去，却无法阻止。哎，此子不凡，此子不凡啊！看着萧炎的飘然离去，火灵老族忍不住的长叹一声，摇了摇头，而后身形便是一闪，径直的掠回了火红色的巨塔之中。而广场上的火灵王等人皆是一脸呆滞，久久未散。天地在此刻如同死一般寂静。当萧炎离开火灵族之后，仅仅一夜之间，一个震撼人心的名字便如同风暴一般席卷着整个浩瀚无尽的大千世界，让的大千世界为之轰动。炎帝，萧炎，简单而霸气的称谓。之所以这个名字让人无比的震撼，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个萧炎仅凭一人独闯火灵族，以一己之力挑战整个火灵族。最后，这位萧炎展现出了强大的雷霆手段，彻底碾压了这个底蕴极为雄厚的古老种族，一人敌全族。这般辉煌的战绩，让得大千世界的无数之人都为之惊叹不已。听说那一战，火灵族举全族之力都无法撼动那道瘦削的黑袍年轻身影，最后更是惊动了火灵族中那位沉睡的火灵老祖。这位火灵老祖的实力传闻已经踏足圣品天至尊，然而就是那般传说中的巅峰超级强者，都未能阻挡那位黑袍年轻人，最后只能任其夺走火灵族镇族之火，古帝之炎飘然而去。对这个一夜之间冒出来的年轻人，顿时引起了大千世界无数目光的关注与注视。数月前，五祖将兵临族搅得天翻地覆，一时间轰动了整个大千世界。而没想到的是，仅仅只隔数月时间，这个自称炎帝的年轻人便是夺走火灵族的镇族之火，最后还飘然而去。这是在挑衅大千世界这些实力底蕴极为雄厚的古老种族的威严吗？简直令人不禁咂舌。而且众人还听说，这位炎帝也是来自于下位面。毋庸置疑，听到这个消息后，在大千世界中又是掀起了一番不小的轰动，居然又是一个来自下位面的年轻人，这让得大千世界无数的天之骄子情何以堪？光是一个五祖便让他们感到羞愧不已，没想到如今又冒出了一个炎帝，这实在是太打击人了。下位面的这些天之骄子向来为大千世界人所不齿，然而这一次他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些来自下位面的天之骄子了。要知道，炎帝、五祖即便放在整个大千世界之中，也是万年难遇的天之骄子，他们的光芒足以令得大千世界所有年轻一辈都黯然失色。然而此等天之骄子却出自低级的下位面，如何不令人惊叹不已？炎帝之名迅速响彻整个大千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让得大千世界的众人纷纷打听这位年轻人的事情。很快他们便打听到了一些有关于炎帝的事情。这位炎帝如今是圣罗大陆一座超级势力圣火天宫的公主。得到这个消息之后，无数大千世界的天骄脑海中第一个想的念头便是加入圣火天宫。他们已经见证了那位五祖的崛起，五祖一手创建的武境已然成为了大千世界中的一方超级霸主势力，所以他们丝毫不怀疑这炎帝的圣火天宫不久后
必然也将会是屹立在大千世界中的一方超级霸主势力的存在。此时，趁圣火天宫还未崛起之前，定然要提前站好队伍。他们已经错过了武境，如今自然要牢牢地抱住圣火天宫这条大腿。因此，一时间无数大千世界的天骄纷纷从四面八方涌向圣罗大陆，令得这座大陆有了前所未有的热闹景象。无数至尊强者呼啸而来，即便的至尊强者也有数百，甚至连天至尊也有着数十人。如此多的超级强者纷纷涌入圣罗大陆，也是引起了巨大的轰动。而这些强者的方向很明确，那便是圣火天宫。而那些原本是圣罗大陆上的几个顶尖势力，自然早就看准了时机。如今圣罗大陆出了这么一个天之骄子，他们自然要抢占先机，全都宣布要加入圣火天宫。要知道，圣罗大陆的几个顶尖势力都要宣布加入圣火天宫，那些小势力自然也都纷纷紧随其后。所以一夜之间，圣罗大陆直接炸了，原本无数势力纵横的格局顷刻间被打破。而如今圣罗大陆出现大统一的新局面，圣火天宫当之无愧的成了圣罗大陆唯一的主宰者。一座超级势力成为一座超级大陆的主宰者，放在整个大千世界的历史中，能做到这一步的也只有寥寥数人，屈指可数。而今又一位天之骄子横空出世，再一次完成这一场空前浩大的壮举。炎帝、萧炎，这么多势力以及强者的加入，也让的圣火天宫一时间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忙碌之中。如今的圣火天宫如同一台大机器一般，昼夜不停地运转着。而那引发这一切轰动的当事人萧炎，却是当起了甩手掌柜。从火灵族回来之后，他只在圣火天宫中露过一次面，将宫中所有事务甩给圣云尊者以及冷霜尊者之后，他便来到了圣池中再度闭关。对此，圣云尊者以及那冷霜尊者自然不敢多说什么。对于萧炎，他们只有信服，一人碾压一族，这般战绩，他们想想都觉得不可思议。但是，一想到这人是他们的公主，他们便觉得非常的荣幸至极。萧炎当着公主不足1月，但是却为圣火天宫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荣耀。圣罗大陆所有的势力纷纷归顺，这般浩大景象，他们之前根本无法想象。然而，如今这一幕却真实的出现在他们面前了，简直犹如梦幻一般。圣火天宫的众人虽说在昼夜不停的忙碌着，但是他们却并不觉得辛苦，甚至他们因为自己是圣火天宫之人感到无比的荣幸，因为他们有这样一位公主，如此年轻，名声便已经响彻整个浩瀚无尽的大千世界。但凡是男儿，想想便觉得热血沸腾；但凡是女子，想想便都心生爱慕之心。圣火天宫的众人虽说忙得不可开交，但是在圣云尊者与冷霜尊者的全盘指挥之下，一切都整合工作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那些想加入圣火天宫的势力，他们没选择全部接收，而是设下了严格的选拔制度。对于那些滥竽充数、妄图混进圣火天宫的，则会被第一时间毫不留情地剔除。当然，在萧炎威名的震慑下，也没有什么人不满意。因此，圣火天宫的整合工作进行得十分顺利。圣池，在那圣池上空，此刻正踏空而立着2道郊区，能进入这里的女子，自然只有圣云尊者和冷霜尊者。此刻他们的美眸皆是静静地注视着下方的圣池。如今整合工作已经步入正轨，而此刻也正在宫中构建空间传送阵，想必不久便能完成。公主交代的事已经基本完成了。冷霜尊者淡淡说道：如今万事俱备，只待公主出关主持大局了，只是不知道公主这次闭关需要多久。圣云尊者点了点头，美眸微微闪烁。二人再度站在了一会儿后，郊区便缓缓消失，也不敢在此地过多的打扰。大千世界极难之地，武境，一方新生的大千世界顶尖的霸主势力，虽说是新生，但是武境在大千世界的地位却无人敢挑衅。原因无他，只因为这里有着五祖坐镇。武境之内，五祖之威震慑乾坤。武境内的一座高大山峰之上，那里有着3道身影竞技而立，一男二女。那为首的紫袍男子月至渊庭，气息雄浑，浑身透着一股难以言说的沉稳之气。此人便是数月前一人独闯冰灵族，搅得天翻地覆的五祖。五祖左边的一道郊区，一袭白裙，气质犹如9天仙子一般，不染尘世烟火，一世独立。虽有薄纱遮面，但是依旧难以遮住那张清氏俏脸。这女子乃是武境主母之一林青竹。五祖右边的一道郊区，不知为何浑身散发着一股寒冰气息，轻洒在香间的秀发乃是冰蓝之色，俏脸同样貌美。她那双眼睛极为迷人，若是仔细观察，便会发现其中还带着一丝俏皮之色。这女子是武境第2位主母应欢欢。五祖之所以独闯冰灵族，便是为了她。前有五祖，后有炎帝，大千世界可真热闹啊！应欢欢看着五祖，灵动的眼睛眨了眨，而后轻笑道：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位炎帝我们应该见过一次。一旁的林青竹美眸微闪，随即开口道，声音犹如天籁之音：数十年前，在那位面通道之中与他有过一面之缘，当时便隐隐觉得此人不凡，没想到短短数十年不见，他也到了这一步了。五祖深邃的目光望着天际，缓缓地说道：
这也算是惺惺相惜吧。只是不知道五祖对上炎帝会如何呢？一旁的殷欢欢轻笑了笑说道。闻言，五祖深邃的眸子中掠过一丝久违的火热之色，旋即也是一笑。我也很期待。3个月的时间已经悄然而过，炎帝与五祖轰动大千世界的事迹已经渐渐的淡了下来。但是淡下来并不意味着被遗忘，在大千世界的各处，只要提起这2个名字，无人不是如雷贯耳，因为那2个名字太过让人震撼，仿佛有种魔力一般，早已深深烙印在了每个人的灵魂深处。炎帝、五祖已然是大千世界年轻一辈之中最为杰出的代表，换句话说，他们正在引领着这个时代。而在这3个月的时间中，圣火天宫对圣罗大陆诸多势力的整合也接近尾声，这座超级大陆已经被圣火天宫所主宰。虽说圣火天宫占据了诸多资源，无数势力皆感到眼红，但是却无人敢轻易上门挑衅，只因为在这圣火天宫中有着炎帝坐镇，简单的2个字足以震慑诸多虎视眈眈的顶尖势力。暂且先不提炎帝，光是如今的圣火天宫就能让人感到忌惮，因为经过3个月时间的整合，圣火天宫已然是脱胎换骨，由原先圣罗大陆的超级势力一跃成为整个大千世界之中的超级势力。如今在圣火天宫中，光是天至尊就有10几位，这般恐怖的底蕴，恐怕没人再敢轻易招惹。可以说，如今圣火天宫的实力已经丝毫不弱于武境，是当之无愧在大千世界中的一方超级霸主势力。而这短短数月，便一跃成为大千世界中超级霸主的圣火天宫，已然也就生出了一些浮躁之气。光凭如今的圣云尊者以及冷霜尊者，根本无法掌控这尊庞然大物，因为这里的天至尊数量太过庞大，他们的实力早已经不够看了，没实力说的话自然就难以让人信服。所以如今的圣火天宫表面上看似极为强大，但实则不然，若是再无人加以敲打，恐怕很快便会分崩离析。圣池，圣云尊者与冷霜尊者基本上每日都会到这里来看一会儿，不过这几日2人的脸色皆是有些不太好，因为随着整合工作接近尾声，他们在这强者如云的圣火天宫中的话语权变得根本可有可无。现在圣火天宫的管理基本处于混乱状态，天至尊强者各自为政，把持着圣火天宫中各种资源，如同蛀虫一般侵蚀着这座庞然大物。这群混蛋现在真是越来越嚣张了，简直不把我们2人放在眼里。冷霜尊者玉臂环在胸前，冷声道。闻言，圣云尊者轻叹了一声说道：如今圣火天宫各自为政，如果公主再不出关，恐怕圣火天宫迟早会崩溃。听得圣云尊者的话，冷霜尊者也轻叹一声，不再多言，美眸看向下方的圣池，那里依旧没有任何动静，这也让得2女皆是有些无奈。正在这时，一道流光霎时间朝着圣池上空掠来，不过数息，一道白袍中年男子的身影便浮现在圣云尊者2女面前。这位男子极为俊朗，举手投足气质非凡，而且他浑身透着极强的气息，甚至比圣云尊者2女都要强上一线，实力已达仙品天至尊后期，算是此次投靠圣火天宫众多天至尊中的翘楚。当然，他也是掌控着圣火天宫诸多资源，可谓是圣火天宫中的一霸，无人敢轻易招惹。莫无言，大胆放肆，竟然擅闯禁地！见到来人，冷霜尊者目光顿时一冷，对着这白袍男子冷斥道：你们2人能来，我为何就不能来了？别忘了，如今我也是圣火天宫的人。莫无言的目光在2女那诱人的娇躯上肆无忌惮地扫视着。公主闭关前交代过，除了我2人，任何人不得靠近这里。你难不成连公主的命令都敢违抗？一旁的圣云尊者顿时出声冷斥道。圣池天际之上的对峙顿时吸引了圣火天宫中无数道目光的注视，一些天至尊也纷纷掠上天际，不过他们却并没有靠近圣池的意思，因为在他们心里，对于那位炎帝还是保持着相当的敬畏之感。此刻见莫无言居然有胆子闯过去，他们也是有些惊讶，不过倒是并未说什么，只是在一旁冷眼旁观。口说无凭，我现在倒是有些怀疑，是不是你们2人对公主做了什么，导致公主这么长时间都未曾露面？也许公主就被你们2人困在这圣池之下。莫无言冷笑道，还刻意将声音播散整个圣火天宫。莫无言的话音一落，瞬间在圣火天宫中掀起了一阵热议，众人的眼中也是泛起一丝怀疑之色。当日炎帝从火灵族回来之后，就直接选择闭关，也许当时炎帝受了伤，要是这样，被圣云尊者与冷霜尊者暗算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而且一直只有他们2人能进入圣池，谁知道他们是不是耍了什么手段？毕竟人心难测。你找死！听得莫无言的冷笑，再察觉到下方圣火天宫的轰动，冷霜尊者当即怒不可遏。本来这几日心里就憋屈，哪里受得了这般当众被人诬陷自己？话音一落，冷霜尊者体内的灵力霎时间呼啸而出，一柄寒冰长剑握于手掌，而后娇躯一闪，顿时挥剑朝着莫无言怒斩而去。不自量力！见到冷霜尊者挥剑杀来，莫无言顿时一声冷笑。这冷霜尊者可不是他的一合之将，他的修为已经是仙品后期，完全可以轻易碾压冷霜尊者。当即莫无言身形一闪，
瞬间出现在冷霜尊者面前。他根本无视冷霜尊者怒斩而来的寒冰长剑，右掌上被恐怖的灵力包裹，而后直接对着那寒冰长剑一把抓去，手掌一落下，便死死地将冷霜尊者的寒冰长剑钳住。最后莫无言眼眸一冷，猛然出掌，一掌便将冷霜尊者震飞数丈，迅速地从天际坠落而下。见状，圣云尊者刚欲动身去接冷霜尊者，背后突然一凉，恐怖的一掌瞬间袭来，他的娇躯也顿时被击飞。在他的身后，莫无言的身形迅速浮现，嘴角还带着一丝冷笑。诸位，这两人意图对公主图谋不轨，今日我替公主出手，清理门户。莫无言的目光在下方众人身上扫了一眼，隐隐有些殊微的意味。旋即莫无言的目光又看向下方的圣池，这里是圣火天宫的禁地，直觉告诉他这里定然隐藏着什么秘密，加之炎帝数月都未曾出现，也许当日真的是身受重伤。现在他若是潜入圣池，凭他仙品后期的实力，定能将炎帝斩杀，然后夺取其身上的宝物。炎帝如此年轻便能如此厉害，身上必然有着重宝。所谓富贵险中求，莫无言也是胆大之人，眼中掠过一丝凌厉之色，身形便准备对着下方的圣池掠去。不过就在下一刻，他的瞳孔便是猛然一缩，他的身体居然动弹不得，不管他如何挣扎，身子就是纹丝不动，甚至连体内的灵力都无法调动。与此同时，那从天际坠落的冷霜尊者与圣云尊者的娇躯也是诡异般的定在了虚空之中。这诡异的一幕令得一股浓浓的恐惧之色顿时在莫无言的心头涌起，而下方的圣火天宫众人见到这一幕，眼中也是有一丝骇然之色。此刻众人心中似乎突然明白了什么。就在这时，一道充斥无比淡漠之色的声音陡然在整个圣火天宫的上空响了起来：你算什么，也敢配替我清理门户？随着淡漠的声音响起，令得所有人的心头顿时笼罩着一股寒意。淡漠之音一落，整片天地的温度陡然上升到了一个极为恐怖的层次。圣火天宫所处的这片空间尽数扭曲，场景极为的恐怖。下一刻，圣池沸腾，数千丈的岩浆浪潮冲天而起，席卷着极为炽热的气息。远远看去，那圣池之上涌起的岩浆浪潮犹如红色的海啸，千丈浪潮屹立虚空，气势骇人。一旦落下，那等力量无疑是摧枯拉朽的，恐怕整个圣火天宫都将被瞬间淹没。见状，那些在圣池之外的一些天至尊眉头一皱，当即准备出手拦住这千丈岩浆浪潮。然而就在他们出手之时，那屹立千丈的岩浆浪潮并没有落下，而是静静地悬浮在虚空之上。紧接着，那千丈的岩浆更是在众人惊骇的目光中，居然从中间自动分开，远远看去，犹如一张巨大的火红帷幕缓缓拉开。那场面有着一种难以言说的震撼之感，极具视觉冲击力。天地一片死寂，众人皆是一脸震惊地盯着那帷幕拉开之处。在那里，一道黑袍身影缓缓走出，在火红帷幕的衬托下，气势如虹。不过在那道黑袍身影的周身，众人没有察觉到任何的气息波动，犹如普通人一般。但就是这般普通的身影，却让的十几位天至尊都是感到胆寒。他们居然都无法察觉到这黑袍身影的气息。若是连他们都察觉不到这黑袍身影的气息，只有两个原因：一是这黑袍身影本就普通，显然这不可能；那么就只剩一个原因，那就是这道黑袍身影的实力已经达到了一个极端恐怖的层次，以至于他们都无法窥测。极有可能就是那传说中的圣品天至尊踏足圣品之路，这是所有天至尊梦寐以求的境界。如果一旦踏足此境界，那么就会拥有无比强大的圣品之力，乃是所有天至尊之中的最强者。圣品之下皆是蝼蚁，真是想想都让这些天至尊感到无比的骇然。抹了一把额头上的冷汗之后，这些天至尊纷纷上前恭敬地对着这道黑袍身影急忙的行礼。属下参见公主。十几位天至尊站在圣池之外的天际一字排开，对着黑袍身影恭敬行礼。而下方的一众圣火天宫普通弟子也顿时回过神来，纷纷跪拜，犹如参拜帝王一般。免礼吧。萧炎脚踏虚空，负手而立，从众人身上扫了一眼之后，淡淡的说道。他随手一招，圣云尊者与冷霜尊者的娇躯便出现在他的身旁。公主见到萧炎出关，圣云尊者与冷霜尊者顿时心头一喜，准备向萧炎禀报圣火天宫之事。不必多言，我心中有数。不过萧炎只是摆了摆手，在闭关之前，他刻意留下了一缕灵魂力量在圣火天宫之中，所以对于圣火天宫这3个月发生的事情早已了然于心。这些圣火天宫内的天至尊各自为政，也早在他的意料之中。毕竟天至尊都是心高气傲之辈，没有一点实力，想驾驭他们简直痴人说梦。不过如今萧炎已经出关，自然不可能放任这种各自为政的局面继续发展下去，所以今日他必要重整这新生的超级霸主势力了。圣云尊者与冷霜尊者美眸微微闪烁，不再多言。既然公主这般说了，想必是早就留下了什么手段。随后萧炎的目光便是看向了被禁锢在虚空的莫无言，漆黑的眸子之中散发出寒芒。既然入我圣火天宫，自当要遵守公规。按照公规，现在你们谁告诉我擅闯禁地者，该当何罪？萧炎的目光又从那天际的十几位天至尊身上扫了一眼，
淡淡的声音响起，但任谁都听得出那声音中透着一股冷意。听的这话，就是傻子都知道萧炎准备动手整治圣火天宫了。那10几位天至尊心头暗自庆幸，还好未曾闯入。那被禁锢在虚空之中的莫无言，则是忍不住的浑身瑟瑟发抖，一脸恐惧之色流露而出。启禀公主，擅闯禁地者死。其中一位天至尊看了一眼那莫无言后，旋即恭敬地回答道：“公主饶命，属下知错了。”那莫无言吓得冷汗直冒，当即大声求饶。现在他的心里真是无比的后悔，不过世上没有什么后悔药，公归如山，如有违者死。萧炎看都不看莫无言一眼，旋即大手陡然隔空一握，后者的身体瞬间被捏爆，一团血雾飘洒天际而下。看到这一幕，所有人都忍不住地咽了一口水，眼中带着浓浓的恐惧之色。杀仙品天至尊居然如同杀死一只蝼蚁一般简单，公主的实力究竟是有多么的可怕与强大？伴随着一声爆裂之声落下后，气氛顿时显得极为压抑，所有人皆是噤若寒蝉，甚至连那些天至尊都不敢抬头看那道黑袍身影。圣火天宫是一个整体，一切皆按照公规运转，以前的事我既往不咎，若是日后再有人胆敢触犯公规，定斩不饶。沉默持续了一会儿后，萧炎的声音再度响起，依旧显得极为的冰冷，让人浑身冷汗直冒。尤其是那些各自为政、把持圣火天宫诸多资源天至尊的超级强者，此刻一个个都吓得面如土色，哪里还有半分平日里的骄纵之气？一旁的圣云尊者与冷霜尊者见到这些平日里趾高气扬的天至尊，今日都变得这般胆小如鼠，不觉得暗自偷笑，心中更是对萧炎这杀鸡儆猴的手段竖起了大拇指。今日既然大家都在这里，我有2件事要宣布。第一件事，1个月后，圣火天宫将会迁至大千世界极北之地的无尽大陆，负责镇守我大千世界的边疆。当然，此事不加以强求，若有人现在选择退出圣火天宫，我也绝不会阻拦。萧炎的目光扫视着下方说道，如今一切准备就绪，也是时候前往极北之地了。听得萧炎的话，下方也顿时引起一阵骚动，不过倒是无人选择退出。萧炎这般高义之举，倒是让他们想起五祖，对于五祖他们可是极为的钦佩。如今他们的公主也有这般高义之举，他们自然是选择跟随。何况那域外邪族乃是大千世界的宿敌，能够跟随炎帝这般超级巅峰强者镇守边疆，守护大千世界，可谓是无比的荣耀之事。炎帝高义，我等愿誓死追随。持续了数分钟之后，那10几位天至尊的超级强者纷纷出声，紧接着下方便陡然爆发出了一阵震天的呐喊声，声震天地，气势直冲云霄。此刻众人所叫的皆是炎帝，而并非是公主，因为他们追随的并非是那所谓的一宫之主，而是炎帝这个人。这是一种强大的人格魅力，一般的超级强者都做不到。如今大千世界能够做到这样的，也只有2人，炎帝、五祖。见到众人纷纷表态，萧炎也是微笑着点了点头，旋即双掌虚压，示意众人安静。这第2件事，从今日起，我想撤除圣火天宫之名。萧炎缓缓地说道。闻言，众人倒是没感觉怎么惊讶，毕竟如今的圣火天宫早已经不是之前的圣火天宫了，而是一个大千世界新生的超级霸主势力，改换名称倒也不足为奇。不知公主心中是否已经有了合适的名字？此时一位天至尊当即开口问道，其他人也是很好奇地看向了萧炎，毕竟是萧炎提出来，想必心中早已有了合适的名称。闻言，萧炎轻笑一声，那漆黑的眸子望向了大千世界的极北之地，清朗的声音旋即传出，响彻整片天地。无尽火域，圣火天宫更改为无尽火域，这无疑是一个极为重大的标志，它标志着大千世界中的一座超级霸主势力从此正式成立。无尽火域，炎帝执掌，万火焚苍穹。这是一座新生的超级霸主势力，一座足以与五境相媲美的庞然大物。当无尽火域成立的消息成立之后，短短数日便又在大千世界掀起了一场滔天骇浪。因为这个消息传开的同时，另一个消息也随之如同闷雷一般轰炸整个大千世界。1个月后，无尽火域将迁至大千世界极北之地，镇守着大千的边境，抵御着域外邪族，守护大千世界。这个消息实在太过于震撼了，这让的众人不禁又想起了那位五祖。五祖便是将五境迁至大千世界的极南之地，而如今这位炎帝居然也要这般为之。在众人十分震惊的同时，心中也是对这位炎帝肃然起敬，能有这般高义之举，可见这位炎帝也是一位极具气魄的男儿。所以这个消息传开之后，又引得大千世界诸多强者纷纷加入无尽火域，因为这位炎帝值得他们为之追随。与此同时，大千世界的众人也开始将这位无尽火域的炎帝与那位五境的五祖比较，而这一比令得众人皆是大吃一惊，因为在这2人身上竟然有着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炎帝、五祖，他们都是年轻一辈，他们都是来自于低级的下位面，他们都是在短短数十年间崛起，
站在了大千世界的顶端，都曾以一己之力在这浩瀚无尽的大千世界中掀起滔天巨浪，一人震全族。他们二人都创造了属于自己不可磨灭的传奇，成为惊艳绝伦的传奇人物。炎帝、五祖，在如今的大千世界之中，这两个名字实在太过响亮了，以至于众人闻之便会心生浓浓的敬意。所有大千世界之人对炎帝、五祖如此之敬重，并非仅仅是因为他们有着过人的实力，当然强大的实力能够征服世界，但永远征服不了人心。真正让大千世界之人敬重的是炎帝、五祖身上的那种对大义的担当，以及那种舍我其谁的气魄。强者，大千世界中从不缺少，缺少的是这种以守护大千世界为己任的强者。毫不客气地说，以炎帝、五祖的实力，足以在大千世界的核心地域称王称霸，但是他们却没有这般做，不是不能做，而是他们的心根本不在此，他们更愿意以自身强大的实力为大千世界做出一些贡献。而正是如此，方才让的众人每次谈及炎帝、五祖二人都会肃然起敬。就算是大千世界的那些圣品天至尊，提及炎帝、五祖都是心生敬畏。换句话说，圣品天至尊是巅峰，那么炎帝、五祖便是圣品巅峰的传奇。在如今的大千世界，炎帝、五祖已是传奇人物。无尽火域，半个月后，有着萧炎的震慑之威，无尽火域的浮躁之气无疑是已经尽消。在圣云尊者与冷霜尊者的指挥下，无尽火域的一切工作都已经恢复正常，这让的萧炎也是放下心来。还好有圣云尊者与冷霜尊者二女，不然这偌大的无尽火域，他一人真是难以管理。以他的性子，最不喜被这些事情所激。在无尽火域中坐镇了半月之后，萧炎便没打算再继续待下去了，因为再过半月，无尽火域便要迁至极北之地。想到迁至极北之地，萧炎的眼中有着金色的火焰燃起。因为在这3个月的闭关之中，萧炎的实力早已达圣品层次，只不过还只是圣品初期。3个月的时间，萧炎吞噬炼化了古地之炎，从灵品天至尊提升到圣品天至尊，单是这修炼的速度，堪称是无疑的快。换成其他人，恐怕至少都要花费数几十年的时间，甚至更久，更不用说踏足圣品之路。而且萧炎从圣火榜第3的古地之炎中所获得的信息，也是更加知晓了很多的事情。古地之炎其实才是真正的驼舍古地，而之前的地炎则是古地之炎衍生出的火焰。而如今地炎与古地之炎彻底的融合，古地之炎的力量已经恢复到巅峰，要不是驼舍古地的慷慨，萧炎也无法这么快在3个月的时间里彻底炼化古地之火。想到此，萧炎对驼舍古地充满着感激。当年在斗气大陆获得驼舍古地的传承，方才能够晋升斗帝，而如今在大千世界助自己踏足圣品之路的依旧是驼舍古地。萧炎对驼舍古地无疑是感激不尽。而且在驼舍古地的口中得知更为重要的信息，就是当年域外邪族的入侵，大千世界的无数超级强者皆是纷纷上战，而这些圣火都有灵智，化为人形，也参与着域外邪族的大战。只不过域外邪族的势力太过强大，尤其是域外邪族的天邪神，实力更是达到了极为恐怖的境界。虽然后来大千世界险胜，但是实则并不能说完全的胜利，因为如今的大千世界有一半都落入域外邪族之手，而且域外邪族也正虎视眈眈地对着另一半的大千世界占领。而萧炎如今的实力还只是圣品天至尊初期，还不足以对抗那些强大的域外邪族。在驼舍古地的引荐下，大千世界的极北之地虽然是边疆地域，但是那里存在着异火，而且比起古地之炎更加恐怖的存在。而这一火便是圣火榜排名第2的焚天灵火，拥有着焚尽万物的恐怖力量，一旦触碰，直接会被焚成虚无。所以这一次迁攻至极北之地，萧炎最重要的2件事情就是抵御域外邪族的入侵，而第2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吞噬炼化排名第2的焚天灵火。当然，想要吞噬炼化焚天灵火需要更长的时间，但是不管有多艰难，萧炎他必须担负起这重任。变强是他首要做的事情，只有变得更强，才能守护大千世界不被域外邪族侵犯。但是在这之前，萧炎还有一件极为重要的事要去做，那便是亲自去见遇接回轩儿和魔兽大陆的彩铃，这也是当初自己对二女的承诺。当初萧炎便说过，再次见到二女之时，他萧炎之名要响彻整个大千世界。如今数十年过去，这个承诺他终于可以兑现了。一别10数年，如今想着即将要见到二女，即便以萧炎的心境都忍不住剧烈波动起来。轩儿、彩铃，你们还好吗？无尽火域大殿的王座上，萧炎静坐其上，脑海之中却是思绪翻飞。正在这时，圣云尊者与冷霜尊者二女走进大殿，萧炎也是缓缓回神，目光看向二女。启禀玉主，按照你的要求，通往魔兽大陆、西天大陆以及剑宗的3座空间传送阵皆已构建完毕，玉主只要通过这3个空间卷轴，便可随时抵达这3个地方。圣云尊者上前说道，话音一落，3道流光便飞向萧炎。做得不错。接过空间卷轴，
萧炎嘴角也是浮现一抹笑意，眼中有些激动之色，笑了笑。他终于可以动身了。玉主亲往这3个地方，想必定然有要事，不知是否需要属下陪同？一旁的冷霜尊者突然说道：“这倒不用，此次主要是去接回我的2位妻子，以及顺便解决一些当年的恩怨，我一人前往便好。”萧炎摇了摇头，笑道：“妻子。”听得萧炎的话，圣云尊者与冷霜尊者对视了一眼，美眸中皆是掠过一丝莫名之色，似乎有些黯然，不过只是一瞬而逝。当年的恩怨，玉主交给属下去处理便好，何必玉主亲自前往？听到萧炎还有一些恩怨，圣云尊者与冷霜尊者美眸中不觉泛起一丝冷意，当即说道：“你们2人不必多言，有些事还是得我亲自去。”萧炎说道：“有些事情还是习惯自己解决。”闻言，圣云尊者2女也是不敢再多言。萧炎取出那通往魔兽大陆的卷轴，圣罗大陆距离那魔兽大陆最近，所以萧炎便决定先去接回彩铃，将空间卷轴抛向虚空。一个数丈的空间漩涡浮现，无尽的空间之力顿时释放出来。萧炎目光一凝，随即身形一闪，径直掠进了空间漩涡之中，身影消失不见。魔兽大陆，绚丽的七彩霞光终年笼罩着整座大陆，使得这座看起来犹如仙境。但就是这样一座迷人的大陆，外人却不敢轻易涉足，因为这里是七彩吞天蟒族的领域。而如今的七彩吞天蟒一族则是变得更为恐怖，因为七彩吞天蟒一族中诞生了一位女皇，这女皇不仅实力已达天至尊，而且其本身还是传说中的9彩吞天蟒血脉，乃是七彩吞天蟒一族中血脉最高级的纯粹者。这些年，在这位女皇的带领下，七彩吞天蟒一族变得愈发强大，隐隐可以与龙族、凤族等大千世界顶尖的魔兽族媲美。女皇比起女王这称谓，无疑是更高级的存在。而女皇称谓在七彩吞天蟒一族中，只有拥有9彩吞天蟒血脉的纯粹者才能获得。而这位女皇叫做美杜莎女皇。9彩宫，魔兽大陆上最为宏伟的一座宫殿，宫殿周身散发着绚丽的9彩霞光，霞光笼罩整座宫殿，远远看去犹如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这9彩宫乃是七彩吞天蟒一族中的圣地，无人敢轻易闯入，因为这里是美杜莎女皇的专属宫殿。而就在此时，9彩宫上方的空间陡然剧烈波动起来，一个数丈的空间漩涡浮现，空间之力不断弥漫出来，令得这片天地顿时躁动起来。注意警戒，是谁敢闯入我们七彩吞天蟒一族的圣地？这般变故自然第一时间引起了七彩吞天蟒一族中诸多强者的注意，当即一阵阵尖锐的破风声响起，一道道强悍的身影从四面八方掠上天际，迅速将那空间漩涡给包围，其中不乏有着天至尊的身影。因为这9彩宫乃是美杜莎女皇的宫殿，自然不容常人轻易冒犯，所以守卫极为的森严。在众多七彩吞天蟒族的强者警惕的目光下，一道黑袍身影缓缓从那空间漩涡中踏出。察觉到周围诸多强者警惕的目光，黑袍青年轻轻一笑，这排场可真大。阁下何人？为何擅闯我七彩吞天蟒一族的圣地？当先的一位老妪目光死死地盯着萧炎，嘶哑的嗓音传出，他的修为已达天至尊，但是就算以他的实力，却看不透眼前这位黑袍青年，这让得他有些惊讶。因此他并未急忙动手，毕竟看不透对方的实力，恐怕实力在自己之上。我来找我的妻子彩铃，请前辈通报一声。萧炎笑着说道，当年彩铃被七彩吞天蟒一族带走，想必如今的地位应该不低。放肆！我族的美杜莎女皇岂会是你妻子？速速离去，否则别怪老朽不客气了。这位天至尊老妪顿时冷声怒道，他自然知道美杜莎女皇的名字叫做彩铃，但是这黑袍青年竟敢如此放肆，若不是忌惮这黑袍青年的实力，恐怕他就直接出手了。美杜莎女皇。闻言，萧炎怔了怔，旋即苦笑起来，看来这美杜莎女皇无疑就是彩铃了。前辈若是不信，大可前去通报，我若有半句假话，前辈到时候再动手也不迟。萧炎笑着说道，负手而立，风轻云淡，根本没有被周围的众多强者所影响。见到黑袍青年这般从容姿态，这位天至尊老妪也是暗自称奇，这黑袍青年的身份恐怕极为不凡，难道真是女皇的丈夫？目光闪烁了一番后，老妪便决定还是去禀告一声为好。不过他刚有所动作，下方的9彩宫中便掠出2道身影，而后迅速地出现在天际之上。那当先的一道娇躯，一袭9彩衣裙，在衣裙的勾勒下，身姿显得极为曼妙，那诱人的曲线弧度让人不禁暗自咂舌。视线往上，那一张俏脸魅惑天成，不过却透着一股淡漠之意，妖艳的眸子中亦是充斥着一股冰冷之色，她目光所过处，仿佛能令空气冻结。总之，在这女子身上，一股高贵冷艳的气质，令人只可远观。而她便是如今大千世界7彩吞天蟒一族的女皇美杜莎女皇，也就是彩铃。在彩铃的身后还站着一道娇躯，自然便是幽魅莎女王。此刻
他的目光有些疑惑地盯着那位黑袍青年，似乎有些似曾相识之感。不过时间过去太久了，他竟然一时间也想不起来。参见女皇。见到来人是彩铃，一旁众多强者皆是恭敬行礼，眼中满是敬畏之色。彩铃摆了摆手，她那双妖艳的美眸此刻正紧紧地盯着不远处那道负手而立，嘴角还带着一丝和煦笑意的黑袍青年，美眸之中有着复杂之色在闪掠。女皇，此人擅闯我族，不知是否认识他？那位天至尊老妪过来问道。一旁的众多强者目光也是看了过来，若是女皇不认识此人，那他们便会直接选择出手。毕竟这黑袍青年不仅擅闯圣地，而且还对女王出言不逊，可谓死不足惜。闻言，彩铃那妖艳眸子中复杂之色闪烁了一番后便消失不见，美眸陡然变得冰冷无比，充斥着淡漠之色，冰冷之声响彻天际。不认识，杀了他。当彩铃那淡漠的声音落下后，一旁诸多七彩吞天蟒族的地至尊强者，甚至天至尊的超级强者顿时爆发出强悍的气势，令得天地灵力疯狂的咆哮。一股股强悍无比的气息霎时间锁定了萧炎，其中有着近10位天至尊超级强者，还有着仙品天至尊的存在，在这般阵容的围攻，即便是仙品天至尊后期的超级强者也讨不到丝毫的好处。这一幕倒让的萧炎顿时有些无奈，不过他便不觉苦笑起来。看这样子，彩铃似乎还在生自己的气。虽说彩铃俏脸上尽是冰冷之色，但是她那对妖艳美眸在看向自己时，萧炎明显察觉到那美眸深处有着一抹幽怨之色。不过转念一想，萧炎倒也能够理解，身为丈夫却一别数10年时间，加之又音信全无，想必也是让的彩铃整日都是提心吊胆。毕竟这大千世界凶险莫测，作为妻子自然是牵挂丈夫的安危，而这般提心吊胆的日子一过便是10数年，恐怕换做任何一个女子都难以忍受。那些等待的日子对于一个只盼丈夫归来的女子来说，是一种难以言说的煎熬。不管彩铃如何高傲冰冷，有时候表面冰冷恰恰是为了掩饰自己那颗脆弱的内心，为了掩饰自己那早已泛滥的感情。无情又何尝不是有情呢？在数月前，萧炎独闯火灵族，在大千世界掀起滔天骇浪，一时间威名响彻整个浩瀚无尽的大千世界。彩铃身为七彩吞天蟒一族的女皇，自然在第一时间得到了这个震撼人心的消息。而在接到这个消息的一瞬间，虽说彩铃心里有些抱怨萧炎，但是更多的还是为萧炎感到高兴。而她也以为不久后萧炎便会来接自己，不过很快她便失望了，因为一连数月过去，却依旧不见萧炎前来。这一刻，即便是一直相信萧炎为人的彩铃，也开始对萧炎失望了。即便自己不来，那也应该派人前来通告一声啊。可是他什么都没有等到，这无疑让的彩铃心中的幽怨更甚一些。不认识，杀了他。简单而直接的话语，这无疑是句气话，或许应该换个说话。这是一位久等丈夫归来的妻子一时的幽怨之言，对此无可厚非。所以萧炎听到这句气话，也是忍不住无奈苦笑起来。惹恼女人，这可真是一件令人头疼的事啊！动手！正在这时，那位天至尊老妪冰冷的目光死死锁定萧炎，而后大手一挥，厉声喝道。他的话音一落，5位灵品天至尊强者身形爆射而出，率先朝着萧炎杀去。那恐怖的气势令得天地灵力在疯狂的肆虐。见状，萧炎微微扫视了一眼这5位灵品天至尊，又看了看那依旧一脸冰冷的彩铃，无奈一笑。萧炎自然不可能束手就擒，不过他也并未有什么动作，毫不客气地说：“5位灵品天至尊，如今在萧炎的眼中不过蝼蚁。”那5位攻来的灵品天至尊见到萧炎没有丝毫的动作，不觉眼中都有些怒火。萧炎这般姿态，简直是无视他们，而他们乃是大千的超级强者天至尊，连天至尊都敢无视，无疑就是找死。不过就在他们的身形靠近萧炎5丈距离时，萧炎的目光一凝，随后一股浩瀚的灵魂力量霎时间如同风暴般的席卷而出。在那股浩瀚的灵魂威压之下，5位攻来的灵品天至尊瞳孔猛然一缩，身形骤然一滞，而后那股浩瀚灵魂力量化为无形大手，随意一挥，无论他们如何挣扎，身形全都向后倒飞数10丈。不过这5位灵品天至尊都未受伤，只是被震飞而已。萧炎自然不可能真的伤了他们，不然恐怕彩铃真得跟自己翻脸了。那老妪见到萧炎，一念之间便震退5位灵品天至尊，心中不觉大吃一惊，此人实力太过可怕。而后他和身旁的3位仙品天至尊对视了一眼，准备一起动手。不过下一刻，他和身旁的3位仙品天至尊便是感到一阵惊恐，他们的身形居然不能动弹丝毫，甚至连体内的灵力都无法运转。当即他们的目光霎时间看向了那位负手而立的黑袍青年，眼中皆是涌动着浓浓的恐惧之色。连他们4人的身形都动弹不得丝毫，就更别说一旁的那些的至尊了。不过数息，七彩吞天蟒一族中唯一无视的便只有彩铃，其余人的身形
皆被一股极为恐怖的天地伟力禁锢。在这股天地伟力之下，他们感觉如同蝼蚁一般，只要萧炎一个眼神，他们便将灰飞烟灭。那些被禁锢的七彩吞天蟒族人，目光皆是死死地盯着天际的那位负手而立的黑袍青年。那黑袍青年嘴角依旧带着笑意，但就是这般风轻云淡的模样，却让得他们感到一股来自灵魂的恐惧。谈笑间禁锢一方生灵，这是何等的可怕存在！这位黑袍青年究竟是何人？同一个想法不约而同地在所有人的脑海中浮现。大千世界何时出现了一位如此恐怖的年轻人？疑惑、恐惧笼罩在众人的心头，挥之不去。如此一来，天际之上便只剩下萧炎和彩铃能够自由行动了。彩铃那妖艳的美眸微微从众人身上扫视了一眼，眼中并未有什么惊讶之色，因为这一幕根本就在他意料之中。其他人不知道这位黑袍青年是何人，他却知道大千世界超级霸主势力无尽火域之主，威震整个大千世界的炎帝萧炎，同样也是她的丈夫。望着那比之前更为高贵与冷艳的彩铃后，萧炎目光闪烁，心中也是感慨万千，脚步迈出，缓缓对着那牵挂已久的倩影走出，脚步不知为何显得有几分沉重，因为他不知道待会儿自己该说些什么。此情此景，若非亲身经历者，根本无法体会这一刻萧炎心中的百感交集。当年一诺，待我名震大千，便来寻你，而今一晃便是数十年，我民已响彻大千，前来见你，我来接你了。沉默终于被黑袍青年打破，繁华落尽，万千言语如鲠在喉，最后却只化作了一句简单而不能再简单的话：我来接你了。何其简单，何其普通，但却又是何其的真实。今日到此，不为其他，只为接你。当萧炎那简单的5个字响起后，饶是以彩铃那高傲的性子，此刻心头也顿时犹如被什么重物狠狠撞击了一般。一时间，压抑在他心底数十年的情感，霎时间犹如江河决堤一般宣泄出来。他那妖异美眸中的冷色也在此刻荡然无存，一抹浓情悄然涌起，打射他的眼眶，不觉清泪两行，高傲冷艳。若为他，我亦甘愿放下。说到底，只是一位待夫君归来的妻子而已。见到彩铃这般模样，萧炎眼中也掠过一抹心疼之色，伸出双臂，一把将那道魂牵梦萦的倩影拥入怀中。此时此刻，萧炎心中百感交集。这一天，他等了太久了。望着天际之上那位黑袍青年将他们的女皇拥入怀中，一旁的众多七彩吞天蟒族人皆是目瞪口呆，眼中透着浓浓的难以置信之色。这一幕实在太过震撼了。要知道，他们的女皇一直都是冷面寒霜，平日里总给人一种生人勿近、极为冰冷之感，何曾像今日这般泪拆两行，而且还被一位男子抱进怀中？这彻底颠覆了他们的认知。这还是他们那位平日里冷艳无比的美杜莎女皇吗？无数道目光惊讶地盯着天际，神色皆是有些呆滞起来。这位黑袍青年到底是何许人？他真的是女皇的丈夫？众人瞳孔陡然紧缩，无数道目光开始相互交织着，透着浓浓的震惊之色。这位黑袍青年居然捕获了他们女皇的芳心，简直不可思议。他们可是见识过女皇的冰冷性子。这时，那一旁的优媚纱女王瞳孔也是一缩，她的美眸死死地盯着那道黑袍身影，似乎想起了什么。当年她前往西天大陆带回彩铃之时，似乎就有这位黑袍青年在场。那时候黑袍青年在她眼中不过蝼蚁，甚至她都未曾正眼看过。然而短短数十年过去，再次见面，这黑袍青年的实力居然会强悍至此，甚至一个眼神便能让他灰飞烟灭，这让得他心中极为不是滋味。更让他没想到的是，这黑袍青年竟然是彩铃的丈夫。难怪彩铃一直以来对任何男子都看不上眼，原来有这么一位天之骄子的丈夫。跟我回无尽火域吧，如今这大千世界再也无人敢伤你丝毫。拥抱许久后，萧炎方才拉开彩铃，微笑道，笑容中透着一股浓浓的自信，同时也给人一种难言的安全感，似乎这道瘦削身影足以抗起这片天地。彩铃心中一暖，嘴角微翘，点了点头，旋即她转过身来，俏脸再度恢复冰冷，那种高贵与冷艳的气质再度浮现。幽前辈，这族长之位今日交还给你了，这些年多谢前辈的照顾，日后若是七彩吞天蟒一族有事，可以前去无尽火域找我。彩铃妖艳的眸子在众人身上扫了一眼，最后目光停在优媚纱女王身上，抱拳感谢道，对于族长之位她倒是没多大兴趣，如今萧炎前来接她，她自然会选择跟萧炎离去。话音一落，彩铃便对着萧炎示意了一下，想让后者解开禁锢。见状，萧炎笑了笑，大手一挥，无形的天地伟力尽数散去，七彩吞天蟒众人旋即恢复正常，不过眼中还是透着一抹惊惧之色。但是回过神后，再想起彩铃刚才的话，众人又是忍不住的猛地一惊。无尽火域，优媚纱女王等人瞳孔骤然紧缩，皆是被彩铃的话给震惊到了。去无尽火域找他，那岂不是说
这黑袍青年是无尽火域之人。有了对这黑袍青年身份的初步确认，再根据这黑袍青年的恐怖实力加以推测，此时此刻恐怕是个傻子都能猜出这位黑袍青年是何人。此刻，优媚纱女王等人狠狠吸了口凉气，目光皆是死死地盯着那位黑袍青年，浓浓的惊骇之色迅速爬上脸庞。与此同时，一个足以令他们的灵魂都感到震撼的名字在他们脑海之中响彻：炎帝萧炎。这个名字一经浮现，优媚纱女王等人便如同被雷击了一般，神色瞬间木然。这位黑袍青年居然是炎帝。对于炎帝之名，他们自然听说过。这位炎帝短短数月，先后在大千世界掀起滔天骇浪，一人独闯火灵族，夺走其镇族之火，最后飘然而去。而后创建的无尽火域，乃是大千世界中的一座超级霸主势力。如今炎帝的威名早已经响彻整个浩瀚无尽的大千世界。望着那道黑袍身影，优媚纱女王等人目光中皆是透着浓浓的惊骇之色。想不到这在大千世界搅动狂风暴雨的炎帝，居然会出现在他们面前，真是让人有种身在梦幻之中的感觉。更让人想不到的是，这位炎帝的妻子居然会是他们的女皇，真是匪夷所思。还是要多谢前辈当年的仗义出手，正如彩铃所言，若日后七彩吞天蟒一族有事，便可来无尽火域。萧炎也对着那优媚纱女王笑着说道：当年若不是这优媚纱女王及时出现，恐怕她的焚诀功法以及地炎就要落入那炎火尊者的手中了。对于当年之辱，萧炎也是一直记着。闻言，优媚纱女王更是惶恐不已。当年她可不是有意要帮助萧炎，此刻她的心中真是百般滋味。没想到当年的黑袍青年竟然会成为如今的炎帝，真是世事难料。话音一落，萧炎对着优媚纱女王等人抱拳，不再多言，袖袍一挥，空间卷轴飞射而出，一个数丈的空间漩涡浮现。走吧。萧炎对着彩铃一笑，身形一闪，率先掠了进去。彩铃再度看了眼优媚纱女王等人后，便不再迟疑，径直掠了进去。天际之上，优媚纱女王等人望着那空间漩涡，眼中的惊骇之色依旧未曾散去。今日之事着实给了他们太大的震撼。震撼的同时，他们的心中自然还是感到极为的兴奋，因为他们七彩吞天蟒一族居然跟无尽火域拉上了关系。要知道，如今的无尽火域可是能与五境相媲美的大千世界中的超级霸主势力。有了这样一层背景，想必他们七彩吞天蟒一族日后会愈发鼎盛。虽说彩铃不在他们族中，但是彩铃毕竟是九彩吞天蟒，若是他们七彩吞天蟒一族出事，彩铃也定然不会坐视不管。有着这种关系，恐怕无人敢轻易挑衅他们七彩吞天蟒一族，因为他们的女皇可是无尽火域的主母。空间传送阵之中，我们这是直接返回无尽火域吗？在传送阵中，彩铃对着萧炎问道：暂时不回，先去趟西天大陆解决一些当年的恩怨，再前往剑宗接回薰儿。萧炎眉间轻挑，西天大陆，他初来乍到大千世界踏足的第一座大陆，在这里有恩也有怨，恩要报，怨自然也要讨。闻言，彩铃点了点头，不过嘴角却是浮现了一抹淡淡的笑意，显然对于萧炎首先来接自己，让他心里有些高兴。对于彩铃的那点小心思，萧炎自然也是察觉到了，心里却是暗自苦笑。这位是高兴了，可那位就无奈地摇了摇头后，萧炎不再多想，一把拉住彩铃的玉手，速度陡然暴涨，径直对着那空间传送阵的尽头飞快掠去。西天大陆，如今的西天大陆可谓是一家独大，因为在这10数年间崛起了一座超级势力——西天战殿。西天战殿，百战之皇，战威无可敌，这是流传在大千世界的中一句谚语。西天战殿之主，西天战皇，在这数十年间崛起的年轻一辈，威名也是响彻了整个大千世界。西天战殿在这座西天大陆上犹如一座庞然大物，巍然屹立。虽说他不轻易插手西天大陆的事务，但是他的威严却无人敢挑衅，因为这座超级势力之中有着西天战皇坐镇，简单的4个字足以震慑诸多势力。西天圣城，丰州城。那片天际之上的空间突然蠕动起来，一个数丈的空间漩涡缓缓浮现，而后一男一女2道身影缓缓走出，居然来到丰州城了。望着下方依旧有些熟悉的场景，萧炎不觉一笑，一旁彩铃美眸微闪，对于此地自然也是记忆犹新。当年分别便是在此，如今故地重游，倒也让人不胜感慨。这般想着，他的美眸不觉看向了萧炎，其中有着异彩闪过。当年萧炎只是在这西天大陆小有名声，而如今短短数十年而已，威名却已经响彻整个大千世界。一想到这位名震大千世界的炎帝是自己的丈夫，彩铃心中也是有些欣喜。都说英雄爱美人，那美人又何尝不爱英雄呢？要知道这大千世界是何其的浩瀚，能在这片强者如林的天地之中闯下如此赫赫威名，敢问有多少人能够做得到？如今萧炎的成就足以让得大千世界所有的天之骄子都黯然失色。萧炎与彩铃在天际停留了一会儿之后，便不再停留，
打听了炎火宗的方位后，便径直朝着炎火宗急速掠去。在那天际飞掠的同时，萧炎的嘴角微掀，眼中的一丝冷芒一闪而逝。10数年不见，也不知道那位炎火尊者如何了。炎火宗，在那炎火宗的上空，空间一阵波动，旋即2道身影缓缓走了出来，自然是萧炎和彩铃。不知道那炎火尊者在见到你会是何种表情？彩铃妖艳的眸子从下方的一座座高大宫殿上扫过，眸子中有着一丝冰冷之色。对于当年炎火尊者对萧炎所做的事，他自然也是记得清清楚楚。我也有些期待。闻言，萧炎的嘴角微掀，笑着说道。正在2人说话之时，10来道强悍的身影迅速从下方暴掠而来，不过数息便出现在天际上，而后将萧炎2人层层围住。你们是何人？为何擅闯炎火宗？那为首的一位男子锐利的目光盯着萧炎2人，沉声问道。这位男子乃是夏魏帝至尊的实力，不过以他的实力，却看不出这萧炎2人的实力，让他感到有些心惊。叫你们的宗主出来吧，就说他的熟人来了。看着那位夏魏帝至尊，萧炎淡淡的说道。闻言，那位的至尊目光闪烁了一番，看着2人有恃无恐的样子，说不定真的是宗主的熟人。那2位恐怕还得改日再来，宗主正在闭关修炼，任何人都不能见。那位帝至尊说道。闭关吗？闻言，萧炎眉间挑了挑，目光在下方扫视了一下，而后锁定了一座高大的山岳。那山岳之中有一股天至尊的气息，想必应该就是炎火尊者了。我们赶时间，不见也得见。话音一落，萧炎目光一冷，右手陡然隔空一抓，浩瀚的天地灵力顿时间化作一柄万丈的长剑，长剑之上斜卷着恐怖的气势，在那位帝至尊惊骇欲绝的目光下划破虚空，一剑斩向那座高大山岳。一剑斩落，天崩地裂，如同切豆腐一般，那座山岳瞬间被斩尽齑粉，一条万丈庞大的黑暗深渊霎时间在炎火宗之中蔓延开来。这一幕瞬间引得炎火宗里无数道目光的注视，一道道身影快速掠上虚空，望着那条万丈裂缝，瞬间都感到头皮发麻。何人竟敢打扰本座闭关，找死吗？正在众人惊骇之时，一道蕴含着冰冷杀意的暴喝声陡然在整个炎火宗上空响起，随后一道流光快速从那深渊之下掠出，而后一道狼狈的男子身影顿时出现在炎火宗上空，其气息有些起伏不定。这男子自然便是炎火尊者，如今他也踏入了仙品天至尊的层次。此刻炎火尊者的面色阴沉至极，他的目光死死锁定萧炎2人，其中透着冰冷的杀意。刚才出手的定然就是这2人，不过不知为何，这2人给他一种极为熟悉的感觉，但一时间却有些想不起来。炎火尊者，当年丰州城一别，可还记得我？望着炎火尊者，萧炎目光微眯，笑着问道。丰州城。闻言，炎火尊者在萧炎身上打量了一番，目光不觉一紧，似乎想起了什么。原来是你。炎火尊者目光一凝，自然是认出了萧炎。当年他差一点便能够夺走萧炎身上的地炎，可惜最后七彩吞天蟒一族来人，如今这小子还敢来，不觉让他又打起了萧炎身上地炎的主意。至于萧炎的实力，则是自动被他忽略，短短10数年而已，他也只不过跨越了一个层次。这当年的至尊小子，如今还能够强大到哪里去？小子，当年有人护你，方才让你逃脱，今日你主动送上门，还是乖乖的将圣火交出来吧。炎火尊者淡淡说道。对于萧炎的圣火，他可是觊觎已久。又抢圣火吗？闻言，萧炎与彩铃对视一眼，嘴角不觉浮现一抹冷笑。不过今日谁抢谁的圣火，恐怕还不好说。圣火就在这里，就怕你收服不了。萧炎冷笑道，心念一动，地炎席卷而出，顿时在虚空中形成一朵绚丽的火莲，火莲开始旋转，其上的狂暴之力尽数被萧炎遮掩，因此看上去就是一件极为普通的火莲一般。见状，炎火尊者眼中顿时涌现一抹火热之色，大手一挥，顿时将那精美火莲一把抓了过来。然而就在炎火尊者手掌落在火莲之上的时候，绚丽的火莲陡然一颤，然而在众人惊骇的目光中直接爆炸，无比恐怖的狂暴能量霎时间将炎火尊者席卷了进去。炎火尊者所处的那片空间顿时被焚烧成虚无，恐怖的火焰疯狂的肆虐，仿佛要焚尽这片天地。见状，萧炎大手一挥，狂暴的能量顿时散去，若是再任其肆虐，恐怕这炎火尊者今日就得烟消云散了。狂暴火焰的能量散去之后，那破碎的空间处，一道浑身焦黑的身影顿时被吞出，那狼狈不堪的身影自然便是炎火尊者。那下方的众多炎火宗弟子见到这般狼狈的炎火尊者，顿时忍不住咽了口唾沫。那黑袍青年居然将他们的宗主伤成这样，那可是一位货真价实的天至尊啊，而且还是仙品天至尊。看来你收服不了我的圣火，既然如此，那就换我来收服你体内的圣火。话音一落，萧炎目光一凝，手掌伸出，隔空对着炎火尊者一吸，一股吸力暴涌而出，
一团强大雷霆破风般的火焰从炎火尊者体内飞出，最后落在了萧炎的掌心处。破风雷火，圣火榜排名第11位。望着掌心的火焰，萧炎喃喃了一声。如今这种排名的圣火，恐怕奈何不了萧炎丝毫，所以破风雷火落在他手上也是表现得极为温和。随后萧炎的心念一动，一缕地炎涌进破风雷火之中，顿时将其与炎火尊者的联系给切断。联系一断，那狼狈不堪的炎火尊者又狂吐一口鲜血，脸色惨白至极。炎火尊者的目光死死盯着萧炎，其中带着愤怒与惊惧之色。愤怒的自然是萧炎夺走他的圣火，惊惧的自然是萧炎的实力。他没想到这萧炎竟然已经强悍至极，这时他方才明白，这萧炎不是有意隐藏实力，而是实力已经到了一个他都无法看穿的层次。一想到此，炎火尊者惊骇不已。短短数十年，这黑袍青年的实力便已经超越了他，这怎么可能呢？炎火尊者，这种被抢了东西的滋味怎么样？见到那一脸阴晴不定的炎火尊者，萧炎笑着说道：“今日来此，只为一雪当年之耻，以其人之道，怀治其身之身。”我知道你现在比本座强，不过本座劝你还是将圣火还回来。本座乃是西天战殿的克钦长老，你今日之举是在挑衅西天战皇。炎火尊者咬牙切齿说道，心中极为的憋屈。今日当着众人的面被抢了圣火，这让他的面子往哪里放？如今只能搬出西天大陆的统治者西天战皇震慑这家伙了。闻言，萧炎只是淡淡一笑，旋即直接将破风雷火收入体内。如今要让他交出东西，恐怕凭西天战皇都还不够。收好破风雷火之后，萧炎懒得再理会那咬牙切齿的炎火尊者。如今在他眼中，后者不过蝼蚁，杀他不是不能，而是不屑。当即萧炎拉着彩铃，顿时化为一道流光，朝着天际掠去。与此同时，一道淡淡的声音在整个炎火宗的上空响了起来：“你尽管将此事告诉西天战皇，若他要为你出头，就来无尽火域，我萧炎等着他。”淡淡的声音在整个炎火宗里响起，声音虽说平淡，但是却仿佛有着某种魔力一般。一时间，禁令的炎火宗里的所有人身子都瞬间僵硬了，犹如被雷击了一般。无尽火域，萧炎！炎火尊者等人皆是目瞪口呆，这两个字在他们的脑海之中犹如闷雷般炸响。在无尽火域中叫萧炎的，就是傻子都知道那是何人，定然就是那位名震大千世界的炎帝。刚才那位黑袍青年，居然就是大名鼎鼎的炎帝萧炎。炎火宗里的无数道目光相互交织着，这般后知后觉之感，令他们皆是一脸骇然之色。他们居然见到了那位名震大千世界的炎帝，但是从刚才的事来看，他们的宗主似乎曾经得罪过炎帝。不过好在这位炎帝并没有迁怒于炎火宗，不然恐怕炎帝翻手之间就能让他们灰飞烟灭。这一点他们没有丝毫怀疑，毕竟关于炎帝的传奇事迹，他们已经听过太多了。那天际之上的炎火尊者目光死死地盯着萧炎消失的方向，眼中透着浓浓的难以置信之色。他万万没有想到，当初在他看来不过蝼蚁般的存在，如今竟然成为名震大千世界的超级霸主强者。无尽火域，炎帝萧炎，光是这简简单单的8个字就足以令人望而生畏。无尽火域，那可是如今在大千世界中真正的巨无霸存在。可笑的炎火尊者，刚才还搬出西天战皇，恐怕即便是西天战皇对那炎帝也忌惮颇深。若是炎火尊者将今日之事告诉西天战皇，说不定西天战皇就得先一掌拍死他。为了一个小小的仙品天至尊，而去得罪如今大千世界之中的霸主，西天战皇有那么想不开吗？望着遥远的天际，炎火尊者心中感慨万千，长叹一声之后，拖着落寞而狼狈的身影独自掠进炎火宗的深处。没人知道炎火尊者的那一声长叹意味着什么，绝望、悲伤，亦或者是后悔。离开炎火宗之后，萧炎便带着彩铃掠进了炎火宗附近的一座城市当中。去剑宗之前，他还想了却一桩心事，那便是当年洛天神的恩情。萧炎没打算亲自前往洛神族，不然又得浪费不少时间，毕竟他的时间已经不多，再过数日，他必须得返回无尽火域主持大局。不是去剑宗吗？来这里做什么？瞧得萧炎掠进城中，彩铃柳眉微挑，疑惑问道。他自然也是知道萧炎时间宝贵，来打听一些事，当年欠下了一道人情。萧炎笑着说道，随即继续朝着城市中心走去。彩铃美眸微闪，也不再多言，他对萧炎极为了解，人情这东西萧炎看得极重。在城中转悠了半个时辰之后，萧炎便带着彩铃来到了城中的一座名为灵阁的恢宏建筑前。灵阁，大千世界之中一座神秘而强大的势力，这个势力有点不同，他们专门经营和传送各类消息，大千世界各地发生的最新消息都会被灵阁得知，仅此一点便可知这个势力的庞大。密集的情报网背后必然有着极为恐怖的实力支撑。在大千世界各大城市之中皆有灵阁的分阁，而这座灵阁自然也是一座分阁。看了眼这座气势恢宏的大殿后，
萧炎便带着彩铃径直走了进去。第一层面积极为宽阔，在那中央有着一座数十丈庞大的环形水晶台，水晶台里面有些数千道身着同一制度的女子身影，在那紧身制服的勾勒下，完美娇躯曲线毕露，长相都极为貌美，一举一动透着优雅之感，俏脸上还带着职业的微笑。而此刻在那水晶台外缘有着诸多排队的身影，队如长龙，自然都是前来购买消息的。不过这些排长队的人并未太过心急，因为光是看着那水晶台前的一道道完美娇躯，就足以甘愿让他们多等一会儿。不过欣赏归欣赏，却无人敢去亵渎这些美丽的女子，因为她们是灵阁的人。灵阁看似不显山不露水，但众人都知道这座势力极为的可怕。这么多人望着那围在环形圆台四周的长队，萧炎苦笑地摇了摇头，旋即准备离去。这么多人排队得排到什么时候？他可没那闲工夫排队。两位贵客，请等一下。正在萧炎与彩铃准备离去之时，一道悦耳的声音顿时响起。萧炎二人脚步一顿，转身看去，只见一位女子缓缓走了过来。这位女子同样身着一身制服，娇躯勾勒的曲线毕露，嘴角轻抿，带着一丝迷人笑意。这女子的身份似乎要高尚许多，因为她身上的制度更为华丽，而且这女子的气质也显得极为高贵，一看就知道不是普通人。两位好，我是这座分阁的管事紫萱。那位女子迈着时而从制服中露出的修长美腿，缓缓走到萧炎二人面前，而后笑着说道，目光在这自称紫萱的女子身上扫视了一眼。萧炎随即也是笑着点了点头，倒是一旁的彩铃没给什么好脸色，冷艳的眸子淡淡的瞥了眼紫萱，然后看了眼一脸笑意的萧炎后，便是懒得理会。看到彩铃似乎对自己隐隐有敌意，紫萱如何猜不出这二人是什么关系？不过他还是礼貌的笑了笑，以他的阅历，自然第一眼便看出这二人实力的不凡，尤其是这位黑袍青年，这黑袍青年的气息犹如无底的深渊一般，让他难以窥探丝毫。不知这位公子要打听什么消息？紫萱的美眸看向萧炎，直接开门见山的问道，来灵阁自然是为了打听消息的，我想打听有关洛神族最近的消息。萧炎笑了笑，有了这紫萱，看来他倒也省得去排队。而之所以有这般待遇，萧炎自然知道为什么，一切都要靠实力说话。洛神族们闻言，紫萱不觉多看了萧炎两眼，然后依旧微笑道，公子请跟我来。紫萱转身朝着2楼走去，萧炎眉间挑了挑，跟了过去。彩铃美眸淡淡看了眼那前方的紫萱，也不急不缓地向2楼走去。在2楼的一间典雅房间之中，紫萱很快找来了有关于最近洛神族的消息。洛神族最近的情况好像相当的糟糕，恐怕不久便会有灭顶之灾。紫萱为萧炎斟了一盏清茶，柳眉微挑，美眸盯着萧炎，缓缓地说道，灭顶之灾。闻言，萧炎眉头不觉一皱，这个消息可不是他愿意听到的。公子有所不知，这数十年来，洛神族不断的衰落，族中人才凋零，如今已居4大神族的末尾。所谓弱肉强食，这般衰败的洛神族自然成为另外3大神族嘴中的猎物。前不久，3大神族对洛神族发起了战争，洛神族少族长洛天青也在此战中陨落了。话到此，紫萱察觉到萧炎那愈发紧皱的眉头，不觉顿了顿，而后继续说道，毋庸置疑，洛天青的陨落给了洛神族最沉重的打击，同样也使得洛神族内部纷争不休，一些内部势力纷纷想要投降。如今洛神族已经差不多要分崩离析了，光靠一个洛天神恐怕也是无力回天。另外，3大神族已经放下话，3日之后，在洛天神的大寿上，若是洛神族再不投降，将再次发动战争，而这次战争若起，洛神族必亡。紫萱一边说着，一边观察着萧炎，似乎这黑袍青年颇为关心洛神族，不知是何关系。想不到一别数十年而已，洛神族竟已衰落至此，天青兄竟也陨落了。听紫萱说完，萧炎缓缓地站了起来，走到那窗前，望着天际，不觉轻叹一声，当真是物是人非啊。一旁的紫萱和彩铃见到萧炎长叹，自然也是察觉到了萧炎与这洛神族关系不浅，而以彩铃对萧炎了解，这是萧炎恐怕不会袖手旁观。紫萱管事，在下想麻烦你一件事，不知可否应允。半晌之后，萧炎方才回神，旋即转过身来，目光看向紫萱说道，公子有事，但说无妨，紫萱尽力而为。紫萱微笑道，他隐隐觉得萧炎非同一般，今日若是结交，自然是一件好事。3日之后，麻烦请紫萱管事替在下送一帖到洛神族。话音一落，萧炎随手一挥，一张绚丽的金帖浮现虚空，一行用天地伟力凝聚的文字顿时印于其上，散发出浓浓的天地威压，让一旁的紫萱美眸一缩，忍不住的大惊，这种气势好可怕。最后萧炎将绚丽的金帖合上，递给了紫萱。公子请放心，此事紫萱定当办好。见识了这黑袍青年的恐怖实力，紫萱也是不敢怠慢，连忙说道，如此便多谢了，
这几枚仙品丹药便当作此次的酬谢了，告辞。仙品丹药乃是超越地品丹药更高等级的丹药，而且仙品丹药一般都是炼药大宗师以上的炼药师才可以炼制。看这样子，萧炎如今的炼药等级至少已经是一位炼药大宗师，甚至更高等级也说不定。话音一落，萧炎便不再多留，带着彩铃走出了灵阁。如今这西天大陆的事情已经处理完了，接下来萧炎要去剑宗接回轩儿了。不知那妮子如今怎么样了？见到萧炎两人离去，紫萱这才敢仔细观察其手中的绚丽金帖。这绚丽金帖上散发着一股极端炽热的气息，隐隐还释放出一股恐怖的天地威压，这让德子萱心头忍不住的颤了颤。光是一张金帖便有如此威能，这位黑袍青年的实力该是何等的恐怖！下一刻，当紫萱翻到这张绚丽金帖的正面之时，美眸陡然一缩，娇躯瞬间变得僵硬起来。她的目光紧紧地盯着绚丽金帖的正面，那里有着4个大字，金光闪闪，无尽火域。强大的威压从这4个大字中释放出来，仿佛能震散人的灵魂一般，极为的可怕。无尽火域，见到这4字，饶是以紫萱的定力，声音都忍不住颤抖起来。再联想起这位黑袍青年的实力，一个大胆的猜测顿时在他心头诞生。莫非这黑袍青年便是炎帝？心中有了这般猜测之后，紫萱当即觉得此事非同小可，迅速地取出一块玉佩，将其捏碎，玉佩化为灵光散去，一道身着华贵衣袍的中年男子身影缓缓浮现。这男子眉毛极浓，一脸冷峻之色，看上去有一股说不出的威严，让人不敢与之对视。萱儿，出何事了？中年男子冷峻的目光看向紫萱，眸子深处有着一丝担忧之色，当即问道：“此人便是灵阁的阁主，紫萱父亲紫沈浪，实力深不可测。”父亲，请看。见到紫沈浪出现，紫萱将那张绚丽的金帖递了过去。无尽火域。接过金帖，紫沈浪的目光便死死地盯在了那4个大字上，眉头一紧，冷峻脸庞上不觉浮现惊讶之色。父亲，这金帖可是真的？此帖之上散发着极为恐怖的火焰之力，而且这4字之中凝聚着强大的灵力。大千世界能凝聚如此金帖，恐怕唯有无尽火域的炎帝一人无疑。紫沈浪目光紧紧地盯着金帖，斩钉截铁地说道。闻言，紫萱一喜，随即将刚才之事告诉云天，这倒是让得云天惊讶不已，想不到炎帝居然会降临西天大陆。既然如此，萱儿，3日之后，你便将此帖送往洛神族，日后尽量出手相助一下洛神族，若能与炎帝这等人物结交上，对我灵阁有利无害。父亲放心，萱儿这就去准备。紫萱说完便转身离去，美眸之中异彩闪烁，俏脸上还带着一抹激动之色。他刚才居然和那位大名鼎鼎的炎帝说上话了，简直让他有些不敢相信啊！紫沈浪望着紫萱离去，嘴中呢喃一声，身形也诡异地消失不见了。这洛神族倒是好运呢，3日后这张金帖一到，恐怕这西天大陆又要热闹了。洛神族，如今的洛神族岌岌可危，3大神族联军兵临城下。3日后，洛天神若是不宣布投降，那么3大神族将对洛神族发起最为致命的一击。灭族的恐怖阴云笼罩在整个洛神族的上空，令得这几日洛神族内人心惶惶。昔日辉煌一时的古族，怕是便要分崩离析了。洛神山，在一座古老的黑色大山之上，一道黑袍老者的静静站在，他望着下方躁动不安的洛神族人，眼中掠过一丝凄凉之意。洛神族恐怕是要毁在他的手上了。老者自然便是洛天神，如今的他显得愈发苍老。父亲，为何不请人去无尽火域求助？在洛天神的身后，月影突然出声说道：“当年的小恩小惠，哪里还值得炎帝挂念啊？”闻言，洛天神长叹了一声，他也未能想到，当年自己随意出手相助过的黑袍青年，竟会在大千世界闯下如此赫赫威名，真是让人不敢相信。仅凭当年的一丝恩惠，他也没打算与炎帝攀上关系。毕竟炎帝如今已是大千世界超级顶尖强者，二者的身份与地位的差距实在太大了。这种差距也在无形中产生了一道屏障。听得洛天神的叹息，月影也是轻叹一声，也不再多言。他也能够感觉到这种差距所产生的无形屏障，他们已经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也许在那炎帝眼中，洛神族与3大神族的大战不过是如同小孩子之间的打架。爷爷，炎帝是谁？正在二人沉默之时，月影的身旁响起了一道稚嫩的嗓音。视线看过去，那里正站着一道小女孩的身影。小女孩粉雕玉琢，模样很是可爱，那张稚嫩的小脸极为精致，虽说稚嫩，但也掩饰不住那股还待绽放的美丽。最吸引人的当属小女孩那对眸子，如同琉璃一般，透着难以言说的韵味。这小女孩长大后必定是一位倾国倾城的美人。丽儿，见到那可爱的小女孩，洛天神紧绷的脸色也是和缓了一些，浮现一抹温和笑意，而后将小女孩抱起，笑着说道：“
那位炎帝是一位很强很强的人。很强很强的人。小女孩如同琉璃的眸子一眨一眨的，小嘴中嘀咕了一声：“很强很强的人，那是什么样的人呢？”以后我们李儿若找喜欢的人，也要找像这位炎帝一样出色的男子哦。洛天神轻捏着小女孩的粉嫩的脸颊，笑着说道。虽说小女孩并未怎么听懂洛天神的话，但还是乖巧的点了点头，让得一旁的月影不觉轻笑起来。不过一想到3日之后的事态，他的心便感觉无比的沉重。月影，3日之后大战一起，你便带着丽儿先走。此时洛天神偏过头，对着月影郑重地说道。见到洛天神郑重的样子，月影轻叹了一声，也是点了点头。这次他们洛神族真的要完了吗？3日时间悄然而过。今日的洛神族，银铠军团悬浮于洛神族的上空，早已整装待发，一股肃杀之气席卷整个洛神族上下，气氛显得格外的压抑，让人感觉连呼吸都十分的困难，有种窒息之感。在那银铠军团的正前方，洛天神手持洛神剑，一股凌厉的气势从他的体内释放而出。他那锐利的眸子扫视了一眼前方不断逼近的3大神族的联军之后，便转身看向了后方的银铠军团。今日一战，为护族之战，洛神族的族人，你们敢战否？洛天神的目光从银铠军团众兵士身上扫过，朗声喝道。洛天神的话音一落，银铠军团顿时爆发出了一阵震天动地的呐喊声，那声音高亢无比，似是要震破九霄。哈哈，不愧是洛神族，不过再怎么挣扎，猎物终究是猎物。正在这时，一道蕴含着磅礴凌厉的大笑声陡然在天际响起，生生将那呐喊声震散。3道流光迅速掠进洛神族，而后浮现在洛神族上空。那当先的是一位血袍男子，脸庞上挂着阴冷的笑容，正是那血神族族长血灵子。在血灵子左侧站着的一位彪形大汉，浑身肌肉如同树根般凸起，透着一股极有力的感觉。此人便是力神族的族长力坤。而另一位男子则显得极瘦，瘦的连只剩皮包骨头，此人便是古神族的族长古灭。洛族长，3日已过，考虑的怎么样了？是乖乖投降，还是让你们洛神族永远的消失呢？血灵子盯着洛天神，嘴角浮现一抹嗜血的笑意。另外2位神族族长也是虎视眈眈地盯着洛天神。我洛神族之人没有贪生怕死之辈。洛天神的目光一冷，洛神剑豁然出鞘，剑气纵横，直指血灵子，冷冷道：好个不贪生怕死，我倒要看看把你杀了之后，你们洛神族人的骨头是否有这般硬。2位一起动手，速速解决这老东西。血灵子对着身旁的2大族长沉声道。2人点了点头，话音一落，血灵子3人体内的恐怖气势便爆发出来，而后3人身形一闪，对着洛天神围杀而去。见状，洛天神的目光一冷，脸色极为的凝重。不过事到如今，他已经无路可退了，提起洛神剑就对着3人冲杀而去。剑气纵横，凌厉肆虐，4位上位帝至尊的大战，那场面无疑是惊心动魄。恐怖的能量冲击波不断在天际之上释放出来，每一次冲击波的席卷，空间便是疯狂的崩塌，让得一旁众人皆是感到心惊。这种战斗一旦卷进去，必然是死无葬身之地。战斗持续了数分钟之后，下方洛神族人的心便沉了下来，因为洛天神将要抵挡不住3位上位帝至尊的联手轰击了。洛天神一旦落败，他们所有人必死无疑。此时此刻，一股浓浓的绝望笼罩在他们心头。下一刻，血灵子抓住洛天神与另外2位族长恶斗的时机，猛然从背后下手，强悍的凌厉攻击顿时击中洛天神。洛天神被击中后，另外2大族长趁机发难，霎时间将洛天神从天际轰落。受死吧！见状，血灵子没有半分迟疑，身形急掠，对着重伤的洛天神杀去。一旁的银铠军团想要相救，不过却被另外2大族长挡住。望着那飞速掠下的血灵子，洛神族的子民眼中透着浓浓的绝望之色，他们的族长要陨落了。然而就在血灵子即将下杀手之时，一道流光迅速掠来，一把将洛天神带走。血族长，做人还是不要做得太绝了。一道女子的冷笑声陡然在天际响起，只见那天际上一道娇躯缓缓浮现，赫然是那紫萱。你是何人？见状，血灵子迅速掠上天际，另外2大族长也掠了过来，目光不善地盯着这位女子。紫萱淡淡地看了眼3人，没有理会，而后取出几枚丹药给一旁的洛天神服下，一时间气色好了许多，想必丹药品质不一般。多谢姑娘相救，不过姑娘还是快快离去吧。洛天神当即说道。不过紫萱并没有离去，而是笑了笑说道：洛族长放心吧，今日无人敢动你们洛神族。大言不惭，凭你一人还想改变什么不成？血灵子冷笑道，自然察觉紫萱不过也是上位的至尊的实力。我一人自然改变不了什么，但是凭他呢？
紫萱嘴角掀起一抹笑意，玉手一挥，一张绚丽的金帖顿时间飞向血灵子。血灵子目光一冷，随手抓住金色玉帖。不过当他看到那金帖正面的4个金光大字，在感受到其中释放出的一股极为恐怖的炽热气息时，他的眼睛顿时瞪大，目光之中透着一股浓浓的惊惧之色。与此同时，他的双手开始不断的颤抖，面色如同死灰，像是看到了什么极为可怕的东西一般。洛天神一脸疑惑，紫萱嘴角的弧度倒是愈发明显。一旁的2大族长自然也注意到血灵子的惊惧模样，二人对视一眼，厉坤伸手一把夺过金帖，锐利的目光瞬间定在那4个金光大字上。当他感受到那金帖中释放出来的一股极端可怕的天地伟力后，面色瞬间大变，拿着金帖的手也是忍不住颤抖起来。那一旁的古灭眉头一皱，心头甚是疑惑不已，当即一把抓过金帖。无尽火域。古灭目光死死盯着那4个金光大字，目光之中透着恐惧，声音变得极为颤抖，像是看见了什么恐怖的事情一般。凭他这下能够改变点什么了吗？瞧得血灵子3人恐惧的模样，紫萱的嘴角微掀，心中对那位炎帝也是愈发的崇拜了。不用出手，仅仅一张金帖，便令得西天大陆的3大神族的族长吓得魂飞魄散。这等男儿，即便是他都为之心动。今日之事是个误会，姑娘，我等告辞。血灵子等人回神来后，顿时变得恭敬起来，哪里还有半分之前的倨傲，擦了把冷汗后，对着紫萱说道：“这样的误会以后还是不要发生的好，不然……一定，再也不敢了。”血灵子连忙保证，恭敬地将金帖送到紫萱手中后，3人便是落荒而逃。那模样让得洛神族人皆是目瞪口呆，仅凭一张金帖就令得3大族长落荒而逃，这到底是什么金帖？洛族长，我的任务已经完成，先告辞了。这张金帖您收好。紫萱将金帖交给洛天神，娇躯一闪，消失在天际。见到紫萱离去，洛天神的目光也是好奇地投向了手中的金帖。当他看到金帖之上的4个金光大字之后，瞳孔不觉一缩，瞬间明白了过来是怎么回事。原来是他。有着炎帝金帖的震慑，3大神族自然不敢再轻易招惹洛神族，毕竟无尽火域如今乃是大千世界中巨无霸的存在，3大神族可没那份胆子敢去挑衅。若是惹怒那位炎帝，恐怕弹指间就能灭他们3大神族。要知道，那位炎帝可是一人挑战了整个火灵族，而火灵族可比他们3大神族要强的大太多了。就连火灵族的老祖那位圣品天至尊都对炎帝没有办法，更何况是他们这些帝至尊。在这炎帝金帖的震慑之下，3大神族的联军迅速退去，洛神族的灭族危机也是暂时度过了，小溪天界又再次恢复了宁静。但是在这宁静之下，却依旧暗流涌动着，因为数日之后，无尽火域便要迁至大千世界的极北之地无尽大陆。到那时，仅凭一张炎帝金帖的震慑，恐怕不足以保全洛神族。所以洛神族若想得以长存，终究还是要靠自己。这个世界只有自身实力强大起来，方才能长盛不衰。至于洛神族日后的命运会如何，这一切只能掌握在他们自己的手中。极东之地，东域大陆，大千世界中10大超级大陆之一。这座大陆地理环境极为特殊，每到夜幕降临的时候，这片大陆的夜空中不会出现什么月亮，一眼望去，只有无尽浩瀚的星辰点亮着夜空。而剑宗便坐落在这座神奇的东域大陆。在这座东域大陆上，剑宗算得上是一座顶尖势力，但是在这众多顶尖势力上，还凌驾着一座大千世界中的超级巅峰势力——剑域。剑域乃是比较低调的一个超级巅峰势力，也是这10年来刚崛起的势力。近年来大千世界流传几句话：无尽火域，炎帝执掌，万火焚苍穹；无尽之内，无祖之威，震慑乾坤；西天之殿，百战之皇，战威无可敌；东域大陆，青山剑圣，仗剑诛邪魔；北荒之丘，万木之地，不死之主震天地。剑域本身的底蕴传承颇为久远，极为雄厚，才能敢够有资格成为大千世界中超级巅峰势力。因为青山剑圣的实力已经踏足圣品巅峰天至尊，同时也是最接近炎帝、无祖2人的存在。而还有一个超级巅峰势力，乃是万木之地的不死之主。因为不死之主乃是远古时期大千世界第一人不朽大帝的直系部下，也是万木之地军队的现任首领，实力同样是圣品巅峰天至尊，坐镇于北荒之丘，镇守着天邪神的封印之地。如今不死之主与青山剑圣同为大千世界中最接近炎帝、无祖的超级巅峰强者。一直有传闻，剑宗的背后有着剑域这座庞然大物的支持，所以很多这片超级大陆上的顶尖势力都不敢轻易对剑域出手。不过也只是传闻而已，并没有效的证据证明剑宗的背后是有着剑域支持，所以在东域大陆上也要一些顶尖势力与剑宗对立着。而这个与剑宗对立的顶尖势力乃是夜魂阁。在夜魂阁中，传说中有着一位圣品天至尊存在，所以即便岁月更迭，其他势力如何变化，在
在这东域大陆上，夜魂阁的实力可以力压这片大陆上的其他顶尖势力。当然，除了剑域之外，夜魂阁乃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恐怖存在。而这2日在东域大陆上有一事闹得沸沸扬扬，可以说是轰动了整个东域大陆。而这事便与这夜魂阁有关。夜魂阁出动了数十位天至尊的超级强者，将剑宗围得水泄不通。之所以这样，原因很简单，因为夜魂阁的阁主看中了剑宗的一位女子。据说这位女子的容貌不仅倾国倾城，而且实力也颇为的惊人。数日前，这位女子在剑宗的剑种之中突破天至尊，踏足圣品之路，破关出之时，竟引动万剑朝宗的意象。所谓万剑朝宗，即无数的剑刃从大陆四面八方涌现剑宗，如同去拜见君王一般的景象。可想而知，这是何等的壮观场面！万剑飞舞，滔天剑气纵横天地之间，无数柄灵剑在剑宗上空盘旋数日不散，一时间引起了东域大陆无数道目光的注视。在星辰的夜空之下，在无数道震惊的目光中，那盘旋天际的万千长剑呼啸天地，最后竟化作了一架宏伟天梯。与此同时，一位身穿青衣女子从其上缓缓走下，淡雅如莲，淡淡的星辰光辉洒落在她的娇躯之上，远远看去犹如仙女一般。那一夜，那一幕，让得整个东域大陆都为之惊艳。正因为此女子如此的惊艳，才招来了夜魂阁阁主的觊觎。如今夜魂阁派出了数十位天至尊围堵剑宗，给剑宗施压。若是今日再不交出那位青衣女子，便要血洗剑宗上下。而面对夜魂阁数十位天至尊的围堵，无疑令得整个剑宗陷入了恐慌之中。数十位天之至尊的降临，这等阵容一旦开战，他们剑宗必亡无疑。剑宗恢宏的大殿中，气氛此刻显得极为的压抑，空气仿佛都沉寂下来，落针可闻。大殿中坐着10来道身影，气息都是极为的强悍。而实力最为恐怖者，便要数大殿正上方端坐的3道身影。在这3人中，最强者便是首位上的那位中年男子。这男子剑眉星目，气势如虹，即便一言不发，也让人感觉到一股滔天的威压。在那威压中，还透着一股极端可怕的剑意。而此人便是剑宗宗主剑无一，实力仙品巅峰天至尊。在剑无一的两侧坐着剑宗的2位长老，实力也是仙品天至尊。下方的几道身影则全都是地至尊强者。若是仔细观察，便会发现，在其中还有着一道熟悉的身影，便是剑灵。如今剑灵的实力已经是地至尊巅峰，距离那天至尊只有1步之遥。不过这一步若是没有一定的机缘与天赋，可能这一辈子都无法跨越。由得登天，足以困人一生。宗主，今日若是不把薰儿交出去，恐怕那夜魂真的会血洗我们剑宗，还望宗主早做决定。下方的一位地至尊强者突然开口说道：“剑秋，你的意思是将薰儿交出去？你别忘了，薰儿可是获得了剑种中诸多先辈意志的认可，交出他可对得起剑宗的列祖列宗。”一旁的剑灵顿时冷哼道：“如若不交出他，恐怕剑宗今日就要遭受灭顶之灾。交他一人，换我剑宗的安宁，有何不可？还望宗主明鉴。”剑秋冷冷看了一眼剑灵，话到最后，目光又看向了守卫的剑无一。各位前辈也不必争了，我自愿跟他们走。正在剑灵与剑秋争论不休时，一道悦耳的声音顿时在大殿中响起，一道青色倩影缓缓地浮现在大殿中央。薰儿，别胡说，还有你父亲应该也不会同意的。前不久收到的消息，你父亲与龙族的那位名叫竹坤的龙族之人，刚踏足了圣品之路。我想应该等你父亲来了，我们再商议。听到薰儿的话，剑灵顿时走了过去，瞪了他一眼，说道。薰儿对着剑灵微微一笑，说：“我已经与父亲通过消息了，他说已经从龙族那边赶回来了。不过龙族与剑宗距离甚远，抵达也要4、5天的时间，所以我现在已经决定好了。”而后薰儿对着守卫的剑无一说道：“宗主，此事与剑宗无关，我自愿跟他们走，不会牵连到剑宗。”薰儿，你可知跟他们走的话，会是何下场啊？剑无一目光微凝地说道，声音很是沉稳。我知道，不过宗主放心，那夜魂怕是不敢动我丝毫。薰儿微微一笑说道。此话一出，倒是令得剑无一等人面色一惊，不知薰儿哪里来的自信。那夜魂阁主的实力可是极为可怕的存在。若再不交人，今日我们夜魂阁将血洗剑宗。此时，一道冰冷的声音顿时在剑宗上空响彻，声音被强悍的灵力席卷着，因此声音回荡天际，久久不散。听到这道冰冷的声音，薰儿一冷，娇躯一闪，率先朝着大殿之外掠去。剑无义等人的身形也是纷纷朝着大殿之外闪掠而去。在那剑宗的天际之上，凌空踏立着数十位道身影，但就是这10道身影，却让得整个剑宗为之颤抖，因为这数十人全都是天至尊。一道道身影迅速闪掠而出，浮现在那数十道身影的不远处，自然是薰儿等人。我跟你们走。目光从那数十位天至尊身上扫了一眼，薰儿美眸泛冷，
淡淡的说道：“早就该如此了。我们阁主还是头一次对一位女子这般感兴趣，能得到我们阁主的青睐，也算是你的福气。”听着薛儿的话，那当先的一位仙品天至尊冷冷道，目光还不觉在薛儿那完美的娇躯上扫了一眼，这般气质与容貌，也难怪阁主点名要她青睐。闻言，薛儿嘴角倒是掀起一抹莫名笑意，旋即淡淡道：“那你们阁主怕是会为他的青睐付出惨痛的代价。”你以为凭你一个灵品天至尊能够动得了我们阁主？那领头的仙品天至尊不觉轻笑了一声，他们的阁主实力深不可测，一个灵品天至尊能够让其付出什么惨痛代价，简直就是可笑至极。若不是看在这女子是阁主看中的女人，恐怕就凭这一句话就得让其灰飞烟灭。凭我自然不可能，但若是我丈夫知道此事，恐怕你们夜魂阁将会遭受灭顶之灾。丈夫。闻言，那位领头的仙品天至尊眉头不觉一皱，没想到这女子居然已经不是处子之身了。这样的女子，即便是他们阁主得到，恐怕也只是玩玩而已。这般一想，这位仙品天至尊对薛儿可是没了半分忌惮之色。一旁的剑无义等人也是感到疑惑，想不到薛儿已经有了丈夫。倒是剑灵苦笑了笑，她自然知道薛儿的丈夫名叫萧炎，不过看样子薛儿似乎认错人了，竟然把那位威名赫赫的炎帝当成了自己的丈夫。虽说剑灵觉得萧炎天赋不错，但是在这短短数十年的时间，想要取得如此成就，显然是不太可能。所以剑灵认为此萧炎非彼萧炎，只不过名字一样罢了。不过薛儿非要这般认为，让得他倒是有些无奈。原来刚才薛儿的自信便是来自于他。虽然剑灵不相信，但是薰儿对此却深信不疑，因为他坚信那位炎帝便是她的丈夫，而且那位炎帝会亲自前来接她。一如当年，他坚信萧炎会从废物崛起，去拿回属于他的一切尊严与荣耀一般。在薰儿的心中，对那个黑袍青年始终坚信不渝。口出狂言，可笑至极！你丈夫若有如此能耐，早就赶来救你了。那位仙品天至尊冷冷笑了笑，接着说道：“不过你既然说你丈夫若有本事令得我夜魂阁遭受灭顶之灾，那老夫倒是很想听听你丈夫的名字叫什么。”闻言，薛儿的嘴角微微扬起，一道黑袍身影浮现在脑海中，旋即微笑道：“炎帝萧炎。”炎帝萧炎。当薛儿的悦耳声音在天际传开后，所有人的瞳孔不觉猛地一缩，身子瞬间僵硬，浓浓的震惊之色浮现在他们的脸庞之上。这也不怪他们震惊，是因为这个名字实在太过耀眼，以至于听到这个名字，他们便会条件反射般的感到震惊。如今炎帝萧炎之名，在整个浩瀚无尽的大千世界，何人不知？无人不晓。但凡提及这个名字，他们的灵魂都会感到一丝震动。如今听到薛儿说，她的丈夫居然是那大名鼎鼎的炎帝萧炎，这如何不让人震惊？她的丈夫是炎帝萧炎。诡异的安静持续了数十秒后，那数十位天至尊的超级强者方才缓缓地回过神来。那位仙品天至尊嘴角不觉勾起一抹讥讽之色：“你若是炎帝的妻子，那我便是炎帝的老子了。”那位仙品天至尊嘴角微掀，当即冷笑道，声音中透着浓浓的讥讽之色。然而就在他的声音落下之后，一道蕴含着无比淡漠之意的冰冷之声陡然响彻天地之间，似乎天地都在此刻为之颤抖着。当我老子，你怕是没那资格。当那道蕴含着无比淡漠之意的冰冷声音响起之后，一股极端恐怖的伟力顷刻间笼罩着整个天地之间。在那足以令人窒息的浩瀚天地威压之下，这片天际霎时间陷入了死一般寂静。众人都是屏住了呼吸，在这恐怖的天威之下，此刻他们感觉自己犹如蝼蚁一般，随时都可能被轻易捏死。对于这般浩瀚的恐怖天威，感受最为强烈的便是夜魂阁的那数十位天至尊，因为那等恐怖威压基本上全都对着他们压去，令得他们的身子都忍不住地颤抖起来。此刻众人的目光皆是惊骇地在天际上扫视着。就在这时，在薛儿前方的空间一阵波动，数丈空间漩涡缓缓浮现，旋即一男一女两道身影从其中缓缓踏出。当先的是一位黑袍青年，身躯瘦削，面庞风轻云淡，透着一股洒脱之感。在黑袍青年后是一道妖艳娇躯，那狭长的眸子中透着淡淡冷色，给人一种难言的冷艳与高傲之感。这是一位难得一见的极品美人。黑袍青年一出现，其目光甚至连看都没有看其他人一眼，似乎根本无视其他人的存在。他那双漆黑的眸子只是紧紧地盯着身前那道青衣倩影，眼中涌动着浓浓的情意，脸庞上不觉间浮现一抹和煦的笑意，让人如沐春风。见到那道朝思暮想的黑袍身影，青衣女孩的俏脸上此刻也是浮现一抹笑意，一笑倾城，令得天地为之惊艳。萧炎哥哥，他红唇轻启，一道悦耳的叫声响起，而后直接张开双臂，一头扑进了那位黑袍青年的怀中。轩儿，一如当初的熟悉叫声，令得萧炎对少女的那份思念之情顿时如同潮水般从心头涌起。
而后双手紧紧抱着薰儿，将头埋在那秀发中，嗅着那秀发的幽香。萧炎的心头为之一静，似乎在这青衣女孩面前，所有的烦恼都能烟消云散。萧炎哥哥，薰儿好想你。薰儿趴在萧炎怀中，而后抬起头，贝齿咬着红唇，一双灵动美眸盯着萧炎，眼中眼眶隐隐有些泛红，其中似乎蕴藏着一丝委屈之意，那模样楚楚动人，惹人怜惜。见到薰儿这般模样，再听得那略带着一丝委屈的声音，一股无法言说的感情洪流不觉从萧炎心头涌出，让得萧炎不觉又将薰儿抱得更紧了，似乎想将后者融进自己的身体。在此刻，没有什么言语能够形容萧炎的复杂心情。薰儿，以后我不会再离开你了，这次我就是来接你回去的。萧炎将薰儿从怀中轻轻拉开，用手指为后者擦去眼角的泪珠，然后笑道。闻言，薰儿俏脸上顿时绽放出一抹笑意，乖巧地点了点头。他知道如今的萧炎已经今非昔比，如今他的威名已经响彻整个大千世界，一如当年一样，名震整个斗气大陆。你是何人？正在这时，夜魂阁领头的那位仙品天至尊沉声地问道。虽说刚才萧炎出现时的气势让他感到极为惊讶，不过看到后者如此年轻后，他便是放下心来，想必刚才这小子是在故弄玄虚。薰儿瞥了眼这夜魂阁的这位仙品天至尊一眼，跟萧炎小声说了一下这事情的缘由。萧炎微微点了点头，不过面色有些泛冷。这夜魂阁的阁主居然敢打主意打到薰儿的身上来，简直是找死！我便是她的丈夫。这时，萧炎的目光方才看向那位仙品天至尊，眼眸中有着冷芒凝聚，平淡地说道。萧炎的话音一落，众人的目光不觉好奇地看向了他。刚才薰儿可是说过，她的丈夫乃是炎帝萧炎，难不成这位黑袍青年便是那位名震大千世界的炎帝吗？不过这也太过年轻了吧，着实让人有些难以置信啊。一旁的剑灵也是无奈地摇了摇头，恐怕今日萧炎来了也不能够改变什么。虽说他看不透萧炎的实力，但是他依旧不相信这个萧炎便是那位炎帝，所以凭萧炎要抵挡眼前这数十位天至尊，那绝对不可能的。更何况背后还有一个更为强大的夜魂阁阁主，这位夜魂阁主传闻已经踏足圣品之路。看样子今日萧炎改变不了薰儿被带走的命运，除非他真的就是那位炎帝。照这么说，你就是炎帝萧炎了。闻言，那位仙品天至尊出声讥讽道，他自然不可能相信这位如此年轻的小子便是那位炎帝。是又如何，不是又如何？萧炎目光虚眯，淡淡的说道。管你是谁，既然你是她丈夫，那今日你的命运只有一个，便是死。见到萧炎死到临头还不知所谓，那位仙品天至尊的超级强者顿时冷哼道，对着身旁的两位天至尊挥了挥手。他们阁主自然不可能允许薰儿的丈夫活着。那两位天至尊会意，当即准备对着萧炎杀去。不过下一刻，他们的瞳孔便是猛地一缩，顿时大吃一惊，他然们的身子居动弹不得丝毫。还不赶快动手！见到身旁的两位天至尊依旧纹丝不动，那领头的仙品天至尊眉头一皱，沉声呵斥道：凭你们也想杀我？然而那位领头仙品天至尊的声音还未落下，一道冰冷的声音便在他的耳边响起。他面前的空间一阵荡漾，一只修长的手掌缓缓伸出，而后一把死死地掐住了他的咽喉。被那只修长的手掌掐住，这位仙品天至尊竟然感觉根本无法挣脱，这手掌中仿佛蕴藏着无尽的力量，而在这股力量之下，他犹如蝼蚁一般的脆弱，只要这只手掌微微一用力，他的生命就将终结。修长的手掌将这位仙品天至尊的身体缓缓提起，而后在众人一脸震惊的目光中，一道黑袍青年的身影旋即浮现。你真的是炎帝？那位仙品天至尊死死地盯着近在咫尺的黑袍青年，瞳孔一缩，惊恐不已，声音都是极为的颤抖起来。能够神不知鬼不觉将他制服，恐怕在大千世界也为数不多了。而根据刚才的种种猜测，这位黑袍青年可能真的就是那位名震大千世界的炎帝。死人又何必知道的这么清楚呢？话音一落，萧炎的目光一冷，地炎从手掌之中席卷而出，恐怖的高温弥漫，瞬间将这位仙品天至尊的超级强者焚成灰烬。见到这一幕，所有人的眼中皆是透着浓浓的震惊之色。仙品天至尊就这般被杀了，他真的就是炎帝吗？见到那黑袍青年随手就解决一位仙品天至尊，一旁的众人无不是一脸惊骇之色。在联想起薰儿之前的话，他们似乎都意识到了什么，这黑袍青年真的就是那位名震大千的炎帝萧炎，无疑了。炎帝居然降临东域大陆，这个消息若是传出去的话，恐怕会在东域大陆引起不小的轰动。而且炎帝还是为了自己的妻子而来，又刚好碰到夜魂阁的阁主抢炎帝的女人，这消息恐怕很快就会传遍整个东域大陆。他真的就是炎帝？一旁的剑灵也是震惊不已，简直难以置信。其他人或许未曾见过萧炎，不知道萧炎之前的实力，但他确实极为的清楚。当年不过是一个至尊的毛头小子，
然而这才短短数十年的时间而已，后者竟已达到如此的地步，这般前后的对比，令得他心中的震撼久久不能平复下来。剑宗的宗主剑无义等人也在暗暗称奇，这位炎帝虽说来自于下位面，但是在这大千世界依旧演绎动人心魄的传奇，着实令人心生钦佩之意。与此同时，他们都是松了一口气。本来剑无义还想着，如果夜魂阁真的血洗他们剑宗，他便向自己身后的那超级巅峰势力的剑域发出信号。可如今炎帝亲临，那么今日之事算是可以解决了。下方的众多剑宗男弟子在震惊的同时，心中也是感叹万千。他们算是明白了，为何这么多年来薰儿对他们竟没有半分兴趣。虽说他们在剑宗称得上是天骄，但是与这位炎帝一比，似乎犹如萤火与皓月，根本没有什么可比性。他们是剑宗的天之骄子，而这位炎帝却是整个浩瀚无尽大千世界中的超级霸主强者。就算是西天之巅的百战之皇，剑域的青山剑圣，万木之主的不死之主，这些大千世界的超级巅峰强者，恐怕对其炎帝也毫无办法。如今大千世界中真的要与之炎帝比较的话，也只有一人，那便是武境的武祖。无尽大陆的中央，在那中央的地带是一片赤红之地，炽热的岩浆如同大河一般在那里滚滚奔腾，而在那岩浆河流之上悬浮着一朵异常庞大的绚丽火莲，远远看去透着一股难以言说的震撼之感。若是仔细看去，在那一朵庞大的绚丽莲花之上，矗立着一座又一座庞大的宫殿，宫殿气势磅礴，恢宏无比，让人忍不住咂舌赞叹。此等手笔一般势力或者是一些超级势力也拿不出来。而这里便是如今无尽火域的总部核心，在那无尽火域中的一座恢宏大殿的顶部，此刻正静静站着一道郊区。这道郊区被一袭蓝色衣裙包裹，显露出曼妙的曲线。她的青丝背盘起，透着一股雍容华贵之气。月光倾洒在她的身上，远远看去，明月高楼美人，此等良辰美景犹如画卷。而这女子自然便是云韵。在无尽大陆安定下来之后，萧炎便打通了大千世界与下位面的位面通道，将斗气大陆与无尽火域连通。所以萧炎昔日的一些故人，如药老、小医仙，还有萧炎的俩孩子，姐姐萧萧，弟弟萧凌，都陆续来到了无尽火域。明月、高楼、美人，此情此景，怎能无酒？正当云韵美眸凝视天际的圆月之时，一道轻笑声陡然响起，而后一道黑袍身影缓缓浮现。黑袍身影一浮现，便随意坐在了云韵的身旁，而后取出一壶浊酒，仰天痛饮一口，而后面带一抹和煦笑意，目光看向了身旁的美人。云韵望着这张熟悉的面庞，俏脸上也是浮现一抹笑意，脑海中不觉有着往昔的回忆在跳动。至今想起当年那段在魔兽山脉中的时光，他的心头便会感觉到一股莫名的暖意。那段时光那么短暂，但却是那么难以忘怀。当年云韵无论如何也没想到，在那魔兽山脉中偶遇的一位少年，后来居然会如此精彩绝伦。在斗气大陆，他晋级斗帝，在最后时刻力挽狂澜，拯救了斗气大陆于危亡之际，成为千古一帝。而如今他突破位面桎梏，降临这片上位面的大千世界，依旧这道璀璨耀眼。炎帝之名早已震彻整个浩瀚无尽的大千世界，这般男儿，只要是女子，恐怕心中都会生出倾慕之意。来自下位面却能在这大千世界中闯下如此名声，你还是那么优秀。云韵急也坐在了萧炎旁边，取过后者的酒壶，而后轻轻抿了一小口，让得俏脸有些泛红，更添几分迷人之色。大千世界，万道争锋，风云人物数之不尽，优秀之人何其之多。萧炎轻笑了笑，倒是并未太过骄傲。比如那位武祖吗？云韵的美眸微闪，而后说道：这个名声他也听过许多次，似乎并不弱于萧炎。武祖，每当听到这个名字，萧炎的眼中便会有炽热的战意涌现出来。因为如今而言，能够与自己比肩的话，也只有武境的境主武祖灵动。怎么，你很想去会一会这位武祖吗？见到萧炎的样子，云韵笑了笑，如何看不出萧炎在想什么？确实有此意。如今无尽火域的局势已经稳定，的确是时候去会一会这位武祖了。萧炎洒然一笑，没有半分惧色。你打算什么时候去？闻言，云韵好奇问道。他心中也很好奇，如今大千世界中名头最响亮的二人之间，到底孰强孰弱？萧炎提着酒壶，再次仰天痛饮一口，而后豪爽笑道：1月之后，天之大陆妖战无阻。沉寂大半年的大千世界，终于又热闹起来了。准确的说是炸开了锅，究其原因，便是因为炎帝的一张战帖。1月之后，天之大陆妖战无阻。当炎帝这一张战帖发出去之后，整个大千世界在顷刻之间沸腾了起来。炎帝、武祖都是大千世界中最为耀眼的后起之秀，他们如今的成就已经丝毫不逊色于老一辈。早就有人将炎帝、武祖进行过对比，这二人身上有诸多的相似之处，但是唯一不能进行准确对比的，则是二人的实力。如此一来，问题就来了。
大千世界中这两位后起之秀，到底谁更胜一筹呢？而如今炎帝的这一张战帖，无疑会为众人解答这一切的疑惑。只是五祖会应战吗？然而很快，五境之中便放出消息，五祖应战。这样一来，整个大千世界都为之轰动起来，无数的强者纷纷赶往天之大陆，企图观看这场盛世大战。1月时间匆匆过去，这一日，无数的人流疯狂涌向天之大陆。然而，让众人失望的是，这座天之大陆早已经被炎帝五祖二人合力设下了禁制，根本无人能进入天之大陆。如此一来，众人只能眼巴巴地守在天之大陆之外，静静地等待着炎帝五祖二人出来。而这一等，便是半月时间。在这半月的时间里，众人的目光全都锁定在了天之大陆，因为在这半月里，天之大陆之上滔天火浪席卷，万丈八色浮光闪现，整座大陆每天都在发生剧烈的颤抖，那等可怕的声势让得所有人皆是目瞪口呆。他们现在倒是有些庆幸炎帝五祖设下了禁制，不然进入天之大陆只有死路一条。半月之后的一个傍晚，残阳如血，炎帝五祖共同从天之大陆走出，那两道伟岸的身影一浮现，众人的目光皆是第一时间投了过去。不过炎帝五祖二人的表情似乎很是平常，没有胜者的喜悦，没有败者的颓然。而正在所有人都疑惑不解之时，炎帝五祖相视一眼，一声大笑，声音传荡天地，久久不散。一笑之后，炎帝五祖相互抱拳，而后各自洒然地破空而去，只留下面面相觑的众人。这到底是谁胜谁败？那一笑到底有什么含义？这一切似乎永远只是一个谜团。总之，自此以后，在大千世界之中，炎帝与五祖齐名，世人称之为北帝、南祖。他们镇守在大千世界的南北边疆，抵御域外邪族，守护一方生灵，此等高义之举，可敬可佩。他们的名声响彻整个大千世界，他们的伟绩与世长存。大千世界以北的无尽大陆上，火山肆虐，暴躁的火分子掺杂在灵气之中，炎热的气息喷吐而上，又洒向大陆上的每一片土地。这里便是焚天山脉，焚天山口吐灭世之炎，巍峨高耸，熔岩流向一只土性的巨大火蛇，顺着地表款款而动，所到之处寸草不生。焚天山脉有火山近千，不少火山更是处于活跃期，经常伴有猛烈的喷发，暴躁活跃的火灵力摧残着整个大陆。除了吞火族以外，没有任何一支族群可以在这里生存下来。直到那位掌控着万火的男人踏足这里，他化火海为灵宝，以无尽造福地，自此无尽火域闻名整个浩瀚无尽的大千世界。炎帝萧炎，问鼎苍穹之巅。焚天山脉中的嚣张气焰，经过岁月的洗礼，慢慢沉淀了下来，如今已不再活跃，处于半休眠状态。而曾经那喷薄而出、四处散落的岩浆岩，便是岁月留下的痕迹。有如此的意象，是因为这里有着一道火焰，圣火榜上排名第2的焚天灵火，拥有着恐怖的火能量。谁一旦靠近此处，就会被恐怖的火能量焚烧成虚无。在经过数月的改造，焚天山脉的环境之后，无尽火域也开始渐渐接纳了人类，甚至对于火属性修炼者来说，这里已经成为了一片修炼的沃土。它是无数火之修炼者心中朝圣的不二之选。然而，看似平静的焚天山脉下，地底的岩浆深处依然蕴藏着一股恐怖的气息——焚天灵火。作为大千世界圣火榜上排名第2的圣火，焚天灵火蛰伏着，静静地等待着一个让火焰净化一切的机缘。来到这里，萧炎便是已经发下焚天山脉下的那股恐怖的火能量。当初从驼舍古地口中得知，这里便是藏匿着一道恐怖的圣火，便是焚天灵火。经过萧炎对焚天灵火的吞噬之后，刚开始焚天灵火爆发出来的能量，就算是萧炎都是一惊。不过最终靠着神秘强大的焚诀功法，才得以彻底的将其吞噬炼化，实力更是达到了一个新高度。如果说圣品巅峰是大千的巅峰强者，那么炎帝便是圣品巅峰之中的传奇。无尽火域南北而立，北方火山休眠，植被茂密，被火山灰覆盖过的土壤异常肥沃。斗气大陆迁移而来的居民们大多躬耕于此，种植火灵果，用火灵果酿造而成的火灵酒更是激荡心肺，热辣香醇。盐城作为无尽火域中最大的城市，在炎帝的指导下，男女老少皆习炼药术，家家户户皆备丹炉，火域炼药术冠绝天下，遥遥领先于大千世界里的其他大陆。炼丹事业的兴盛，使得无尽火域的丹药贸易空前发展，即使在夜里，盐城丹室、丹阁、丹楼依然人声鼎沸，汇集了众多求丹者。而与北方完全不同的是，南边的活火山区域由4人间炼狱，又是修炼的圣所。一片火海燃烧着火域少年们心中那不死不息的熊熊之火。大千世界以南的濒临大陆上，面向虚空，所有的生灵都生活在同一片星空之下，无论在任何角落，都能感受到明与暗的交替。在这个世界存在着一类极其稀有的特殊地狱，这些地狱是创造，是发现，是人类化大千灵力传承世界意志的体现。
在濒临大陆以南，五祖灵洞以祖石造五境，五境宛如一块巨大的岩石，耸立在云海之中，绿植峰顶，峭壁环绕。灵洞性格沉稳，轻易之下灵力并存，其所创五境更是霸绝天下。作为大千世界的超级霸主强者，五祖灵洞一直保护着五境不受外来势力的侵扰。宗门之下，五祖灵洞为最高统治者，下设长老团、执行弟子林青竹、殷欢欢、林静、林雕、林岩等等强者均效忠五境。在这些高手强者的维护下，五境五运昌隆，蓬勃发展，健康有序地扩张着。五境的百姓大多由天玄大陆迁移而来，他们久居海岛，民风淳朴，开拓着五境周边发达的渔牧业。五境之强，强于祖石，由于祖石可以不断生长，五境的祖灵石产量十分丰富。除了自用之外，大多数祖灵石都被分销到世界各地，这里的矿石贸易极其繁华。短短几十年，五境的主城天都便成为大千第一矿石交易市场。如今五境更是与无尽火域、剑域、万木之地齐名，跻身成为大千世界的超级巨擘。除了这些大千世界的超级巅峰势力之外，还有着不弱于这些超级巅峰势力的太古五族。太古时期就已经存在的古族，底蕴悠久，实力强大，是大千世界最古老的种族。其内部分为五大古族，分别为浮屠古族、摩诃古族、泰灵古族、黑天古族、荒古族。浮屠古族五大古族之一，与泰灵古族素来井水不犯河水，无尽光明体的守护者，是大千世界中最古老的种族之一，实力非凡，其底蕴之深无人能猜测。就算超级势力面对他都会相当忌惮。以大浮屠诀为核心功法，血脉灵力具有封印特性，极其擅长封印之力。摩诃古族五大古族之一，万古不朽身的守护者，与浮屠古族关系交好，实力极为的恐怖，有着成为五大古族之首的趋势。泰灵古族五大古族之一，镇族神通为泰灵通天光，是大千世界中包容性最强的古族，不介意血脉之分，就算血脉稀薄，只要天赋品格达标，依旧能成为圣女。其历史中出了不少精彩绝艳又深受族人认可的非本族圣女。摩诃大陆，一片极为浩瀚的幽暗空间，空间中心有着一根仿佛穿透了天地的擎天之柱矗立在那里。那擎天之柱似有数万丈之高，且极为的粗壮，视线靠近，仿佛有着穿越了洪荒万载的上古之气扑面而来，定睛而视，摩诃二字铭刻在其柱之上。那字印仿佛铭刻了万载，直到如今依旧浩瀚的令人醒目。摩诃之意其实就是浩瀚无边，而这个浩瀚的空间，擎天之柱，这般景象，赫然便是摩诃界。一道极为扭曲的空间裂缝在摩诃界的某处山巅缓缓裂开，两道极其强盛的气息缓缓从空间裂缝传出。下一瞬，几十位闭眼盘膝而坐周身灵力磅礴之人，皆是在此时睁开双目，而后瞬间消失在原地，缓缓出现在那扭曲空间裂缝打开的山巅之上。恭迎老祖！这些气势磅礴之人，皆是卑躬屈膝的在那裂缝门口等待着那平日里极为威武严苛之人。两道横贯寰宇的气息走出，那两道苍老人隐身着黑白长袍，须发皆白，手持一黑一白的两根拐杖，面目极为苍老，眼神却异常深邃。那隐隐间所散发出的波动，足以令诸多天至尊都会大能变颜。这两位老者，赫然都是圣品天至尊的超级强者，大千世界巅峰的存在。摩诃天，你为何唤醒我二人？此时山巅之上，从众多的身影当中走出一位中年男子，身披金色大袍，神色平淡，但是有着一股不怒自威的强大气势。摩诃天见到眼前的中年男子，缓缓说道：已经过了多少年了，我摩诃古族也是时候该登顶太古五族之首了。摩诃天如今是摩诃古族的现任族长。哦，你有何打算？这位白袍老者乃是摩诃古族的一位老祖。老祖，如今在大千世界中位居极北之地的无尽火域，这个超级霸主势力成立时间短暂，根基应该也不是很稳，而且距离我们的摩诃大陆也不算太远。攻下无尽火域后，非常利于统治。最重要的是，吞下无尽火域更是非常有利可图。无尽火域乃是以丹药立足在大千世界，其成立时间也就只有短短几年。这几年的时间，更是占据了大千世界北部区域的大半市场。无数座大陆都传颂着无尽火域神丹之名，而我们摩诃古族只要能吞下无尽火域，则霸业可成。闻言，白袍微微点了点头。如此甚好。话音落下，摩诃古族这庞大的强大势力开始运转起来了，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只求迅速磨灭并霸占整个无尽火域。虽然无尽火域这几年崛起，甚至传闻域主炎帝实力非凡，不过对于摩诃古族而言，放眼大千世界所有的势力，能让其忌惮的不超过一掌之数，在他们眼中不成圣品，终是蝼蚁。而蝼蚁，摩诃古族可不会放在眼里。无尽火域在其他人眼中或许是超级势力，
但是对于魔河古族而言，只不过是大一点的蚂蚱罢了，但是还是可以轻易捏死的蚂蚱。既然如此，族内的天至尊长老全部一起前去，磨灭无尽火域，我魔河古族才是大千霸主的超级势力。此时黑袍老者这位圣品天至尊自信地开口道，一个古族之中有2位圣品天至尊，放眼其他超级势力，也未必有这等恐怖的阵容，不愧是太古5族之一的魔河古族。就这样，这一次魔河古族攻打无尽火域的战争便是开始了。无尽火域，岩浆深处，一声声火焰爆裂的声音响起，一道巨大火柱从岩浆之地喷射而出，5颜6色的火焰围绕着那道火柱欢快地跳动着，好像在欢迎新朋友一样。那道火柱呈现淡黄色，狂暴的能量不停向外喷涌，不过却丝毫没有向周围肆虐而去，好像受着什么约束一般。火柱之顶矗立着一道身影，紧闭着双眼，其周身的灵力风暴更加狂暴、炽热而强悍。而那淡金色火柱和其他5颜6色的火焰向他的手掌汇聚而去，萧炎的气息节节攀升，眼看着到达了那个临界点。焚诀炼，萧炎体内的一道天地圣火正在按着一道规律的路线炼化着，朝着那终极之炎融合。在萧炎创建无尽火域之后，大千世界中圣火榜第2的焚天灵火都被萧炎炼化了，如今还没炼化的是排名第1的圣光仙炎，因为萧炎在大千世界中没有发现这排名第1圣火的任何信息。一道金光闪烁，萧炎的气息终于打破了那个临界点，达到了全新的层次。呼这力量好强啊！萧炎轻握了握双手，感受到那飘渺一般的感觉，喃喃自语道。而此时无尽火域岩城的上空，一声比一声急促的震天钟吟之声顿时在岩城上空轰鸣而起，并向整片大陆急速扩散而去。这一刻，所有无尽火域的强者豁然变色，雄浑而又厚重的钟鸣之声一边又一边在岩城上空急速回荡着，凄厉而又沉肃。它是战争的预警，预警响起，那就说明无尽火域遇到大规模的敌人入侵，并且还是不可力敌的敌人。这一刻，岩城内的无数强者纷纷变色，面色凝重的诸多强者们按照紧急预案迅速赶往距离自己最近一个个集合点，无数道强悍的灵力波动冲天而起，汇集成一道道军阵迎敌。岩城的万丈高空之上，有着一座巨大无比的灵阵化，做光照下，将横跨数万里之地的岩城牢牢罩在其下。一种可怕的灵力波动悄然荡漾而开，空间开始急速扭曲。一声震耳欲聋的轰然巨响骤然炸起，巨大的空间裂缝急速撕裂而开，浩浩荡荡的大军铺天盖地般自裂缝深处呼啸而出，一股股异常强悍的气息迅速在场上弥漫而开。哦，这无尽火域的警戒体系竟然如此的强悍！在数十位天至尊的簇拥下，一道高大身影跃众而出，金袍中年男子正是魔河古族的族长魔河天，他亲自带队深入无尽火域岩城，而其余天至尊则带军攻打无尽火域各大主城。恐怕无尽火域领地之内，各大主城的战争已经大规模的爆发了。扫了一眼下方灵阵覆盖的岩城，魔河天浑不在意的笑了笑，扬声说道：无尽火域之主炎帝何在？魔河古族魔河天特来拜访，还请出来见见。无尽火域之外，凌空站着黑压压的一片人影，其中强悍的气息数不胜数，地至尊的人数竟达到了数百人，其中上位地至尊的人数达到了100多人，地至尊大圆满也有30多人。更令人震惊的是，人影深处还弥漫了10几道无比恐怖的气息，远胜于地至尊大圆满，甚至地至尊巅峰。在所有人影的前面站着一位身着金袍的中年男子，男子身上有着一股难以形容的傲气，仿佛世间一切都不放在他的眼里。他双手背在身后，冷漠的眼神盯着无尽火域的每一寸土地。突然，他用响雷般的声音说道：无尽火域之主炎帝萧炎还不出来吗？难道要本座亲自请你出来才肯出来？声音响彻了无尽火域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听到声音的人都勃然大怒，哪个不长眼的家伙敢直呼域主名讳？无尽火域之外，魔河天此时眼神一凝，来了吗？只见男子前方的虚空中出现了阵阵波动，一股极端炽热的气息从空间传出，只见无数的绚丽火焰从空间中漫出，火焰的炽热仿佛能焚尽世间一切。在火焰的中间慢慢浮现了一道身影，一个身着黑袍的青年男子从火焰中缓缓走出。男子脸容算不上俊美无比，却有着难以形容的坚毅与从容。他的身躯比较瘦削，但在他面前仿佛天地也铺垫在他的脚下。魔河天眼睛一缩，仔细打量着眼前的这道身影，感受到那瘦削的身体内潜藏的暴虐无比的火焰能量，暗自道：此人果然不凡。魔河天平静地说道：萧炎，你总算出来了，本座还以为你要做缩头乌龟。没错，黑袍青年正是无尽火域的域主，威霸大千世界超级恐怖的存在炎帝萧炎。如今
萧炎已经炼化融合了大千世界排名第2的焚天灵火，实力已经高达圣品巅峰。在感知到炎城后阵法波动的时，便急忙撕裂空间而来。萧炎平静地说道：“魔诃古族是吗？今日你们魔诃古族带这么多人来我无尽火域，是准备找我炼丹吗？”萧炎，废话我不想多说。今日你们无尽火域必亡，你若肯俯首称臣，可饶你一命。萧炎轻声笑了笑说道：“想灭我无尽火域的人太多了，就算是魔诃古族全族强者都来了，恐怕也没这资格。”看来你是不想活了，我本惜你是个人才，想留你一命，看来是没这个必要了。魔诃天，只要你们现在退去，今日之事就此作罢。萧炎依旧神色平淡地说道。萧炎，你以为你算什么东西？一个下位面来的小子，还敢大言不惭？魔诃天带着怒意之气说道。萧炎眼睛中闪过一丝寒意，从容地说道：“我萧炎的确算不上什么人物，不过你也不要把魔诃古族抬得太高，真当我无尽火域会畏惧战争吗？”说到这里，萧炎眼神一凝，无穷烈焰燃烧翻腾，一股浩瀚磅礴的气息横贯寰宇，傲视苍穹。圣品。魔诃天略带一些惊讶，不过刚刚萧炎展现的气息也就圣品初期，以他圣品中期的实力，他亲临炎城必定势如破竹，扫除一切的障碍。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圣品又如何？阻拦魔诃霸业路上的敌人，必须清除。萧炎朗声笑道：“魔诃天，我已经给过你机会了，今日既然来了我无尽火域，那便全都留下吧。”就凭你圣品初期的实力吗？魔诃天冷笑一声，突然身体金光万丈，恐怖的气息不断飙升，汇成强大的灵力风暴。圣品中期，此时的魔诃天已经到达了圣品中期的实力。见状，萧炎的身体内涌出无尽的金色火焰，火焰燃烧的周围空间阵阵波动，强大的气息不断上升，竟然丝毫不逊于魔诃天。两道气息冲天而起，朝着遥远的天际破空而去，一道犹如煌煌大日，一道散发无量阴阳黑白之气。天际之上，两人各有打算。萧炎不想二人的战斗余波波及无辜，而魔诃天则是不想在炎帝的主场和他战斗。萧炎，看来你还有几分本事，不过在本座面前还差得太远了。本事没有多少，但是击败你足够了。萧炎在虚空漫步，平静地说道。哈哈哈，我倒要看看你拿什么击败我，以你圣品初期的实力吗？紧接着，魔诃天双手结印，恐怖的力量奔涌而出，虚空中出现了一只金色的手掌，强大的威压震撼着天地。萧炎，接我魔诃神族的绝技太古阶斗技魔诃神掌。太古阶吗？果然古族有些底蕴啊。萧炎呢？难道？当即，萧炎的手中出现了一柄巨大的黑尺，紧接着金色的火焰弥漫在上面，萧炎手拿火焰巨尺，劈出一道万丈的火焰刀光。巨大的烈焰刀光焚烧天地，竟是摧枯拉朽的击溃了魔诃天的魔诃神掌。此时在另一处无尽火域的炎帝宫内，一道淡青身影踏出虚空，缓缓现身于那大殿前台，赫然便是萧玄。萧炎创立了无尽火域之后，炼药术等级达到了传说中的药圣级别，炼制了一枚丹药，以及配合圣境灵魂的力量，将已经是残魂的萧玄复活过来，又炼制了一道至尊肉身，恭迎先祖。此时大殿门口也是出现众多身影，皆是恭敬的抱拳相迎。虚儿、彩铃也是在此列当中，二人则是领队之人。望着那些或熟悉或陌生的脸庞，萧玄也是一抹欣慰之色显在嘴角。这里的10数之人皆是达到了天至尊的层次，是无尽火域真正的高层力量。他们都皆是对无尽火域忠心耿耿，每一位能出现在这大殿之前的身影，皆为无尽火域的建立有着汗马功劳。当然，萧玄也是知道，无论今日他有着何等王者之势，这些人的信仰之人始终都是那让他重获新生的后辈，那个他曾经为其散尽最后一丝灵魂，将整个萧族都托付于的年轻之人。想到那道看似翘瘦的身影，他也是莫大的欣慰，无比的骄傲。那曾经没落的萧族竟然会出现这般人物，他能有今日之威，无尽火域能有今日之势，全都是那道身影时刻徘徊着生死边缘而来。这时候，两道倩影从人群中走出，一位身着白色素裙的女子站立于萧玄身前，恭敬施礼。那淡然微笑的脸颊透发着一股清新空灵的气质，但让人惊叹的是，那女子竟然是一头雪白长发齐腰，如婴儿般的稚嫩脸庞上有着一对紫铜轻盈转动。而最引人注意的是，那一段素白绸缎裹着她那不足盈盈一握的纤细腰肢，她就是那曾经一起与萧炎在斗气大陆一起拼搏惹人疼惜的小女孩小医仙。当然，人不可貌相，对待身边之人，她是最让人舒心的小医仙；对待敌人，她是让千军之士都恐惧的天毒女。而声音来源的另一位女子，她一套素裙包裹着丰满娇躯，漆黑如墨的3000青丝如瀑布般的披洒而下，那张绝色容颜充斥动人的空灵之色，恬然的美丽脸颊
却是透着一抹素衣难以掩饰的雍容与高贵。这等女人唯有4字方可形容，那便是风华绝代。而这一抹素衣都难以掩饰她的雍容与高贵的女子，便是云韵。小医仙与云韵便是转身化为2道白色流光，飞向山巅之下。检查护戒大阵，确保无碍。继续发号施令，萧玄没有丝毫的拖泥带水。是，先祖。人群之中再次走出2道倩影，向萧玄施礼。那左边女子一身紫金色裙袍，裙袍上龙凰舞动，透着一种无法掩饰的尊贵气息，一头紫色长如瀑布般的倾洒而下。女子容貌极美，紫金之眸神秘而妖媚，在这对紫金双眸的注视下，空间是为之失色。她便是当年在斗气大陆整天缠着萧炎找丹药吃的蛮力王，回归成长之后的太虚古龙族女皇紫妍。右边女子一袭青绿衣裙，包裹着玲珑有致的傲人身躯，凝视双眼，那是一双充满绿色的美丽眼瞳。只不过此刻的那眼瞳深处有着3个绿色的小点，围绕着瞳孔缓缓旋转，充满着妖异之感。这青衣女孩便是那曾经在斗气大陆本来唯唯诺诺的小丫鬟，在被抓走之后，一番拼搏修炼，也是跨入强者之巅的青灵。略作施礼之后，两女也是没有丝毫拖延的化为流光，向玉界飞去。接下来的片刻，随着萧玄不断的发号施令，接连有着强者领命而去，而古元和竹坤等几位也紧跟其后。古元说道：“没想到我们又可以并肩作战了，萧玄。”竹坤也是说道：“当年远古8族最强之人，萧玄也是我太虚古龙一族认可的存在。”萧玄微微一笑，沉声道：“诸位，我也没想到我们还有联手对敌的一天啊！”当他们在为自己的人生而拼搏努力之时，这位炎帝却早已经遥遥领先，取得了他们想都不敢想的成就和高度。那些女弟子倒是没这些男弟子这么多的想法，他们只是在暗暗倾慕这位炎帝，日后若找自己心仪的男子，便当如此。只是这般男儿实在太少了。炎帝。此时夜魂阁另外9位天至尊权都是一脸惊恐地望着那位黑袍青年，他们真的万万没想到，居然会遇到大千世界的超级霸主强者炎帝，而且还是以这种方式。要知道，这位炎帝可是连他们夜魂阁的阁主都是极为忌惮，这是大千世界真正的巨擘。今日我不杀你们，不过做出这事，自然还是得要付出一丝代价，都自废修为吧，然后滚。萧炎淡淡的看了这剩下9位的天至尊一眼，缓缓说道：“倒是没打算将他们杀了。”闻言，那9位天至尊眼中掠过一丝挣扎之色，不过一想起刚才仙品天至尊都被其随手抹杀，他们哪里还敢再犹豫，保住小命才最重要，当即纷纷动手废除自身的修为。回去告诉你们的阁主，日后若是有时间，我定会亲自去拜访。望着下方的气息微弱的9人，萧炎淡淡的冷声道：“倒不是萧炎怕那夜魂阁主，只是不久他便要回无尽火域主持大局，而目前的情况的确没有那个时间和这夜魂阁主耗下去，不然以萧炎的性子，可不会轻易放过这夜魂阁的阁主。”闻言，那9位被废除修为的天至尊抱头鼠窜，落荒而逃。不用出手，仅仅一句话，便令得9位天至尊自废修为，落荒而逃。见到这一幕，下方的众多剑宗弟子眼中皆是布满了火热的崇拜之色，这不就是他们心中一直所向往的超级霸主强者的风采吗？剑灵前辈，多年未见，别来无恙啊！处理完这事后，萧炎的目光看向了剑灵，对于当年剑灵的出手，萧炎自然是心存感激。前辈2字可不敢当了。剑灵当即摇头苦笑了笑，谁知道当年的那一个至尊小子，如今居然成为了大名鼎鼎的炎帝。一旁的剑无义等人倒是有些惊讶，没想到剑灵居然与这炎帝相识。见到剑无义等人惊讶的表情，剑灵轻描淡写的解释，又介绍了萧炎与剑无义等人的认识。萧炎对这剑宗也是有些感激之情，毕竟他忽悠了轩儿这么多年，而且从剑无义的口中得知，剑宗的背后支持的强大势力果真是如传闻一样。剑域，剑域的青山剑圣是一位超级巅峰强者，圣品巅峰天至尊，是最接近炎帝的强大存在。青山剑圣仗剑诛邪魔的事迹也流传大千之中。对于这位剑域的青山剑圣，萧炎也是颇有些好感。自己的妻子和古元当年出来位面通道后，便遇到剑宗之人，剑宗也是第一眼看中轩儿和古元的天赋，就安排宗内作为弟子。如今两者之间的关系匪浅，日后自己有时间要去拜访一下这位剑域的域主青山剑圣。多谢诸位这些年对轩儿的照顾，萧炎还有要事在身，便不再打扰了，今日就此别过。说完，萧炎也是不再多留，带着轩儿和彩铃迅速地掠进空间的传送阵中，也已经留言给古元，轩儿已经接回无尽火域，古元过几天抵达剑宗后便会启程无尽火域。见到萧炎等人的离去，剑无义等几位天至尊的心中都是感慨万千，后生可畏，如今这大千世界中当真是年轻人的天下了。无尽火域，在那一座宏伟的大殿之中，一个数丈的空间漩涡缓缓旋转着，诡异的空间之力
不断从其中释放出来。而此刻在那大殿之中，两道娇躯正在焦急地来回走动，美眸时不时的便会看一下那座空间传送阵。狱主怎么去了这么久还不回来？明天可就是1月之7了，没有狱主主持大局，可怎么行？圣云尊者有些急切地说道：“这1月之7乃是萧炎亲自定下，若是不按照约定来，朝令夕改，恐怕会有损萧炎的威信，难免会让众人有所非议。何况这牵制极北之地乃是大事，自然可能随意拖延。”难道是狱主遇到什么麻烦了？此时，冷霜尊者柳眉一皱，开口说道：“以狱主的实力，如今这大千世界无人能够伤得了狱主。那明日狱主若还是不出现，该当如何？”哈哈，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正在这时，一道爽朗的轻笑声在大殿中响起，当即3道身影迅速从空间传送阵中掠出，自然便是萧炎3人，所幸没有来晚了。狱主，你可算回来了，真的快把我们2人急死了。见到萧炎出现，圣云尊者2人心中一喜，顿时松了口气，走上前去说道。不过这时，圣云尊者2人的目光不觉一致，也是注意到了萧炎身后的2位女子，一位气质淡雅，一位冷艳高傲，都是难得一见的极品美人。这就是狱主的2位妻子吗？在圣云尊者2人打量薰儿2女之时，薰儿和彩铃的美眸也是看向了他们，眼中都是有着莫名之色在闪动。旋即薰儿和彩铃的目光便又看向了萧炎，美眸微眯，俏脸上皆是浮现一抹诡异的微笑。你这狱主的身边美人可真是多呢。察觉到薰儿和彩铃那带一丝危险之色的目光，萧炎不觉苦笑了笑。这女人啊，这是我的2位妻子，薰儿、彩铃。此时，萧炎对着圣云尊者与冷霜尊者微笑着介绍道：“见过2位主母。”闻言，圣云尊者与冷霜尊者便是对着薰儿2女恭敬行礼，心中不觉轻叹一声，不愧是狱主，2位妻子都是祸水级别的极品美人，一般女子见到这2女，恐怕都会觉得黯然失色吧。明日之事可都准备好了？几人一番认识之后，萧炎问道：“对于将无尽火域牵至极北地狱之事，他自然还是极为的重视。”启禀狱主，一切准备就绪，明日便能出发了。那就好，你们先下去休息吧，明日一早我们就出发。萧炎满意的点了点头，微笑道。闻言，圣云尊者2人再次看了眼轩儿和彩铃之后，便是退出了大殿。你这狱主当的可真够洒脱的，有2个既漂亮又得力的助手。见到圣云尊者2人离去，彩铃狭长的美眸看向萧炎，淡淡说道，话语中有一丝莫名的意味。萧炎无奈的摇了摇头，在彩铃那诱人的娇躯上扫了一眼，目光不觉变得火热起来，还是自家的妻子看得舒服。而后萧炎一把将彩铃那性感的娇躯搂了过来。察觉到萧炎的举动，彩铃柳眉一挑，妖艳的眸子顿时瞪着前者，不过俏脸上却是有一抹绯红泛起，这冷艳中夹杂一丝妩媚的感觉，颇为诱人。见到这般诱人模样，萧炎的邪火不觉又上涨了几分，嘿嘿一笑，开始褪去彩铃的衣裙，手掌触摸到那嫩滑的肌肤，令得萧炎的心头极为舒畅。萧炎哥哥，你……一旁的薰儿见到萧炎的举动，俏脸不觉浮现一抹羞红之色，低声出声道：“都老夫老妻了，还害什么羞？”见到薰儿那羞涩模样，萧炎嘿嘿一笑，而另一只手又将薰儿给一把搂了过来，还在薰儿那羞红的俏脸上狠狠地亲了一口。萧炎左拥右抱，感受到那温软如水的诱人娇躯，心头极为的畅快。薰儿和彩铃一脸绯红，美眸都是忍不住嗔了眼这耍流氓的家伙，这么大人了还没个正经。不过2女虽说羞涩，倒是并未反抗萧炎的举动，似乎心里还有些期待。见到2女那娇羞的模样，萧炎的心情大好，大手一挥，一片光幕瞬间笼罩在整座大殿，隔绝了与外界的一切。一时间，大殿之中春光无限好。第2日的清晨，当晨曦撕裂云层，倾洒整片大地之时，无限的生机悄然弥漫整片天地。此刻，在那无尽火域的中央广场上，有着数万道身影整齐划一地排列着。在那队伍的最前方，还有着10几道天至尊的身影，那磅礴的气势悄然在他们的周身荡漾，令得后方的一众强者皆是噤若寒蝉。然而，就是这般恐怖的10几位天至尊，此刻也是保持着极为恭敬的态度，因为在那人群的最前方，此刻正静静地站着一道黑袍身影。而这道黑袍身影虽说看起来极为的普通，但是在这些10几位天至尊看来却无比的可怕。那黑袍青年的实力犹如无底的深渊，深不可测，在他面前，他们这些天至尊的超级强者似乎只有心甘情愿地臣服于他，而他便是无尽火域的狱主炎帝萧炎。启禀狱主，人已到齐。这时，圣云尊者与冷霜尊者略来上前来，对着萧炎恭敬地说道。萧炎点了点头，目光在前方的数万道身影上微微扫了一眼，面色一凝，大手一挥，沉声道：“出发。”话音一落，
萧炎便带着薰儿和彩铃率先掠进了广场上空那座数十丈的庞大空间传送阵之中。在萧炎三人掠进那空间传送阵之后，后方的数万道身影也当即分批，在圣云尊者与冷霜尊者的指挥下，井然有序地掠进那数十丈庞大的空间漩涡之中。一时间，一道道磅礴的气势冲天而起，而后又归于平静。无尽火域的这般异象，自然也引起了大千世界无数道目光的注视。不过仔细一想后，众人便明白了什么，定然那炎帝率领无尽火域牵制大千世界的极北之地无尽大陆，所以无数道目光注视着无尽火域的方向，眼中皆是充满着崇敬之色。炎帝高义，日后若我有足够的实力，我定要前往无尽火域，投奔大千世界的超级霸主强者炎帝。我大千世界有炎帝五祖这般青年豪杰，何愁域外邪族不灭？好男儿便该如此。一阵阵热议如同潮水般铺天盖地的涌起，有人为之钦佩，有人为之热血沸腾，有人为之顿生豪言壮志。这一刻，大千世界无数热血男儿仰天长啸，壮怀激烈。好男儿生于天地之间，到底所为何事？不就是该像炎帝五祖那般，以一己之力创造别人不敢想象的传奇，做别人想做而不能做的轰轰烈烈的大事呢？而这炎帝五祖虽说皆是年轻一辈，但是名声却已响彻整个浩瀚无尽的大千世界之中。他们无疑已经成为了大千世界这一辈中的领军人物，甚至早已经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们正开启属于他们的时代。如今提及这炎帝五祖，恐怕人人都会感到热血沸腾。这炎帝五祖没有所谓强大的背景，他们皆是来自于低级的下位面，但是突破了位面桎梏的他们，却如同虎入山林，龙入深海，以一己之力搅弄大千风云。在这群雄荟萃的大千世界里，他们依旧混得风生水起，他们的光芒早已经盖过了大千世界中那些所谓的天之骄子。他们惊艳绝伦，无论是实力还是气魄，他们足以成为如今大千世界中兴起的最为璀璨夺目的那两颗明珠。炎帝五祖，无尽火域的迁移，无疑是引起大千世界中无数人的感慨，真是江山代有才人出。而毋庸置疑，炎帝五祖正是注定引领着这个时代的风骚。炎帝五祖，一个时代，极北之地无尽大陆。这里是大千世界极北之地的一座大陆，是大千世界的边疆地域。换句话说，这里毗邻域外邪族。无尽大陆之上，常年被浓郁粘稠的邪气笼罩着，不见天日。那邪气极为的可怕，连天地灵力都能够被其污染。如今这座无尽大陆已经基本上被域外邪族侵占，居住在这里的土著民自然也难以幸免，皆已被域外邪族像猪狗一般的圈养起来。顺者生，逆者死。然而就在数日前，一大批强者突然降临到这座无尽大陆上，他们自然是无尽火域的第一批部队，领头的是一位天至尊超级强者，而且还是一位女子。在这位天至尊超级强者的带头下，这支第一批部队很快便从域外邪族手中夺回了一座大城市盐城，并以此为根据地，静静地等待着无尽火域的大部队降临。而域外邪族丢失了一座大城市后，自然不会轻易的善罢甘休，所以今日驻扎在无尽大陆域外邪族出动大军，由2位魔帝率领，魔帝的实力也达到了天至尊，准备夺回这座盐城。一时间，邪族大军兵临城下，盐城告急。盐城那是一座无比庞大的城池，城墙由光滑的黑晶石修筑而成，远远看去，那向两侧延伸的城墙如同一条黑色长龙横亘在大地之上，气势磅礴，震撼人心。而此刻，在那恢宏的城楼上，数十道强悍的身影肃然而立，赫然都是无尽火域的强者。视线转移到那城楼的中央，在那里静立着一道倩影，一袭长裙包裹下，娇躯曲线毕露，从其体内散发出磅礴的天地威压。城楼上的众人以及城中的众多平民看到这道倩影，心头便会生出安全感，因为这女子乃是一位货真价实的天至尊超级强者。若是此时萧炎在此，定然会觉得此女有些眼熟，因为这女子便是当年他在巨灵山中有过一面之缘的罗雨晴。数十年不见，他竟然也晋级灵品天至尊，看来也是有着属于他的机缘。如今的他早已经褪去了当年的稚嫩羞涩，已然是一位集美貌和实力于一身的超级强者。他是前不久方才加入无尽火域的，那时候萧炎刚好去接轩儿和彩铃去了，所以并未见过他。他加入无尽火域后，由于有着出色的灵魂力量，已达圣境灵魂，便被陪同第一批部队提前来到了无尽大陆。其实他也未曾见过萧炎，虽说他知道无尽火域之主炎帝名为萧炎，但是也并未联想到当年那位曾经给他烤肉吃的萧哥哥，毕竟如今炎帝的威名实在太过响亮了。罗姑娘，邪族大军已兵临城下，据说还来了2位魔帝，现在该如何是好？此刻罗雨晴身旁的一位帝至尊强者眉头紧皱，沉声地问道。罗雨晴的柳眉也是微皱，他目光向城下扫去，那不远处
黑压压的一片邪族大军，正如同黑色的潮水疯狂涌来。放眼望去，邪气滔天，天地灵力在此刻都变得极为稀薄，可见那邪气的可怕。不必担心，狱主应该快到了，到那时候危机自解。罗雨晴缓缓地说道。听得罗雨晴提起狱主，城楼上的众人倒是心安了不少。他们的狱主乃是炎帝，如今可是大千世界中的超级霸主存在。他们之所以敢前往这边疆地狱，便是因为有着炎帝作为精神的支撑。狱主，我看你们狱主早就躲着不敢出来了，一群蝼蚁也敢来挑衅我们域外邪族，不自量力的大千之人。正在这时，一道邪恶的笑声突然在盐城上空响起。只见那邪族大军的上空中，两道浑身缠绕着魔气的身影缓缓浮现，滔天魔威当即席卷开来，赫然便是域外邪族派出来的2位魔帝，相当于大千世界中的天至尊超级强者。域外邪族和大千世界的等级对应，天魔帝堪比圣品天至尊，玄魔帝堪比仙品天至尊，幽魔帝堪比灵品天至尊，魔王堪比地至尊大圆满，魔将堪比上位帝至尊。而这出现的2位魔帝应该是幽魔帝。盐城之中，众人的心不觉提了起来。盐城只有罗雨晴一位天至尊镇守，凭他一人如何抵挡得了2位幽魔帝？若是炎帝再不降临，恐怕今日盐城必亡无疑。若是我们狱主降临，我相信你们定会后悔说刚才的话。罗雨晴美眸一冷，手中一条银色长鞭浮现，冷哼道：强大的圣境灵魂力量正在蠢蠢欲动，城楼上的众多无尽火域强者皆是严阵以待。是吗？闻言，左边的那位幽魔帝嘴角不觉掀起一抹讥讽之意。他可不相信大千世界会有什么大人物降临这座大陆上。虽说域外邪族与大千世界是宿敌，但是经过远古时期的那一场大战之后，双方元气大伤，因此彼此都默契地保持着某种的平衡，即便偶尔有摩擦，也不会有什么顶尖强者降临。再说，但凡顶尖强者也没有那份闲心去管这些小打小闹，因为顶尖强者左右大局，没人敢轻举妄动，毕竟事关重大，一不小心可能就会爆发整个世界性的大战，那等代价以目前的情况，双方都承担不起。所以域外邪族的脚步一直只是止步于无尽大陆以及诸多下位面而已。对于大千世界的核心大陆，他们可不敢轻易的动手。毕竟自己的天邪神大人如今还在不朽大帝部下的封印中，所以还是要小心为妙。这座无尽大陆上的幽魔帝可不止这2位，只要不是大千世界的顶尖强者降临，那么他们都能够轻易的将其抹杀。毕竟他们可不认为这位狱主有多么厉害。我觉得你们恐怕会后悔。然而就在这位幽魔帝的冷笑声音落下，一道轻笑之声便陡然在无尽大陆的天际上响起，旋即众人的目光皆是第一时间循声看望去。只见那被邪气笼罩的虚空突然之间自动撕裂，而后一个数十丈的庞大空间传送阵陡然浮现，再紧接而来的便是一大批强悍的身影。人影从那空间传送阵中不断的涌出，不过数息间，数万道身影便是悬浮在那盐城的上空，无比恐怖的灵力波动席卷四方，令得整个无尽大陆天际上的邪气都暗淡下来。在那数万身影的前方，有着一男二女，自然便是萧炎、薛儿、彩铃。经过数日的空间传送，他们终于是抵达了这片大千世界极北之地的无尽大陆。视线缓缓扫视开来，望着笼罩天地的粘稠邪气，萧炎眉头不觉一皱，这股邪气竟然具有污染灵力的作用，令他感觉极为的不舒服。当即，萧炎大手一挥，地炎从体内涌出，而后瞬间迎风暴涨，化为一片滔天火海，瞬间席卷整片天际。在那炽热的地炎席卷之下，这片天地之间的邪魔之气顿时如同冰雪遇上炽热的岩浆一般，迅速的被蒸发成虚无。不过片刻，充斥在天地间的魔气尽数消散，暖人的阳光倾洒而下，如同春回大地，令人不胜欢喜。此刻，众人的目光皆是看向了天际上，那道在金色阳光下傲然而立的兽靴身影，眼中透着各种神色。是狱主。见到那道兽靴的身影，城楼之上有不少见过萧炎的强者顿时惊呼出声，脸庞上带着难以掩饰的狂喜之色。如今无尽火域的狱主降临，想必今日这盐城之危算是解除了，因为对于萧炎的实力，他们没有一点丝毫的怀疑。那是萧哥哥。罗雨晴望着那道显得熟悉的兽靴身影，美眸不觉的一缩，当年在巨灵山的回忆悄然在脑海中浮现。此刻他极为的惊讶，没想到当初在巨灵山中认识的萧哥哥，居然真的就是大千世界中威名赫赫的炎帝萧炎。你是何人？此刻那2位幽魔帝的目光死死地盯着萧炎，凭他们的感知，居然都无法窥探眼前这位黑袍男子的实力，这让得他们心头不觉的一沉，此人恐怕实力极为的可怕。跟你域外邪族何必多说，大千世界还轮不到你们在此撒野。萧炎目光微眯，淡淡从这2位幽魔帝身上扫过，而后滔天地炎席卷开来，瞬间将这2位幽魔帝焚成虚无。那下方的邪族大军见到这黑袍男子，挥手之间便抹杀了2位幽魔帝，无一不是惊恐不已。
一时间，邪族大军都开始骚动起来。动手，由各大天至尊领队，开始清理无尽大陆上的所有域外邪族。随手就抹杀2位幽魔帝后，萧炎目光从下方的邪族大军上扫视了一眼，眼神中掠过一丝凌厉之色。而后雄浑的声音响彻天地，令得所有人的精神都为之一振。遵命！10几位天至尊齐声喝道，而后各自领队朝着无尽大陆各个方向掠去。还有一位天至尊率先掠进了下方的邪族大军之中，挥手之间，无数邪族大军之人陨落。天至尊的强大攻击摧枯拉朽，势不可挡。转眼之间，邪族大军已经损失大半，纷纷向四周逃窜，溃不成军。无尽火域的其他强者则是乘胜追击。萧炎的到来无疑令的局面瞬间扭转，同时也让众人士气大振。一时间，杀伐之气席卷天地，无数强者开始疯狂地清理邪族，无尽大陆在一刻开始彻底地动荡起来。参见狱主。此刻，罗雨晴等人一干无尽火域的成员顿时跃上天际，对着那傲然而立的黑袍青年恭敬行礼。多年不见，没想到当年那贪吃的小女孩已经这般漂亮了。萧炎扫了罗雨晴一眼，便认出了她，微笑着说道：“那股强大的灵魂波动，萧炎一直记忆犹新，只是真的是女大18变。若非那股熟悉的灵魂波动，萧炎也一时半会儿还真认不出来罗雨晴，变化实在太大了。看来这罗雨晴也是机缘独厚之人，居然也在短短数十年的时间便晋级天至尊。狱主还记得我吗？”听得萧炎目光温和地看着自己，再听得那贪吃2字，罗雨晴不觉俏脸一红，似乎感到有些不好意思。时过境迁，如今2人早已经不是当年那般的身份了。瞧得罗雨晴那模样，萧炎不觉笑着点了点头。走，带我去这无尽大陆四处转转吧。萧炎话锋一转，微笑着说道：“如今已来到这无尽大陆，他自然要了解一番。”狱主，请跟我来。罗雨晴偷偷看了萧炎一眼，说道。在罗雨晴的带领下，萧炎等人开始在这无尽大陆上四处看看，碰到域外邪族便顺便动手清理一番。而这一番处理，也让得萧炎体会到了这域外邪族的邪恶，生灵在他们手中犹如草芥，真不敢想象，如果是远古时期的那场大战，若是败了，大千世界亿万生灵的命运又该当如何？之前萧炎在万火老祖那里了解到，如今的大千世界只有一半，也就是说还有一半的大千世界在域外邪族手中。距离远古时期的那场大战已经过去上万年的时间，谁也不知道域外邪族什么时候会卷土重来。看似平静的大千世界中，其实暗藏着最为可怕的风暴，一旦这风暴席卷，恐怕又将是这大千世界的一次大浩劫。萧炎的身影悬浮虚空，目光遥望着极北之地，眸子中有着一丝凝重之色，因为在那一边便是域外邪族。萧炎哥哥在看什么呢？见到萧炎望着天际发愣，一旁的薰儿凑了过来问道。没什么。当即萧炎回过神来，对着薰儿轻笑一声，手掌在后者那秀发上轻轻抚摸，心中却是在暗暗的发誓，为了守护他的心爱之人，他怎么能不站出来守护这片大千世界呢？想到此处，萧炎的目光不觉又看向了大千世界的极南之地，他的目光仿佛穿透了万里空间，似乎隐隐地看到了一道月至渊庭的伟岸身影，在那里有着一方大人物镇守。五祖灵动，一个同样响彻大千世界的名字，一个同样来自夏未面的年轻人。五祖萧炎嘴中喃喃一声，而后继续在无尽大陆上转悠起来，不过漆黑的眸子中却是有着一丝炽热的战意在燃烧。显然对于那位五祖的实力，萧炎很好奇。无尽火域对无尽大陆上所有域外邪族开始清理，足足持续了数月时间，在这数月里可谓是一次彻彻底底的大清理。无尽大陆上的邪魔之气尽消，天地恢复正常之色，当阴霾被驱散，当那和煦的阳光再次倾洒整片大陆之时，这片大陆上的人们都感到了劫后余生的喜悦。当然他们不会忘记是谁拯救的这片被遗弃的大陆，是炎帝，一位大千世界的后起之秀，但是他的威名却远比一些老一辈更为的响亮和出色，乃是传奇般的强大存在。如今无尽火域在无尽大陆上彻底的站稳脚跟，已然是这片大陆上唯一的主宰者。与此同时，这个消息也在大千世界中逐渐传荡开来，令得众多生灵也是愈发佩服炎帝。而且他们还听说，曾经有域外邪族中的天魔帝出手试图抹杀炎帝，天魔帝乃是堪比大千世界的圣品天至尊的超级存在，不过都未能成功。最后域外邪族都不得不认同炎帝的存在，毕竟他们也不敢出动太多超级强者围杀炎帝，因为那样无疑会引起大千世界中的顶尖强者出手，那种代价双方都承受不起的。所以即便炎帝清理了整座无尽大陆上的邪族，也都未能让域外邪族真正的出手，因为双方都有牵制，一种看不见而又实质般存在的平衡在维持着这个脆弱的宁静。大千世界极北之地，
两道伟岸的至尊法身在天际上激烈的碰撞，整个苍穹布满了两种不同属性的力量，一面天空炽热狂暴，另一半天空闪烁黑白光芒。炎之地身，萧炎融合几十道圣火和炎之地身自己独创的至尊法身，炎之地身周身布满了天地异火，烈焰环绕焚烧虚空，至尊法身所过之处皆被异火焚烧为真空地带。摩诃无量身，大千世界99等至尊法身榜排名第8，摩诃古族的最强至尊法身，这是一尊黑白巨影，带着恐怖的黑白之气，威压天地。摩诃天沉声道：萧炎，你能逼我使出至尊法身，已经不枉你炎帝之名了，但是今天就到此为止吧。话音落下，摩诃天双手结印，周身的黑白之气更加浓重，摩诃无量身化作流光，朝着炎帝法身暴掠而来。在摩诃无量身掠出的瞬间，萧炎也是眼神一凝，炎之地身的火焰头更加的耀眼起来。摩诃天，你太高傲了！一道咆哮声从炎之地身中传出，炎之地身朝着前方虚空挥出火焰巨拳，没有任何的花俏，仅仅只是普通的一拳。摩诃无量身和炎之地身的又一次碰撞，天际之上更是发出惊天般的巨响，周围空间开始崩溃炸裂，圣品之战，恐怖如斯。短短数息时间，两人已经发生了不知道多少次碰撞，这是两人至尊法身的交手和比拼，没有任何技法，唯有力量底蕴的碰撞。摩诃天，如果你只有这些本事，那便留在这里吧。炎之地身嘴角一动，夹杂灵力其声音传遍9天，引动无尽火域下方的大地岩浆。这一刻，地龙翻身，重演地风水火，大地龟裂，裂开一道巨大深渊，深渊之下则是翻腾的火焰岩浆，赤红的岩浆如同喷泉一般冲上天际，最后如同火焰巨龙一般悬浮在9天之上。萧炎，本族长承认的确是小觑你了，但你还真以为能吃定我不成？摩诃天声音低沉，似乎在低声隐语。摩诃灵壳。言出法随，摩诃无量身上忽然亮起一道黑白光芒，最后竟是形成了岩石的黑白光罩，挡着了天际之上的火焰巨龙。萧炎，我看你如何破我族的最强防御。黑白光罩内，摩诃天的大笑声音从中传出。是吗？萧炎一声冷哼，携带万千火焰一拳挥出，火焰巨龙发出一声咆哮，缠绕在炎之地身之上，这一拳可破万法。这一刻，绚丽的火焰巨拳砸在了黑白光罩之上，冲撞之间，风云震动，雷霆闪烁交织，仿佛天地都在为这场战斗而颤抖。一道细微声音传出，紧接着又是一道道声音响起。这一刻，碎裂的不仅仅是摩诃灵壳，还有那方圆数万丈的空间。这怎么可能？摩诃天那难以置信的话语还未落下，整个人便如同流星一般砸向大地，瞬间便把遥远之处的山脉尽数砸成了深渊。一道破空声响起，摩诃无量身缠绕着黑白二气冲天而起。此时的黑白巨影已经有了一丝丝裂痕，摩诃天更是一脸狼狈。摩诃天，你族的摩诃无量身也不过如此吗？这么不经打，看来还不如我这不入排名的炎之地身啊！萧炎缓缓压着体内翻腾的气血长龙，笑盈盈地说道：怎样，还要继续吗？萧炎，莫要高兴得太早了。我摩诃天，摩诃古族现任族长，被誉为最有可能带领摩诃古族登顶巅峰的存在，我绝对不能输。摩诃无量，黑白逆转。摩诃天双目之中流露一黑一白两道流光，随着咒法的声音传出，在其后便是浩瀚的灵力聚集在一起，形成灵力海洋汇聚在摩诃无量身之上。这一刻，灵力海洋翻腾，摩诃无量身好似在经受无穷灵力冲刷洗礼，那至尊法身上的裂痕竟然在此刻恢复，其黑白二色更加耀眼，玄奇无比。一股恐怖的威能从那灵力洗刷后的黑白身躯中散发出来，引得天际之上的空间颤抖起来。萧炎，今日无论成败，你我二人定都要战个痛快。从摩诃天身上传来一道低沉的声音，传向大千世界。今日无论成败，此战必将流传千古。大千世界，集中之地，北荒之丘。一缕缕的黑风凭空的出现，黑风散去时，只见得一位黑袍白发的老人低垂着眼目，犹如昏睡老人一般，周身散发着一种迟暮之气，仿佛随时都将会熄灭生命之火。但就是那摇摇欲坠的姿态下，却是散发着一种无法形容的恐怖威压，这股威压远超摩诃天。此时的他，那低垂的眼眸略微睁开，目视着大千世界极北之地的方向，低声道：是摩诃古族的那小子吗？那道火焰身影应该就是那个无尽火域的炎帝吧？大千世界终于迎来了他的变数吗？与此同时，大千世界极东之地，剑域。一道清澈的剑鸣声响彻虚空，随后便是一道青色剑光划破虚空。青色剑光散去后，一袭青衫安然盘坐，双膝上一柄清风长剑静静平放。他抬头望天，眼中流露出一丝期待，笑道：炎帝，有趣有趣啊！大千世界，大千宫。
作为大千世界最庞大的势力，其势力范围遍布整个大千世界。摩诃古族与无尽火域的交锋，自然也是引起了这个庞然大物的注意。大千宫中，诸多高层也是把目光放在了极北之地。为首之人周身涌动着星光，衣袍之上仿佛铭刻着山川河流，双目如星，深邃如渊。他仅仅只是站在那里，便有一股擎天般的气势散发出来，令人敬畏。他目望天际，那里有着2道伟岸身影在激烈的交锋着。他沉思片刻，不知在想什么，低语道：“炎帝很强。”大千宫虽强，但其宗旨便是斩除域外邪族，地位超然的他自然不会轻易插手各大势力的博弈。大千世界极南之地，一块巨大的岩石耸立在云海之中，绿植峰顶，峭壁环绕，其上刻有2字，字名舞动，威压乾坤。而此时山峰之上站着3道身影，遥望极北之地的天地变动。为首之人负手而立，那深邃如黑洞的目光虽然平淡如水，但仿佛看穿了阴阳生死，历经了万世之劫。大哥，无尽火域和摩诃古族的交手，我们需要帮忙吗？说话之人是一名身体修长的年轻男子，男子俊美如妖，周身紫光流转，竟然是一名仙品天至尊。说实话，俺早就手痒痒了。一道沉闷如雷的声音响起，开口之人宛如铁塔一般站在2人身后。灵动眼眸当中流光一闪，挥手之间，五境之内天地变色，风云涌动，竟然也是那踏足圣品之路的天至尊，而且是圣品巅峰。灵动注视着极北之地的无穷烈焰，而后轻笑道：“不用了，那位炎帝很强很强。”火莲撞击在千丈黑白巨毛之上，顿时间无法形容的火焰爆发开来，整个天地都是在此时扭曲。黑白巨毛上似乎发出一声哀鸣，闷声响彻，黑白巨毛随之炸裂，化为漫天黑白光点，无边无尽的绚丽火海冲刷而过，呼啸着朝摩诃天而来。该死！摩诃天牙关紧咬，依靠着摩诃无量身的黑白2气来抵挡火焰。就这样，2者僵持片刻，无穷火焰散去，摩诃无量身上空出现一把巨大无比的黑白巨伞。也正是这把黑白巨伞，摩诃天才得以挡住这无穷烈焰。摩诃天罗伞，摩诃古族的底蕴之一，也是摩诃天的底牌之一，等级同样是太古阶。萧炎望着摩诃天罗伞下的狼狈身影，微微一笑道：“怎么样，滋味不好受吧？记好了，我这招名为佛怒火莲。”萧炎，你从下位面走到今天，本座承认自己不如你，但是无尽火域挡在了我摩诃古族登顶的路上，所以今天你必须陨落。摩诃天森冷一笑，眼中掠过一抹狠辣果决之色，猛地喷出一团鲜血，而这夹杂凌厉的鲜血，最后竟是化为了一道血红的符文，竟是有着一道通天般的黑白光柱冲天而起。黑白光柱连接天地，穿透了万千空间。无尽火域的天际之上，一道黑白光柱从破碎的空间之中落下。黑白光柱消失，一尊呈现黑白2色的玉瓶缓缓地出现。在这黑白玉瓶出现时，整个天地仿佛都是开始呈现黑白2色，犹如阴阳交汇，一股无法形容的威势自那黑白玉瓶中散出来，似乎来自太古，经历了无尽沧桑岁月，恒古长存。黑白之气充盈天地，诞生着无穷玄奥，似乎整个世间都化为黑白2色。此时的无尽火域领地内，黑夜白昼似乎都被阴阳逆乱颠倒。大千世界各方巅峰强者也是惊奇地望着无尽火域上空的那个黑白玉瓶，那是摩诃阴阳瓶。摩诃古族的底蕴，真没想到无尽火域的炎帝竟然把摩诃天逼到如此地步。天地间众多强者望着这一幕，都是暗暗心惊。借助了摩诃阴阳瓶的恐怖力量，此时的摩诃天恐怕就算是面对着圣品后期的超级强者，都是拥有着正面相战的能力。哈哈，摩诃天，你倒是看得起我啊！萧炎微微一笑，缓缓说道。摩诃天站在摩诃无量身的肩膀上，头顶摩诃天罗伞，手持摩诃阴阳瓶，眼神冷冽地盯着萧炎。萧炎，这一场战斗结束了。话落，摩诃天双手结印，一道道玄奥的符文加持在摩诃阴阳瓶之上，瞬间黑白光芒大放，瓶口倾斜，紧接着便是无穷无尽的黑白洪流滚滚而出，铺天盖地。萧炎身形一动，双手结印运转焚诀，旋即在其眉心处，那绚丽的火印突然在此刻剧烈地跳动起来，一股无法形容的意念波动自那火印之中飞快地传出。吾以炎帝萧炎之名，招天下万火，听本帝号令。此时无尽无尽的火焰从无尽火域各个角落飞出，那些火焰皆是诞生灵智之火，绚丽火焰缭绕着萧炎周身，仿佛火焰之中的帝王一般。众多火焰之灵咆哮着朝那黑白洪流冲去，一时间没有一道火焰之灵在黑白洪流中洗去，便有其他火焰之灵冲来，仿佛无穷无尽一般。不一会儿，摩诃阴阳瓶上响起一道哀鸣之声，瓶身上甚至有着几道黑点，没有了黑白2气的环绕，便不能再动用阴阳之力了。摩诃天，留下来吧，
萧炎目光平静地注视着身受重创的魔和天，身形一闪，便出现在后者面前，然后一掌便是抓出。面对着萧炎那白赞修长的手掌，魔和天浑身都是冰凉了下来，要紧牙关。大胆，你这小辈，居敢得寸进尺！一直没有出手的白袍老者终于响起一道冷喝之声。那位出手的白袍老者也是伸出一只手臂抓向萧炎，两抓相撞在一起，瞬间爆发出一股强大的能量风暴，周围100丈空间直接被强行震得崩陷塌裂。小辈，你莫要得意，我魔和古族屹立大千世界万年不到，可不是你就能轻易撼动的。萧炎望着白袍老者冷笑道：我萧炎一路战斗到今天，什么场面没有经历过？太古五族又如何？万年不倒又如何？从此刻起，我萧炎只知道大千世界任我纵横。小辈口气不小啊，既然如此，就不要怪我欺负小辈了。白袍老者的实力，萧炎早已知晓，应该踏足圣品后期层次，还差一步便能达到圣品巅峰。让你看看圣品后期的真正实力究竟有多么的可怕。白袍老者说完，一股强悍无比的天地灵力开始对着萧炎席卷而去。但是萧炎只是轻轻一挥手，就将白袍老者的攻击轻易的给化解了，这让的魔和古族的众人大吃一惊。因为刚刚与自己的族长战斗了那么久，还底牌进出的对抗，花费了不少时间才战胜了自己的族长。但是此刻这位白袍老者乃是魔和老左，可是比族长更强，圣品后期的实力竟然被对方轻易化解，这究竟是什么原因？难道说这个炎帝从开始就在隐藏实力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位炎帝实在太过可怕了。这怎么可能？白袍老者同样一脸震惊，他刚刚虽然不是用全力，但是发挥出来的力量足以击杀一位仙品天至尊。我有说我的实力只有0品吗？闻言，魔和古族的众人心里一惊，好像他说的没有错。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一股来自大千世界巅峰强大的气息直接对着白袍老者轰然攻去。不过白袍老者的实力可是圣品天至尊，所以反应极快。此时此刻，他也不再隐藏实力，把自己全部的力量爆发而出。而一旁的黑袍老者也一起出手，爆发出圣品后期的强大力量与之对抗。2位圣品后期的巅峰强者对战萧炎，不知这位炎帝该如何对付。可是没有所谓的抵抗，仅只有摧枯拉朽般的姿态，直接击退了黑袍和白袍2位魔和古族的老祖。圣品巅峰，2位老祖这才反应过来，原来眼前的炎帝真正的实力竟然已经达到了圣品巅峰层次，难怪2人联手都不是他的对手。不愧是无尽火域的域主，看来果真有资格成为大千世界超级霸主势力，我们魔和古族也无法撼动其分毫。这时候，这位魔和古族的2位老祖终于是知晓了无尽火域的强大，这位炎帝不是他们能够匹敌的。炎帝，你真的很强，无尽火域我们承认有资格成为大千世界的超级霸主势力。2位魔和古族的老祖叹息了一口气说道，虽然他们2位不出手继续对战炎帝，是因为魔和古族的2位老祖心里很明白，自己不是炎帝的对手，就算是联手也无法战胜这位炎帝萧炎。萧炎在虚空之上缓缓踏步，天地之间陷入了一片寂静当中，所有人都在注视着这道青年身影。魔和古族的众多强者只感到心头之上有一座巨山横压在那里，这股压力足以让人窒息。炎帝有什么要求尽管提便是。此时魔和古族的2位老祖一脸阴沉，沉声说道：你们倒是懂我。萧炎淡然一笑，旋即脸色陡然一冷，你怎么知道我会和你们谈条件，而不是把你们全都留在这里？炎帝若是想把我们全留在这里，就不会和我们说这些废话了。魔和古族的2位老祖心中也算松了一口气，尽管他们猜测自己等人不会有事，但此时的处境，他们活了无尽岁月的老家伙都有些担忧。萧炎淡然的一笑，放心，以你们魔和古族的底蕴，还是能办成这件事情，那便是猎杀至少5名域外魔帝，带来无尽火域。2位魔和老祖瞳孔猛然一缩，击杀5名域外魔帝，为何是这种条件？魔和玉看了一眼面前的黑袍青年，又看了看无尽火域极北之地坐落之处，似乎想到了什么，深吸了一口气，抱拳说道：炎帝大义，我魔和古族答应了。萧炎满意的点了一下头。魔和古族的2位老祖叹了一口气，这短短的时间内，他们仿佛经历了100年岁月，看了一眼一脸淡然的魔和天，大袖一挥，带着魔和古族之人踏入虚空。这一战后，他们魔和古族败得很彻底，全族进攻无尽火域没有占到一点好处，反而全族差点全部陨落在无尽火域。无尽火域已经成为了大千世界的超级巨擘之位。如今不管是大千世界的超级势力，还是顶尖势力，还是他们这些古族，都只能仰望。而那位炎帝已经登顶大千世界之巅峰的强大存在。随着魔和古族大军的撤退，无尽火域的强者开始清理战场，收复领土。这场万众瞩目的旷世大战终究落幕。大千世界极南之地，这里是一片宁静祥和之地，
这片地方群山环绕，处处都种满了高大万丈的参天古树。大千世界，极南之地。这里的群山之顶却有着一块巨大岩石耸立在云海之巅，岩石之上刻有“武境”2个大字。群山外围则是无尽的海岛，武境的百姓大多由天玄大陆迁移而来，他们久居海岛之上，民风淳朴，开拓着武境周边发达的渔牧业。此时武境的一处湖心亭上，有一男子闭盘膝而坐，那男子面色刚毅，气势如山岳般沉稳厚重。这时虚空一阵扭曲，有一女子走出。这位女子一身白色衣裙，容颜绝美，气质清冷。她缓缓走到湖心亭处。怎么了？感受到了家人身上的清香，男子睁开了双眼，眼中尽是柔情。那女子微微一笑，万物都会为之失色。摩诃古族和无尽火域之战，摩诃古族全族战败而归，那位炎帝的实力似乎已经登顶大千之巅峰了。男子站起身来，他负手而立，似乎早已经猜到，旋即淡然地说道：整个大千世界能让我心生战意的人并不多，但炎帝便是其一。五祖淡然的语气之中尽是豪气和自信。大千宫，大千世界最庞大的超级势力，其势力范围之大遍布整个大千世界，是大千世界的代表。其建立宗旨便是斩除域外邪族。面对域外邪族这种威胁大千世界，必须整合一切力量才能与之抗衡。大部分天至尊都会在这有记录，并通过审核成为大千宫的可卿。圣品天至尊会成为大千宫的长老，只有当邪族再度侵略时，大千宫才会真正的存在。在和平时期，大千宫只是一个象征，成员无需为大千宫出力。大千宫其拥有的实力超乎想象，但基本不会表露出来。在大千世界地位超然，却从不插手各大势力之间的事，连太古五族都是对其很敬畏十分。大千宫的客卿称号比古族长老还要更给人面子，就算不是天至尊，只要成为高级诸魔师，就会破格成为客卿，但是需要击杀60位下位帝至尊的域外邪族强者。诸魔王地位比长老和分部楼主还高上一筹，完全不逊色超级势力之主，甚至和太古五族的族长都能够平等相交。其诸魔点能再换取到诸多好东西，甚至是冥阶、太古阶的功法以及宝物都能换到。大千楼是其分部，用于镇守圣渊大陆，监视此地邪族的动静。大千宫内的一座巍峨大殿矗立，如今的这座大殿内诸多人影肃立，而每一道人影的体内都是散发着强大的灵力波动。在大殿最首位，擎天高居王座，双目如星，深邃如渊。如今的大千宫便是以他为主，监视着域外邪族的动态，平衡着大千世界的各方势力。擎天缓缓开口道：事情怎么样了？擎天刚刚询问，便有一位老者站了出来，回答道：大事已成，无尽火域登顶。擎天点了点头，袖袍一挥，射出一道金光，缓缓落在老者面前，说道：把这道金贴送往无尽火域。无尽火域和摩诃古族之间的战争以摩诃古族的败退而结束。这一战后，大千世界的任何一方势力都不敢再小觑这个冉冉升起的超新星霸主势力。在大千宫之人前来拜见炎帝，送金贴一封时，无尽火域也正式登顶大千世界的超级巨擘之位。无尽火域的登顶无人阻拦。要知道，这个位置可是踩着大千世界所有的超级势力、顶尖势力以及太古五族上位，大势已成，无人可挡。此时的无尽火域以炎帝为首，萧炎为无尽火域的最高统治者，炎帝下面便是以玄帝萧玄为首组建的长老团。此外，还有以药圣药尘为首的炼丹殿。如今的无尽火域可谓是强者如云，谋士如雨。无尽火域坐落在焚天山脉南北，境内火山数量位列大千世界第一，所以本地居民和修炼者并不是很多，人口底蕴大多数都是来自斗气大陆。此时的无尽火域人声鼎沸，商业繁荣。无尽火域扬名大千世界后，加上炼丹事业的兴盛，使得无尽火域的丹药贸易极其发达，汇集了众多求丹者，因此炎帝之名更是深入人心。炎帝宫，萧炎望着欣欣向荣的城池，有种发自内心的喜悦感和幸福感。自己的实力终究达到了大千世界的巅峰，更使萧族得以昌盛。回想当年的3年之约，萧炎也忍不住地笑了笑。当年的小小少年，或许都没想到能在这万族相争的大千世界之中有着这般大成就。小炎子在想什么呢？虚空之上泛起一阵涟漪，旋即一道身着淡青色衣衫的身影便是这般悄无声息地浮现而出，只是回忆起了一些往事而已。萧炎看向来者，微笑道：先祖的修为似乎又有提升了。萧玄直视着萧炎，片刻后说道：刚踏足圣品之路，那天强行突破后与摩诃古族的那些老牌圣品的战斗还是有点勉强了。说到这里，萧玄手掌拍了一下萧炎的脑袋，疑惑问道：倒是你这小子现在是何等实力，为何连我都看不透？萧炎烧了烧头，一笑道：我炼化吸收了圣火榜上的圣火，
已经突破圣品巅峰，只是更进一步罢了。对于萧炎的谦虚，萧玄也只是笑了笑。要知道圣品之路，不知道多少人蹉跎无尽岁月，依旧未能前进一步，而萧炎已经踏足圣品之路的巅峰。这么说来，我们无尽火域现在有着2位圣品巅峰强者坐镇，以及数十几位天至尊，这等底蕴足以在大千世界称雄称霸了。两人闲聊了一会后，萧炎此时郑重地说道：“大千宫有妖，过不久我便孤身前往，域内之人各司其职。我离开后，无尽火域就交给先祖执掌了。”说到这里，萧炎的目光放在了萧玄身上，萧玄也是起身笑着说道：“小家伙，无尽火域我会看好的，你放心前往大千宫赴约吧。”萧炎点了点头，扫视了一眼大殿，问道：“老师，他没有回域吗？”战争结束后，药老应该带着丹塔之人赶回无尽火域议事。无尽火域的重建是离不开丹塔的。大殿内，执掌域内法规的风贤起身，笑着答道：“那老家伙早就回火域了，不过现在应该在玄一那里。”对于药尘，在场之人无一不敬。虽然药尘没有在场，但是没人敢有意见，因为这位可是炎帝之师。无尽火域内可是流传着一句话：若没有药尘，便没有炎帝。闻言，萧炎也是淡然一笑。玄一和自家老师的故事，他也是知道的。老师孤身一人多年，是时候找个老伴了。在萧炎前往大千宫之时，无尽火域的名声已经彻底传遍整个大千世界，炎帝之名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其后，大千世界极南之地也是传出一道惊人消息：域外邪族突然来犯，五境之主五祖灵动一人独占3位天魔帝，立于不败，将其逼退大千世界之外。3位天魔帝堪比3位圣品天至尊的超级强者，可见五祖究竟多么的强大，不愧是和炎帝齐名。相比这2道消息之外，大千世界的太古五族中的浮屠古族则是发生了一件大事。浮屠古族的圣女不知犯了什么错误，被封锁在那太古之族的上古秘境当中。要知道，那浮屠古族圣女拥有8神脉，临阵天赋极高，得到了族内许多强者的认可，而今天却惨遭族内囚禁，引起了不少势力的关注。大千世界万族林立，群雄割据，无数强者汇聚一起。此时此刻，大千势力的格局终于定格，超新星势力无尽火域和五境也在万众瞩目之下登顶了大千世界之巅峰。无尽火域，炎帝执掌，万火焚苍穹；无境之内，五祖之威震慑乾坤。北荒之丘，万木之地，不死之主震天地；剑域之地，青山之能，仗剑诛邪魔。这4大超级巨擘代表了大千世界的最顶尖战力。无尽火域，盐城。萧炎离开之后，薰儿和彩铃结伴前往盐城丹殿，他们要去看看归来的药老。2人来到丹殿门前，丹殿位于盐城炎帝宫的后山之地，那里是无尽火域的禁地之一，里面所放珍贵丹药，就连丹塔都是遥遥不及。因为每年丹塔炼丹师所炼的高级丹药，一般都会运送到盐城丹殿，因为盐城内汇聚着大部分无尽火域的高层强者。圣渊大陆坐落在大千世界极西之地，大千宫作为大千世界的最庞大势力，其势力范围基本覆盖了整个大千世界，而圣渊大陆则是远古时期的大千世界与域外邪族决战地之一。因此，大千宫在这里也是设立了大千楼分部，用于镇守圣渊大陆，监视此地邪族的动静。一道烈焰穿破空间的声音响起，虚空之上，一道绚丽火莲如同流星一般朝着圣渊大陆飞快赶来。绚丽火莲之上盘坐着一道黑袍身影。萧炎闭目养神，绚丽地炎环身，眉心处的火焰印记时而亮起，时而暗淡。他从无尽火域一路赶来，已经过去几天时间了。无尽火域位于大千世界极北之地，而大千楼则在大千世界极西之地。纵然依靠地炎破空而来，也需要一段时间。一道空间嗡鸣之声响起，绚丽火莲的破空竟然变得迟缓了起来。火莲之上的萧炎也是在此刻睁开了双眼，2道火芒射出，穿透了重重空间，火芒所过的范围皆是映进了萧炎的视野。萧炎缓缓起身，站在火莲之上，看到周围的蛮荒和荒芜，不由得皱了一下眉。难怪火莲的速度变迟缓了，这里的天地灵力竟然如此晦涩。萧炎双目之中地炎燃烧，他看到的圣渊大陆残破凌乱，这片大陆似乎已经丢失了那基础的大陆本源。大陆天空昏暗，整个天地仿佛都是处于一种极端的压抑之中。大陆之上，时而龙卷风暴席卷而过，时而红色雷霆疯狂的闪烁，广袤而又荒芜的平原入目皆是无尽的嫣红，似是鲜血染红，散发的无尽杀伐与莽荒之气充斥于天地间。通过这万里之景，萧炎便知道了当年远古时期战争的残酷，恐怕可不仅仅是赤地千万里，这里陨落的圣品恐怕已经超过了1掌之数。还是先去大千楼吧。萧炎摇了摇头，域外邪族真要入侵大千世界，无非是一战罢了，他一路走来又何曾拒战，现在还是前往大千楼赴约为主。萧炎袖袍一挥，
地眼陡然升腾，钻入了绚丽火莲当中。火莲光芒大放，一个巨大火罩升起，挡住了天空上的一些赤红雷霆和风暴，再次钻入了虚空之中。大千楼坐落在圣渊城内，圣渊城是圣渊大陆上的最大城市。当萧炎坐着绚丽火莲飞到圣渊城上空时，顿时引起了城内之人很大的反应。那火莲是？快开启阵法通道，无尽火域炎帝赶来赴约了。圣渊城内主控阵法的大千楼人员也是吓了一跳，连忙打开圣渊城上的阵法空间，接引炎帝入城。炎帝是那位一人战火灵全族之力和击败摩诃古族天选之人的无尽火域之主。据说那炎帝的实力已经走到了圣品的尽头，连摩诃古族的镇族底蕴摩诃阴阳平和2位摩诃老祖都奈何不了他。这位炎帝为何来圣渊大陆？难道是不久前传出的大千惊天？萧炎的入城自然让原本繁华热闹的圣渊城瞬间炸锅了，各方势力都在关注着这位气质洒脱的黑袍青年。炎帝大人，这边请。大千楼的许多强者也是出来迎接，萧炎点了点头，也是跟着大千楼的一名诸魔师步入圣渊城中心。来到了城市最中央，萧炎便是见到一座万丈巨大的古老石碑，静静地矗立在天地之间，宛如擎天之柱。但是这块石碑最引人瞩目的并不是它古老悠久，而是石碑最顶端处那3个刺目血红的字体诸魔榜。萧炎双眸之中地炎燃烧，目光在那石碑上一扫而过。当他浏览到那石碑最顶端紫金名字时，微微一笑，因为最顶端的名字萧炎很熟悉，诸魔王擎天，大千惊天的发起者。大千世界极难之地，武境。天地苍茫，一座座巨峰犹如远古巨龙般横亘于此，遮天蔽日的参天古树犹如活物般伸展着翠色的枝叶，它们每时每刻都吞吐着磅礴的灵力，使得此地的所有灵力都变得灵液一般异常的粘稠。在这片洞天福地的后山某处，则有一片广阔无尽的冰湖，那冰湖湛蓝清澈，深不见底，湖水之上还有刺骨的寒气不断升腾，看起来平静而危险。而在冰湖的中心位置，一朵通体雪白的冰莲凌寒独放，冰莲之上还盘坐着一位身着蓝衣的绝色女子。那女子有着一头冰蓝色的长发，长发如瀑般披散开来，在缭绕的寒气中显得极端的耀眼，长发之下则是一张倾城的容颜。此时的她美目紧闭，身形纹丝不动，冰蓝色的灵力洪流不时地从冰湖中呼啸而出，临近她周身之时便会被滔天的寒气冻结，化为细碎的冰晶被冰莲吸收。整片天地万籁俱寂，仿佛连时间都凝结了一般。滔天的寒气自那女子身上弥漫出来，连周围的山峰都结上了一层层厚厚的坚冰。随着寒气愈发的浓郁，整片冰湖也开始变得沸腾。而当那冰线以一种惊人的速度蔓延之时，一道修长的身影却不知何时出现在冰湖的上空。那道身影乃是一位身姿挺拔、面色坚毅的年轻男子。他一身紫黑色长服，神色刚毅，举手投足间都散发出一丝威严。他安静地伫立在冰湖一侧，深邃的眼眸中自有一缕缕温柔的情意流露，仿佛是察觉到那名年轻男子的到来。那道冰帘上一直修炼的倩影，此时也缓缓地睁开了双眼。他的视线与那男子短暂的交织，旋即他展颜一笑，直接起身踏波向后者方向走去。我说欢欢，你这闭关的时间会不会太久了点？吴祖淡淡一笑，目光炯炯地望向面前这张熟悉的脸庞，问道。那女子闻得此言，冰冷的神情也霎时被打破，声音动听道：这天至尊每一层都是天堑，哪有那么容易就能跨越的？吴祖闻的这番嗔怒之语，嘴角的笑意反而收敛了起来。只见他伸手握住殷欢欢白皙修长的玉手，一本正经道：天至尊之间的提升并不容易，你才复苏不久，不该这么拼命才是。听得吴祖这郑重其事的语气，殷欢欢当即心头一暖，冰蓝色的美目中也涌起了一抹似水的柔情。过去的记忆犹如潮水般汹涌而来，那一幕幕熟悉的场景如今依然历历在目，仿佛一切都发生在昨天一般。傻瓜，有你在这5境之内，难道还担心我会出什么状况？殷欢欢环住吴祖的脖子，在后者耳边柔声道，有温香软玉入怀，吴祖肃穆的神情也放松了下来。他伸手轻抚着殷欢欢冰蓝如瀑的长发，仿佛有一缕清冽的幽香将她包裹了起来，轻轻吻住殷欢欢的额头，声音竟有些嘶哑道：就算是在5境，你也该安心调养才是。你不知道那种失去的滋味，我再也不想尝试了。殷欢欢见此情景，冰蓝色的眸子也逐渐变得通红。他当然知道眼前的吴祖为了今天付出了多少努力，即便如今他已成为大千世界巨擘般的存在，但在他心中，灵动一直都像个孩子般有他脆弱无助的一面，而这样的一面也只会在他至亲至爱的面前有所呈现。感受着对方沉稳有力的心跳，他周身那缭绕的寒气也缓缓地消失，周围原本银装素裹的世界也渐渐恢复了原本的模样。傻瓜，我要是再不努力提升，以后就再也追不上你的脚步了。吴祖看着他那犹如小狐狸般狡黠的笑容，神情竟变得有些恍惚。
时间倒退到记忆的原点，他不再是大千世界的武境之主，他也不是如今冰灵族的族长。那年道宗出狱，一切因果便在此种下。苍松、翠石，他素手拂弦间，便在他心中留下一粒爱的种子。而在那域外族入侵之际，当他舍身燃烧之时，他才突然发现，那粒种子已经深深扎根于心。他要他的笑容重新回到他的身边。想到这里，五祖黑色的眸子里仿佛有零星的火焰燃烧。他紧紧地搂住女子纤细的腰肢，坚定不移道：“有我和武境，定会护你和冰灵族的周全。”你还真是自信，这话要是传了出去，大千世界的其他势力还以为冰灵族已是你五祖了。欢欢凝视着眼前这个执拗的男人，颇有些无奈道：“武境和冰灵族本就是一家，如果他们非要这么认为，那我也没什么办法。”是，有你这武境之主在此，这大千世界还有谁敢来冒犯？欢欢从五祖怀抱里挣脱出来，直视着后者那张坚毅的脸庞，声音悦耳道：“在这武境之内，有资格说出这句话的，除了他这位武境之主之外，还真找不出第二人来。”五祖灵动乃是大千世界中能与那无尽火域炎帝齐名的一方巨擘，他同样来自下位面，无论是自身实力还是背后的底蕴，都深不可测。传闻他来大千世界的目的是为了寻回他那位属于冰灵族的妻子，而后就有消息传出，一位手持雷杖的紫袍男子孤身一人战冰灵族，那一战足足4位天至尊都没能拦下他的脚步。从此以后，他的威名响遍整个大千世界，就连他成立的武境也一跃成为超级霸主势力之一。即便传承悠久如冰灵族都心甘情愿地依附武境，就连冰灵族的族长如今也是由武境的那位主母担任。若是不表明身份，恐怕任谁都猜不出眼前这对璧人就是传说中的五祖灵动以及他的妻子，那位冰灵族的现任族长殷欢欢。灵动一时语塞，只好无奈地一笑道：“虽然武境的发展今非昔比，但比起那些传承悠久的太古武族来说，还是有所差距。更何况，武境能有今日的成就，可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殷欢欢闻得此言，也是凝重地点了点头，若有所思道：“据冰灵族的古籍记载，这些古族传承久远，底蕴深厚，倒的确是小觑不得。这些古族虽然强横，但若是真要开战的话，咱们武境也不会惧于他们。武境火域可以击败太古武族中的魔和古族，我武境同样可以战而胜之。”灵动负手而立，平淡的语气之中霸气尽显。“你呀！”殷欢欢白了他一眼，眼前的这个男人和以前一样霸道自信。那无尽火域的炎帝非同一般，据说圣品之路已经走到了尽头，整个大千世界恐怕能和他一战的只有那寥寥几人。灵动神情依然平静，只见他将手搭在欢欢的香肩之上，淡淡道：“萧炎兄这些年进步神速，之前与他的一战，我们不分伯仲，如今即便是我也不见得能胜于他。这次大千金贴之约，便是能与他相见。”圣渊大陆，圣渊城，大千宫内，萧炎一脸悠闲地坐在那里，品尝手中的一杯美酒，看着外面那来去匆匆的诸魔师，他的眉头微微一皱。看这种情况，似乎是圣渊那里的域外邪族又开始蠢蠢欲动了。自从他建立无尽火域，坐镇大千世界极北之地，他便先后与域外邪族的一些天魔地的超级强者交过手，其中他遇到最强的天魔地，应该就是那位圣天魔地了。虽然那次来的只是圣天魔地的一道分身，但是萧炎却从那道魔影身上感受到了一丝丝危险。如果没猜错的话，那位圣天魔地同样是走到了圣品之路的尽头，圣品巅峰，只是不知道这圣天魔地触碰到那个境界的屏障没有，否则就有些麻烦了。突然，一道犹如玻璃破碎般的声音响彻圣渊城，圣渊城内的一处虚空突然破碎了一个大洞，深黑幽暗的空间黑洞中走出一道身穿紫黑长袍的男子。男子就这样无声无息地站在圣渊城的虚空之上，就连那圣渊城的护城大阵都似乎没能抵挡那扭曲的空间。咦，那虚空之上怎么有人站立？那人是怎么进来的？那处空间上竟然还有撕裂的痕迹。纷纷攘攘的圣渊城，无数人的目光汇聚在那道紫黑长袍的人影身上。男子的心神之中忽然闪过一道火光，似乎也是有所察觉，大手一挥，虚空又一阵扭曲，转眼之间身影便是遁入虚空之中。圣渊城内的阵法似乎完全感受不到那扭曲的空间波动。这时，城内有个诸魔师似乎想到了什么，惊呼大声道：“那是五祖灵动！”大千楼内，萧炎把手中的美酒放在了茶桌之上，轻笑道：“灵动兄，你的空间祖符还真是变态啊！”大厅内的诸魔师都是一脸诧异，满是不解地望向四周。紧接着，一股细微的空间波动扩散而开，一道身穿紫黑长袍男子在众多惊奇的目光下出现在客厅当中。比起萧炎兄的地言之道，我这微弱的空间之道又算得了什么？灵动轻轻一挥手，平定了周围波动的空间纹路，静静地站在客厅内，一身气势山岳般的沉稳内敛，却是如渊如海，深不可测。
但又好像普通人一般平淡无奇。众多诸魔师皆是不敢直视眼前的这位年轻男子。萧炎挥了挥手，驱散了客厅内的那种压抑氛围，说道：“你们都下去吧。”众多诸魔师如蒙大赦，连忙称是，随后便是低着头离开大厅。林动缓步走来，坐在了萧炎的旁边，脸上浮现出一丝淡淡的微笑。萧炎兄，好久不见啊！我就知道在这里能碰到你。萧炎同样报以微笑，他随即拿起酒壶，将桌前2个玉杯斟满美酒。大千宫盛情邀请，我这个五境之主岂有不来之理？更何况这圣渊大陆乃是我大千世界与域外邪族对峙的最前线。我极南之地自从那次3位天魔帝同时出现后，就再无域外邪族的消息了。这次来到圣渊，定要来清算一下。林动轻抿了一口美酒后，淡淡的说道，旋即放下酒杯，目视萧炎说道：“萧兄力压魔和古族一战，即便我在五境都有所耳闻，不知这次圣渊之行又有何打算？”萧炎轻笑道：“闲着也是无事，林兄既然想做一场清算，那就一同前往域外闯一闯那所谓的圣渊。”在两人交谈之际，一阵钟鸣声响彻圣渊之城，旋即圣渊城内涌出成千上万诸魔师，他们开始轮班守城。大千楼内一阵脚步声响起，与此同时，一道雄浑浩大的声音也是随之传来：“久闻炎帝和五祖的大名，大千世界内能再出2位英豪，定能平定域外。”萧炎和林动闻声望去，也是打量着那位大千世界的绝世凶人，大千宫的诸魔王擎天。只见那道身影周身涌动着星光，衣袍之上仿佛铭刻着山川河流，双目如星，深邃如渊。他仅仅只是站在那里，便是有着一股擎天般的气势散发而出来，令人敬畏。萧炎双目之中的地岩忽然跳跃了一下，盯着擎天的眸子也慢慢微眯了起来。大千宫作为大千世界中最庞大的势力，自然也是有着自己的一套等级体系，那就是大千宫内的诸魔师排行。而在这大千宫内，想要提升自己的排行地位，就需要诸魔点。诸魔王地位比一些长老和分部楼主还高上一筹，完全不逊色超级势力之主，甚至可以和太古五族的族长及大长老都能够平等相交。一个诸魔王的称号，则是需要1万诸魔点，或者本人亲临域外斩杀1名天魔帝的超级强者。这第2项选择，就算是圣品天至尊都不敢轻易尝试。这数千载和平岁月之中，大千宫仅仅出现了1位诸魔王，那便是擎天。当年擎天带过一支队伍来圣渊大陆历练，却遇见邪族，导致队友惨死，只有他逃出幸存。之后他就留在圣渊疯狂报复域外邪族，所有人都以为他死去时，却硬生生闯回来，还带回一具天魔帝的残躯。每次想到这里，萧炎总是感觉到不对。而且在刚刚擎天出现的时候，他的地岩就感受到了一股隐晦的气息，那股气息十分微弱，但是令人厌恶。这时林动似乎察觉到了不同，低声地问道：“萧兄，怎么了？”“没什么。”萧炎微微一笑，旋即对着擎天拱了拱手道：“擎天兄，我曾听闻当年你在圣渊之内以仙品的实力斩杀了1位域外的天魔帝，论威名当属大千第一。”“炎帝倒是折杀我了。”擎天谦虚一笑，随后一挥手，袖袍随风轻摆：“我也是恰巧遇到了1位没有防备的天魔帝，这诸魔王称号全靠宫内的一些长老抬爱罢了。”虽然擎天是嘴上这么说，但是自身却是有些自傲。这等耀眼的战绩，足以压得同辈强者抬不起头，仙品斩圣品，整个大千世界又能找出几人呢？萧炎和林动听了之后，神色一凝，都是微微顿了顿，旋即便是对视一眼。他们2人又是何等的人物，那般心气可比天高。他们也是可以以仙品对战圣品的大能，但是在域外之地以仙品斩杀1位天魔帝并全身而退，这无非是要难得多。擎天看着神色凝重的2人，温和笑道：“怎么了，2位？”这时林动忽然打岔：“擎天兄，还是说一下这次邀请我和萧兄来圣渊大陆的目的吧。”擎天对于林动的打岔没有感到不满，反而是似笑了笑道：“宫内的几个老家伙听到大千世界内又出了2位英豪，就让我出面请2位在大千宫内挂一个客卿长老的职位。既然秦兄相邀，那萧某自然要在大千宫内留一名号。”萧炎笑着答道。林动眼神一凝，沉声道：“大千宫作为对抗域外邪族的象征，其建立宗旨便是斩除那些域外邪族。林某对那些邪族本就厌恶，关于域外之事，我武进愿意全力配合大千宫。”擎天听到后微微一怔，他没想到此2人竟然如此爽快。要知道，一些大势力也会权衡利弊得失，趁机争要一些利益。不过关于五祖灵动的事情，他还是知道一些。因为域外邪族的入侵，五祖的那位爱人燃烧了轮回，大千宫内的情报，五祖独闯冰灵族便是为寻爱人的残魂。擎天反应过来后，袖袍一摆，哈哈一笑，笑声雄浑，大气磅礴：“炎帝五祖不愧大千双雄之名，我这就吩咐下面之人打造专属的长老令牌。”目视着眼前2道身影，
晴天心中也是感想很多。大千世界在当初远古时期一战后，已经失去了太多了，几乎拼尽了所有的巅峰存在。如今能再出炎帝和无祖两人，可谓是大千之幸啊！晴天兄，别急，我这里有一样东西送你。萧炎神秘一笑，伸出手掌，一道绚丽火焰燃起，火焰升腾，竟然化虚为实，顷刻之间便凝聚成一枚地炎火珠。这是？晴天下意识地接住了萧炎递来的绚丽地炎火珠，仔细打量片刻后，感受到那种奇异的触感，有些疑惑地看向萧炎。萧炎笑道：“此乃地炎凝聚而成的火珠，可以帮助晴天兄在修炼之中稳定心神，酝养灵魂。”那秦某就多谢炎帝了。晴天大笑一声，对于萧炎的行为并未感受到异常，也是十分爽朗地收下了这枚地炎凝聚而成的火珠。两位既然来到圣渊城，要不在这里停留几日，我好招待二位。萧炎和灵动对视了一眼，齐齐摇摇头，灵动则是笑道：“我们二人就不用秦兄招待了。圣渊之中既然有域外邪族蠢蠢欲动，我们两人愿替秦兄走上一遭，算是无尽火域和武境送给大千宫的礼物了。”这晴天一阵哑然，他也没想到眼前的一地一族竟然如此生猛，绝世凶人这个称号，自己是时候该转让了。圣渊大陆的深处，那是鲜血遍布的破碎大陆，昏暗阴沉的天地间，一道道赤色犹如陨石般邪物呼啸而过，偶尔有着黝黑如怒蟒般的毁灭雷霆从天而降，但每当那道道毁灭雷霆即将落下，便是被一股可怕无比的温度硬生生的在天地间蒸发成了虚无。这里是域外邪族与大千世界对峙的最前线战场，也是大千宫内诸魔师的狩猎地方。富贵险中求，圣渊大陆深处虽然危险，但是机遇和传承同样也是非常之多。一片虚无黑暗的空间中，忽然响起一阵空间扭曲的声音，紧接着两道身影先后踏出虚空，站立在天地之间。这一刻，那原本呼啸的雷霆和动荡的风暴全都沉默了起来，就连那隐晦的天地都在瑟瑟发抖。这些阴暗的东西总是喜欢躲在这种黑暗脏乱之地。灵动冷笑一声，周身的灵力演化成雷霆，净化着周围的天地。灵动兄，打算选那一域外邪族？萧炎脚踏火浪，双目之间地炎燃起。就选死血一族吧。浑厚低沉的声音娓娓道来，刹那之间，原本寂静的天地开始变得狂暴了起来，一道道雷霆充斥天地，仿佛在秉承这个人的意志。一处血色的空间，这里的血气尤为浓郁厚重，让人为之沉沦。中央处有着一座巨大的赤红色王座，红光闪烁间，似乎构成一只狰狞无比的赤龙，给人一种无可比拟的尊贵之感。赤红色王座上，一位身穿血袍的人影缓缓睁开了眼，俊秀的面庞上有着一丝掩饰不住的怒气。不知道又是那个不怕死的，竟敢擅闯我死血一族的领地。对于这些人的闯入，他这个死血族统治者已经习以为常了。大千世界诸魔师通过猎杀他们获得诸魔点，而他们死血一族也通过虐杀这些强者获取精血来提升自己的实力。一位死血族的幽魔的站了出来，冷声说道：“族长大人，那些擅闯之人就交给我来处理吧。”血袍男子站起身，点了点头，吩咐道：“一个不留。”一道低沉声后，那位死血族的幽魔帝竟然化作一团血色雾气，朝着外面缓缓地飘去。漆黑的圣渊之中，忽然亮起一道道强烈的光芒，光芒照亮了大半个圣渊，紧随其后的便是一道道炸雷的声响，又是一道道雷霆落下。那蜿蜒曲折的雷霆犹如游蛇一般遍布在虚空之中，雷霆之中站着两道身影，一道身影环绕绚丽地岩，另一道身影则是手握雷霆。林兄，你还真是好大的脾气啊！这已经是路过的第7个域外小族了。周身环绕地岩的男子没好气地说了一声，旋即一挥手，凌乱的大地上忽然掀起一道恐怖的火焰风暴，转眼之间，那关于域外邪族的所有一切都归为虚无。手握雷电的男子不可置否，手掌一握，那天地之间的雷霆全都被收入手中，旋即他的目光看向黑袍男，缓缓说道：“萧兄，看我这么像弑杀之人吗？我只是在净化圣渊而已。”“是吗？”萧炎一脸怪异，随后戏谑着说道：“灵动兄，你敢在你家那两位面前一本正经的去胡说八道吗？”灵动咳嗽了一笑，然后郑重严肃地说道：“武境之内，我这个武境之主可是说一不二的。倒是我听说萧兄家里可是有一个不得了的存在啊。”萧炎摸了摸鼻子笑道：“林兄，可莫要打趣我了。无尽火域的小公主潇潇，可是连炎帝都对其十分无奈。整个无尽火域之内，或许只有那2位火域主母能管得住。一路而来，一地一族早已知心相交，两人皆是打破位面桎梏之人，心气之高，放眼整个大千世界，或许只有彼此才可用心相交。幽深漆黑的天际，两道人影飞速掠过一块块破碎的小型大陆，放眼望去，一片的蛮荒和死寂，有些不对劲啊。萧炎停下身形，一挥手，漫天地炎席卷而出，照亮了大半个破碎的小型大陆。
环顾了一下四周，眉头紧皱。这里有些太安静了。灵动也是神情一凝，有些疑惑。这次他们一路走来，却是再没有受到半点阻拦。整个圣渊深处似乎寂静的可怕，到处都充满了死寂。不说生人，就连域外邪族都是没见几个。这样看来，我们显然是已经被他们发现了。既然这样，也没有继续隐藏下去的必要了。灵动冷哼一声，显然是不想继续伪装下去了。目光扫过那死寂的四周，旋即脚下生雷一步踏出，那足以令天地颤抖的圣品威压散发而出，手掌一握，雷帝权杖便出现在手中，权杖之上闪烁着耀眼雷光，每一缕雷光闪烁，都将会带来震动天地的雷鸣。早该如此，以你我二人的实力，圣渊之内，谁人能挡？绚丽的地岩在萧炎周围流动，恐怖的火海热浪让人透不过气，火焰翻滚间，连天地之间的死气都是被生生焚烧成蒸汽。两道恐怖的气势弥漫天地，整个圣渊的天似乎都变了，风云涌动之间，好似要把那苍穹撕裂。遥远的天际，一股血雾正在缓缓飘荡。忽然，两道强大的气旋从天外传来，血雾之内一阵翻滚，随后一道狼狈的血色身影便是在这两股气旋的冲击下天翻地转。这两股气势是圣品，而且是圣品巅峰。在天空上稳定身形的血色身影一脸惊惧，脸色一变的他也是个狠人，果断地喷出一道精血，鲜血赤红，但却浓郁的充满死寂的味道。献祭精血后的这位幽魔帝一身气势暴涨，撕开空间，想要赶紧离去。何方宵小，给我留下！灵动眼神一冷，心神一动，便是捕捉到那股微弱的空间波动。雷帝权杖上亮起一道雷光，浩瀚的灵力在雷光下扭曲成一道雷霆锁链，那道雷霆锁链直接穿透了重重空间，朝着那道血色身影定去。该死，竟然被发现了！相隔万里之远就能定位到这里，大千世界何时出了这等人物？难道是那两位来了吗？那道血色身影眼神一冷，盯着那穿透空间而来的雷霆锁链，一掌打出，赤红色的血气在虚空之上形成一道巨大血色巨掌。死血天魔掌！虚空中响起那道血色身影的怒吼咆哮之声，但是任他怎么运转自己的血气力量，还是燃烧精血，都未能撼动那雷霆锁链丝毫。他们之间的差距太大了，仿佛隔了一座无法攀登的高山。那两人站在山巅，而你却只能仰望，在他们面前，你或许连攀登的勇气都生不出。一声巨响，雷霆锁链洞穿了那血色巨掌，噼里啪啦一声电击，打在了那位幽魔帝的身上，直接将其浑身上下的血气打散，然后将其缠绕拉入虚空之中。万里之外，萧炎笑道：“怎么样，抓到了吗？”当那位幽魔帝施展精血撕开空间时，萧炎和灵动两人都感应到了。不过，萧炎走的是地岩一道，很难相隔万里将其生擒。而那位幽魔帝最不应该的，便是在灵动面前动用空间之力。以如今灵动的实力，一旦动用空间祖符的力量，呼吸之间便可以定为万里空间。一位小小的幽魔帝而已，怎么能让他逃走？灵动伸出手掌，掌心处青光流转，而那位幽魔帝的魔影便在其青光当中。萧炎瞥了一眼那位幽魔帝，感受到那微弱的气息，便失去了兴趣，而是转眼看着灵动问道：“他怎么处置？”不急。灵动收回手掌，那幽魔帝的身影则是在隐匿在青光当中，旋即他神秘一笑道：“还要多谢这位幽魔帝呢。那死血一族的领地我已经知道在哪里了。”林兄的手段还真是不少啊！萧炎大笑一声，双目之中的地岩也缓缓升起，他都有些迫不及待了。遥远的圣渊深处，死血领地，一道身穿血色长袍的魔影脸上浮现出浓浓的恐惧，那是发自内心的畏惧，似乎是看到了什么不得了的存在。死血一族的秘法，在那位幽魔帝肉身被毁之时，便倒影出了两道恐怖的身影，相隔万里。那两道身影所散发的气势直追天魔帝，他们中任意一人都不是他能抵挡的。早在不久前，大千世界的邪灵族便传出消息，炎帝和巫族两人前往圣渊大陆了。他原本不是很在意，可当他看到那两道身影时，他才真正的确定炎帝和巫族是真的来圣渊了。死血魔帝脸色一冷，吩咐道：“快去召集所有魔帝前来，另外把族内的所有的引魔符给用了，请域外大族出手，就说炎帝和巫族亲临圣渊了。”动用引魔符，引动域外魔帝降临，虽然会付出很大的代价，甚至整个领地都将不再属于他们死血一族，但这却是他们死血族幸存的唯一办法了。死血一族领地上，数个高大的血色祭坛上都闪烁着一道道血色符文，祭坛下方的血池之中则是满满的死血。那鲜红的血色虽然浓郁，但却充满一种邪异的死气，显然那鲜血中的灵气精华已经全部注入阵法当中了。死血玄帝站在最高的祭坛上方，指挥着死血一族的数名强者开启护族底蕴阵法，死血魔化大阵。7道破空声响起，
天空上血雾翻腾，血雾散开之后，7道魔影落在了另外几处血色祭坛上，正式赶回族内的另外7名魔帝。此时的死血一族，3名玄魔帝，4名幽魔帝，这等力量底蕴，虽然不能称之为大族，但是在域外还是能排上中上游。唯有天魔帝坐镇，才能称之为域外大族。玄极魔帝虽强，但也只能在一方中下位面世界称王称霸。域外之地广阔无比，不知道魔化了多少块大陆，唯有天魔帝才能称得上至高无上，俯视诸王。2股庞大的气旋从万里之外传来，那里的虚空疯狂颤抖，2道修长身影慢悠悠地一步步踏空而来，每一步迈出，仿佛脚下的大地都在不断地缩小着路程和距离。来了吗？死血一族的诸多强者皆是感受到了天地的变化，死血玄帝眼瞳一缩，这股压迫感不会错的，圣品。几个呼吸之间，萧炎和灵动的身影便是出现在了死血一族的领地上空，2人神情淡然自若，盯着下方的域外邪族，好似苍天的神明在窥视凡人。3位玄极魔帝，4位幽魔帝，我和五祖亲临死血一族，来迎接的却只是几只阿猫阿狗，域外邪族是无人了吗？萧炎负手而立，圣品强者的浩瀚气势直冲云霄之上，一股股炽热的恐怖波动驱散了周围的阴寒和死气。虚空之上，灵动冷笑一声：这些域外邪族可是贪婪的很，不到万不得已怎么舍得付出代价去请动域外大族？死血族领地下方，密密麻麻地汇聚着大量的死血族强者。死血玄帝目光阴了，气急咬牙狠声道：炎帝、五祖，难道今日真的不能善了吗？大千世界和域外邪族之间的万载血仇，如何能善？今日整个大千世界内将再无死血一族。萧炎隔空对着下方一挥手，一股可怕的炽热劲风便是直接洞穿空间，然后快若闪电的在其虚空之上凝聚成一只火焰大手，火焰巨手缓缓落下。结阵！死血玄帝冲天而起，血红色的雾气布满大半个领地，紧接着便是几处血池的死血如水柱一般倒立冲天而起。另外7名魔帝强者也是在此刻结出一道道血色印诀连接大阵，血气灌入后，死血化魔大阵上方发出耀眼的赤红色光芒，一道道血色光环在阵法上方缓缓升起，覆盖了整个死血领地之内。阵法之中，血气弥漫之处，死血一族的强者气势陡然暴涨，就连那死血玄帝也在阵法的加持之下达到了天魔帝级别。此刻火焰巨掌已经落下，死血化魔阵上的几个血色光环竟然交织链接在一起，形成一道赤红色屏障，而那火焰巨掌则是落在了大阵上方的屏障上。一道巨大能量爆炸声响起，接着便是掀起了万丈火海，火海弥漫虚空，但是其下则是一方血色世界。显然这道死血化魔阵竟然接住了炎帝的随手一击，有趣，真是有趣。萧炎仔细打量了一下火海当中的赤红色阵法，啧啧称叹，不得不说，这死血一族倒是有着几分底蕴存在，这阵法不仅防御无双，还能通过阵法当中的血气提高阵法主持者的实力。死血玄帝看到阵法未破，也是脸色一喜，不由得意着说道：炎帝、五祖，你2人若真想灭我死血一族，那我等定要拼个鱼死网破。萧炎听后微微挑眉，嘴角处的淡然微笑收敛，一股杀意油然而生。那死血玄帝挡住了自己的随手一击便如此猖狂了吗？萧兄，让我来吧。灵动也是感受到了萧炎的一身杀意，拦着他淡淡说道。萧炎盯着灵动点了点头，他知道这死血一族只是诱饵，重头戏在后面而已，一下子全灭就不好玩了。灵动注视着阵法内的死血玄帝，缓缓地说道：这鱼和网你定义的是不错，但是这条鱼会死，而网却不会破。话落，灵动一步踏出，天地陡然晃动了一下，那犹如海洋般磅礴的灵力爆发。灵动伸出手掌，掌心一道青光蔓延，那只手臂竟然化作一只青色龙爪。青龙司天手。一道震天龙吟之声响彻，只见的一条巨大青龙虚影缓缓出现在天地之间，青龙咆哮后对着大阵俯冲而下。快，赶快把血气灌入阵法当中。感受到阵法的晃动，死血玄帝浑身弥漫血光，整个右手臂赤红无比，凝聚着大量血气打入了阵法当中。另外几位魔帝也是运转血气，疯狂地注入到死血化魔阵当中，而其余死血族强者则是大部分瘫痪在地，魔影开始变得萎缩，显然是血气不足。死血化魔阵在加持了大量血气后，竟然在孕育出了一条血气长龙，浓郁的血气铺天盖地。那血色雾气下是一条赤红色的血龙，它在阵法上急速舞动，2只血红色眼睛盯着俯冲而下的青色神龙，发出愤怒龙吼。青龙咆哮，龙爪之中酝酿着8色凌厉光芒，狂暴无匹，犹如是能够毁天灭地。血色气龙狠厉，滔天血光激射四方，血芒所过之处，天地裂开崩毁。2龙厮杀，凌厉血气交织激荡，青龙尊贵神圣，血龙妖异狠厉，2只庞然大物的气势丝毫不弱于圣品强者。
有点意思。汇聚一族之力凝聚而成的圣品血龙，不错是不错，不过就此为止吧。萧炎凌空站立，看着下方相互厮杀的两条巨龙，对着林动笑道：“林兄，借你的青龙一用喽。”话音刚落，萧炎屈指一弹，一道绚丽火焰破开空间，直接没入了青龙眉心处。地炎加持的青龙之身，眉心处竟然有一朵莲花印记。响亮的龙吟声响起，青龙的鳞甲上竟然凝聚出片片火灵。那虚化的龙影竟然慢慢的凝实具体化，覆盖着火焰龙鳞的巨大龙爪猛地撕裂了前方的空间，然后狠狠地找在了血龙的巨大身躯上。血龙发出一阵哀吼，疯狂地扭动着巨大的龙身，想要挣脱那刺进血肉当中的火焰龙爪。两龙竟然一时僵持了起来。就在萧炎和灵动戏耍死血一族的时候，那遥远的圣渊深处，一道道目光穿越重重黑暗的空间投射而来，望着那片死血领地。幽暗漆黑的世界，日月暗沉，无尽的深渊黑洞当中有着数道魔影，滔天魔威和气势充斥整个深渊黑洞，数道魔念在交流着。这炎帝和五祖的实力似乎并不像邪灵族传的那般强大。一群杂交种族怎么会知道这个世界的广阔？既然这两位的实力只有这样，那就将他们彻底留在圣渊吧。这些魔影便是从域外破开特定通道赶来的天魔帝，他们一直潜藏在深渊黑洞当中，目的便是揣摩炎帝和五祖的境界实力。圣天魔帝和萧炎的交手并未外传，整个域外邪族也只有那几位存在知道而已。那几位无一不是域外的巅峰强者。死血族领地上下起了漫天血雨，那血色巨龙终究在火焰龙爪之下溃败，强大的灵力贯穿了巨龙身体，血龙炸开，化作漫天血雨。流逝气血的死血一族强者基本都是难以支撑身体，整个死血领地一片哀鸿遍野。死血玄帝阴森的目光注视着一地一族。炎帝、五祖，你们还真以为赢定了？灵动洒然一笑：“你是在等帮手吗？”还没有露脸的那几位，注视了这么长时间，终于肯现身了吗？萧炎目光如炬，黑袍悠悠飘动，天地之间的温度都开始变得炽热了起来。一道阴冷的笑声从虚空之中传来，那片虚空变得一片黑暗，犹如是形成了一道漆黑无比的空间通道。在那通道的尽头，有着无比邪恶的气息传递而来，隐隐约约可以看到那里有着几道魔影闪烁。死血领地上空裂开一道巨大的漆黑裂缝，一股股强大邪恶的气息从里面传来。死血玄帝讥笑道：“炎帝、五祖，你们灭了我死血一族，今日你们也别想离开圣渊了。”萧炎和灵动没有理会他的讥笑，而是望着那即将破碎的漆黑虚空，注视着那里的6道魔影，心中没有任何波动，反而是多了一丝丝期待。天地开始倾斜，这片天地终究是承受不住这么多强者的气势压迫，裂开的天地缝隙之中缓缓升起一团团魔雾，无边无际的魔气席卷自其中涌出，隐约间可见一道道高大犹如魔神般的身影踏空而出。同时间，无穷无尽的魔气竟然把整个破碎的天地都是化为了一片魔域。好一个炎帝，好一个五祖！大千世界万载岁月孕育出了一个不朽大帝后，竟然还能出现你们这等人物！裂缝之中黑雾涌动，一道尖笑声刺耳的传出，邪恶的黑气犹如潮水般涌出来，旋即在那天空之上迅速的回缩，最后化为6道魔影。左边的2道魔影全是通体幽子，其身后还有一条长长的蝎尾，散发出滔天一般的凶气魔威，正是域外36大族中的蝎魔族。右面的2道魔影宛如庞大的巨型蜘蛛一般伫立在天地之间，那支撑巨大身躯的蜘蛛腿犹如血色锋利的镰刀，煞气逼人，乃是域外36大族中的诛魔族。而中间的2道身影则是人形站立，但是其身躯却比人类更加壮硕，在其身后更是有着一对伸展开来布满锋利骨刺的魔翼，魔翼展开时仿佛连天色都是暗沉了下来，正是位列域外16大族前列的异魔族。滔天魔威遮天盖地，6道巨大的魔影站立在魔雾当中，森然冷厉的目光汇聚在了萧炎和灵动身上。6位天魔帝吗？萧炎的表情也是变得凝重了起来，双目之中地炎熊熊燃烧而起，注视着那魔雾当中的6道魔影，战意盎然。你们这些域外邪族还真是胆大包天，本体亲临圣渊，难道就不怕走不出去吗？为首的异魔族天魔帝冷声道：“就凭你们一地一族，难道你们真当以为我们看不出这是一个局？”他们6位天魔帝不知道活了多少岁月，经历了多少厮杀，又怎会不知道萧炎和灵动是故意留那死血玄帝一命当作诱饵？之所以暗处观察后现身，一来是探查炎帝五祖的实力，二来便是看看还有没有其他大千世界的超级强者。明知是局，你们还敢来犯，看来信心是不小呢。灵动眼神微眯，一股无形的杀气辐射四周。谁在局中还不知道呢？更何况炎帝和五祖的性命，这股诱惑力可是不小，值得我们冒险出手。另外一名异魔族的天魔帝阴森笑道。萧炎冷笑一声：“
想要我等性命，就怕你们没有这个能耐。远古时期的那一场大战中，大千世界的圣品超级强者陨落了不知多少，与我等为敌，下场只有一个，那便是深陨道消。古一天魔帝淡淡的一笑，只是那笑容却是陡然间变得森厉了许多。随着他魔音的传出，他的身体缓缓飘起，随着一双古翼每一次震动，滔天魔气也是遮天蔽日的弥漫出。这大千世界总归会是我们域外邪族的。灵动深邃的眼瞳之中闪过一丝寒光，好大的口气。此时那死血玄帝却没急没眼光地站了出来，嘲讽道：几位大人真身亲临，你们这一地一族还真以为能翻出浪花？不知死活的家伙，你还真是聒噪。萧炎对着死血玄帝凌空一指，绚丽的地岩化作一道火光一闪即逝，炽热的火光洞穿了天地，眨眼之间便出现在死血玄帝面前。大人，救我！死血玄帝惊惧一声，全身爆发出那残存的气血之力，汇聚而成一道血光巨罩。眨眼之间，那血光巨罩便是被地岩洞穿，无穷地岩席卷而出，似乎要把这个破碎的世界焚烧成虚无。大胆！一道怒吼声传来，蝎魔族的一位天魔帝挥动身后的长长的蝎尾，汇聚大量魔气，洞穿了空间，想要泯灭那绚丽地岩。我萧炎想杀的人，没有人可以拦住。萧炎神色一凛，伸手打了一个响指，只见的那道绚丽火焰直接化作一道数十万里庞大的火焰之罩，巨大的蝎尾砸在了火焰之罩上，被反弹而回。那汇聚而来的无穷无尽的魔气，则是在地岩的恐怖高温下如残雪一般消融。一道哀嚎之声从火焰之中传出，数息时间后，炽热的波动消失，天地之间再无一丝血气。绚丽的地岩之火如同浪花一般肆虐天地，火焰所过，那滔天魔威竟然开始如同冰雪一般开始消退。炎帝，你是在逼本座出手吗？古一天魔帝面色阴冷，森然说道。这6位天魔帝的脸色都是十分难看，纵然死血玄帝的价值已经没多少了，但好歹也是域外之人，如今却在他们面前被炎帝亲手斩杀，让他们脸面丢失，他们如何不怒？你等出手，无非是让此地多留下几位天魔帝的枯骨罢了。萧炎剑眉一挑，嘴角却是温和的笑道：萧炎兄，不必和这些邪魔说这么多，你我2人今日必要让他们有来无回。灵动声音低沉，双目之中涌动着冰寒之意。对于这些域外邪族，他可是最为痛恨了。天玄大陆若是没有他从微末之中崛起，恐怕迟早一天都会彻底沉沦在魔域当中，那时的亿万生灵都会遭到域外的奴役。狂妄至极！天诛魔帝冷哼一声，那巨大的魔影一阵颤动，仿佛挣脱了天地之间的束缚。随后，那赤红色的猪腿撕裂空间，朝着灵动当头砍下。就让本魔帝来领教一下，你这五祖的实力是否是徒有虚名。见到那天诛魔帝突然出手，灵动也是冷笑一声：来得好，今日我灵动便为大千世界除魔。话音刚刚落下，体内的8色灵力陡然爆发了出来，如同风暴一般席卷天地，旋即灵动汇聚灵力一指点出。大荒求天旨。虚空之中，一种太古沧桑般的气息传荡开来，一个巨大古朴的巨指凝聚而成，巨指之上布满着岁月的纹路，一条条蔓延开来，犹如一道道晦涩而神奇的符文，弥漫着惊天灭地之力。一道巨响声响彻天地，那巨大骨指直接把那赤红色猪腿弹开，但是指力却未散去，硬生生打在了诸天魔帝的巨大身躯上，将其在魔域染成的苍天上逼退万丈。一起出手，今日绝不能让此2人离开圣院。一招接触，诸天魔帝脸色便是瞬间阴冷了下来。五祖尚且如此，那和他齐名炎帝定也不会差到哪去。若是放任这2人离开圣渊，那么他们2人的势力必定会成为域外进攻大千世界的最大障碍。看到诸天魔帝那凝重的表情，古一天魔帝和蝎天魔帝也是点了点头，几人魔影一闪，便是进行了空间挪位，出现在了灵动周围，想要集合众魔之力强行袭杀灵动。佛怒火莲灭！一道霸道的声音响起，灵动周围的虚空之中竟然泛起了点点火光，火焰光点飞快的凝聚压缩，最后化为了漫天燃烧着绚丽火焰的各色火莲，每一朵炫彩火莲中都是蕴含着毁灭般的能量波动。不好，快退！古一天魔帝惊叫一声，犹如实质般的漆黑魔气爆发而出，其魔影接连几个闪烁，便是拉开了距离，其余5道魔影也是飞快退去。绚丽的佛怒火莲接连爆开，恐怖的火焰席卷成一条巨大的火焰龙卷，开始向四周扩散而开。一同出手，毁了这火焰风暴。6道魔影齐齐出手，强大的魔威竟是凝结实质成一道巨大的漆黑结界，黑暗的结界内散发出无比邪恶的气息。几位天魔帝一同出手，真当我不存在吗？萧炎冷笑一声，一挥手对着那片虚空隔空一斩，一道巨大火焰锋芒顷刻之间便是撕裂了那火焰风暴和黑暗结界。
火焰风暴和黑暗消失，露出两道修长的身影。萧炎和灵动两人站在天地之间，一人脚踏火海，一人手握雷霆，两人宛如神明。好一个北炎帝，好一个南无祖。虚空之中传来一道阴森冷厉之声，旋即那片虚空涌出一个漆黑的漩涡，犹如墨水一般的黑暗涌来，魔物散去，露出6道魔躯。萧炎望着这一幕，袖袍一挥，收起了那天地之间残余的地炎之火，对着灵动询问道：“一人3个如何？”依萧兄所言。灵动洒然一笑，坚毅的心智没有半点动摇。本座倒要看看你们一地一族如何战我等6位天魔帝。古翼天魔帝怒极反笑，那震动的尖刺古翼竟是泛起紫金色光泽，一身魔威竟然堪比圣品后期的天至尊强者。6道巨大魔影屹立在天地之间，滔天的魔气把整个世界彻底同化成了一片漆黑的魔域，而那魔物当中则是有着2个明亮的世界，一个世界内是漫天火海，地炎为尊，异火为尘，另一片世界则是色彩斑斓，8组转轮，阴阳颠倒。一时间，光明和黑暗竟然分庭抗礼。虚无黑暗的空间之中，寂静无声，空间乱流悄然涌动，暗蕴着致命一般的危机。6道巨大魔影隐匿在黑暗之中，一股股邪恶黑暗的气息弥漫而出。炎帝和五祖果然是有着众多强大手段，难怪会成为众多下位面突破桎梏者中的领军人物。古翼天魔帝目光凝重地盯着2个光明世界中的人影，此2人同境界之下，居然可以同时抗住6位天魔帝的魔威。在魔域之内，群魔乱舞，仿佛有着无数的魔影在撕扯那2个光明世界，想要将其拉入黑暗。但每当魔影接触那2个小世界的时候，都会被其世界内的力量同化分解。真是2个硬骨头啊！诸天魔帝发出阴森冰冷之声，巨大身躯之下的猪腿化作死神镰刀，便是对着灵动所在的灵力世界当头砍下。哼，找死！一道冷哼声从灵力世界内传出，旋即那灵力世界内竟然落下万千道雷霆，一瞬间便是打在了诸天魔帝的猪腿上，将其巨大的身躯从魔域当中轰出。雷帝权杖。光明世界之中，灵动手握雷霆，万千雷光在手中缠绕在一起，旋即一柄闪烁着雷霆的权杖浮现。他手握权杖，脚下雷光闪烁，身形已是洞穿了虚空，来到了诸天魔帝的魔影面前。灵动手持雷霆权杖朝天地拉扯而下，一道道雷霆犹如雷龙一般降落，肆虐狂暴的雷霆想要将这片魔域劈开。一道空间破碎声响起，灵动眼神猛地一缩，只见那破碎的空间之中竟然袭来一条长长的蝎尾，感受到蝎尾上的邪恶气息，灵动不得不空间挪位，牵引雷霆重新轰向蝎尾。雷霆踢在蝎尾之上，大片雷光净化了一大片魔域，露出了诸天魔帝的身影。另一边，火光冲天，绚丽的地炎席卷而出，冲刷了大片魔气，焚烧了半个天地。萧炎手持一火亘古尺，朝着魔域当中的另外几道魔影斩去。火焰般的尺芒竟然是在天地之间劈开了一道超长的真空地带，火光所过，那邪恶的魔气都在一瞬间彻底蒸发。古翼遮天，一道魔音传出，古翼天魔帝震动的双翅古翼竟然开始疯狂暴涨，古翼上流露着紫金般的光泽，无比邪异。古翼之大足有千里，双翼归拢，硬生生地挡住了那火焰尺芒。一起出手，绝不能让他们蓄力使用超强手段。另外几名天魔帝的身影也是飞快袭来，恐怖的魔威压得这片天地都即将支离破碎，遮天般的魔气化作一掌，一指和一印朝着灵动和萧炎袭来。炎玄爆，雷霆祖符，心雷破法光。绚丽地炎化作火焰龙卷一般开始席卷四方天地，呼吸之间，火焰便已经充斥整个魔域。紧接着，一道无法形容的雷光，犹如是化为了灭世雷霆，在此时以一种无法形容的狂暴姿态降临，火焰加砸雷霆。这一刻，所有的阻碍都被这股恐怖的火焰雷霆泯灭。那一掌、一指、一印全都化作乌有。萧炎和灵动同时出手，一时间苍穹之上风云变色，那等声势可不仅仅是惊天动地，而是真正的灭世之威。当两者的超强技能余波扩散而出时，这一块支离破碎的魔域终究是未能抗下这般冲击，在能量余波下炸开。萧炎和灵动以及6位天魔帝皆是落入时空乱流之中。寂静之中，8道流光在乱流之中相互碰撞，萧炎拦截了最强的古翼天魔帝和另外2名气息在圣品中期的天魔帝，灵动则是对上了蝎天魔帝和诸天魔帝以及另外1名圣品中期的天魔帝。几道身影在时空乱流中交手，身影所过带起的狂暴劲风，连那空间乱流都是被生生的撕裂炸开。炎帝，今日本座便拿你的鲜血继任。古翼天魔帝狰狞一笑，那背后的双翼竟然连接在一起，形成一把古刃。这把古刃极为奇特，刃身上尽是紫色浓稠的液体，似乎可以吞噬心神。古刃出现的一刹那，周围的时空乱流都是诡异炸裂。古翼天魔帝手握古刃，一刀劈下，而随着这一刀的落下，其面前的空间乱流
在顷刻间便是土崩瓦解，最后将近万丈庞大的凌厉刀芒以一种无比霸道的姿态，生生劈裂面前的空间，化为闪电，对着萧炎爆射而去。你倒是太过高看自己了。见古一天魔帝突然袭来，萧炎冷笑一声，眉心处的火焰印记发出一道火光，恐怖的地炎自身体内爆发而出，直接是将另外2名天魔帝轰飞了出去。旋即萧炎的火焰手臂猛地一颤，手掌之上灵力汇聚在了一起，一股恐怖的毁灭波动散发而出。另一边，灵动脚踏雷霆，手持雷霆权杖迎战另外3位天魔帝。他一步跨出，时空乱流忽然停顿了一下，其身形竟已是鬼魅般的出现蝎天魔帝面前。擎天化龙，一道低吟，灵动的手臂竟然化作一青龙之爪，硬生生地抓在了蝎天魔帝的蝎尾上，将其甩飞了出去。而诸天魔帝和另外1名天魔帝则是趁机汇聚魔气，形成2道遮天魔影，朝着灵动轰去。嘿，老朋友，这次需要你出手了。灵动自语喃喃一声，一挥手射出一道流光，那道流光竟是一把骨戟，戟身笔直呈现暗红之色，布满着宛如鳞片般的纹路，锋利的刃尖留意着森森寒芒，其上则是盘绕着一条赤龙，正是天灵骨戟。天灵骨戟化作流光，朝着一道巨大魔影袭去，骨戟上的赤龙竟然睁开了猩红的双眼，在空间乱流之中变成一条万丈赤龙，那竟然是封印的赤龙之魂。赤龙咆哮一声，朝着那位实力为圣品中期的天魔帝飞快扑杀而去。灵动则是脚踏雷海，手持权杖迎上诸天和蝎天2位天魔帝。望着那足以破碎天地、斩断苍穹的凌厉刀芒，萧炎惊叹地摇了摇头，这股刀意很强，不过还是差了点。随着那平淡的声音响起，萧炎那汇聚凌厉的手臂竟然出现莹莹玉光，仔细观察，那玉光之中竟然有着一颗燃烧的绚丽火种。哼，那本座倒是要看看炎帝如何挡住我这一刀。古一天魔帝冷笑一声，他对于炎帝的藐视有点动怒，他这一刀就算是同境界的强者也未必敢硬接。2道破空声响起，另外2名天魔帝纷纷各自踏出一步，滔天魔威封锁了萧炎的退路，一旦萧炎遭到了这一刀的重创，他们必定会以雷霆之势将其击杀。哈哈，古一天魔帝，今日便让你看看这个世界究竟有多大。话落，萧炎手掌上的玉光陡然大盛，旋即一掌朝着那万丈刀芒猛地挥出，一掌落下，一股可怕的能量顿时如同风暴般的席卷而出，周围的空间乱流都崩塌了一片。这一掌犹如摧枯拉朽一般，破碎了那万丈刀芒，掌势未曾消退，那内藏的地炎火种竟然在此刻燃烧了起来。那金银玉掌在此刻化作火焰巨掌，带着点点玉光，朝着古翼天魔帝呼啸而来。大天造化掌，准确的说是圣火造化掌，外显造化之意，生生不息，内藏地炎火种，焚化邪魔。该死，好诡异的技能！古翼天魔帝暗骂一声，眼中黑芒陡然强盛，无边无际的魔气弥漫而来。那古刃上的紫色浓稠液体在此刻竟然慢慢的蠕动了起来，整个古刃上传来嗡嗡的刀鸣之声。炎帝，你能陨落在本座的天赋技能之下，也足以自傲了。古翼天魔帝手持古刃对着那火焰巨掌猛地劈下，一道紫色锋芒瞬间洞穿了虚空，锋芒之中竟然凝现出了无数道骷髅般的魔影，那些魔影全是陨落在古刃之下的亡魂，其灵魂皆是被古刃禁锢其中。时空乱之中，漫天绚丽地炎纷飞，犹如盛开的烟火一般遍布天地之间。只听到声响，万千骷髅魔影在火焰之中融化，但是那紫色锋芒却在火焰巨掌上留下道掌长的细线，天火造化掌竟然被其劈开了。一道诡异的嗡鸣声响起，萧炎的眼瞳猛地一缩，脚踏风雷之力，在原地留下数道幻身，本体已经出现在万里之外。那几道风雷幻身眨眼即灭，只见那处虚空一阵波动，凌厉的刀芒从空间内激射而出，直冲萧炎而来。古翼天魔帝也是一愣，竟然是幻身，好可惜！给我碎！一道低喝声响起，萧炎手持火焰骨尺，化作一道火光，对着那凌厉刀芒一斩而下。熊熊地炎所化的尺芒将万里之地劈开，轰在了紫色刀芒上。2股力量相撞，随之而来的是犹如烈焰风暴一般的能量冲击。只见的那时空乱流之中，肉眼可及之处，空间不断的崩塌，甚至连空间碎片都是无法承受那种冲击，爆碎开来。爆炸中心飞出2道流光，一道紫色流光魔气腾腾，一道赤色流光地炎环身。而另外2名天魔帝则是在此刻找准时机出手了。一位天魔帝魔影一闪，便是出现在萧炎身后，魔气环绕，死气横生，对着萧炎的背后狠狠地点下。死气魔指，巨大的黑色手指破空而来，萧炎连忙一掌挥出，地炎源源不断冲出体外，在虚空中凝聚出一道火焰巨掌，硬生生地将那黑色巨指击碎。同时，那位天魔帝也是横飞了出去。炎帝，去死吧！与此同时，一道阴森冷笑声响起。另外1名天魔帝也是在此刻凝聚出一道巨大的魔影法相，对着萧炎一拳轰出。
两人一出手，便是展现出了极为默契的配合，时机掐得很准，将萧炎所有的退路都是彻底的封死，而且出手尽是杀招，丝毫不给萧炎半点的机会。萧炎面对两人的接连出手，并未感到慌乱，心神一动之间，一道巨大的灵魂虚影迅速地出现在了其身体之外，对着那魔影法相发出一声怒吼。那惊天动地的灵魂音波根本是无处可防，席卷了万里时空乱流之地，宛如实质的音波波纹，狠狠地撞击在了那道魔影法相之上。混账！魔影法相之中出来一声怒吼，周身的魔气都是一阵翻腾不停。那位天魔帝只感到灵魂一阵阵的刺疼，仿佛被其生生撕裂了一般。黄泉天怒的所传出的音波更是波及到了灵动所在的战场之上，恐怖的灵魂冲击，就连谢天魔帝和诸天魔帝都是在打斗之中心神恍惚了一下。八符手！灵动也是在此刻找到时机，伸出手掌朝着前方狠狠地压了下去，缠绕着八股灵力的巨手破空而出，散发出无边的威力，直接将诸天魔帝和谢天魔帝那巨大身躯打飞了出去。另一边的赤龙则是在那位天魔帝失神之间将其缠住，锋利的龙爪想要将其整个磨去撕碎。古意那家伙搞什么鬼？诸天魔帝和谢天魔帝在虚空之中稳住身形，脸色十分难看，为何炎帝那边的战斗还能波及到他们？此时的灵动手持雷帝权杖，脚踏雷海缓缓走来，手中的雷帝权杖重重一跺，千里虚空尽是雷霆降落，随之落下的还有一道低沉之声。大荒诛魔。这道低沉之声携带一种极为古老的气息，自天地之间席卷而开，下一刹那，时空乱流之中仿佛是出现了一片黑暗的虚无，而在那虚无之中，一种太古蛮荒般的气息传荡开来。太古蛮荒般的气息散发而出后，那些犹如金色液体般的荒芜之气直接是化为一股股洪流，源源不断。见此场景，谢天魔帝脸色阴沉道：吾祖，本帝承认你的确是很强，或许整个大千世界也只有那炎帝可以与你比肩平齐。若你真以为凭你就能击败我二人，那未免有点太小觑吾祖底蕴了吧。灵动面色平静，并未理会谢天魔帝，而是一步步踏出，每一步踏出就是一道万丈灵光冲上天际。一瞬间，漆黑的空间乱流中布满8种颜色，每一种颜色都是代表着截然不同的灵力，绚丽的光彩铺满天际，浩瀚无边，景象奇异，如同天劫降临，玄奥无比。黄化。平平淡淡的2字落下，8种截然不同的灵力竟然在虚空上重组演化，竟然全部转化为荒芜之气。灵动的身躯也是在此刻接受着荒芜之气的洗礼，皮肤之上几乎是在瞬间便是涌上金灿灿的色彩，一种极端滚烫的热流自体内蔓延开来，可怕的能量波动震得这片空间都开始颤抖了起来。以现在灵动的境界实力，可以重组演化自己的8色灵力化为荒芜之气，哪怕是在空间乱流之中，也可动用大荒无尽的力量。该死，不能让他继续蓄力了。谢天魔帝也是感受那股致命般的毁灭波动，面色略显阴翳的对着诸天魔帝说道：到这时候了，我希望你不要继续留守了。诸天魔帝点了点头，他此刻的表情也是异常的凝重。两人此刻也是同时出手，狂暴的魔气在虚空中翻腾，魔物散去后，竟然形成2道巨大的魔帝真身。魔帝真身的每次吞吐魔气，都会伴随着一片片空间的坍塌。2道巨大魔帝之身暴掠而来，魔影如同流星一般，在漆黑的空间内留下一道长长的痕迹。诸天魔帝真身一个闪烁下，便出现在灵动身前，滔天魔气夹杂着血光，凝显出一把巨大的血色镰刀，朝着灵动砍下。天魔蝎针。在诸天魔帝出手的同时，谢天魔帝也是不约而同施展出天赋神通，漆黑的魔气自其体内暴涌而出，飞快地在魔帝真身的蝎尾之上形成密密麻麻的紫色针芒，然后便是如同狂暴风暴雨一般朝灵动射去。紫色针芒所过之处，在虚空中炸出一个个窟窿，邪异魔气的同化下，就连空间的自然复原都慢了许多。灵动的目光中出现一道金光，面对2位天级魔帝真身的围攻，不退反进，伸出那荒芜之气洗礼后的暗金色的手掌，对着虚空轻轻一按。大荒求天手。一掌打出，空间之内能量顿时狂暴而起，一只巨大的深黄色巨掌凭空出现，然后轰隆隆的撕裂空间，带起可怕的声势，与那血色镰刀狠狠地撞在了一起。应接了灵动的蓄力一击，诸天魔帝真身体内的魔气好一阵翻腾，显然那一击之下胜负已分。乾坤古阵借。刚一掌打出，灵动不敢有丝毫停留，手掌一翻，只见得一道玄奥无比的光阵自其掌心中浮现出来，随后朝着谢天魔帝甩了过去。光阵自灵动手中掠出，然后迎风暴涨，短短数息间便是化为数千丈庞大，直接将这片黑暗空间尽数的笼罩，就连那暴雨般的紫针也是被阵法当中的强悍吸力生生的拖了进去。这是什么鬼东西？谢天魔帝怒吼一声，那无数紫色针芒爆射而出，而那座古阵当中却是交织亮起无数道晦涩而深奥的符文，
硬生生地将那无数道紫针磨灭。乾坤古阵高高悬浮在先天魔地上空，运转之间，仿佛连这片空间都是开始扭曲起来。一阵龙吟声响起，那片战场上的赤龙之魂似乎已经有点支撑不住了。灵动也是有所感应一般，眼中寒芒闪烁，挥手之间，8道祖符洞穿了空间，出现在那位天魔帝的头顶上方。8组琉璃波镇魔。一道宛如天地法令般的声音传来，那8道符文开始融合在了一起，形成一个山岳般大小的琉璃波，缓缓落下。那琉璃波之上似乎是铭刻着8道古老符文，这8道符文时而化为雷霆，时而化为火焰、寒冰，在那琉璃波上蜿蜒流淌。而这琉璃波一出现时，便是引得天地震荡，一股无法形容的波动席卷而出。8组琉璃波出现的那一刹那，那位天魔帝内心中只有一个想法，那便是逃，因为那琉璃波绝不是他这种天魔帝可以挡住的。畜生，滚开！天魔帝怒吼一声，犹如实质一般的魔气化作2只巨大魔手，硬生生地将赤龙的身躯轰飞出去。强大的魔气撕裂了空间，他想逃脱那琉璃波的禁锢范围。这时，一种极度危险的感觉涌上心头，还不等他反应，那8组琉璃波内衍生出8道符文长链落在了魔影之上，想要将其拉入琉璃波内。五祖，既然你咄咄逼人，那就随着本帝一起陨落吧。魔影上面孔狰狞无比，浑身魔气开始翻腾暴涨，努力地挣扎符文长链的禁锢。万千魔光自体内涌出，一股狂暴的力量也是在此刻绽放。想在这里自爆，又岂能随你？灵动冷笑一声，一挥手，一道灵光打入8组琉璃波内，陡然之间，琉璃波疯狂地旋转了起来，直接将那自爆的魔影照入了其内。8组琉璃波内魔气横冲直撞，在此时犹如是风暴一般，疯狂地肆虐开来。8组琉璃波也是在此刻剧烈晃动，魔气风暴一道接一道席卷而出。8组琉璃波内的8色灵力开始疯狂镇压，雷霆、火焰、寒冰、黑暗等8种不同属性的灵力化作一道道特殊符文，封印着那狂暴魔气。8组琉璃波内8种彩色灵力不断演化，分解着那残余的魔光。灵动大袖一挥，琉璃波化作一道彩光没入袖中。他也懒得查看琉璃波内的状况，一位圣品中期的天魔帝在8组琉璃波内根本翻不起风浪。混账！灵动刚刚收起琉璃波，诸天魔帝真身便化作一道魔光飞掠而来，充满杀意的咆哮声在天际响起。庞大的身躯一瞬间好似横渡了半个星河，巨大的手掌朝着灵动抓去。同时间，魔帝真身8个猪腿中的2个前腿化作2道赤色流光，洞穿了虚空，想要将灵动钉死在虚空当中。吞噬祖符，行墨之戒。灵动一挥手，面前的虚空一阵扭曲，忽然多出2个如同深渊一般的黑洞。一道细微之声响起，那2个猪腿便是没入了黑洞当中。天诛魔帝只感到自己刺到了一片虚无，同一时间，灵动的双眸之中射出一道火光，撞向了那魔帝之手。火焰祖符，静息之离。赤红色的火光直接在虚空当中化作一道火焰风暴，犹如火龙的吐息一般狂暴无比，炽热的温度足以泯灭大部分魔物。一道破灭之声响起，火焰风暴硬是阻挡了魔帝之手的降落。灵动的身影化作虚无，再次出现时已经在万里之外。该死，这家伙究竟修炼了多少种灵力？诸天魔帝努力地挣扎出黑洞，盯着远处脚踏雷霆的灵动，一时间脸色难看之极。乾坤古阵之中响起一道咆哮之声，蝎天魔帝的千丈魔身散发出万丈魔光，那巨大的蝎尾上亮起一道彩光，直接洞穿了乾坤古阵，不曾停下的蝎尾朝灵动刺来。炎雷指。望着那散发着紫色寒光的巨大蝎尾，灵动面色凝重，屈指凌空一点，浩瀚的灵力转化为一道火光和一道雷光交织而去。100丈之大的炎雷指点在了蝎尾之上，先是火光腾腾，两者僵持不下，紧随其后便是有一股狂暴无比的雷霆之光溅射而出，在虚空中炸开。力量冲击之下，所接触的空间顿时崩塌，无数道空间碎片在风暴之中肆虐，任何一道都足以撕碎一名普通天至尊的肉身。这家伙竟是如此之强！诸天魔帝化作流光来到蝎天魔帝身旁，他已经被灵动那层出不穷的神通打怕了。蝎天魔帝望着那如同磐石一般的身影，深吸了一口气道：先尽量拖住五组，等古翼那边的战斗结束。说完，两人对视了一眼，显然是打算等古翼天魔帝结束战斗，一同对付五组。他们不知道的是，那片空间乱流的另一头则是火光冲天，准确的说，这里已经不再是虚空，而是一片无尽的火海。霸道的地炎直接把那片魔域都笼罩在内，恐怖的魔气都是在这绚丽火焰之下被迅速的燃烧蒸发。萧炎的身体表面也是燃烧着绚丽的火焰，其身旁则是狼、豹、狮、虎、蛟5道火焰之灵咆哮苍穹寰宇，震慑乾坤宇内。这霸道的火焰究竟是什么鬼？这威力恐怕已经不输于圣天那家伙的圣魔炎了。古翼天魔帝面色阴翳，浑身魔气笼罩，抵挡那绚丽地炎，
就连他的骨刃表面上都有1-2朵火花残余未能熄灭。火域之内反而是萧炎和5道火焰之灵围着3位天魔帝，这等场面显然是有点滑稽。冲出去！那2位天魔帝对视一眼，皆是一咬牙，爆发出万丈魔光，魔光之中冲出2道巨大魔帝之身，朝火海之外冲去。既然进了我的火海，那就别想出去了。萧炎冰冷的声音传来，绚丽地炎自体内疯狂涌出，5轮离火法之下，5道火焰之灵踩着火海朝那2位魔帝跃去。见此攻势，那2位天级魔帝也是脸色一变，因为他们能感受到那5只火灵的气息，任何一只的实力都不输于圣品初期。2道巨大魔帝身上亮起道道紫光，汇聚而来的魔气竟然在各自手中形成1道1000丈大的石碑和1道1000丈庞大的石柱。2位庞大的魔帝真身分别手持1000丈大小的天魔石碑和天魔石柱，浓郁的魔气疯狂涌出，挥舞的石碑和石柱带动万千魔光汇聚而来。旋即2道伟岸身影竟然在火海当中奔跑了起来，掀起狂暴魔气，迎向那5只异火之灵。无尽火海当中也是有着一片魔域苦苦支撑，那漆黑如实质一般的魔气在绚丽火焰的燃烧下不断的溃败消散，魔物退去的同时，1道万丈魔光从中喷射而出，古翼天魔帝手持古刃爆射而来。哈哈，来得好！火海当中1道黑袍身影也是爆射而出，身后则是掀起万丈火海。下一刻，萧炎手掌对着虚空轻轻一握，无尽火海当中冲出几10道不同颜色的火焰本源，绚丽的火焰交织在一起，竟然形成一柄颜色绚丽的骨齿。当见到那柄通体缭绕着绚丽火焰的骨齿时，古翼天魔帝也是在此刻涌上了骇然之色。这股火焰气息竟如此霸道绝伦。不管如何，今日你炎帝都必将陨落。古翼天魔帝眼中戾气一闪，无边魔气猛地席卷而起，实质一般的魔云自9天之上下垂，漆黑的魔气如同巨大无比的黑色瀑布，竟然倒立悬挂在虚空之上。天魔古刃斩！古翼天魔帝一脚横跨虚空，手中古刃陡然膨胀变大，古刃上开始衍生出1道道骨刺，其上则是死气环绕，是人心魂。古刃洞穿了虚空，朝着萧炎斩落。望着那是人心神的古刃，萧炎的双目中燃起熊熊地炎，深深地吐出1道风雷之力，绚丽地炎席卷而开，一双足有数百丈庞大地金色羽翼便是舒展而开，羽翼震荡之间引动风雷变化，夹杂的风水火。萧炎肩膀一抖，他的身影直接是化为了1道火光冲出，横骨齿掀起万丈火海，划破空间，对着那伸展而来古刃一尺劈下。金铁碰撞之声响彻，可怕的风暴自能量爆炸中心疯狂的席卷而开，形成1道万丈庞大的风暴开始肆虐，无数道锋刃散开，空间之内的时空碎片也是不断炸裂，整个火海和魔域都毁得千疮百孔。紧接着2道身影竟然在那风暴之中不断的交手，1道道剧烈的碰击之声传来，其后便是一股股毁灭波动散发而出，短短数息时间，2人已经在虚空之中交手了数千回合。另一边，空间波动之间，一根1000丈庞大的黑色石柱破空而来，石柱之上带着道道凄厉之声，魔光喷射而出，直接将2只火灵横扫击飞。魂天，你去帮古翼对付炎帝，这5只火灵我可以拖住。手持1000丈石柱的噬天魔帝身中传来1道急喝声，那边战场的火焰波动总让他有种不安的感觉。听到是天魔帝的喝声，魂天魔帝也是点了点头，他也是知道那里的战场才是关键。旋即璀璨的魔光自体内涌出，1000丈庞大的石碑狠狠地扫飞1道火焰蛟龙之灵，化作魔光退出战场。此时一只1000丈庞大的火焰狼灵脚踏火海，朝着魂天魔帝扑来。见此情况，是天魔帝真身上涌出1道黑色锁链，直接锁在了狼灵身上。给本帝回来！1道森然声响起，火海当中是天魔帝一手持天魔之柱挥舞四方，一手持黑色魔链硬拽火焰狼灵倒入火海。魂天魔帝冲出火海，见那时空风暴当中交手的2道身影，眉头微微一皱，旋即双手结印，一股股亡灵之气疯狂自体内涌出，灌入了天魔之碑当中。以碑为引，万魔降临。天魔石碑之上竟然亮起了道道魔光，石碑上发出一阵嗡鸣之声，那碑上的魔纹引动魔域当中的魔物缓缓飘出。突然魔物翻腾之间，数道黑影从中飙射而出，冲向战场。同时间，一股阴厉森寒的死气也是蔓延而出。炎玄爆！正在和古翼天魔帝交手的萧炎目光一凝，一尺将古翼天魔帝劈飞，盯着那突然出现的几道魔影，大袖一挥，地炎疯狂涌出，绚丽的火焰随着风暴化作火焰龙卷，直接将那几道魔影掀飞了出去。一群魔鬼吗？风雷天皇翼一震，萧炎的身影便是从风暴当中冲出，抬起目光望着那手持石碑现出身来的魂天魔帝和那几道魔影，喃喃道。古翼天魔帝的身影也是出现在魂天魔帝的身旁，冷声道：此辽太强，一同出手。混天魔帝点了点头，万千魔光爆发，
万丈庞大的魔帝真身从魔雾当中走出，手持天魔石碑操控者魔魁率先冲出。与此同时，古翼天魔帝双眼当中亮起一道紫色魔光，滔天魔气自体内涌出。那脊背之处竟然又是长出一双古翼，手持古刃的魔躯也是变得犹如山岳一般万丈庞大。古翼天魔真身，庞大伟岸的古身傲立在虚空之中，恐怖的魔威仿佛实质一般的肆虐开来，搅动着天地，犹如魔神在世。魂天魔帝真身化作红光，直奔萧炎而来，手持天魔石碑狠狠砸下。同一时间，数道魔魁如同幻影一般出现在萧炎的各个方向，魔气爆发，一道道神通朝萧炎落下。3000雷幻身，萧炎的天皇古翼轻轻一震，风雷之力加持，一道道破风声响起，几道黑袍身影快若闪电般从萧炎体内冲出，穿破各处空间，手持重尺，脚踏火海，直奔魔魁爆射而去。哈哈，来吧，我萧炎何曾惧战？一道仰天长啸声响起，萧炎挥动绚丽火尺，对着那千丈石碑猛然一劈，两者相撞，瞬间爆发出狂暴的火焰和魔气，席卷四方，崩塌天地。陆河游身尺。同一时间，几道风雷幻影也是挥动着骨尺，与那众多魔魁进行纯粹的力量比拼，整个虚空之中尽是尺芒和火焰。这时，古翼天魔帝的巨大骨身也是爆射到萧炎的身后，千丈古刃之上尽是紫芒，对着萧炎的后背便是一刀斩落。天魔噬魂斩，紫色的锋芒破空而来，还未落下，萧炎便是心神一颤，在两个巨大魔帝真身面前，萧炎的身躯显得却是十分的渺小。不过那削瘦的身躯下潜藏的力量，没有任何人胆敢轻视。滚！萧炎低喝一声，手持的横骨尺上燃起熊熊地炎，绚丽的火焰开始无限延长，竟是在虚空当中形成一把巨大的火尺，紧随其后便是如同骤雨一般挥舞斩落。地炎加持的横骨尺，每一尺落下都足以分割天地，斩断苍穹。而此时，众多火焰尺芒皆是落在了那千丈石碑之上，绚丽的地炎风暴涟漪波荡而开，令得千丈之内的空间直接焚烧成一片片漆黑的虚无。强大的火焰尺芒淹没了整个魂天魔帝身。当魂天魔帝真身狼狈地从火焰当中冲出时，那手中的天魔石碑则是砰的一声爆炸而开。紧接着，天魔石碑的破裂，那远处的魔魁真身也是在此刻接连的炸开。而此刻，萧炎的一连串斩击后，却迎来了是那惊天的一刀——金刚琉璃体。来不及反应的萧炎瞳孔骤然一缩，大吼一声，一股股浩瀚的灵力如同汪洋大海一般爆发而出，旋即其身体陡然膨胀至数百丈，璀璨的金光从其体内暴涌而出。紫色刀芒落下，萧炎竟然以纯粹的肉体应接了天魔噬魂斩，一道惊天炸响响起后，整片虚空都是炸成一片虚无。恐怖的空间裂缝似乎要吞噬着周围的一切，所有的一切都归入了黑暗。魂天魔帝看到这一场景，连忙赶来，脸色有些阴翳地对着古翼天魔帝说道：“怎么样，应接了你天魔噬魂斩，就算不陨落，也要落个重伤吧？”古翼天魔帝没有回答，而是一脸忌惮地盯着那片崩塌的空间，那深渊一般的裂缝中漆黑一片，犹如一只黑暗巨兽匍匐在此。一道空间破碎声陡然响起，萧炎的一只手臂从空间裂缝内伸出，然后双手撕开空间，无尽火焰从黑暗之中滚滚而出。这一刀还真是疼啊！萧炎的身影缓缓从黑暗之中走来，一身黑袍尽皆破碎，其背上有一道刀痕，刀痕之上燃起点点火光，火光之上生机勃勃。这怎么可能？魂天魔帝一脸难以置信，别人不知道古翼天魔帝那一刀有多强，但是他知道古翼曾用这一刀斩落过圣品同级强者，而这炎帝硬抗了一世魂刀，竟然只是在身体上留下一道刀痕，这炎帝的实力恐怕已经比肩圣族当中的那几位了。望着那火海当中一步一步踏来的火中帝皇，古翼天魔帝的脸色也是变得更加凝重，他察觉到了相当危险的气息。这种气息他在域外的那几位身上也是感受到过，但是那几位无疑不是站在各自圣品之路上的巅峰。这场战斗已经太久了，是时候要结束了。只见那萧炎周身火光涌动，眉心之间竟然亮起一道绚丽火纹，整片空间的温度也是陡然变得炙热起来，一道道玄奥的印记接出，而后一股充满了帝王威严般的主宰之音响彻了天地。吾以炎帝萧炎之名，号令无尽火焰，听从本帝号令。充满威严的声音响彻整个空间，浩浩荡荡的传开，直至另一片虚空。另一片虚空之中响起一道龙吟，紧接着一头万丈庞大的青色巨龙从魔雾当中冲天而起，一股无法形容的古老以及纯正的龙威蔓延开来，弥漫天地。龙吟之声响彻天地，青色巨龙伸出那庞大的龙鳞巨爪，掌心青光涌动，先是一爪落下，拍飞了诸天魔帝的庞大魔身，随后一尾巴扫去，与那蝎天魔帝身后的蝎尾撞击在一起。三者在虚空中碰撞了一次后，伴随着大片空间碎片的爆裂，三道伟岸身影也是相继分开。随后他们便听到虚空当中响起了一道主宰般的声音：
感受到那股熟悉而炙热的波动，万丈青龙上亮起一道青光，随后一道修长身影从青光当中走出。萧兄那边想来已经快要结束了，我也要赶快啊！话落，浩瀚灵力涌动，8道不同颜色的光团冲天而起，8大祖符围绕着灵动缓缓转动。此时的灵动双眸之中，竟然有一种罕见的轮回波动。魔雾之中，2道庞大的魔帝真身若隐若现，万千魔光从中喷射而出。诸天魔帝脸色略显阴沉的道：“这家伙真是个强敌啊！大千世界的气运真是不浅。”怎么，你怕了？我们这一次行动，域外可是有着不少老家伙关注呢。若是我们不能将五祖留在圣渊的话，一定会成为他们眼中的笑话。谢天魔帝也是脸色难看，瞟了一眼诸天魔帝，继续说道：“一起出手吧，哪怕是打碎了这个圣渊，也要将五祖留在此地。”诸天魔帝点了点头，旋即眼神陡然变得更加冷厉，一股古魔气汇聚在魔帝真身下方的诸身之上，万千魔光引动周围的空间开始剧烈震荡。天魔朱眼。随着诸天魔帝的低吼声响起时，他的双目也是亮起一道紫色魔光，紧随其后的便是魔帝真身下方的诸身上竟然睁开了8只眼睛，无边魔气猛地一般席卷而起，8道流光从其中飞射而出。与此同时，谢天魔帝双手如同闪电般结印，其魔帝真身也是变换着相同的印发。浩瀚的魔气汇聚而来，魔帝蝎身背后的蝎尾上也是亮起一道墨光，庞大的蝎尾中竟然甩出了一道针芒。天魔蝎针，漆黑如墨的尖针泛着寒光，寒光之上夹带着血光，蝎针没入虚空之中，竟然没有泛起任何空间涟漪，无影无踪般洞穿虚空，朝着灵动而来。灵动的上空则是汇聚了如同海洋般的灵力，8大祖符在灵力海洋中疯狂的转动，一种仿佛凌驾于这片天地的威压弥漫出来。旋即，一道8色光盘从灵力海洋中浮现而出。8祖灭魔盘，8祖灭魔盘缓缓转动，铺天盖地的绚丽光芒从中席卷出来，一瞬间便是净化了整个虚空中弥漫的魔气。8道不同的灵力从灭魔盘内传出，天地都是在此时颤抖。此时，8道流光划破天际而来，恐怖的魔光夹杂着足以毁灭天地的力量，轰在了8祖灭魔盘上。一道道炸裂声也是在此刻响起。8道魔光的力量汇聚在一起，终于爆发出最大威力。8祖灭魔盘剧烈颤动一下后，在魔光的吞噬之中，竟然有8道彩光从中喷薄而出，8彩之光撕破了魔光的吞噬，冲天而起的彩光在虚空中犹如盛开的烟花。好机会！谢天魔帝眸子里亮起一道寒光，魔帝真身之上陡然爆发出一道道魔光席卷而开，瞬间便是禁锢了这片天地。而那虚空之中的蝎针也是在此刻破开了空间，直至灵动眉心。诸天魔帝冷笑道：“这次看你怎么躲。”我为何要躲？灵动微微一笑，依旧是那不起波澜的坚毅面庞，盯着那破空而来的锋芒，一种无法言语的威严之感自他的身体上弥漫出来。8符寂灭，8祖灭魔盘灭魔。一道低沉声响起，那声音之中却是有着无尽的威严，仿佛能和天地共鸣。而此时那8祖灭王盘上却是射出了一道寂灭之光，寂灭之光呼啸而来，直接轰在了那些针之上，将其在虚空之中泯灭。紧随其后，灵动一步踏出，浩瀚的8色灵力灌入8祖灭魔盘内，一道冷厉声在天地之间响起：“不好，快走！”嗡嗡一声，8祖灭魔盘上的8大祖符竟然化作一道道特殊符文，开始在此刻蠕动，一层层可怕的力量迅速在8祖灭魔盘中心堆积起来。下一刹，玉盘陡然一震，2道8彩般晶莹的光束便是爆射而出。现在想走啊，晚了。谢天魔帝的瞳孔猛然一缩，旋即当机立断，暴喝出声。听得他的喝声，诸天魔帝也是急忙点头。从那8彩斑驳的玉盘上传出来的力量，即便是他都是感受到了死亡的味道。那种波动是真的有着毁灭天魔帝的力量。滔天般的魔气从2大魔帝真身上弥漫出，旋即他们连忙撕裂空间，打算退去。2道彩光穿透重重空间，所过之处悄然无声，连空间都未能泛起半点的涟漪。而此刻灵动见状，冷笑一声：“空间置换，这怎么可能？”话落，灵动手掌轻轻一握，周围的空间开始变得一阵虚幻了起来。透过幻影，他用手轻轻一点，一阵空间涟漪后，周围的空间竟然置换移动。陨落了吗？虚空内传来一道惊骇之声，还没等诸天魔帝和谢天魔帝反应，8彩光束已是来临。最后只听见2道细微的扑通之声，他们便是察觉到眉心一痛，庞大的魔帝真身竟然在此刻化作魔雾散去。五祖，今日你毁我兄弟2人魔帝真身，他日域外降临大千世界，5境之内鸡犬不留。灵动感受到天地间逐渐消散的魔气，也是自言自语了一声，刚欲退去，忽然心神一凝，眼神变得冷厉了起来，伸手便是对着那处虚空抓去。2道破空声响起，2道漆黑的魔光一先一后划破了空间，朝着虚空之外遁去。
同时间，一道森冷之声响彻天地。该死，这些畜生竟然在布阵，绝不能让他们把阵法完成。闻言，灵动面色一冷，眼中杀意涌动，身形一闪，便是撕裂空间，直追那2道魔光。另一边，5只火灵各自仰天长啸，恐怖的温度立刻便是自天空弥漫而开。那是天魔帝周身的魔物都是被蒸烤的略微有些虚薄起来。是天魔帝手持天魔之柱，脸色阴寒道：“天魔通天光柱。”话落，周身滔天魔气爆发而出，不停地灌入了天魔之柱之上。伴随着魔气的同化，天魔之柱上也是亮起了一道道特殊的魔纹。只是5只没有灵智的畜生而已，难道还真想困着本帝？万千魔纹汇聚在一起，这一刻整片天际都仿佛在此刻彻底的凝固了下来。是天魔帝手持通天之柱，如同飓风一般朝着5只火灵横扫而出。天魔之柱陡然膨胀成万丈，庞大的黑色柱体上亮起一道道魔光，这一击之下足以让天地塌陷，日月沉沦。5灵咆哮出声，化作5道火光列阵虚空。5轮里火阵当中，一道道火焰化作火焰长链落下，火焰长链遍布虚空，困锁着那天魔之柱。火焰翻腾，瞬间便是分解了那道道魔光。快救我！是天魔帝低吼一声，庞大的身躯手持天魔之柱陡然爆射而起，想要冲破大阵。几道洞穿虚空的声音响起，又是几道火焰长链落下，紧紧地锁住了是天魔帝的万丈魔身。5轮离火阵内火焰翻腾，无尽火海将整个万丈魔身笼罩在内。火海当中，是天魔帝挣扎着火焰锁链，挥动着天魔之柱，疯狂地轰击着阵法。5轮离火阵上亮起一道绚丽火光，其后便是一道绚丽火焰光环，携带着一股恐怖的毁灭波动，从上方缓缓落下。可恶，这炎帝竟如此之强！是天魔帝惊悚地望着那降落的绚丽火环，他从上面感受到了一股死亡的气息，终是尖叫出来。而另一边正在苦苦抵挡万千火焰围攻的古一天魔帝和魂天魔帝也是听到了这求救之声。魂天魔帝咬着牙冲出万千异火，对着那片虚空伸手抓去。一道空间破碎声响起，是天魔帝上方一道万丈黑色漩涡凭空浮现，而在那漩涡之中，突然有一只巨型魔手探出，想要将其带走。给我留下！萧炎冷哼一声，挥手之间，无穷火焰渗透空间，紧接着便是在那巨型魔手附近出现，然后化作火焰巨掌朝那魔手硬焊在了一起。两者相撞，是天魔帝闷哼一声，恐怖的冲击波席卷开来，将空间震得破碎不堪。而这片刻时间，那绚丽火环便是已经落下，而那庞大的魔帝真身则是在火环内化为虚无。阵法当中响起了是天魔帝凄厉到极点的尖叫声，令人毛骨悚然的在这片天空回荡着。见此一幕，古翼天魔帝怒吼一声，天魔骨伸手持巨大骨刃，一刀斩落，分割了周围的火海，带着无尽紫色锋芒落下。火来！萧炎嘴巴微微一动，万千火焰汇聚融合在了一起，竟然形成一巨大的火焰巨人。面对那落下的无尽紫色锋芒，炎帝法身一拳挥出，火焰巨拳重重地落在了刀芒上，将其直接粉碎，化作零散的魔光。这一拳没有任何花里胡哨，仅仅是平淡的一拳便可破世间万法。炎帝法身在火海当中奔跑了起来，掀起万丈火海，2道伟岸的身影在火海当中对抗。世天那家伙怎么去了圣渊？炎帝和五祖也在那里，真是有趣。火海之外，魂天魔帝漆黑的魔瞳之中透露出一丝挣扎，旋即面色一狠，掏出一抹绿色的卷轴，悄然撕碎，一股细微波动渗入虚空之外。一声巨响传来，紧随其后便是一道惊天尺芒，随后火海中倒飞出一道庞大魔影。古一天魔帝只感到一阵天翻地转后稳定身形，那巨大骨刃上则是有着道道裂痕。哼，你这天魔骨身这么不经打呀！萧炎的炎帝之身从火海当中缓缓走出，万千火焰匍匐在脚下，对着两魔一阵冷笑。域外之地，圣魔族领地内翻腾着无穷无尽的魔岩，那魔岩时而散发出圣洁之光，时而又是漆黑如墨。魔岩当中有着无数骷髅般的灵魂在哀唱嘶叫，宛如火焰地狱一般。圣魔大殿内，那燃烧的火焰王座上有一道魔影在圣魔岩内凝虚为实，魔岩之下，一双不含任何感情的目光扫视大殿，目光所过之处，大殿内的空间都是燃烧了起来。冰天雪地见过圣魔大人。他低语出声，魔音之下听不出任何情绪的变化。高坐火焰王座之上，修长的手指在火焰王座上轻轻敲了2下，咚咚2声，一股细微空间波动散发而出，随后大殿内的空间竟然蠕动了起来。当空间波动慢慢平稳时，2道魔影出现在大殿之内。圣渊内有些异动，你们2人火速去那里一趟。若是遇到了炎帝和五祖，尽量不要与那2人争锋。2道魔影刚出现在大殿之内，随后便是冰冷彻骨的滔天气息也是弥漫开来。圣魔大殿内的各处建筑也是迅速弥漫冰霜，寒冰气息所过之处，唯有那圣魔岩笼罩之地有着一丝温暖，其余皆是被那寒冰冻结。
圣天魔帝无奈地挥了一挥手，火焰王座上的圣魔炎瞬间席卷整个大殿，将寒冰融化。随后目光懒散地说道：“是。五祖，难道你武境真想与我等不死不休吗？”两道魔影低头答道，旋即整个身躯便是隐匿虚空之中，冰冷彻骨的气息冻结了空间，竟然形成了一寒冰通道，而漆黑的通道尽头便是圣渊。黑暗的圣渊中，3道流光飞快地穿梭着，2道魔光涌动着强大的魔气划破长空，魔气弥漫天地，所过之处皆为魔域。而后方则是一道青光紧随其后，对着前方的2道魔光便是隔空一抓，黑暗的空间陡然崩碎，空间碎片化为风暴自虚无中冲刷而过。而在那崩塌破碎之处，一只巨大的青龙巨爪破空而来，竟是穿透了那空间乱流中的空间风暴，直接落在了那2道魔光之上。青龙巨爪上青光流动，狠狠的便是将那2道魔光周身魔物拍散而开。诸天魔帝和蝎天魔帝更是一口魔血喷出，两人的魔帝真身已碎，可谓是真正的元气大伤，又怎能抗得住灵动的青龙司天手？炎雷指！蝎天魔帝怒吼一声，浑身魔气升腾，身后的蝎尾瞬间变得1000丈之长，刺穿了虚空，对着那青光狠狠刺去。自我成族以后，便立誓要扫平世间的一切域外邪魔，而等邪魔既然来了圣渊，那便都留在这里吧。青光当中的身影淡然一笑，屈指一弹，一道雷霆交织着一道火焰化作一道赤光，直接轰在了那蝎尾之上。一道破穿声响起，赤光竟是洞穿了那紫色的蝎尾，化作雷霆火光在空间内炸开。而蝎天魔帝则是脸色更是惨白，浑身的魔气都是微微颤抖了起来。灵动的身影在青光中浮现，周身翻滚着浩瀚的灵力，时而化为火海、雷霆、黑暗。他冰冷地说道：“扫平域外邪魔，好大的口气！真是一个完美的艺术品啊！大千五祖不过如此。”一道宏大的魔音响彻虚空，魔音中竟带有一丝冰冷之气。紧随其后，整个漆黑的世界内竟然飘起了雪花，虚空一阵蠕动，2道冰剑陡然从中爆射而出。灵动双眼一凝，浩瀚的灵力化作雷霆从天而降，雷霆宛如游蛇一般劈在了冰剑之上，将其粉碎成冰渣。但诡异的是，那漫天飞舞的冰渣内竟是爆发出一股席卷天地的寒气，寒气冻结了整片虚空，白色雪花飘落在灵动身上，竟是瞬间将其冰封。雪花不停降落，数息时间，竟是在虚空内形成一座封闭的寒冰世界。一道白袍身影从虚空中走出，打量着这个完美的冰封世界，目光火热地称赞道：“你说什么？”白袍身影立于虚空之中，天际飘落而下的雪花在其周身呼啸旋转。他好像想到了什么，转身盯着那2道虚弱的魔影冷声道：“桀桀，你2人竟然被五祖逼成这副德行，真是丢了我域外大族的脸面。”怎么，现在的你有资格反驳吗？诸天魔帝闻声后顿时脸色一冷，刚想再说什么，其后的蝎天魔帝则是一把拉住他，对他摇了摇头：“炎帝，你敢！”白袍身影阴冷一笑，恐怖的魔气竟是让整片天地的雪花都在此刻汇聚成一道强大的寒冰风暴。诸天和世天2人脸色阴寒无比，若是巅峰时刻的2人自然不会畏惧他，但是他们的魔帝真身已碎，全身实力实不存一，自然很是忌惮眼前之人。另一边的火焰世界之中，萧炎的炎帝之身一掌轰在了世天魔帝的魔帝真身之上，无穷的绚丽火焰尽数倾泻自其身体之上，火焰暴涨，整个魔帝真身化作一道巨大火球堕入黑暗。火焰风暴从深渊内爆开，一道魔光夹杂着魔气朝空间之外遁去。萧炎眉头一皱，炎帝真身一步踏出，掀起火焰风暴，伸出巨大手掌便是对着那魔光抓去。不好！一道怒吼声传来，古一天魔帝的古身手持残破古刀对着炎帝真身一刀斩落，万丈锋芒呼啸而来，想要阻挡萧炎一时半刻。滚！炎帝真身对着那万丈锋芒一拳轰出，2道火焰巨龙冲天而起，轰隆一声便是击碎了万丈锋芒。可怕的火焰劲风渗透空间，无数道绚丽火种在此刻凝聚成了彩色火莲。无名冰天，你可以称我为寒冰魔使。古一天魔帝盯着那天地之间的万千火莲，顿时脸色一变，急忙抽身而出。而身处众多火莲中央的世天魔帝则是面如死灰。就当火莲即将要盛开的时候，一道巨大裂缝陡然浮现，空间裂缝内寒风袭来，然后便是无数雨滴大小的冰晶落下。冰晶落在的绚丽火莲上，那即将绽放的火莲竟然在那冰冷的气息之下冻结，整片虚空竟是在此刻漂浮着万千冰莲。其后，一道蓝袍身影缓缓地从虚空内走出。你是何人？萧炎的火焰双眸盯着那浮现而出蓝袍身影，冷声道。蓝袍身影瞥了一眼萧炎，淡蓝色的眉毛轻轻一挑，淡笑道：“这炎帝的火焰竟然强大霸道到这种程度。”冰冷彻骨的滔天气息弥漫而开，寒冰魔使周身蓝光流转，虽然并没有释放魔威，但是一身阴寒之气，就连萧炎都为之忌惮。真是令人讨厌的气息啊！
萧炎喃喃一声，绚丽的地炎熊熊燃烧而起，炽热的气息化作暖流涌向四周，让那即将冻结的空间都是瞬间升温了起来。寒冰魔使平静地扫视了一下千疮百孔的破碎空间，心神转动之间，一道道时空印记仿佛影像一般进阶在脑海中展现。而此刻，那熊熊的地炎之火则是化作一片万丈火海，虚空之中的冰莲也是在此刻破开，露出那绚丽多彩的火焰莲花。万千火莲在火海当中摇曳，每一朵都是蕴含着毁灭般的波动。寒冰使者目视万千火莲，在此刻也是一脸凝重，眼中尽是忌惮之色。魔使，救我！我知道你很强，不过眼前的这一位，你也是救不走。萧炎淡然一笑，一挥袖袍，万千灵力掀起万丈火海，万千火莲在火海之中陡然朝着混天魔帝爆射而去。炎帝，你敢！死亡关头，混天魔帝则是果断燃烧魔血，连忙挥出万千魔光，朝着那万千火莲轰去。但是落在火海当中，却是连涟漪都是未曾带起，便是诡异的消失不见。哈哈，想杀本座！寒冰魔也是在此刻时冷喝出声，天地间的寒气猛然暴涨到了巅峰，其手掌之上也是悄然凝聚上了一层厚厚的寒冰，寒冰之上缠绕着一股股黑气。这股黑气看上去倒并非有什么神奇之处，但却是给人一种异常阴森的寒意。缠绕着黑气的寒冰巨掌迅速成型，带着无比狂暴的寒气朝着火海呼啸而去。另一边，古一天魔帝咬牙掐出一个奇特的法诀，其魔帝骨身上竟然伸展出万千紫色的魔骨，朝火海落下。三道强大的技能碰撞在了一起，恐怖的火焰风暴自爆炸中心扩散而开，整个火海在两股强大神通的轰击之下溃散，但是其万千火焰则是如同天火一般降落。怎么可能？混天魔帝则是大笑出声，话音还未落下，一股极致的寒意便是笼罩了他整个魔影。你体验过轮回的味道吗？萧炎那冷漠之声如同从深渊传来一般，带有一股极致的死亡之意。还未等混天魔帝反应，整片虚空已经弥漫着一股轮回的味道，那是以火焰驾驭轮回，巨大奇异火环也是在此刻落下，火环内呈一种黑暗之色，这种黑暗比那种空间黑洞更加的纯粹浓厚。这么多年了，敢杀我域外魔帝的人，炎帝，你倒是第一个。混天魔帝一脸不甘地沉沦在佛怒轮回之中，整个魔影迅速地分解而开，那浓厚的魔气也是远远消散，就如同遇见的烈焰的冰块一般，飞速的融化。寒冰魔使无比惊怒，那原本平淡的脸色全然消失，在此刻有一种极致的冰寒之感。雷之劫是天之域。萧炎先是摇了摇头，然后轻笑道：“你说错了，那边还有一个。”寒冰魔使有些疑惑，摇头望去，只见那片漆黑的虚空之中突然传来一道低沉之声，紧随其后的便是一道道雷光洞穿黑暗而来。阁下的冰雪之意很强，不过来而不往非礼也，你也接我一招如何？一道炸雷般的声响从天际传来，下一刹那，一股无法形容的雷光犹如是化为了灭世一般的雷霆，在此时以一种无法形容的狂暴姿态自那片寒冰世界疯狂地横扫开来。整个寒冰世界在那等雷霆之下的冲击之下爆裂出无数道裂纹，最后轰然一声，彻彻底底的爆炸开来，冰屑漫天飞舞，一道奔雷身影从中爆射而出。冰之祖符，凌玄之风。话落，浩瀚灵力转变为冰蓝之色，天地之间的温度也是在此刻骤降，一股极致的寒流朝着雪地魔使吹去。冰之造诣嘛，本使接下了。极致的寒流呼啸而来，寒气蔓延之处，包括空间都是在此刻渐渐冻结。雪地魔使眼中寒光流转之间，竟然有一股狂热。两只爬虫还能撼天不成？让你看看什么才叫真龙！天地之间雪花飞舞，汇聚成一道厚达100丈的雪墙，屹立在虚空当中。雪地魔使对着虚空轻轻一点，那厚重雪墙上亮起强烈的白光，硬扛着那呼啸而来的寒流。虚空之中嗤嗤作响，尽是寒风呼啸而来的撕裂之声，一股股寒意弥漫。一旁观战的天诛魔帝和蝎天魔帝则是在寒风之下一阵哆嗦。就在寒风弥漫之际，那遥远之地却是滔天火海疯狂涌来。只见那火海当中有2条火焰长龙冲出，想要吞噬那火海之上的蓝袍身影。炎帝，吾本不愿此时与你争锋，但我域外族人又怎能无故陨落于此？今日你不仅要身陨道消，你无尽火域也要成为一片魔域。寒冰魔使眼神淡漠地扫了那2只火焰长龙，手中应劫急速变化而起。随着冰寒之气的汇聚，无数奇异的白色寒气升腾而上，凝结成冰，众多寒冰堆积在了一起，交织融合，急速蠕动间，一条足有1000丈庞大的冰寒巨龙缓缓地出现在了虚空之上。这条冰寒巨龙体积极为庞大，身体表面还蔓延着无数血丝，巨大的龙眼之处闪烁着冰冷的血芒，直视着2只火焰火龙。这条冰寒巨龙体内有着一股太古龙威弥漫而出，寒冰巨龙盘旋而起，巨嘴一张，足有100丈庞大的冰寒龙息
便是闪电般的对着火海爆射而去。龙息所过处，连虚无的空间都是出现了淡淡的冰蓝色碎冰。火焰长龙也是在寒冰吐息中瞬息破灭，吐息击射入火海当中，掀起一阵火浪，紧随其后的便是自内而外的寒冰风暴席卷而出，整个火海眨眼之间便是冰封其中。你倒是好深厚的底蕴，寒冰属性的太古真龙的灵魄被你练成。萧炎立于虚空之中，周身有一朵绚丽火莲的虚影在将其笼罩其中，炽热的波动让周围的空间都出现一片片皱褶，寒冰风暴袭来，也是在100丈之外化为虚无。动怒了吗？本使者倒要看看炎帝之怒又当如何。寒冰魔使的目光紧紧地盯着萧炎，其一旁的寒冰巨龙双瞳更是亮起邪异之光。闻言，萧炎眼神一冷，绚丽的地炎不自觉地升腾而起，整个虚空多了几分寒意。我这人最讨厌别人威胁我了，尤其是拿我身后之人来威胁我。给我吞了他！寒冰魔使眼中寒光闪烁，他还真不信炎帝经过长时间战斗还能胜过自己不成。这火莲莫非便是他的底牌？寒冰魔使号令之下，那盘旋在虚空之中寒冰巨龙爆发出一股恐怖的气势，仰天咆哮一声，庞大的身体带起无匹的音爆之声，对着萧炎暴冲而去。结束了。萧炎深吸了一口气，低沉的声音也是随即传出，而后一朵绚丽的火莲在虚空上划出一道优美的弧度，缓缓落在了寒冰巨龙的面前。绚丽火莲缓缓绽放，而在那种艳丽的颜色之下，却蕴含着足以令圣品的超级强者都为之变色的毁灭波动。寒冰劫！寒冰魔使在那绚丽火莲绽放的那一瞬间，便是脸色一变，想到域外的几位魔帝接连在萧炎手中陨落，他的脸色也是变得凝重了起来。原来是虚张声势啊！你这炎帝也不过如此吗？随着寒冰魔使的轻喝一声，这片天地竟是下起了冰雹，虚空中泛起的涟漪竟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冻结，整个世界凝结成冰。巨龙在寒冰世界内吐息，冰冷的气息风暴让空间都出现了点点的皱褶。巨龙的寒冰吐息轰在的绚丽火莲之上，一阵寒冰的冲刷，整个绚丽火莲也是在此刻冻结。寒冰魔使见此，大笑一声：“不好，是我低估了你这炎帝。你见过莲花盛开的美景吗？”对于他的嘲讽，萧炎并未理会，而是淡然地说了一声，旋即伸手轻轻地点在了虚空之上。随着萧炎的一指点落，这片虚空竟然在此刻剧烈地晃动了起来，而那冰封的火莲也是在此刻不停地抖动。火莲上摇曳的各色花瓣燃烧而起，炽热的波动传开，空间都是在温度下扭曲，整个寒冰世界瞬间融化。火莲上爆射出一道火光，重重地穿透了那寒冰巨龙的庞大身体，火花四溅而起，整个寒冰巨龙的庞大身躯也是在此刻爆裂成漫天碎冰。而其后，那绚丽的火莲则是化作流光，对着寒冰魔使冲来。古意，我们走。寒冰魔使也是在此刻认识到了眼前这位黑袍男子真正的实力，难怪大人不要让我等与其争锋。当机立断之下，寒冰魔使一咬牙，一股浩瀚寒气在掌心凝聚，然后一拳轰在身后那虚无的空间处。强大的寒冰竟然在虚空之中凝聚出一道厚达万丈的冰墙，企图依靠冰墙来阻挡那火莲的降落速度。炎帝，山不转水船，今日之事必定不死不休。你杀了我域外魔帝，就等着我域外邪族的报复吧。寒冰魔使一步踏出，便是出现在古一天魔帝的身旁，一挥手便是打开一个漆黑的空间通道，两人连忙钻入空间通道之中。想走？见状，萧炎眼神微寒，手掌猛地一握，绚丽多彩颜色的火柱便是自掌心爆射而出，最后穿进那万丈冰墙，而火莲则是那火柱之中陡然射出。火莲在那空间通道复原之时钻入其中，紧随其后的便是一股可怕火焰风暴在漆黑的通道内席卷而出，滚滚火焰竟是自那空间内渗透而出。这等温度之下，虚空之中那充斥的魔气和寒冰也是以一种极快的速度被蒸发，而那幽深的空间通道内则是传出一道怨毒森然之声。寒冬飘零。萧炎闻言微微一皱眉，喃喃道：“域外，本帝迟早会去一趟。”轻轻地吐了一口气，萧炎脸庞上也是隐隐有着一分淡淡的苍白，接连迎战了几位域外天级魔帝，就算是他也有点吃不消了。这次圣渊之行也算是结束了，不过还有一件事不能忘。萧炎目光扫视了一下漆黑的深渊，随后大手一挥，一枚紫金令牌缓缓漂浮而出，紫金令牌上射出一道金光，落入深渊。金光照耀下，漆黑的深渊中漂浮出两道细微的魔气，当那两股魔气在金光的拘禁之下收进令牌之中时，紫金令牌上顿时发出更加强烈的金光，一股威严之气也是弥漫而出。而那紫金令牌的荣誉长老字下也是多出了3个字：诛魔王。就在萧炎牵引魔气之时，另一处虚空之中涌现出万千灭世般的雷霆，一道紫袍身影手持雷帝权杖，宛如雷帝在世一般，破灭了一切寒冰。
一个漆黑的万丈黑洞内突然爆发出一股恐怖的吸力，拉扯着周围的一切物质，似乎要把整个世界吞噬。火焰祖符，静息之烈。雪地魔使低吼一声，万千雪花汇聚成风暴，硬汉灭世雷霆。而那些天魔帝和诸天魔帝，则是一道道神通打向那万丈黑洞。下次你们就不会有这么好运了。灵动一声厉喝，一道赤红色的火符冲天而起，火焰祖符上闪烁一道赤色红光，其后便是无穷火焰滚滚而来。万千雪花在那火焰之下溶解，无穷火海也是在此刻形成。雪地魔使脸色一变，他的冰雪之道走的是轻柔，而寒冰魔使则是霸道，自然很难与火焰争锋。水火相克，但也要看什么水什么火。火海当中，诸天魔帝和蝎天魔帝则也是一脸的苦涩。雪地魔使见状，也是不得不考虑到他们的情况，无奈之下，一卷玉简出现在掌心，然后将之捏碎而去。伴随着玉简的裂开，一个空间黑洞顿时出现在虚空之中，一股恐怖的吸力暴涌而出，陡然之间便是将几人吞噬其中。就在他们消失之际，一道雷霆也是瞬息而至，灵动的身形在万千雷霆中走出，看着那愈合的空间，脸色难看至极。这是怎么回事啊？诸魔金光已经接近100年未曾亮起了。此次圣渊之行，灵动也是在几场战斗之中消耗太多，不然又怎会轻易让这几位天魔帝安然离去？看着那深渊，灵动也是拿出了一枚紫金令牌，其后便是一道金光照亮了深渊。圣渊城之内，那座屹立在中央地带的诸魔碑则是发出一阵震动，这股波动显然是引起了城内大部分诸魔师的注意，越来越多的诸魔师汇聚于此，无数视线目视着诸魔碑上的变动，而诸魔碑则是在此刻亮起一道足以光耀全城的金光。莫非是那一地一族？金光辐射寰宇，无数人发出惊叹之声。就在这些人震惊之余，一些人似乎想到了什么，不由得惊呼出声：万载岁月，一地一族，愿我大千世界，人人如龙啊！这一刻，整个圣渊城寂静无声，而那诸魔碑之上也是在此刻，竟然又是多出了一行金色的字体：诸魔王萧炎，诸魔王灵动。大千楼内，擎天领着众多长老缓缓走出，望着光芒大作的诸魔碑，擎天感叹一声：这是要变天了吗？而此时的域外之地，万魔殿的一处宫殿，殿内涌动着无尽黑暗，黑气升腾的偏殿之中，则是耸立着几十道石碑。3道炸裂之声响起，那几十道万魔之碑中竟然炸裂了3道，这意味着域外天魔帝竟然陨落了3位。而宫殿的看守之魔则是魔影发抖，周身涌动的魔气混乱无比，显露着内心的剧烈情绪波动。